唉，我那可怜的弟弟，还是给你留着吧。初一啊，你奶他们还没回来呢，那我去你大爷爷那边看看。饿了吧，初一，快吃点垫垫。竟然是肉包子！谢谢四叔。你奶他们还没回来？春儿姐说会晚些。我就不去地里了，我们去做饭。厨房的门被奶奶锁上了。那我去打点水，你在院子里坐会儿，不要乱跑。林初一神魂受损，平日里不似别的孩子那般活泼好动，很多时候他都是静坐在那儿，目光空洞的状态，别人看着就觉得他的确是个傻子。5年的时间，他的神魂养得差不多了，修为也到了该突破瓶颈的时候。他最近想进山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筑基需要的药材。空间里的炼丹炉好像不能用了，若是要炼丹的话，还得有个炉子才行，最起码得是个炉子。还是得进山一趟呀，在这之前，这样的穷日子他是一天都不想过了。大山里有什么呢？有灵芝，有人参，这些东西在前世被人疯狂追捧的，在这里也应该能卖上不少钱。可该以什么理由进山呢？老太太和她娘不让她下地，大堂姐1个多时辰就会回来看她一眼，嘱咐她不要乱跑，再带点水回地里。练气其说白了就是比普通的武夫厉害点，不能飞檐走壁，以他的脚程，要进深山得花不少时间。该怎么才能不让人发现呢？一道赤青色的火焰噌地冒出，吓了大白和大黄一个哆嗦。大黄呜咽了一声，悻悻走开，留下大白满眼错愕地看着地面。是的，错愕，很难想象一只狼能有这么丰富的表情。大白啊，你喝了那么多灵泉水，竟然还没开智呢，真是只蠢狼。一天到晚只知道带着他娘漫天遍野的找野菜，用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不准这么叫！若是让人知道他家养了只狼，那还不得闹翻天啊！大白委屈地趴在地上，学着大黄呜咽了2声。老大，林永茂，你是不是又去大房那里了？你个狗娘养的，看老娘今儿不打死你！大白一听，忙站起来抖抖忙，一溜烟出去了。林初一眨眨眼，大概可能这货是不是已经开智了？娘，别打，我没去大伯那里。娘，你别动气，当心气坏了身子，可不能这么打，该将人打坏了。哎呀，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得打断他一条腿。哎，娘，怎么了？您这是干嘛呢？四弟，我没去，我真没去大伯那里，我就是随便走走。没去？放你娘的屁！你又往大房那里送了什么东西啊？没有，真没有。娘，大哥都说了他没去大伯那儿，先进屋再说。您也累了一天了，先进屋歇歇。烟袋，我看到大伯给大爷爷买烟袋了。啥？马老太一听，手都气哆嗦了。她虽然不抽烟，但却知道那东西贵，最便宜的也得100-10来文钱。你林永茂啊，林永茂，你看看你自己的媳妇儿孩子过的什么日子啊？你再看看他们大房人身上穿的什么？你有钱我打死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我打死你这个白眼狼！怕被殃及池鱼，林永新躲到一边，无奈地看了眼扔完石头激起千层浪就走的小侄女。得，他管不了了，他还是挑水去吧。娘，您累了一天了，别打了，回去歇歇吧，喝点水。马老太打累了，呼哧带喘的又骂了几句。哎呀，给老娘滚！别杵在这让我看了心烦。不是有钱给人家吗？啊，今晚你就甭吃饭了，滚去大房那里吃吧。林永茂哪敢，老太太正在气头上，他这会儿若是敢去大伯那边，回来就铁定会被打断腿。哎呦，永茂啊，你怎么跪这儿了呢？瞧这一身伤哦，哪个不知足的呀？这么孝顺的孩子也下得去手呢。你来干什么？我这儿不欢迎你，你赶紧给我走。我再怎么说也是你大嫂呢，
长嫂为母的，你就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呢？哼，放你娘的屁！还长嫂为母呢？我老娘早就没了。你要是想，你倒是陪她去啊！逢年过节的，我也好给你捎点孝敬。你，好啊，马慧娟，你个老千婆，你敢咒我死呢？活该你儿子不孝顺。我要是他呀，我早分出去了。哼，你还比我大2岁呢。我是老钱婆，你该是个啥呀？我知道，叫老妖婆。林初一默默地给小孩竖了个大拇指，慧眼如炬啊。宝子弟弟今年6岁了吧？我家大壮前年就启蒙了，如今才5岁多，先生就经常夸他有教养呢。嘿，这就是说林家宝没教养呗？大壮不是送走了吗？送到镇上衙门看门去了。切，小傻子！话音刚落，一盆带着温度的刷锅水从厨房里泼了出来，不偏不倚，全泼在了林月兰半新不旧的衣裙上。哪个杀千刀的呀？不要脸的小娼妇，心肠怎么这么黑呢？连自家侄女都下得去手呢！我呸！哎，自家侄女，有说自家弟弟没教养的姐姐呢，有骂自己妹妹是傻子的姐姐。我今儿可算是开了眼了。哎，我就好奇了啊，这个时间各家各户都在厨房忙活着呢，你们是干啥来的呀？认亲来了，还是闲得慌找骂来了？马氏呀，你看看你娶的好儿媳妇呢啊！一个晚辈竟然对着长辈说3道4的，要我说呀，这何该休了。老三呢？这个媳妇你不管啦？我呸！我的儿媳妇还用不着你来教训，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没儿子还是没媳妇啊？管闲事都管到别人家来了，真是癞蛤蟆找蝌蚪，搂着别人家的娃不放手。哼，你跟他说甚？他听得懂人话吗？你还不赶紧去做饭？还要我婆子做好伺候你们怎么的？这回合老太太胜。伯娘啊，您还是快带月兰回去吧，我们住在山下，你们一会儿回去还得经过半个村子呢。月兰也大了，这会儿怕是要被不少人看到的，这几日还是别让她出门了。俩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他们一走，院子里的气氛立刻松快了不少。大郎啊，没柴了，去外面抱点柴火回来。爹，你往边上挪挪，挡着门了。大郎啊，你去跟你奶奶说说，你大伯奶没什么坏心思，她就是过来看看。你看你奶这事办的，怎么还吵上了？还泼人月兰一身水，姑娘都那么大了，真是。林有茂碎碎念没有念完，林大郎已经抱着柴直径的离开了。翠儿姐只比月兰小1岁，他爹永远只是为别人考虑。马老太本就有气，再被周氏过来恶心一下，原本只是说说的话做实了。林有茂果然没吃上晚饭。饭桌上，马老太掌勺，一人1碗野菜粥，大人一人2个苞米面馍馍，小孩一人1个。桌上无油少盐的一盘青菜，一盘野菜，这就是林家人的晚饭。林初一将馍馍掰开，只啃了一半。扯淡吧，这还是在家里人下地干了一天活的情况下。搁在农闲时，晚上就只一人1个馍馍对着白开水，吃完喝完躺炕上就睡。一人1碗野菜粥后，锅里只剩了个底儿。马老太兑了点水烧开，倒进了木盆里喂狗，意思不要太明显，喂狗都不给你吃，你个白眼狼。刘氏于心不忍，却又怕马老太发火，他只吃了1个馍馍，另一个趁老太太不注意塞进了袖子里。娘，这个我也不吃了，给爹吧。您正在长身体，你吃你的，我让翠儿姐省下来半个就成了。林翠儿喝粥的动作一顿，垂下的眸中闪过一丝落寞。她将馍馍掰开半个给了刘氏，干涩的笑笑。哥，你吃吧，我是女孩子，我吃的少。娘，姐，四叔今天开始教我们4书5经了，还说等明儿从书院回来要考呢。林初一从身上摸出个鸡蛋，他看到林少泽吃饭时也藏了半个馍馍。给，吃吧。姐，奶早上给你的鸡蛋你怎么没吃啊？那你今天饿着了没有？林初一摇头，将鸡蛋递给林少泽，又将半个馍馍给了风兰。娘，吃，我吃了肉包子，我不饿。林初一平时并不怎么愿意与人沟通，
以前是魂魄受了损伤，整日里浑浑噩噩，太过疲惫。姐，肉包子好吃不？四叔真好，以后长大要对你们四叔好点。好吃的，可香了。下次四叔再给买，我留着给你吃。不用，姐姐吃。以后少泽长大赚了钱，天天给姐姐买肉包子。娘也吃，我们仨一起吃。唉，可怜的娃呀，以为肉包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吗？不得不说，吃过肉包子后，一凉就梆硬的嬷嬷更难以下咽了。是时候进山一趟，找点能让他吃上肉的东西回来了。第二天一早，吃完饭后，林家人照常下地。大白，这家人对我都挺好的，是吧？你说我是不是该投桃报李，让他们的日子过好些呢？说什么实话呢？你就是吃不了生活的苦。明天我们进山吧。不要做梦，山上的野菜都是我的。可怜的大白啊，1年前不知道被大黄从哪儿拐回来的，断奶后就跟着大黄过苦日子，饥一顿是饱一顿，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吃顿饱的。后来林初一给他喂了灵泉水，越长大是越有灵性。说实在的，至今为止大白还没开过荤，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个肉食动物。你娘都11了，你不想她在有生之年吃上一顿肉吗？晚上吃罢饭，林初一听到了个好消息，林永新今日睡书院，没有回家。明天马老太要和他娘去镇上一趟，让刘氏带着大郎、翠儿姐和三叔一家下地，从家到镇上来回得半天的时间。老太太去镇上肯定是有事要办，再买些东西耽搁一会儿，回来该是傍晚时分了。所以陈氏会偷偷让他唯一的儿子林家宝在家待着，而且这期间不会让翠儿姐回来。果然第二日一早，老太太天不亮就和方兰出门了，一起离开的还有林永茂。果不其然的，林家宝被留了下来。姐，二姐，是娘让我在家的，我没偷懒，我也没抢你吃的。是的，当初就是因为四叔带回来的2颗糖，让他早早的就体会到了世界的黑暗。可怜的娃啊，晚上在他爹娘面前那是一掀衣服，竟然没有一点伤，连块青紫都没有，还被他爹给教训了一顿。你二姐小时候遭了罪，不要欺负她。他以为这样已经够憋屈了，没成想第二天趁着家里没人，林初一又将他给揍了一顿，还是没伤的那种。打完撂下话，哼，都说了让你别告诉大人了，以后不听话就揍你一次。当时5岁的林家宝先所有人一步见到了魔鬼。二姐，你别打我。我出门一趟，有人回来就说我在睡觉，总之不能让人知道我不在家，不然的话回来揍你。我知道了，二姐。林初一摸了摸大白的脑袋，没有多做停留，一人一狼往山里走。没一会儿，林初一就在阴暗的古树下找到了一些罕见的菌类。杂草丛生中零星的有几株不常见的药材，没多关注，又往里面走了一段时间，摘了些此趟进山要找的药材，给大白闻了闻，然后当着他的面放进了空间，给大白吓得一个机灵，小表情要多二有多二。你记住了，进山时如果遇到这种带着灵气的药材就带回来。大白晃了晃尾巴，表示自己听懂了。刚开始啊，他以为换了个身体，空间就消失了。后来在他养了一段时间开始修炼后，空间又出现了，只是在雷劫过后，空间似乎有了某种禁止，他的身体进不去，只能储存东西，且能使用的地方很小。又往前走了几步，大白突然兴奋了起来。先别吃，现在吃了可惜了。林初一小心翼翼地将草药连根拔起，送进空间。算你走运。炎灵丹的效果便是能让动物开灵智，可比灵泉水的效果好上100倍。若是将这颗炎灵草炼成丹药给大白吃下去，或许大白就可以修炼了。做完这一切，林初一一回头，见大白仰着的脑袋一直没有放下来。只见古树粗壮的树干上2株硕大的灵芝，一红一黑，漂亮的紧，也诡异的紧。林初一后退2步，一个起跳扒住了树干，整个人像猴子一样窜了上去，小手附上灵芝，将之一一送进空间。林初一跳下树，四处找了找，
又在不远的树干上发现了一株，摘下来后没有着急送进空间，而是拿在手里仔细的打量。好浓郁的灵气啊！这山里有什么灵物存在吗？大白凑过来，眼巴巴地看着林初一手里的东西，呜呜直叫，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林初一将灵芝掰成2半，收起一半，另一半掰碎了一点一点喂进了大白的嘴里。别贪心，当心吃出问题来。好吧。大白突然竖起了耳朵，眼神一凛，四周响起沙沙的声音，似乎有什么大型动物正在朝这边靠近。林初一耳朵动了动，随即手脚利索地找了棵树爬了上去。眨眼间就见10几只野狼从幽暗的林子里钻了出来。为首的狼王体型健硕，颈毛竖起，他走在最前面，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大白，低头间露出锋利的尖牙，带着不明动物鲜血的口水从兽嘴边滑落。灰暗的毛色拖着扫帚般的尾巴，片刻功夫，周围便弥漫起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再看大白，黑蓝色的兽瞳紧缩成圆点儿，呲着牙，警惕地一步一步朝后退去。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它的尾巴一直在抖动。这些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都冲着我来了？狩猎时突然听到同伴的叫声，狼群首领瞬间察觉到自己所在的地盘闯入了外狼，以为有别的狼群过来这边了，这让他感觉到了威胁，却没想到是只落单的狼。头狼又向前一步，突然发现对方的身上似乎散发着不一样的气息，他止住脚步，疑惑地看着大白。两狼对视良久，最后狼群首领一声长啸，带着众狼离去了。大白顺势往地上一趴，杀死狗了。林初一一直在树上看着，见狼群离开了，不禁撇了撇嘴，再看大白那怂样，简直哭笑不得。怂货！你不怂，你刚刚上什么树啊？又在山中转了半天，中途林初一打了2只兔子1只野鸡，他亲自动手将兔子和鸡清理了一下，用火给烤了。于是林初一吃上了来林家后第一顿管饱的肉。大白开了来林家后的第1次荤，吃饱喝足，一人1狼，又在山中转悠了一会儿。出乎意料的，要用到的药材意外的好找。大白有灵性，给讲了一遍之后，他就上道了。这让林初一有了捡到宝的感觉，收获满满。天色也已经不早了，林初一决定收手回去。院中并没有林家宝的身影，倒是从屋里传来阵阵带着压抑的哭声，是林翠儿的声音。二姐，你回来了，我没跟人说你出去过。见小孩说话的时候眼神闪烁，不敢抬头看自己，林初一知道应该是奶和娘回来过了。翠儿姐在哭呢，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大伯将翠儿姐的婚事退了，没经过家里人的同意，翠儿姐知道后就哭了。她的婚事还是林大山林老爷子在那会儿定下的。男方原本也是村里的人家，姓蒋。林老爷子在时，两家走动的还算频繁。后来蒋家有了点闲钱，想要做生意，老爷子便出手帮了一把。再后来的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了。蒋家的生意是做起来了，一年比一年好，却是越来越瞧不上与林家二房林翠儿的婚事。可毕竟林老爷子伸手帮过蒋家，若说退婚，毕竟会遭人说闲话。还有呢？然后那个蒋家看上了永福叔家的月兰姐。奶和我娘在老宅呢。对，奶可生气了，大伯的腿今天怕是真的要保不住了。你跟我娘说我去哪儿了？这事儿不是过去了吗？咋的又问呢？奶和二婶刚回来就去村里了，翠儿姐知道你不在，我说你去村里溜达了。我去村里看看，你看着翠儿姐。哦。林初一到的时候，马老太已经和周氏撕巴开了，刘氏也发了狠，压着一个大房老二家的媳妇儿一阵狠挠。周氏输就输在儿子没马氏多，这会儿儿媳妇儿也没人家多呀。林初一就见他娘面上着急，眼中却没有任何情绪，两手各搭在周氏和马老太的肩膀处，看似是在拉架，偏偏就是拉不开，但总能在马老太要吃亏的时候暗暗用劲儿。
周氏顿时就是一声惨叫：“娘，伯娘，你们别打了！”要说方兰没有两下子，林初一怎么就一点不信呢？别打了，娘啊，您在这闹啥呀？刘氏，你们快住手！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三弟，你快把娘拉开！娘，别打了！红兄啊，你快起来，把娘拉开！哎呀，住手！都住手！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啊！永茂，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把你娘带回家去？大哥，你想想办法吧。林初一站在人群里，眼尖的看到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拉着一条大狼狗。旺财，去给我咬死他们！一条半人高的大狼狗突兀的窜出来，吓了所有人一跳。衙门的狗平时可都是喂生肉的，野性十足，也就是带回林家村后一直拴在院子里，性子才安生了许多。没想到林虎敢将它放出来，太危险了！小心，大家快躲开！林家造孽呀，这狗怎么能放出来呀？哎呦，杀人了！林大海家的狗要咬死人了呀！快走快跑啊！大狼狗挣脱了束缚，兴奋地叫了几声，眼前一团乱，却是目露凶光，呲着牙奔着拉扯在一起的周氏和马老太太就过去了。方兰惊呼一声，拉着马老太就往后退。林初一眼神一冷，没等出手，就见人群里窜出一道黄色的影子，朝大狼狗扑去。体型悬殊，吃素的又怎么能比得上吃肉的呢？大狼狗被扑倒在地，滚了一圈，咧开大嘴，牙齿闪着寒光，一口咬在了大黄后腿上，连毛带肉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疼得大黄惨叫一声，却并没有逃走。这是狗的忠心护主。哎呦，大黄啊，你个老钱婆，你他娘的还不如一条狗呢！老娘跟你拼了，我今天就撕了你那张脸！哎呦，老二媳妇儿，你莫拉着我，我今天跟这个老钱婆不死不休！马氏，你发什么神经呢啊？那亲事是你家永茂同意退的呢，这既然退了，婚嫁各不相干，你找我干什么呀？我呸！忘恩负义的东西，我稀罕那破亲事啊！一家子烂心肝的货！大白被人群挤得昏头转向，刚从人群里挤出来，一伸头就见他娘被只大狼狗压在地上，脖子被咬住的地方呼呼的往外渗血，后腿被撕了一块，呜咽的惨叫声越来越弱。大白的眼神一下就变了，身上的毛发根根竖起，来不及叫唤两声就猛窜了出去，速度快的只能看到一道黑色的残影。大白是狼，就算吃素，牙齿也比狗锋利得多，尤其是他浑身的气势，灵气中带着丝丝煞气，不是太蠢的动物见了他一般都不会发起攻击。森寒的利牙狠狠刺进了大狼狗的腹部，这时大白第一次尝到血的味道，旺财一声惨叫：畜生，让你咬我家狗，让你咬我们家狗！大白感觉到危险，猛地一回头，目露凶光，满嘴是血，时刻准备扑上来撕咬的模样，吓得林虎一个哆嗦，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连个声都发不出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看到连他爹都不敢上前吗？大白，够了！林初一出声制止了想要使劲把大狼狗给弄死的大白。大黄已经一瘸一拐的离开了，大白追他娘去了。马氏，这个是衙门的狗，你也敢呐？狗咬狗一嘴毛，畜生打架打输了，你还要替他出头不成？狗拉回来时，衙门就说过，不可放出去，会伤人。伯娘一家好大的胆子，竟然将人命不放在眼里，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弟妹这话严重了，孩子小不懂事儿，这才不小心将狗放出来。大哥说的哪儿的话，孩子还是看紧的好，毕竟一次是不小心，2次是不小心，若是真的出了事儿，衙门可不管你们是不是不小心。弟妹说的是，我以后会管好孩子的。我不管狗不狗的事儿，你家狗咬了我家狗，我家狗就得狠狠咬回去。我家人也是这样，别人都欺负到头上了，再不吭声，别人还以为我家好欺负呢。我翠姐儿不稀罕那桩婚事，退了就退了，但是他蒋家给我翠姐儿的补偿，你怎么吞下的？怎么给我吐出来？你这说的什么话呢？那些东西啊，是你家永茂送来的。再说父母还在着呢，子女的亲事由父母做主。永茂同意退的婚，也是他把东西拿给我们家月兰添妆的。我呸！我还没死呢，
家里还轮不到他林永茂做主。我告诉你啊，不将东西还回来，这事儿没完，我去衙门告状。以前的事儿我也给你翻出来，到时候啊，咱们一起算。以前什么事儿啊？我可没昧下你东西啊，是你儿子送来的。哼，他送去的，家里可是一个人都不知道啊。还有蒋家还回来的银子也到了你手里吧？我告诉你，周芳华，明天天黑之前，你不亲自将东西送到我手里，就是舍了这个儿子不要，我也要上公堂，将这些年的委屈一件件的算清楚。林永新就是这个时候到的，在镇上听到大哥将翠儿的婚事退了，他就知道家里会闹起来。既然娘都这么说了，到时候永新写好状纸，早早等在衙门处。走，我们回家写状纸去。我可得好好想想，那一桩桩一件件我都给他翻出来，到时候该我们的都得给我还回来。马老太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周氏的脸青了黑，黑了红，细长眼都快冒火了。我会让娘将东西送回去，还请四弟和婶子手下留情。说完了也不看林永茂，直接关上了门。林永茂颓废地蹲在地上，周氏方才进屋，连一个眼角风都没有给他，更是没有人问他要不要进去坐坐。爹走后，家里就大伯一个长辈，我明明听爹的话，处处为着大伯一家，怎么到头来两头都不得好呢？娘真是糊涂啊，一笔写不出2个林字。村子里就只有大伯家这一门亲戚，出了事儿还不是得大伯这边出手帮忙？娘怎么就是想不明白呢？林初一正在给大黄包扎伤口，趁着四下没人，林初一从空间拿出几颗药材，没有丹炉也没有药炉，就只能用老办法将药材烤干，捏成粉末撒在大黄的后腿上面，可能有些疼，可怜巴巴的呜呜乱叫，呼吸时而急促时而缓慢，浑浊的眼中逐渐升腾起了水汽。大白急得在一旁直跑土。伤得太重了，我彻底清理一下，很容易化脓腐烂。我又不是神仙，还能一挥手就将伤口给治好了。你有那个时间，不如去山里多捉几只兔子回来给它补补呢。哦，对了，记得将你那双鞋给洗干净了啊。大白听懂了，一转身跟阵风似的就往山上跑去。灵泉水能让伤口愈合得快些，加上那些药粉，顶多3、5天就能痊愈。要不我来吧。林大郎自觉妹妹还小，不能让她做这么血腥的事情。马上就好，大黄很乖的。大黄是好样的，大白也是好样的。给大黄包扎好后，厨房那边饭菜也做好了。吃饭了，娘。林永茂刚好回来，扑通一声又一次跪到了院中。大家各自洗了手，陆续围到了饭桌前。马老太是最后一个出来的，见林永茂跪在那儿，绷着一张脸在桌前坐下，完全没有搭理他的意思。林永茂张了张嘴，见没人帮他说话，只能闻着饭菜的香味儿，低着头不言不语。到现在他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甚至觉得林永健愿意将东西送回来，是怕他夹在中间作难。娘，你没事吧？娘怎么了？娘，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马老太没有吱声，耷拉着眼皮，默不作声地吃着馍馍。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压抑，谁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林初一目光淡淡地扫了一圈。四叔，怎么了？大黄今天被爷爷家的旺财给咬了，大白护母心切，冲上去给大黄报仇了。大家的饭瞬间就吃不下去了，护母心切什么的。林永新嘴角抽了抽。所以你是想告诉我，大白为了大黄都能跟别的狗拼命，你大伯却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你大伯连狗都不如吗？方兰嘴角僵硬的往上翘了翘，气氛一时间更尴尬了。2条狗而已，用得着特地拿出来说？然而还不等林永新说些什么，马老太一只碗带着风声，呼啸着就往林永茂的头上去了。畜生，你真是连条狗都不如！啪的一声，米汤混着血液从额头流下。林永茂这一声惨叫，捂着头，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马老太。当家的，爹，不要扶他，让他给我跪着！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将你们兄弟几个拉扯大，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你大伯是长辈，他周氏是长辈，林永茂啊，你能不能睁大眼睛看看你娘我呀？他大房住的什么房子？你老娘跟你媳妇儿孩子住的什么房子？
他大房过的什么日子？你娘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你是我生的吗？哎呀，你爷爷在时就偏心，你爹在世的时候也偏着他自己兄弟，他偏的至少是亲兄弟呀。你呢？你二弟为了你们去从军，你竟然还能拿他用命换的钱去补贴别人家，你这个黑心烂肝的玩意儿啊！你这辈子怎么没做个畜生啊？娘，别说了，你还有我跟四弟啊，可别气坏了身体。我为嘛不说？你爹大方，你也大方，房子给人家了，铺子给人家了，牛也是大方的，连自己闺女的亲事都让给别人了，到头来又落到什么了？他是记你一点好啊，还是真的将你当一家人了？也不能这么说，那铺子和老牛，大伯不是给银子了吗？房子是祖宅，两房人都住进去，肯定住不下。再说伯娘那时候也说了，若是爹什么时候想住回去，他们就将屋子腾出来吗？腾出来？你倒是让你爹出来去大房要啊！银子，他林大还给了多少银子？这些年你又贴上去多少银子？你娘我虽然老了，可眼还没花呢。马老太越说越来气，使劲儿地咳了几声，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林初一见状，去厨房拿了个碗，舀了半碗水，又兑了一半的灵泉水。没了灵泉玉，灵泉的泉眼堵住了，用一点少一点。平时都是往大缸里加上一些，还是头一回一次用这么多。陈氏看到林初一端水给马老太，稍稍的惊讶了一下，这侄女儿她也不傻呀。我将话都放在这儿了，明天他周氏不将银子和东西都送回来，你就给我收拾收拾东西，滚到大房那边去。打从明儿起，你就是那周氏的儿子，也全了你的孝心了。娘，你这不是让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还在乎被人戳脊梁骨？村里人哪个不说我给别人家生了儿子？我不要脸吗？我就活该挨人议论。那些人不懂，他们就是想破坏我们和大伯家的关系。我呸！我和那一家子烂心肝玩意儿的关系还用人破坏？我去你娘的畜生玩意儿！奶，别打了，奶！你给我滚！别杵在我面前，这事儿没得商量。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个狗娘养的白眼狼，不如小时候就丢到粪坑里面溺死。爹，你先出去吧，别在这儿惹我奶生气了。你先去大爷爷家，让伯奶给请个大夫包扎一下你头上的伤。林有茂心里一堵，竟然真头重脚轻的离开了。他一走，马老太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若说刚刚是发泄，这会儿真是心凉了。都说长子是挑大梁的，可他生的这个挑的是别人家的大梁啊！造的什么孽呀！我真是。林永新与林永平两兄弟对视一眼，深深的叹了口气。一个是长兄，一个是老娘，除了劝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唉。天渐黑时，大白叼着只兔子回来了，往林初一面前一放，掉头就走。兔子一落地，好险没跑了。好在林初一眼疾手快地把兔子给提溜了起来。兔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口，也不知道被大白追了几个山头，愣是累岔了气儿被逮住了。它的肚子是鼓鼓的，看样子是怀了崽的。得了，这只啊还不能吃，养着吧。好在大白没一会儿又回来了，这次带回来的是只野鸡，野鸡断了一只腿，不知道从哪个捕兽夹上顺嘴带回来的。要不你生啃？大黄肯定不会给他答案。林初一无法，面无表情地接过野鸡，一把捏死。反正不是人吃的，拔了毛省去了开膛破肚的步骤，直接开烤。好香，好香！哎呦，我的娘，这啥味儿啊？姐，你哪来的野鸡？还有兔子？大白抓来给他娘补身子的。什么？啥？那这兔子怀了崽，给关起来，等生完了再吃。大郎眼疾手快，按住他怀里的兔子，眼睛亮亮的。二叔走后，他们多久没吃过野味了？不对，是多久没吃过肉了？野鸡不大，也没有仔细清理，但看着一左一右两个小馋虫，林初一将野鸡的腿儿撕下来，一人给了一个，然后又看了看林大郎，犹豫了一下，要不脖子给你？不了。
然后林初一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剩下的鸡全放到了大黄的面前。看着大黄香喷喷的大块朵颐，林永新和林永平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败家玩意儿，竟然还真的是给大黄补身体的。林家宝和林少泽吃到了肉，围着大白絮絮叨叨，让他下次多带点猎物回来，这样他们就能天天吃肉了。这给大白烦的呀，趴在地上，两只爪子搭在嘴上，闭着眼装死。夜里洗漱上床，方兰坐在床边，愣愣地看着林初一。不知道过了多久，轻皱的眉头缓缓舒展，轻轻地叹了口气。不管如何，娘都会陪着你们。你平庸，娘护着你；你不凡，娘一样能护着你。第二天一早，路过马老太的房间，听着里面压抑的咳嗽声，林初一停下了脚步，静站了一会儿，四下无人，他将那抹黑色的灵芝从空间拿出来。奶，是我。初一呀，你有事儿啊？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啥事儿啊，初一？自从林初一那次发烧，大夫说可能会影响脑子，马老太心里就多少对这个孙女儿多了点愧疚。奶，你吃。哎呦，我的个娘啊！我我哪有这么好的命吃这个哟？哎，初一呀，告诉奶，你哪来的这东西呀？我昨天进山了。啥？大白带我去的。哎呀，谁带你也不行。你进深山了？没有，在半山腰，就是走得有点远。那也危险呐。哎呀，大白再聪明，那也是狗啊，它不是人呐。你怎么就跟着它上山了？你娘知道不？林初一摇头。给奶吃的。奶不吃，你给你娘拿去，让你娘去镇上卖了，能卖不少银子呢。林初一再次摇头。给奶的。奶，你不要一直觉得我傻，其实我不傻的。家里的事我都知道，也懂。奶你，还有三叔，还有四叔，还有我们孝敬奶奶，连大伯那一份一起孝敬。所以奶，你要好好的，也跟我们一起等我爹回来。知了，奶吃了，奶不纠结了，不想了，不想你大伯那个白眼狼了。初一呀，奶不吃这个，等明儿咱去镇上将它给卖了，奶买肉给你做饺子吃，做白面饺子。说来奇怪啊，马老太也不喘了，也不咳了，腰都挺直了不少，一张老脸上容光焕发，将人感觉年轻了几岁。老太太给煮了鸡蛋，几个孙女孙子都有，就连大郎和翠儿姐都有，让刘氏受宠若惊的。马老太还听说了昨天大白叼回来一只兔子，一只野鸡，给大黄补身，这才想起来去看看大黄。看到他状态挺好，又兴冲冲的去看了那只怀了崽的兔子。吃完饭，马老太就给所有人分配任务，当然突然不傻了的林初一也没逃过。林初一被派去挖野菜了，随行的还有一脸生无可恋的林家宝，满面兴奋的林少泽和浑身郁郁的林翠儿。大白远远地跟在最后面，一路上林翠儿一直低着头。13岁正是散发活力的年纪，她却如同被晒蔫巴的叶子。林翠儿回过神来时，就发现已经跟着林初一到了一片从未来过的地方。她有些惊慌，四处看了下，发现不是很深，才放下心来。好多野菜。林翠儿脸上也有了笑意。早点挖完，早点回去。林初一用手抽着背篓，对挖野菜毫无兴趣。姐，你怎么蹲在那儿了？这里的野菜又肥又美，咱们多挖点，晚上让大伯娘多炒一盘。我不想吃野菜，我想吃肉。二姐，我也想吃肉。就昨天的鸡腿老香了，想着口水就直往下流。哪来的肉啊？都是菜。你就在那儿坐着吧，一会儿我挖满了就倒给你。头一次出来能走到这儿，初一已经很了不起了。大白，太好了，又要有肉吃了。大白将野鸡往林初一面前一放，没一会儿又叼来了一只。有肉了，我们烤着吃。不好吧？要不带回去，晚上让奶做了一起吃。你觉得带回去你能吃得上？林翠儿目光一暗，是啊，奶虽然不像别家的奶奶那样偏心，家里孙子吃啥也不会少了孙女的，
可他娘一定会让他的那份省下来给哥哥，哥哥不要，那也会给爹吃，不想给爹。可是若让大人发现，回去会挨揍吧？我保证不说，不跟爹娘说，也不跟奶奶说。大姐，吃吧。那我来收拾，初一和少泽捡柴，家宝继续挖野菜。一切准备好，林翠儿也忍着激动，将2只野鸡给收拾好了。这功夫，大白又送回来几只兔子，依然是活的，被林翠儿捆住了4只，放进了背篓。这下有这几只兔子，它们吃野鸡便心安了许多。林初一偷摸的给林翠儿手里塞了一小包盐。小堂妹是不是早就想好了上山来偷吃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林少泽、林家宝2个小的乐疯了，烤肉的香味充斥着鼻腔，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哎，你们看，大白又带啥回来了？那是啥？只见大白嘴里叼着一只纯黄的动物，拼了命的往林初一所在之处跑，身后还呼啦啦的跟着一片。林翠儿几人远远的看着被黄鼠狼大军追杀的大白，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白痴，快给送回去，别往这里带了。送回去？那能吗？大白被追了几个山头，累得呼哧带喘的，都没舍得松口。他觉得这东西虽然闻着臭了点儿，可剩在身上灵气足，带回去给他娘补身子，应该能好吃。我的娘啊！初一，快来我这儿，我手里有火，野兽都怕火。林初一眉头一跳，就见被大白叼着的那只黄鼠狼浑身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一巴掌扇在了大白的脑袋上，赶紧将黄鼠狼给夺了下来，二话不说，先给喂了点宁泉水，感觉到他气息强劲了些，才松了口气。这时追着大白过来的几10只黄皮子也停在了不远处，从中间走出个身上带着杂毛的老黄鼠狼。只见他直立起身，对林初一又是拱手又是作揖，眼里迸发着金光，嘴里吱吱乱叫，诡异至极。初一，快回来！姐，你快过来！我家大白林志初开，很少进山的，得罪了各位也不是有心的，希望各位有怪莫怪，不要放在心上。那老黄鼠狼一见林初一身上散发出来的灵力，原本愤怒凶狠的眼神顿时平息了些，又是吱吱几声，接着用右爪指了指林初一手里半大的黄鼠狼。林初一蹲下身，将那只黄鼠狼放在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黄皮子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向黄鼠狼走了几步，回头站起身，向林初一作了个揖。是大白先冒犯的你们，我救你也算是两清了。老黄鼠狼点点头，又冲林初一拱拱手，吱吱地叫2声，带着众黄皮子离开了。大白呜呜叫2声，似乎在埋怨林初一将他好不容易逮到的猎物给放跑了。真当自己是狗啦？林雾你也敢招惹？你是白痴啊！好在那老黄鼠狼不想惹事儿，不然又是个麻烦。被一群黄皮子盯上，虽然不至于怕，但烦也烦死了。那怪我吧，你也没告诉我什么玩意儿不能抓啊。一人一狼交流完，林初一一回头，就见林翠儿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了一样。那么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妖怪。姐，你跟那个大黄狼在说话了。我是能听懂他们的话呀。啥？二姐，你能听懂野兽说话？你能与野兽沟通？这是个秘密，你们千万不能说出去，不然泄露了天机，我会被雷劈的。我被山里的神仙收做了弟子，平时发呆的时候，其实是在修炼呢。发呆就能修炼吗？那我也能发呆。姐，你问问老神仙，能不能也收我为徒弟啊？那可不行，我姐聪明，你蠢，神仙不要你这样的。初一，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师傅教了我本事之后就离开了，说是带我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再回来继续教导我。那你师傅都教了你什么？就是跟野兽沟通吗？这古人不是信鬼神的吗？这丫头怎么这么不好骗呢？他慢悠悠地伸出手指，只见腾的一下，赤青色的火焰凭空升起。姐，你好厉害！姐，你是我姐吧？你可不能不认我呀！哎呀，行了，别酸了，听话以后就教你们。真的？姐，你真能教我？
我能学吗？能学会吗？姐，你是我亲姐，以后我有东西都先给你吃。我给你先磕一个。林初一无语。初一，我也能学吗？能学，必须学，不求多厉害，最起码遇到事儿能自保。但得循序渐进，先用灵泉水洗刷着身体，后面的慢慢来。大伯指望不上，大伯娘是个性子软没主见的，无论正里歪里，只要你能说服她，你家呀就是你说了算。娘其实不是不喜欢我，只是把哥哥看得比较重。逆来顺受只会让你越来越糟糕，我们家以后肯定会跟别人家不太一样。你真想让大伯和大伯娘一辈子掌控你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后的林家江家高攀不起的。林翠儿低着头，退亲到现在，谁都没有安慰过她一句，就连她娘也不曾过问她是不是委屈。爹觉得她配不上蒋家，娘觉得少了一门对他们家有助力的亲家。只有林初一跟她说蒋家配不上她，可是出奇的，她心定了，蒋家的确配不上她，她的妹妹是神仙的徒弟啊。吃吧，吃完我们挖点野菜回家。好。4个人里面有3个是小豆丁儿，2只鸡吃到撑都没吃完，剩下的全进了大白的肚子。太阳偏西，连翠儿带着3人回家。下山时竟巧合地遇到了同样上山挖野菜的林月兰和林虎。哎，你们哪挖的野菜？给我！我们自己挖的野菜为什么要给你啊？你给不给？林虎，你敢抢东西？信不信我回去告诉奶，还让奶去你家呢？臭不要脸的贱蹄子！没人要的货，别跟我说话。奶奶说了，你晦气。你小小年纪满嘴喷粪，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臭丫头，小傻子，你敢打我？大白，哎，这孩子我认识啊，那天咬伤我娘的帮凶。林虎一看到大白，想到还在家里起不来身的旺财，顿时腿一软。让我知道你再敢欺负我弟弟，我就让大白咬了你的小丁丁。你敢？你不要脸！傻子要什么脸？我们走吧，再不回去奶该担心了。林初一扫了眼站得远远的林月兰，那是你姐吧？看你被欺负，她还挺嫌弃的。你别胡说，林翠儿，你敢欺负林虎，我告诉你爹！林翠儿心里不由自主的一抖，可想到林永茂被奶奶扔出家门了，又松了下来。那你去告啊！林翠儿，你不孝，难怪五哥会不要你，满身的脏臭味，活该一辈子地里刨食。你那么精怪，不还是出来挖野菜吗？听说蒋家还没去你家提亲吧？还不知道你到底是妻还是妾呢。林月兰脸上一阵青紫，昨天退了林翠儿的亲事，蒋家是没有立刻定下她，那又怎样？这10里8村的还有比她更合适的吗？林初一不再搭理她，下了山之后就见林家宝和林少泽满脸崇拜地看着他，就连林翠儿也是，方才那一脚真是太帅了，果然不愧是神仙的徒弟。记得保密。3人重重点头，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谁都不能告诉。他们要悄悄地跟林初一学本事，然后震惊所有人。怎地这会儿才回来呀？是不是没挖到啊？哎呀，挖一点就行了，也吃不了那么多。山上没有，就去地里找啊。怎得挖了这么多呀？奶，我们早就挖好了，我们等着大白捉兔子呢。奶，你看，大白捉了好几只兔子。哎呦，这么多，这都是大白捉的？是啊，奶，都是大白逮的，我们就在树下等着。奶，我要吃肉，我们晚上吃肉吧。马老太笑得脸上都开花了，看向大白的眼神晶亮，跟看着衣食父母似的。哎呦，娘的乖儿子，上山挖个野菜都能拔得这么多野味呢，你咋这么能呢啊？来，快给娘亲一口。大白默默地白了他一眼。你乖儿子在这儿呢，我逮的跑了几个山头，累岔气儿了都。兔子当然还是养起来了，挑2只受伤严重的出来，2只兔子和大白菜一起炖了一大锅，香气四溢，还特地给林初一贴了2、3张白面饼子，家里就剩那点白面了，全给贴了。几个小的蹲在院门外的墙角嘀嘀咕咕。林初一在教林家宝和林少泽引气入体的法门。练气需要循序渐进，照我教你们的，什么时候能感觉到丹田了，
就是小腹的地方有一股气体流窜，再来告诉我，继续往下学。姐，屁算吗？姐，你别打我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明天早上就开始练，记住，别被人看到了。一大碗一大碗的白菜炖肉上桌，配的是玉米面馍馍，人手2个。当然，林初一吃的是单独做出来的白面饼子。林玉珠就在这个时候上门的，远远的闻着肉香，还挑了挑眉。哎呀，二婶家这是吃的什么呀？这香味儿啊，都飘到村子里去了。马老太原本带着笑意的脸立马拉了下来，不过看到林玉珠手里的布匹，神情又松了松。可不比你们大房吃的好，你来做嘛？婶子这是说的啥话呀？都是一家人，没事还不能勤走动了。这人呐，关系好都是靠走动的，不是？马老太可不吃他那套。银子呢？林玉珠话音一顿，心里将马老太骂了个半死，又不得不忍痛从怀里掏出10两碎银。本来就是来给婶子送银子的，这翠儿受了委屈，大嫂可得给她多补补。林玉珠打算的好，蒋家补偿给林翠儿的，到了刘氏手里，就是到了林永茂手里，到了林永茂手里，还不是得乖乖的拿去大房给他娘？毕竟林永茂可还在大房那儿白吃白喝呢。马老太闷不作声的收了银子，将布匹拿进屋，回来后再没有看林玉珠一眼。几个小的吃到一半，好奇的抬头打量处在一边的林玉珠：“你怎么还不走啊？”林玉珠还以为马老太会留他吃饭，没想到站了半天，竟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顿时满脸难堪。那婶子，你们吃，天也快黑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路上注意这些。该死的破落户，一家子眼皮浅的。林初一晚上洗漱后，就神神秘秘的将剩下的那颗灵芝给了他娘，惊得方兰半天没反应过来。我给了哪一颗了？这颗给娘，不卖钱，吃。初一，你进深山了？没有，就是稍微走远了一些，我跟大白去的。奶说不让去了，以后只能在浅山挖野菜。你奶说的对，以后不能随便跟大白走，他是野兽，去哪儿都没有危险。你不行，你还小呢，大了也不行。深山里有大虫，那是人能进的地方吗？林少泽在一边一脸的不以为意，他姐是神仙的徒弟，山都是他姐的，哪里有他不能去的地方了？我知道了，娘，以后绝对不去了。我听村里的赤脚郎中说，灵芝补身体的，你吃了吧。娘不吃，这个也给你奶卖钱。不行。方兰生林少泽时伤了身子。娘，你吃吧，以后我长大了也给你买灵芝，我会赚很多钱的。他一定会跟姐好好学，以后也进山给娘找灵芝。方兰哭笑不得，哪有生吃灵芝的？皇上也不能这么吃啊。好，这是初一给娘的，娘自己吃，不卖。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马老太起得最早。方兰进厨房时，他已经和林永新对付着吃完了，交代了2句，就匆匆出了门。林永新很是好奇，今天并不是赶集的日子，他娘上镇上干嘛呀？而且瞧老太太那样子，背着个背篓四下乱看，还有些紧张。娘，那么远的路，你要带什么跟我说一声，我傍晚顺道给带回来就是，用得着你亲自跑这么一趟？你懂个六啊！林永新不说话，马老太又憋不住了，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娘，你到底怎么了？这怎么还跟见不得人似的？三儿，娘跟你说个事。到底什么事啊，娘？马老太又四处打量了一番，见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才往林永新身边走了走，神秘兮兮的。你别出声啊，你将背篓上的干草扒拉开，再把下面的布掀开，完了给娘再放好。娘，这是灵芝这么大。哎呀，你瞎嚷嚷个啥呀？三儿，你也看到了，你觉得药铺能给多少银子呀？不能坑了我吧？三儿，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给娘个准话。娘，我知道，不过你这哪来的？马老太瞥他一眼，思索着将林初一给他灵芝的事情说了一遍。林永新听的也是一阵后怕，这小侄女胆子也太大了些。也不知道那孩子是命不好啊，还是有福啊。三儿，不管怎么样，这银子
回去都得给你二嫂一半，你得记着老二一家的好，咱们都得记着。娘，儿知道了。说了半天，你倒是说说，能卖多少银子？老太太还是比较关心这个。这东西跟人参的价值差不多，得看年份。一般有钱人家有这种东西都是自己留着，关键时刻吊命用。药铺里也说，有些猎户或者采药人进山遇到了，拿到药铺里去卖，品相好、年份足的都能卖个好价钱。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到底能卖多少啊？这个还是得看年份。我记得陆同庄家买过一株40到50年份的，30两。不过咱们是卖给药铺的，应该会便宜些。那你看看，咱们这是多少年的呀？娘，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灵芝，上哪能知道那么仔细啊？我猜这么一株应该不低于70、80年啊。哎呦，我的个娘哎！40、50年就30两，那70、80年得多少银子呀？三儿，你扶着我点儿。哎呦，娘有些飘啊。紧赶慢赶的到了镇上，林永新不放心马老太，跟着一起进了镇上最大的药堂。掌柜的不在，你们看诊还是抓药？坐下等会儿吧。不看病也不抓药，我们来卖药材。你们这里收不收药材呀？我说老太太，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么大的药堂，缺你那点药材吗？不抓药赶紧走，别在这挡着门。我们药堂的草材都是固定从别人手里收的，谁知道旁人的药材好不好啊？老太太，你还是去别的药铺问问吧。我们的药材肯定是好的，要不你看看再说。你们掌柜的呢？让他出来看看。娘，我们还是去别的药铺问问吧。见伙计看他们的眼神带上了厌恶，马老太点了点头。现在的乡下泥腿子真没眼色，为了赚几个铜板，什么地方都敢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还不卖给他了呢。他就是这会儿求着我卖，我都不愿意卖的。这世上势利眼的人多了去了，娘，你别放在心上。我以为那么大药堂价钱会高点，没想到人家会不收。我们去济世堂，那里的齐大夫应该能要。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啊？我们是来卖药材的，请问贵铺收药材吗？哎，您是宏远书院的林秀才吧？正是不才。真是林秀才啊，快请进。这位是秀才老夫人吧？请进，请进。背篓里就是2位要卖的药材吗？能否打开看看？若是铺子里需要啊，我就都留下了。马老太将背篓放到桌上，早已经没了最初的那份激动。然而在李掌柜看到背篓里的东西时，他却不淡定了。这我可能做不了主，二位坐下稍等，我这就去后院请东家。东西在哪儿？老夫看看。齐老，您先看看，若是铺子里用不着的话，我们再去别家问问。好东西，的确是好东西。这灵芝你们当真要卖吗？卖呀，能给多少钱呢？这株灵芝无论是从色泽还是药香上来看，都是极品。何时采的？怎么不早些拿来药铺啊？哥家收苞米呢，你就吱个声儿，能给多少银子就完了。你打听那么多做什么嘛？哎呀，若是早早送过来，老夫用特殊方法给保存起来，能少流失不少的灵气啊。不都告诉你在家收苞米吗？这咋还磨叽上了？不过这灵芝年份已经超过100年，也是足够了。这样吧，我给开85两银子，这个价钱算是良心价了。你们可以挨家问问，在别的药铺可开不出这么高的价钱。多少？85两。老太太啊，林秀才，这个价在镇上真的是高价了。不信您去别的药铺随便打听，应该没有人能再拿出更高的价钱了。掌柜的说哪里话？我们能来这儿就是冲着药铺的名声。我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银子，让二位见笑了。离开济世堂时，老太太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尤其是身上穿了那么多的银子，她看谁都不安全。
觉得谁都想抢他的钱。林永新见他那样，无奈得很，也有些心酸。娘，明年我就下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三儿，我现在觉得走哪儿都不安全，你说这咋办呢？娘，要不我请半日假，先送你回去。能请吗？会不会耽误你呀？书院能给请吗？没事，半日而已，温故而知新，晚上我多看会儿书就行。好啊。哎呀，不行啊，现在还不能回去。我答应给初一那丫头买白面包饺子，我得去买白面，还得再去打点肉呢。那您去买东西，我先回书院找先生请假。我还是跟着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呐。娘，您别总捂着兜，您是怕别人不知道你兜里有银子吗？马老太立马松开捂着兜的手，放哪儿都不自在，感觉手都不是自己的了。娘，一会儿买完东西，咱们租辆牛车，一来一回用不了多少时间。那中。娘，四弟，家里这是我们要发财了吗？林永平远远的见两人从牛车上下来，又见拉了满满一牛车的东西，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些东西大大小小加起来，不得个5、6两银子？大伯娘是送了银子不假，可他娘啥时候这么大方了？马老太一顿疯狂购物下来，没喝上一口水，这会儿嘴干得厉害。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你去和四儿一起，先将东西搬到院子里去。哦。马老太几步到了缸前，拿起葫芦瓢使劲舀了一大瓢，刚凑到嘴边，只听打厨房里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随着瓷器四分五裂的声音，房子似乎都跟着震颤了一下。马老太都吓懵了。咋了？地龙翻身了？惊吓过后，三人的目光齐齐看向厨房，就见林初一推开门，噌的一下从里面窜了出来，伴随着不断的咳嗽声，那张小脸上黑乎乎的。初一，发生啥事儿了？哎呦，我的亲娘哎，你这是干啥了？就见厨房里的那张小木桌此刻已经四分五裂，木块中还掺杂着粗瓷的碎片，他仔细认了认，应该是家里熬药的药炉。林永新回头看林初一，林初一扑棱着2只眼也看着他，突然冲他笑了笑，露出一口小白牙。林永新额头一阵黑线。初一，你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呢？姐，你咋了？刚刚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信吗？马老太明显不信呢，就你在厨房待着，那么大动静，桌子都崩了，咋能不知道呢？初一啊，你别怕，出了啥事儿跟你奶说，这到底咋了？真不知道，我就是想用药罐子给大黄熬点药，然后一点火，它就炸了。马老太木愣愣的转头看向大黄，给大黄熬药，给狗熬药。林永新和林永平一脸怀疑，他们咋就这么不信呢？大黄明显感觉到院子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儿，咧开嘴冲众人一笑，一瘸一拐的又回去了。马老太，林初一，我是不是看错了？大黄刚刚笑了一下，可能伤好了些，他心里高兴吧。这狗高兴了也能笑吗？然后一抬头就见大白蹲在墙角，见他看过去，咧开嘴，矜持地冲他笑了笑，顿觉头皮有点发麻。说起来，他们家这2只狗是不是有些聪明过头了？气氛逐渐有些诡异。就见林初一突然一抹脸，小表情极认真地说：“奶，我错了，以后不会了，对不起奶，我这就上山挖野菜赎罪。”林初一兔子似的没了身影，大白一见他跑，趁乱也跟了上去。哎，林少泽和林家宝总感觉林初一定是背着他们干了件大事儿，想去追，被林永新眼疾手快的一手一个按住了。你们几个小的最近在做什么？一天到晚的神神秘秘，竟是连牛车上那么多东西都不稀罕了。你们俩赶紧搬东西，你们四叔只请了半天假，一会儿还得跟着牛车回镇上去呢。奶，一会儿搬完东西，我想去找二姐。你找她做什么呀？搬完了给我下地去，要玩等苞米全部运回来再玩。一人一狼往山上飞奔而去，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林初一松了口气，大白殷勤地凑过来，虽然不知道林初一在厨房干啥了，但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和浓郁的灵气可逃不过他的鼻子。林初一到底在厨房里干什么了？自然是在炼丹，没想过会成功，
也没想到炉子会爆炸。他呲牙一笑，虽然用药罐子炼丹，出丹率低，丹药的品质太次，但他成功了，这到哪说理去？那出鸡丹，不过你用不上，2颗都是我的。洗碎丹的话，3颗只能给你1颗，灵岩丹3颗都是你的。你先把这颗吃了，然后去给我找个安全隐蔽的地方。我在炼气期停留的时间太久了，今晚就要突破。洗髓丹不能随便吃，等你将灵岩丹完全吸收再说。大白能感知到丹药里蕴含的灵气，丹药入嘴便化成了一股灵气，慢慢扩散至全身。大白舒服地眯着眼，一声接一声畅快的狼嚎从大白的嘴里发出，很快便起了连锁反应，似乎是狼族的狂欢，连绵起伏的狼叫声响彻大山深处，动静大的就连山下的村民都听见了。众人议论纷纷，担惊受怕，是不是狼群要下山吃人了？狼叫声一起，马老太也心惶惶的。好在没多一会儿，山里就安静了。老太太和着面，突然想起小孙女还在山上，说是挖野菜，那狼叫的那么凶，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想到这儿，马老太吓得脸都变了颜色，出门就往山上跑，心里砰砰直跳，跑着跑着就红了眼眶。大白吸收1颗炎灵丹就用了快1个下午，林初一出于谨慎，只给喂了半颗洗髓丹。洗髓丹一吞下去，大白立马夹着尾巴，身子紧绷，紧接着就浑身抽搐，疼得满地打滚，嗷嗷直叫唤。哦，对了，有个口诀，我念给你听啊，你照着我说的，用之前体内积攒的灵气去洗刷经脉。你怎么不等我疼死了再说？吸收了灵岩丹之后，大白跟以前比的确更聪明了。他如今的智商堪比一个人类12、13岁的少年人。也不知道大白有没有听懂，反正没多一会儿，浑身抽搐的状态就缓了下来。林初一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虽然呼吸粗重，气息却相比方才强劲了不少，除了眼睛睁不开爬不起来，其他方面都还好。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没发现大白有其他特别的状况，林初一便设下结界下了山。他刚一走，10几只灰色的野狼便从山石后面走了出来，自发分散开，守住大白所在的地方的各个路口。打头的头狼趴在地上望着结界中的大白，眼神警惕中又带着几分炙热的期待。林初一下山的路上捡了一窝野鸡蛋，又采了些能吃的蘑菇，正琢磨着晚上该怎么瞒着林家人出来，一抬头就看到了马老喘着粗气，眼眶发红。奶，你怎么来啦？哎呀，你这孩子，家里缺你那点野菜咋的？说跑就跑，打破了药罐子，我老婆子还能吃了你不成？奶，你怎么哭了？放屁！我这是跑得太快，被沙子迷了眼了。奶，你怎么能说屁呢？多埋汰呀！小叔还是秀才呢，你可是秀才娘。埋汰？哪儿埋汰了？秀才娘怎么了？别说秀才娘，就是皇帝他娘皇太后，那也得放屁。咋的呀？那屁来了，他还能给憋回去不成？林初一扑哧一声就笑了，头一次发现他家老太太还挺逗。林家的晚饭一大碗一大碗的白面饺子上了桌，一家人吃得热火朝天，几个小的更是撑着肚圆。老太太将今天买的布料分配了下去，我买了不少棉花，吃完饭给你们各房分一点，做完衣服的剩下的跟以前的旧棉花一起掺和掺和，做2床被子。天冷之前呢，再将房子修缮一下。今年冬天咱们过个暖和年。娘，还修房子呢？咱家有那老些钱吗？本来我就是不想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的，但是想想又免得你们不知道记恩，得了东西也不晓得该感谢谁。灵芝，哎呦，我的天哪！咱家初一还是个福娃呢。娘，二姐不是福娃，二姐是神仙的徒弟，我现在是二姐的徒弟。娘，都是一家人，就不要说谢了。初一还是个孩子，能误打误撞遇到灵芝，也是他运气好。是啊，是初一运气好，可也不能有下次了。你们可不要再脑子抽了去犯险啊！若是让我知道谁偷摸进了深山，就算没遇到野兽，回来了我也打断他的腿。知道了，奶，我保证不去了。这种犯险的事儿我们不做，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可提前告诉你们了，灵芝是初一发现的，
我老婆子用这钱给他买点什么，你们也不要眼馋。应该的，娘，这初一都该给他。奶，我没什么想要的，你让家宝和少泽去私塾念书吧，别人家的孩子这么早就去学堂了。家宝，还不快谢谢你二姐呢？谢谢二姐。谢啥？二姐肯定就是不想他们跟着，嫌他们烦。夜静悄悄的，今天晚上的月亮不算大，只勉强能看得清上山的路。洗髓过后的大白骨骼强韧，体型较之前大了一圈，若不是那双范儿的眼，林初一差点没认出来。大白驮着林初一狂奔大概半个时辰，在一处山谷中停了下来，四周灵气很浓郁。干得好！林初一寻摸了一下，找了块平滑的大石头盘膝而坐。林初一开始尝试着用凝聚起的灵气冲击那道看不见的屏障，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一直到那道屏障有些松动，林初一毫不犹豫将手中的筑基丹吞了下去。3道雷电一过，林初一浑身瘫软，一脸漆黑。谁他妈筑个基还要渡雷劫的？他就要啊！没办法，修炼本就是在夺天地之造化，他体内的灵火又是天地中的少见的火焰，若不是他强制的用神魂与之契约，根本不可能驾驭。我没死，别扒拉我。林初一面朝天，目光直直地看着月亮，发起了呆。筑基过后，他发现自己的神魂竟然能进空间了。上一世灵气浓郁，生机勃勃，自成一方天地的空间，随着他重生过后，就跟遭了难。大片的灵果树如今干枯凋零，毫无生气。药田一事，那些千百年的天材地宝虽然还在，可毫无灵气，也没有一丝药香。林初一站在池边，这就是灵泉域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空间所有灵气的源泉。水池里只有浅浅的一层小拇指深的水，倒是门口的那只炼丹炉，他能触碰得到。林初一在门口坐了一会儿，有些不甘心，最后无法，只能郁闷地出了空间。是要回去了吗？你最近几天还是不要回林家的好。谁家的狗能在一夜之间长一大圈的？吃人参灵芝也没那么快吧？大白倒是明白这个道理，点点头，将林初一送到了山下，悄悄地从院墙翻进了院子。林初一偷摸地回了屋，看了一下熟睡中的方兰和林少泽，随手解开了让人一直昏睡的小法术。林有茂是在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给苞米扒皮的时候回来的。为啥？因为大房的活干完了呗，多了个能干又能自己给倒贴钱的壮劳动力。大房倒是没人难为林有茂，也没给脸色看。一直到今天大房地里的活干完了，林有茂身上的钱也倒贴光了，周氏这才假模假样的劝人家回家。有茂啊，你跟我们再亲，咱们也是隔着点东西的，你娘还得是你娘啊，你老在咱们这待着，都是一家人，我和你大伯呀是不会说啥，可村里人那么多碎嘴的呢，人家不仅说你不懂事儿，这私底下呀还得议论你娘的不是呢。林有茂就觉得他爹说的没错，还得是大伯娘明事理，处处为他着想。伯娘，一笔写不出2个林字，咱们就是最亲的人，不怕人说。我娘她年纪大了，一辈子也不识几个字，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周氏装作无可奈何的点头，皱了皱眉。听说前儿个弟妹买了好些东西呢。有茂啊，你是家里的长子，可得说说你娘了啊。虽说是有点钱了，可一家子那么多人吃饭呢，也不能想买啥就买啥的呀。这弟妹呀，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还有这事儿？我娘从镇上买了很多东西。是呀，特地租的牛车呢，村里好多人都看到了，拉了满满一车呀。有茂啊，你是长子，大郎跟翠花又大了，那些东西啊，多半是你娘给你们大房添的。你呀，还是快回去看看吧。周氏显然是比林有茂更了解马老太，那满满一牛车的东西不下5两银子，纸马是到手的10两银子，他定然是舍不得一次性花出去那么多钱的。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儿。还有玉珠那日回来说二房那边一桌子肉，周氏心里跟猫挠的似的，眼馋又嫉妒，恨不得自己去看一看马老太到底得了啥好处。娘，我回来了。林有茂一进门，院子里的气氛瞬间陡然一变。刘氏和林大郎面带喜色地站了起来。刘氏刚想喊声当家的，便看到马老太突然阴沉下来的脸，顿时哑了声。
林初一发现林翠儿手一直没停，全程只抬头淡淡看了他爹一眼，脸上便没有了多余的表情，不禁暗暗称赞：不错，有进步。猪狗不如的东西，你还回来要做什么呀？娘，有话好好说呀，您别动气。这是我家，我不回家我去哪儿啊？哪儿是你的家呀？你别叫我啊，我不是你的娘，你娘啊搁山下村子里呢。娘，儿子知道错了，您别气，当心气坏了身子。你没错，你哪里有错呀？既然你亲大房那边，那从今儿起你就带着媳妇儿孩子去你大伯那边吧。我还有你3个弟弟，有手有脚的也不用人伺候。老宅那里还有咱们家2间房子，从今以后你一家就住在那儿吧。你若是以后过得好，我老婆子不沾你一分；过得不好，也别再回来，我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儿子。马老太近来想了很多，无论是老二还是老4，以后都会有自己的前途。以前他总想着一家人，人在一起，心也在一起，有劲儿往一处使，却忘了2儿子日后可能会越走越远。大房那边都是一些吸血虫，林有茂若是一直跟他们私拔不清，那就是个拖累。这恶人他来当，早当早好。娘，你这是要将我们分出去？娘，父母在不分家，我们不分家呀。奶，我们不分家，我们不去大爷爷那儿。那你们就当我老婆子死了吧。娘，我们是您的儿子媳妇儿，您怎么能让我们去大伯那儿呢？我们不去。娘，您别赶我们走。刘氏一想到要去大房那边，心就冰凉了一片。那得过什么日子呀？奶，我是您的孙女儿，我不会走的。就算分家我也不走，我就睡厨房，我睡后院也成，您别赶我走。他不要和爹娘去大爷爷那边，真去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还不如死了算了。奶，我也不去，这辈子孙子只认你一个亲奶。他爹，不能分，不能分呐！娘，您别说那气话，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在怎么能分家呀？我知道错了，儿子真知道错了，娘，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保证没有下次了。马老太冷眼看着他，他确实能舍得林有茂，但是林大郎和林翠儿那样，当真是触动了老太太的心，他又怎么会舍得送孙子孙女儿去给别人当牛做马呢？这次是看在大郎和翠儿姐的面子，我就看看你怎么改。你若是还像以前一样，一心向着外人，死不悔改，我老婆子不屑得你这个儿子，到时候家里的所有东西，你一分都别想带走。他是家里的长子，凭什么家里的东西他一分没有？但这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他也不傻，知道这个时候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林有茂的事明面上就算是过去了，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20-30年都没有改掉的病，怎么可能一朝一夕就治好了？林翠儿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他爹，一发现不对劲儿就冷着脸出声提醒。刘氏发现这个女儿最近变了很多，好像跟他不亲了，看他和林有茂的眼神都疏远了不少。这段时间林翠儿照着林初一教的，早晚静心打坐，感应灵气所在，更是有空就绕着房子来回跑，听林初一的锻炼体魄。林初一将他的努力看在眼里，林翠儿想要快点有所成就，他理解，但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他不能出现在修者的身上，物极必反。林初一果断让林翠儿结束打坐，教起了他练体，先从一名武者开始练起。不要急于求成，练体和练气一样不能浮躁的。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翠儿姐，我既然认你了，你就永远是我姐。放心吧，哪怕离开大伯和大伯母，哪天你遇到心仪的人，我也能保证让你十里红妆，风风光光的嫁出去。林翠儿顿时红了眼眶，静默了很久。可能是林初一的话让他安了心，之后他的身上就再也没有从前的迫切。大白这几天在山里野收服了100多号狼，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现在山里的狼群对他是唯命是从。出来，你有事吗？受伤了，知道是什么东西吗？黄皮子吱吱2声摇头。你把受伤的那个带过来，我看看。初一，他说啥了？你听懂了？
他有个同伴受了点伤，让我给治一下。初一，你还懂医术啊？那能治人不？这个得分情况，有的能治，有的不能治。比如外伤内伤能治，不是很罕见的毒也能看情况解，但生病的我就没办法了，那得看大夫。那也太厉害了，这些也都是你师傅教的？你师傅真厉害，初一你也聪明，还这么小就会这么多。想想一会儿会发生的事儿，林初一觉得凭林翠儿现在的小心脏应该接受不了，便让他继续绕着山锻炼去了。没过多大一会儿，先前那个黄皮子就又回来了。林初一一眼就认出，就是上次跟他交涉的那只。这只老黄皮子明显是有了道行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伤得了他。好像是被毒物给咬了，能治的，毒不深，一会儿就能行的。灵泉水能洗刷体内的杂质，能解一些轻微的毒素。林初一很好奇这群黄皮子在山里遇到了什么，看着身上似乎比前段时间多了些灵气。林初一拧眉看向了深山，隐隐觉得那里似乎有什么他必须去一趟的理由。老黄皮子果然没一会儿就醒了，他很聪明，一看到林初一就知道怎么回事。多谢。林初一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就是突然感觉到有很浓郁的灵气，我就带着几个族里的弟子一路寻了过去。在路过一处林子时，觉得脖子上一痛，接着浑身麻痹，然后就没了知觉，再醒过来，就在这儿了。林初一闻言皱眉深思，毒并不算深，也没有多厉害，主要是有麻痹身体的症状。难道是什么毒虫？这几只黄皮子身上多多少少都带些道行，这种有灵性的动物，一般的蛇鼠虫蚁遇到了都会绕道走，还有突然出现的很浓郁的灵气。林初一觉得症结应该就在这儿。要不你带着狼群跟着他们去看看，有危险就退回来。大白应了一声，带着几十号狼威风凛凛地跟着黄皮子们走了。等他们没了踪影，林初一背起了装满猎物的背篓，等着林翠儿一块下山。林翠儿跑得小脸通红，累得呼哧带喘，眼睛却是亮得出奇，往日的那些自卑颓气一扫而空。初一，好啦。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晚上让奶做香辣兔子肉。好，背篓给我，我来背吧。离家不远的浅河里，林三叔带着林大郎卷着裤腿在里面一通乱摸。林永新也下河了，估计是逮了不少的好东西。林家宝和林少泽围着桶乱转，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姐，你回来了，三叔和四叔抓了好多鱼，晚上可以喝鱼汤了。最近功课有没有落下呀？当然没有，我可用功了。我也是。林翠儿看着他们笑，这个功课只有他们4个知道指的是什么。你们在这儿看吧，我把背篓拿回去，活着的先给养起来。好。初一回来了，今天带啥回来了？三叔看到翠儿姐的背篓装了不少东西啊。是几只野兔子和野鸭蛋，大白抓的。哎，大白最近怎么不回家了？我好像挺久没看到他了。怕你们突然看到他吓到呗，不过他可能更怕他娘吓到。成半天在，早上晚上我也没看到他。说起来也差不多该让大白回家住了。太阳落山，一行人提着2桶鱼兴冲冲地回了家，满载而归。晚上喝鱼汤，再做一道红烧鱼。 2个小的立马兴奋地蹦得开了。林初一却是一眼看到了低着头眼圈发红正在翻苞米的林翠儿，心中叹气，看样子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他那个大伯又开始作妖了。果然晚饭后，林翠儿找到林初一。初一，你说到底要咋样才能让我爹安安心心的过日子呢？下午林翠儿回来后，将2只还活着的兔子安置好，就把死掉的那只拎进了厨房，准备等马老太回来收拾一下。谁知刚好遇到林永茂抱着一匹棉布从屋里出来，看到他手里拎着的兔子，眼前一亮，伸手就要让林翠儿把兔子给他。你大爷爷生病了，正好这只兔子拿去给他补补身子。林翠儿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爹，关键林永茂还抱着他奶，明确说明要给他的棉布。爹，奶都不让你和大爷爷那边来往了，你真想奶把你分出去啊？
什么把我分出去啊？我是家里的长子，你奶舍不得的。再说，分家也是分我们一家4口，怎么就分我出去了？反正那2匹布是留着给你做嫁妆的，少1匹，你奶到时候早忘了。翠儿姐，你把兔子给你爹吧，这事儿别告诉你奶。娘，兔子是大白带的，这事儿初一知道，你以为我不说他就不会说吗？啥？大白？你说咱家那只大黑狗啊，它能逮兔子？原来咱家最近吃得好都是因为它呀。林翠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不吱声了。林永茂却是上前一步，一把夺走了他手里的兔子，扭头就走。那兴奋的模样，傻子都知道他是要将这件事告诉大房那边。爹，你敢去，我就告诉奶。臭丫头，白眼狼，老子是你爹，你到底跟谁亲啊？你敢告诉你奶，分了家我就把你卖到大户人家做丫鬟。丢下这句话，林永茂就走了。翠儿，那毕竟是你爹呀，你别告诉你奶，不然我们就会被分出去的呀。林翠儿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讨厌刘氏。娘，你觉得为什么我爹从不拿你当回事儿？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爹还是向着我们这个家的。因为你活该。这么多年，你真以为奶是那么好糊弄的？为什么奶现在不过问我们大房的事儿了？你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吗？以前他也为你出头，护着你，为什么现在不管了？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老说爹是一家之主，可我哥，包括你在内，要是没有奶，早就饿死了。你现在帮着我爹跟奶作对，你觉得奶若是寒了心，你的下场是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我是奶的亲孙女儿，哥是奶的亲孙子。就算你离开了，奶也不会不管我们。我是不会离开二房的，我哥也不会。从小到大，你偏心我哥，重男轻女，我也理解。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一次，也从来没有为我考虑过一次，所以我也不会向着你的。我有奶和林家就够了。初一，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这样下去，奶一定会把我们分出去。我不想离开你们，去大伯娘那儿。管到什么程度啊？腿打断能接受不？啊，这个会不会？初一，他毕竟是我爹，是你大伯，而且腿总会有好的那一天，治标不治本呢。那就想办法让他好不了呗。初一，能不能不动手？最好能用道理说醒他。不动手，用说的，那也成。说不醒再动手好了。3更半夜，林初一突然听到了一声狼嚎，一出门就见几十双绿油油的眼睛唰的一下看过来，月光照耀下，一只只的模样内笑一个惨呀！我去，你们这是啃了仙人球，还是大战蝎子精去啦？那被蛰的鼻子青不青的看不出来，反正脸都是肿的。走得近了，还能听到狼群委屈的呜咽声，惨兮兮的目光就像是跟人打架打输了回来找安慰的狗，哪里还有半点狼的气势？大白趴到最前面，一脸的生无可恋，他的脸没肿，嘴肿了。即便如此，他还给林初一带了战利品回来，一个金灿灿的马蜂窝。林初一双手结印，在周围布了一个小型结界，以免有人起来看到这些狼再吓到了。做完这一切，他在手上附上了一层灵力，将蜂窝拿起来仔细查看。好浓郁的灵气啊，吃了人家不少蜂蜜吧？你们挨上这一顿也值了。这蜂蜜里面的灵气精纯，好处你们自己应该能感受到，疼是必然的，等到灵气完全被吸收，那些包应该就能消下去了。林大海病了，病得莫名其妙的，听说是得了风寒，突然就卧床不起了。昨天林永茂拎着东西过去的时候，林大海拉着他是一阵的哭诉，说他是怎么想着拉二房一把，无奈马老太硬是拦着不让儿子媳妇儿跟他们大房来往。他也想来看看孩子们，马老太不待见他，他也没有办法。叔侄俩就在一起抱头痛哭。回来后，林永茂便想着再提2只兔子过去，反正他家的狗能捉，少了1只2只的，老太太也看不出来。大伯，林初一无语的很，感觉这人没法救了。马老太刚消了气才几天啊，他就敢提着家里的东西大摇大摆的去大房那儿，真当马老太记不清家里有几只兔子吗？大伯，你去哪儿啊？初一啊，你怎么没下地啊？在这里坐着干什么？奶让我看家。大伯，你提着兔子要去哪里呀？
这不是你大爷爷病了，我去看看他嘛。你说也不能空着手去，是吧？家里那么多兔子，我提2只也不妨碍。初一啊，我已经跟你奶说过了，你就不用再告诉他一遍了。大伯，我们以后也要对你这么好吗？那是当然，我们是一家人嘛。可你对我们也不好呀，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好？孝字当头，我是长辈，就算是你爹，我是他大哥，他也得听我的。可我也没见大爷爷对你多好啊，而且奶不也是你的长辈吗？小孩子家家的，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原来他不是不知道大房对二房不好，只是他装作看不见。既然如此，说大概是说不通的，此病得从根开始治啊。大伯，我昨天晚上梦到爷爷了，他让我告诉你，你再敢送东西去大房，就会被雷劈，送一次劈一次，3次不改，他就亲自回来教你。你胡说些什么？你爷爷都去世好几年了，别瞎说。他转身就走，步子飞快，后脊背阵阵发凉。这孩子也太邪乎了。大伯，我来看你来了。周氏正跟林大海在屋里说话，一听到这个声音，俩人对视一眼。林大海立马躺在床上，装着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哎呦，有茂啊，你人来，大伯和大伯娘就已经够高兴的了，还带什么东西来呀？这不是和我们身份了吗？伯娘，我来看看大伯，这俩兔子拿来给大伯补补身子，年纪大了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家里狗逮得多也不当什么。狗？你说的是你家那只大黑狗？哎呦，乖乖，这么厉害呢，还能逮兔子呀？狗撵兔子不是正常吗？不当什么，家里兔子都要养不下了。他将兔子递给了周氏。啊，我去里面看看大伯。也就是这个时候，轰隆一声，青天白日，老宅上空突然毫无预兆的起了一道旱雷，速度之快，狠狠劈在了林永茂的手上。一阵钻心的疼从手上快速漫步全身，林永茂疼得面部扭曲，浑身抖个不停，紧接着扑通一声，就两眼一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周氏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不是直接劈的他，但从林永茂身上穿过去的雷电也让他疼得直哆嗦。直到林永茂倒地，他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愣愣的出神。刘氏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和林永平一起去了大房，将林永茂给接了回去。这档口可没少听大房那边的挖苦谩骂，什么难听说什么，说林永茂造了孽才会挨雷劈，这是连累到他们大房身上了，更是直言以后让林永茂不要踏进他们大房一步，免得老天爷以为他们是一家的，报应错了人。周氏和林大海的真面目被撕开，林永茂醒过来，看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也不知道是心寒还是雷劈的后遗症啊，一直傻愣愣的出神，目光直直的仔细看，里面全是不寒而栗的恐惧。马老太回来后知道了这事儿，沉默了半晌。刘氏以为他会大怒，然后冲到大房那儿闹上一闹，却没想到老太太竟然直拍手叫好，跳着脚的乐。真是老天有眼，劈死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劈死那些贪便宜没够的吸血虫，活该呀！老天爷早就该睁睁眼了。只有林翠儿知道这件事儿十有八九是林初一干的，不让动手，这是直接上雷劈呀！这会儿他爹还缩在屋里瑟瑟发抖。我不敢了，我不敢了，爹，我再也不去大伯那边了，我错了，不敢了，爹，我改，我跟大房划清界限，我知道错了，您别劈我，也千万别来找我。虽然一直神经兮兮，但好在人没事儿，要不然还得抽出人来照看，这样最好。林翠儿简直佩服死了林初一，果然有事儿就找妹妹，别人办不了的他能办。吃完饭，林永茂就心惊胆战的来找他了。初一啊，你爷爷昨天晚上还跟你说什么了？大伯，你不是说我在胡说吗？哎呀，大伯信了，你告诉大伯，你爷爷还说啥了？爷爷说大爷爷一家是吸血鬼，他已经知道了大房的丑恶嘴脸，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大房的人来往了，不然他知道一次让雷劈你一次，再不听的话就晚上亲自来教训你。我听，我保证以后不和那边的人来往了。爷爷还说了，奶是家里唯一的长辈，让我们孝顺他，你要是再敢惹他生气，就直接带你走。
林永茂脸色一白，浑身哆嗦了一下，还要直接带他走。老爷子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留啊！初一啊，大伯都知道了，你再梦到你爷爷就告诉他，我说了一定会改，一定能做到，你千万让他别来找我。好吧，那下次再梦到，我一定告诉他。好，初一可是个好孩子，别忘了啊。林永茂第二天从镇上上工回来，就买了元宝纸钱去老爷子坟前烧了，也不知道咕弄了些什么。临走的时候，一阵阴风突然刮起，吹得灰飞到了各处都是。有半张没烧完的正好贴在了林永茂的脸上，吓得他一声惊叫，一溜烟的跑回家了。从那之后啊，林永茂确实是不往大房那边靠了，发了工钱就老老实实的全部上交。林少泽在几天前已经能够引气入体了，紧接着林家宝也能感应到了周遭灵气的存在了，林翠儿的身手又有了很大的提升。马老太让人将房子修缮了一下，现在的老太太整日里脸上带着笑，也很少能听到她骂人了。老宅这边又是野菜又是野菜，我又不是兔子，一天到晚吃野菜啊！不吃野菜你想吃什么呀？不吃给我滚回你屋子里去！真以为你是谁家大小姐呢？一天3顿吃山珍海味呢，你奶我还吃这野菜呢。我说的不对吗？二房那边那么多人，一共就5亩地，那么大一家子，他们还1天3顿呢，每天吃肉。咱家呢，家里10几亩地，镇上还有铺子，一天就吃2顿饭，还天天吃野菜。咱家哪里不如那些落魄户了？你能跟二房比呢啊？人家的狗能逮兔子，你家狗能逮兔子？你不吃野菜的话，你倒是也去逮兔子来呀！我也不吃了，我也要吃肉。我去把那条狗偷回来，让他给我们家逮兔子。张嘴闭嘴就是偷，这几年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说偷都是给他们脸了，他们二房的东西本来就该是我们家的。一听到这个，周氏就来气。那天不过是气不过骂了几句，那林永茂竟是当真不往老宅这边来了。娘，二婶家的那条狗真能猎兔子？那可不是，你整天在镇上不知道，村里的人可都瞧见了，那狗可厉害着呢。二房后院的兔子都快养不下了，看着就让人眼热。什么大黑狗？狗可没有那么大的野性。老大呀，你这啥意思呀？吃饭吧，一会儿我去村长叔家走一趟。马氏啊，你在家吗？谁呀？什么事儿啊？村长啊，出啥事儿了？这咋的来了这么多人呢？是不是我们家四儿在镇上出啥事儿了？啊，也没啥事儿。你们这吃饭呢？这正准备吃呢。村长啊，到底咋的啦？没。这老林家二房的日子果然不一样了。马慧娟，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竟然在家里养狼呢！周芳华，你个老贼婆，你说什么呢？什么养狼啊？我们家哪有狼？你看看，你找出来给我看看。你别装蒜呢你，就是你们家那条大黑狼，当我们都傻呢？你个心肠歹毒的老欠婆，挨千刀的！你养狼给家里逮兔子我们不管，可那是狼啊！万一再招来狼群下了山，马慧娟你是一点乡里乡亲的情分都不顾了是吧？你放屁！大白是狗，怎么就成狼了？哈，我当你们平时都离我家远远的，今天怎么被哪一阵大风给吹来了呢？原来是看不得我家过好日子，眼馋来了。马婶子，话也不是那么说。你看这乡里乡亲的，村子离您这儿说远也算不上多远。若是那狼群真的下山了，放你娘的屁！什么狼群下山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啊，我家养狼？我家人脑子坏了吧？我们就住山脚上呢，有狼群难道不是先来我家？我们不知道危险呢？指不定就有那胆子大的呢，为了一口吃食，不把乡亲们的安全放在心上。周氏，你个挨雷劈的老货，你少在那儿胡说八道。你说谁呢啊？我那还不是被你们家给连累的吗？也不知道你们二房造了什么孽了，连累到我头上，你好意思说呢？我呸！我家永茂在家没被劈，走在村子里没被劈，偏偏给你东西的时候被雷劈了，指不定谁连累谁呢。就是，大伯娘，
我可是听说大哥如今都躲着你走呢。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赶紧将那畜生给我叫出来。村长，你也觉得我家大白是狼？村长说，咱家大白真不是狼，狼他不是那样的。三叔，那你觉得狼是啥样的？这，要不你将你家大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这要真不是，大家也能安心不是？那要是呢？那当然是打死了，一了百了了。我以为大奶奶要领回去，关起来帮村里人看着呢。这畜生养久了有感情，我们也能理解。说是你们舍不得打死呢，让我家永健拉回去看着呀，也是成的。你也知道，我家旺财不用了。林初一觉得周氏真是听不出好坏话，他话里的讽刺都那么明显了，他还能顺杆子往上爬？大白，你过来。大白从山上下来，听到院子里吵吵，就躲起来看热闹。没想到看热闹还能看到自己身上。大白从外表看的确像只狼，他也确实是狼，但跟人在一起待久了，他的身上并没有多少的野性，反而多了几分灵气。别人可不知道他开了灵智，什么事都懂。还说不是狼呢？村里的狗有长这样的？大白洗水之后体型大了不少，偏偏一咧嘴，又是一脸的傻笑。只见林初一拍了拍大白的脑袋，突然一个用力，疼得大白呜呜两声。汪汪！林少泽和林家宝都看傻了，林翠儿也瞪大了眼睛。是他们听错了吗？那是狼，那是狼，那他妈真是狼呀！狼还能学狗叫？哦，对对对，大白是灵兽，灵兽能学狗叫，一定是正常的。大白叫了两声，一转身委屈地跑了。村民们顿时有些尴尬。刚刚大白叫的那两声虽然有些怪异，但确实是狗叫，狼可不是这么叫的。村长更尴尬，狠狠地瞪了眼林大海和周氏，走了。不走还等着人流吃饭吗？原来真的不是狼啊！我就说嘛，马婶子怎么可能在家养狼呢？对呀，林家老四还是个秀才，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走吧走吧，以后别听人瞎说了。我家这会儿应该要吃饭了，我先回去了。你还不走？怎么要我请你吃顿饭吗？那遭雷劈的事儿还是少做点的好，免得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你说谁呢？信不信我撕了你啊？你才遭雷劈呢，你全家都遭雷劈，一群晦气的玩意儿。大奶奶，狼是记仇的，你们闹这么大动静，你猜狼群会不会来找你？又不是我闹的，狼就是来了呀，也找不着我头上。还不回家？你杵在那儿瞎嚷嚷什么？晚上吃完饭，我受委屈了，你得给我做主。人家也没说错嘛，你本来就是个禽兽啊。野生的叫禽兽，我是家养的。别扯淡，就说这事儿你管不管吧？人家要养你，这是好事儿啊。去吧，把你那100多号狼兄弟都带上。都带上？知道了。林初一告诉他不能伤人，也不能断了人家的生路，给点小小的教训就行，不能闹得太过分了。月黑风高，大白脸上挂着阴恻恻的笑，带着一群狼下山搞事情去了。夜过3更，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一群眼冒着幽光的狼无声地在村中穿梭着。我悄悄地走，正如我们悄悄地来。我挥一挥爪子，祸害了整个村子的菜。当然，对于林初一说的不能咬死，大白的理解为只要不咬死就成。那咬一口呢？咱就咬一口。他也不是挨家挨户的咬，就咬白天去闹事的十几家，也不全咬，一家咬几只意思意思。老林家大房可是大白的重点招呼对象，对，就是这家人，想养他来着。跳进院子后，大白还遇到了个熟人，啊不，应该是属狗。哟，这不正是之前咬我娘的那只吗？来吧，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清晨，天刚蒙蒙亮。哎呦，这是谁干的呀？造孽呀！我这菜还没长大呢，这哪个矮钱兜干的呀？哎呦，我的鸡呀！这怎么不能动了呀？这谁干的呀？我留着这2只老母鸡下蛋呢。我的菜，我的菜！哎呦，我们家的鸭子怎么少了一只啊？哎呀！混乱的叫骂声中，一声惊惧的尖叫尤为突出。有狼啊！哎呀，狼！有狼！小关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头狼已经踩着步子进院了。老头子，你别出去了，有狼，真有狼啊！林大海被周石拉住了没出去，
林永健和林永福倒是出去了，一个是不明状况出来看看，另一个是担心自家媳妇儿。见有人出来，头狼仰头一声长啸，其中一只见林永健转身往屋里跑，一个飞扑将人扑倒，一口咬在了他的小腿上，鲜血的味道入喉。那只狼突然愣了一下，然后不满地瞪了林永健一眼，一阵鸡飞狗跳、鸡鸭鹅的惨叫声不绝于耳。直到狼群退去，一个时辰过去后，老宅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下。直到听到林永健的一声闷哼：“大爹，你怎么样了？”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周氏和林大海这才敢出门。周氏查看了一下林永健的伤口，发现他只是腿上挨了一口，除了流点血，没有性命之忧。天哪，这是咋的了？这些天杀的畜生，为什么要来我们家祸害呀？看到死了一地的鸡鸭，周氏顿时浑身直发颤，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心疼的，突然眼前一黑，昏了过去。老宅的人都被吓得不轻，这个时候也没人敢出门去找大夫，手忙脚乱地将周氏扶进屋，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内，也不敢出声，将门关得死死的。大白早早的就回来了，他聪明着呢，知道不能留在那儿，让人抓着把柄。没看到老宅的那只大狼狗前，大白是想悄摸地咬死大房的鸡鸭，但看到院子里的旺财后，大白决定他要光明正大地咬死他们家的鸡鸭。林初一最近将修为巩固了一下，他觉得是该进一步深入大山了。林初一带着林翠儿上山，让他自己先练着，他则带着大白进了深山。林翠儿已经习惯了林初一在大山里随意进出，他以为林初一又像平时那样带着大白找野味去了。这就是你们上次找到马蜂窝的地方。蜂巢上已经看不到马蜂了，估计是换了别的地方筑巢去了。我们再往深处走走。一人一狼向山谷里走去。是个好地方，九曲紫参，这一片摘回去，那得炼多少地灵丹啊？地灵丹是啥？是快速补充灵力的粮食库啊！想到这儿，林初一的手已经先大脑一步开始干活了。大白蹲在一边，看着林初一将一片草一颗一颗地送进空间。转了一圈，他也不是光找草药了，还一直注意着四周的动静，观察着谷里的环境。然后他发现了一件事儿，开始还没注意，等到林初一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是第3次路过方才的那块平滑的石头了，他们被困住了。见鬼了！嘿，什么见鬼了？什么样的鬼敢拦我们的路？应该是有东西不想我们继续往前走了。现在怎么办？先回去吧，今天不早了，晚上翠儿姐会担心的，明天我们再来。说是这么说，可当一人一狼顺着来时路准备出谷时，跨过谷口，却发现他们又回到了那块大石头旁。林初一脸都黑了，他妈的，还要不要脸了？走，我倒要看看哪一路的牛鬼蛇神敢挡姑奶奶的路。不让向前，也不让退后，咋了？还想留我们过几天吗？跟紧我。林初一这次走得很慢，步伐怪异，看似凌乱又极有章程。大白紧紧地跟在林初一的身后，走一步跟一步，就这么走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身边的景色陡然一变，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之前穿过好几次的那棵古树，枝干粗壮，独木成林，耳边传来沙沙的声音。林初一一侧头，眼睛一眯，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在这时，几道藤蔓如同活物般朝林初一而去。林初一飞身而起，躲过了那几根藤蔓，指尖一展，藤蔓从中折断，刷刷几声插进了大白的脚边。林初一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树枝，以木为剑，几下就将奔他而来的树叶打落了。他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了，也没多放在心上，就当筑基后的第一次练手。面对扑上来的树蛇，林初一不退反进，身法诡异的在蛇群里来回穿梭，找准机会将灵力包裹树枝之上，一剑狠狠斩下。一阵树枝折断的响声过后，那些树蛇掉落在地，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干树枝。这一举动似乎是惹怒了那棵树，大地突然震动起来，无数的藤蔓破土而出。林初一单手结印，另一只手虚空的画了一个繁杂的符文，小手一拍，去！轰的一声，符文撞上了藤蔓，产生的气浪折断了无数的枝干，一声苍老的闷哼自古墓中发出。林初一轻轻地落在地上，要么让开，要么变成灰烬。不起眼的火焰却似乎能炙烤人的灵魂。古树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那些垂入地底的树枝
也再没有了任何动静。大白见战斗结束，小心翼翼地从石头后面钻了出来。没事了，走吧。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来。回什么家？我今天非得看看这山谷里面藏着个什么东西。林初一凶性被激了出来，一根筋的想要把山谷里藏着的东西给揪出来，完全忘了大山外面还有一个林翠儿在等着他。眼看太阳偏西，林初一还没有出来，林翠儿急得在原地走来走去，想要进山找找，又怕两人再走岔了，最后实在无法了。林翠儿咬了咬牙，小心翼翼地往一处丛林后走去。那个，你们能找到初一吗？找到大白也行，告诉他们再不下山，奶该来找我们了。树丛里突然探出一只狼头，正是以前狼群里的那只头狼。林翠儿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林初一不在的时候，他是不敢单独跟这些狼在一起的。拜托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去把初一，去把大白找回来。林初一是和大白一起进的山，找到大白就能找到初一。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头狼带着几只狼离开了，是进山的方向，就当他听懂了吧。等待的时间是漫长且煎熬的，太阳渐渐落山，秋风瑟瑟，林翠儿就连心头都是凉的。林初一也不是不想下山，其实他恢复理智后就想起了林翠儿，但是他们又被困住了。不是障眼法，还真就是个正儿八经的阵法，武力攻击、法术攻击一概没用。无论什么样的招式，一旦靠近周围的石块，力量就会瞬间消散，仿佛打在了棉花上一样。天地灵火倒是能穿过石阵，可关键是用火烧石头也没啥用呀。身边漂浮着数不清的碎石，林初一就像是一只小鸟，被困在了巨大的石笼里。到底还是被留下来了。林初一盘膝而坐，闭着眼睛，努力感应着石阵中的力量，企图能从中找到阵眼或者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击即中。有办法吗？没有。那你为何能如此淡定？不过我奈何不了他，他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那你倒是出去啊！你那么能耐，你怎么不出去？我要出去的时候，你也没同意啊。林初一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打完发现这不是在村里，干笑了两声。不好意思，打顺手了。看你那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你哪里不好意思了？行了，别评了，吃点东西吧。林初一很是从容地从空间拿出了几条鱼，也不管环境是否危险，扒拉了一堆干树枝就开烤。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吗？放心，这个阵法困不住我们多久的。一个没有阵眼的阵法能坚持多久？林初一不知道，但时间能给他答案。耗着吧，反正现在出不去了。大白无可奈何的翻白眼，林初一都没有办法，他能怎么办啊？吃就吃呗，反正也出不去不是。大白一连吞了7条，勉强饱了。林初一又给他喂了没有稀释的灵泉水，吃饱喝足，大白往地上一趴，四肢伸平。林初一却敏锐地察觉到，他将灵泉水拿出来的时候，周遭漂浮的石阵似乎顿了一下。目光微闪，他又从空间里捧了点灵泉水出来，凑到大白的嘴边。果然，石阵漂浮旋转的速度突然慢了些。等到大白将手中的水一滴不剩地舔舐干净，石阵又恢复了原先的运转速度。林初一皱眉，琢磨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石头8成是有生命的，这他妈的弄不好就是个石妖啊！不过石头成精的话，怎么着也得上万年了吧？万年虚伪的妖怪这么弱的吗？我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都能伤得了他。而且石头这种没有生命没有灵气的东西，它真的能成精吗？夕阳的最后一丝余光被吞没，天逐渐开始黑了下来。林翠儿心中狂跳，依旧没等来任何动静，家里也没有人上山来看一眼，问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回去。林翠儿终于再也忍受不住，眼中含着泪往山下狂奔而去。初一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他一定是出事了。林翠儿一路飞奔下山，气喘吁吁地回到家时才知道家里为什么没人上山找他们，因为马老太又跟大房的人闹起来了。周氏气昏了头，醒过来之后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怪异得很。为什么狼群早不下山晚不下山，偏偏他们去马老太那里闹过之后，狼群下了山？周氏觉得这一切肯定跟二房的人有关系，或者说在他心里这事儿必须得跟二房的人有关系，如此他才能来闹一出，将所有的损失都安在了二房人的头上。
什么？狼下山了，去祸害你家鸡鸭鹅了，还把你大儿子给咬了。哎呦，我的娘哎，真是恶有恶报啊！老天爷开了眼喽！马氏，都是你呢，肯定是你指使狼下的山，肯定是你！看我不挠烂你那张脸呢！我咋的？遭了报应还想怪在我头上啊？没死你个大鼻涕泡，还想来欺负我们，我抽不死你！永茂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跟你们有关？林永茂现在一看到大房的人，就会想到那天的那道雷，以及老爷子坟头上被阴风一吹，刮得到处都是纸钱。我不知道啊，大伯，我真不知道。永茂啊，我知道你娘恨我们，但那也不能因此就将那狼群召下山去啊！祸害了我们不说，还祸害了乡亲们呢。你娘与乡亲们不怎么来往，我也知道，可是，大伯，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狼群召下山去？我娘哪有那个本事啊？永茂啊，你爹走得早，我也没带他管好你们，可那害人的事儿他不能做呀。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大伙前儿个来你家闹腾，才让那狼群记了仇的？林大海这话问得很有技巧，不管林永茂回答是与不是，这件事儿都会与二房沾上关系。林永茂心想，你别拉我，你再离我这么近，我爹可能今天晚上就得亲自上来教我。大哥，我一直拿你当大哥，你家里老娘媳妇儿都被人欺负成啥样子了，你还跟个娘们似的，在这跟人谈感情呢？你是人吗你？泼妇，给我休了！永平呢？这种泼妇不配待在我林家。我呸！你林家？我吸得进你林家呢？你算什么东西啊？我婆婆还活着呢，你一个大伯就敢指手画脚指媳妇的事儿了？你看看村里哪个爷们管女人家的事儿啊？可老不知羞的！你，我怎么地了我告诉你，怎么上山的呀？怎么给我回去！别想倒地上来讹我们家呢！不要脸的破烂货！今儿个呀，我跟你们拼了！院子里一团乱，林永平、林永福各自拦着自家老娘，身上没一会儿就挂了不少彩。林永新急得上火，偏偏还得死死地按住想要往上冲的林少泽和林家宝。这俩小家伙最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跟两只小牛犊似的，劲儿不是一般的大。林翠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家的。奶，二婶儿，别打了，快去衙门报官。初一进山了，到现在还没出来呢。什么？你说什么？初一去哪儿了？什么没有回来？他不是跟你一起上山的吗？咋的啦？你说清楚，初一咋的了？二婶儿，奶，初一进深山了，这会儿还没出来，你们别打了，快想想办法找人呐！找？去哪找啊？深山那种地方，这进去了还能出来不？说的还真是不错呢。报应，哼！你敢再说一遍？怎么，我说的不对吗？那深山里有什么谁不知道啊？到现在都没回来呢，肯定是凶多吉。哎呦，老妖婆，我姐会没事的，你给我滚！我们家不欢迎你。哎呦，我这命哟，这么大把年纪了，连个小辈都这么欺负我老婆子，不孝啊，不孝啊！我不活了，我！老妖婆，你还不滚？一天到晚就想着欺负我们家，我跟你拼了！让你诅咒我姐！周氏身上起了寒意，他发现今天二房的人都有些不正常，就连两个小的那眼神都让人瘆得慌。这二房的人怎么突然就这么邪乎了？算我今天倒了霉，老婆子我大方，不跟个没教养的野孩子计较。那些个人我大房高攀不起呢，可别有用得到我们的一天。永福，你还站那干啥呢？赶紧跟我回家去！你还想去山里送死不成啊？村民也三五成群的下山，本就是来看个热闹，心想着能不能占点便宜。一听说要进山，生怕马老太开口让他们帮忙去找人，一个个悻悻地离开了。只有村里的外来户流水田父子三人留了下来。哎呀，这个时候进山估计有些悬，是不是要上镇上衙门一趟啊？这人多了，进山才安全呢。我那有牛车，
先让我家大柱啊去镇上报官，我们再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方兰已经快要崩溃了，听到刘水田的话，他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拿了出一块造型古朴的玉佩，递给了刘大柱。拜托大柱兄弟跑一趟了，让他们立马派人过来，越多越好，让永茂跟你一起去打个伴儿。哎，好。都别急，也许孩子遇到危险躲起来了也说不定呢。二婶儿，对不起，我应该好好看着他的，都怪我，都怪我。方兰没有怪他，他知道林初一有自己的想法，那孩子聪明，他想做什么不是看就能看得住的。这事儿不怪你，翠姐儿，我问你，初一是自己进的山，大白是不是跟着他？对，他跟大白一起进的山。闻言，方兰竟然松了口气，心中隐隐期盼着。你看着你妹妹进山的，你怎么不拦着呀？你是怎么想的？她什么时候进的山呢？你在山上光等着了？你看到她进山，你怎么不拦着？那深山是什么地方啊？那能随便进吗？林翠儿咬唇，不知该怎么解释，说来说去还是他的错。他以为林初一有本事，能随意出入深山，是他想差了，都是他的错。哎呀，你倒是说话呀，真是急死个人了。哎呀，你别打他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打他做甚呐？你打他有用吗？大丫头啊，有什么你就说出来，现在救人要紧啊。马老太突然想到林初一跟他提过重盖房子的事儿，心中没由来的一跳。青砖大瓦房，那得花多少银子呀？那丫头该不会……翠儿姐，你告诉奶，初一那丫头是不是说进山里采灵芝去了？林翠儿摇头，又点了点头。到底是不是啊？我知道姐姐为什么进山。为什么呀？儿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可不能乱说呀。我没乱说，我真知道。我姐是神仙的徒弟，她进山一定是修炼去了。胡说八道什么？都什么时候了，你别添乱。我没胡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姐不让告诉你们，说了姐就会被雷劈。行了，你别在这添乱了啊！没看大家都着急着吗？娘奶，家宝说的对，姐真的是神仙的徒弟，翠儿姐也知道，姐不让告诉家里人，翠儿姐才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在说嘛呢？翠儿姐，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初一每次进山是不是修炼，但是家宝和少泽说的的的确确是真的，初一他的确是神仙的徒弟。院子里又静了一会儿，似乎是听到的东西太过可笑，可这个档口却没有人能笑得出来。翠姐儿，你二婶平时待你不薄啊，你不能因为想要推卸责任就胡说八道。我真没胡说，二婶儿，我真没胡说，这是真的。方兰有些恍惚，他知道林少泽和林翠儿不会说谎，那些话又太过荒谬。什么神仙？哪里有什么神仙？说都说了，你们不信，姐不是白雷劈了吗？奶娘，你们看看。哎呦，我的娘嘞！那石头就算是林大郎也不能说抱就抱起来。你看，我现在可是我姐的徒弟。众人惊愕间，林少泽也走到了石头的面前，他凝神静气，随即一脚踢向了石墩儿。哎呦，我的个娘嘞！这也是初一教的。姐比我们厉害，姐能凭空生火，还能隔空招雷，姐还能和动物沟通。马老太一把捂住了心口，感觉整个人都是恍惚状态。方兰的脑子乱成一团，最后所有的思绪都化成唯一一个想法：初一不会有事。如果3个孩子说的都不假，那他可能是进山后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儿啊，你告诉娘，你真的看到初一凭空生火，隔空招雷，还和动物交流呢？当然是真的，不过我没有看到过二姐隔空招雷。大伯见过，他挨过呢。那天劈的他的那道雷，就是二姐为了教训大伯召去的。刘水田和他的二儿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觉得荒诞不可思议，又觉得他俩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该在这儿？神仙的徒弟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下山的那些狼……院子里又静了下来，
抬眼一看，个个脸上带着不可思议，都神游物外去了。好在镇上的官兵来得快，让人没想到的是，县令居然也跟着一起来了。又是一行人震惊的无以复加。见过方大小姐。方大小姐？除了马老太，院子里的人全是一头雾水。咋的，成小姐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们怎么不知道？吴县令不必多礼，其他的先放在一边，还请吴县令先让人进山找人。镇国将军府的大小姐莫名其妙消失了好几年，竟然是落在了他管辖的地方。不管当年方小姐为什么会沦落到嫁一个乡野农夫的地步，若是让京城那边的人知道方小姐的亲闺女方老将军的亲外孙女在他管辖的地方出了事儿，他这个父母官就当到头了。来不及客套和寒暄，吴县令亲自带人进了山。林翠儿指了个方向，一行便顺着他指的方向进了深山。林初一正靠在大白身上呼呼大睡，身边设了结界，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能立马察觉到。林家人在大山里找人找了一夜，林初一跟大白在石阵里安稳地睡了一整夜。外面有石阵守着，一晚上连只蚊子都没有。可能是一人一狼睡得太过惬意，惹恼了困住他们的东西。夜过去，他终于是有了反应。我那么努力地困住你们，到头来却成了给你们守夜的了。第一时间，林初一就察觉到了周围气息的变化。石阵一松，他立马拽住了大白的尾巴，身形一晃就离开了先前的位置。大白睡得正香，被人一把拽住尾巴，疼得嗷唠的一嗓子，随即就飞向了一旁的草丛里。躲好了。随即一块块半人高的碎石不断地砸向林初一。终于忍耐不住了。林初一勾了勾嘴角，闲庭信步般的在漫天的石块中穿梭。天已经微亮，随着慢慢的向石块中心方向靠近，林初一能清楚地看到数不清的石块中，一个形状怪异的玉体镶嵌在一块巨石之中，其上散发着熟悉的碧绿色光芒。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他的感觉果然没错，那就是灵泉玉的碎片。左突右闪，林初一终于靠近，灵气包裹住双手，一拳轰在了那块巨石之上，轰隆隆，石块飞溅，周围气息顿了一下。下一刻，无数的碎石从地上浮起，快速地向那块镶嵌着灵泉玉碎片的巨石上聚拢。那块绿色的碎石就在石人的心口处，似乎在为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大胆，何人闯我山谷？原来是块得到了造化的石头。他的目光落在石人的心口处，那块镶嵌在石头缝里的碎片，目光闪了闪，他主动出击，身影一闪，瞬间到了石人的面前，一伸手就要去抠那块碎石。可能是石头人感觉到了威胁，他的动作瞬间快了很多。可恶！林初一会的东西再多，他也只是个筑基中期的修士，对峙的时间越长，体内消耗的灵气越多。林初一一直在等机会，单手掐诀，一只手虚空画符。敕令，天兵上行，石破天惊。林初一看准机会，天地灵火覆盖全身，猛地向前一扑，两只手抓住了散发着光芒的灵泉玉碎片，背后还是狠狠地挨了一下，瞬间一口鲜血喷出，紧接着一阵白光亮起，空间里依旧是那般破败的气息。不同的是，灵泉石上方的那块大石之上多了一块翡翠色的玉石碎片。林初一眼中闪过一丝的欣喜，果然水滴落下的速度快了些，原本是一滴接着一滴，现在已经是线状的细流了，空间里也隐约有了些灵气。林初一高兴之余，眼角余光突然瞥到池边趴着一块巴掌大圆乎乎的石头，眯了眯眼睛，明显就是缩小版的石头人。林初一阴恻恻地笑了笑，一手扯住石头人的胳膊，一手呢扯住他的腿，用力一拽，咔吧一声，石头人仿佛感觉不到疼，被林初一拽的手脚分离也不慌。他坐起身，那分离的手却瞬间就恢复如常。哎呦，你猜我能不能把你给烧没了？放了我吧。放了你？你猜我能不能放了你？我没害人。没害人？我他妈不是人吗？石头人不说话了，任林初一怎么折腾就是不开口，直到林初一再次亮出了灵火。说，你在哪里得到的灵泉玉碎片？什么是灵泉玉碎片？就是你的心脏，给你提供力量的那块碎片。
我不知道。我有意识的那天，它就在我身上，那是我的东西。你这个强盗！没了灵泉玉为他提供的力量，这就是一块开了智能移动的石头，没什么特别的。林初一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妖气，一时也不能断定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不像妖也不像怪，应该是灵泉玉的碎片落在他身上后才突然开了灵智，有了力量。也不知道身上没了灵泉玉，他会不会再慢慢变回一块普通的石头。研究了半天没有研究明白，林初一又将之扔进了池子里，若是没有危害，养着玩也不错，反正不费粮食。老实点，不听话我就让你变成一堆灰烬，回归大自然。石头人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就着林初一将他扔进池子的姿势，趴在泉水里一动不动，似乎很享受灵泉水的浸泡。林初一不再搭理他，他又去了茅草屋前，伸手试着去推门，然而还是推不动。神进来了也不行吗？在空间转了一圈，发现空间里的灵气正在缓慢复苏。林初一心里有了底，既然灵泉玉是跟着他一起掉落到这个世界，那他一定能将之全部找回来。林初一出空间时，大白正在刨坑，估计是以为那石头人不知道使了什么神通，把他不声不响的给埋了。他突然发现，给大白吓得猛地往后一蹦，我这吓死狼了！林初一还挺欣慰，这货居然没扔下他自己先跑了。走吧，该回家了。方兰和马老太一行人一夜没睡，却个个神经紧绷，毫无困意。尤其是方兰，他甚至听不到无限令的劝慰。一夜过去，众人的心里都有些沉重，一点痕迹都没有。是他们找错了方向，还是……就在方兰再次快要崩溃的时候，一只灰狼从林子里窜了出来，接着是3只5只，不一会儿他们面前就站了几十只野狼。大人小心，快后退！方大小姐小心，保护方大小姐，保护林家人。眼看100十来个官差齐齐抽刀，林翠儿突然眼睛一亮，他认出了带头的那只狼。是不是找到初一和大白了？头狼看到林翠儿高高扬起的脑袋，点了点头，眼中的戾气散去，冲他叫了一声，带着狼群转身就走。快跟着狼群，他们能带我们找到初一。吴县令还在发愣的时候，方兰已经追着林翠儿去了，他无奈只好带着人跟上。吴县令心中震惊不已，他细细观察过，这的确是山中的野狼，并不是村里家养的，竟然能如此有灵性。关键是他们竟然能听令于一个女娃娃。狼群一边带路一边嗅着味儿，一路就将人给带到了山谷外，却是全部都趴在了地上，不肯再继续前行了。兽类都有趋吉避凶的能力，他们本能地觉得前面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狼群不走了，众人一时间都有些踌躇。歇了一会儿，吴县令就问方兰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进入谷内。毕竟从那些狼身上露出的恐惧之色可不似作假，山谷里怕是有什么大型的野兽。初一能在里面吗？初一一定在里面，我进去看看。方小姐，狼群都不愿意靠近山谷，这里面肯定有危险。再说小小姐也未必一定在里面，三思啊。狼群不会带错路，初一一定在里面。我先进去，没有危险你们再进来。我去吧，我想跟着二哥进山打过猎，我去。也恰好就在大家拿不定主意时，林初一带着大白出来了。初一，一晚上的担惊受怕在这一刻终于被宣泄出来，方兰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啊，娘奶！林初一惊了一下，随即就看到林家人全部都站在了谷口，一个个身上那副惨样啊，让他的心也跟着震颤了一下。娘，对不起娘。你是孩子，你怎么出门也不跟娘说一声？你要吓死娘啊！你出了事，娘怎么办？娘怎么办呢？初一，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了这样？娘，都是小伤，我没事的。你这丫头啊，你要把家里人给吓死吗？乃明天就让人盖新房，咱不差那钱，咱不进深山，不要灵芝啊！这怎么还受伤了？这是遇到啥了？奶，没事，都是小伤，擦点药就能好了。方兰和马老太已经将林翠儿说的什么神仙、什么凭空生火的完全抛到了脑后了，还以为林初一是遇到了大虫野猪了。
才一路逃进了山谷。其实吴县令和那100多号官兵也是这么想的。人没事就好。娘，大嫂，咱们先出山，回去再说。对，先出山，先出去再说。一行人精疲力尽地下了山，在林家的院子里歇息了半天才恢复过来。方兰抱着林初一进了屋，林少则担心地跟在后面。马老太张罗着陈氏和刘氏做饭，却被吴县令拒绝了。他带着的官兵就有100多人，等到都吃上饭，天都黑了。方小姐，小小姐如何？是否要去镇上医馆？府里的马车就在山下，若是有需要，可以先坐马车去镇上。都是些外伤，擦擦药就行了。多谢吴大人。不敢。方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这本就是为人父母官该做的事儿。大人呐，您辛苦亲自奔波了这一宿，这点东西您就带上吧。家里也没有什么，都是自家养的，您放心着吃。吴县令推辞了半天，没拗过老太太，半推半就的就收下了，并说后续有什么困难可以去衙门知会一声，这给林家人受宠若惊的。官兵来得快，走得也快，马车经过村子里，还引来不少人出来围观，都在猜测车里坐着的是谁。切，还真让他们把官兵给请来了。送走吴县令后，所有人终于想起了神仙徒弟的茬儿。刘水田父子那可是知情人呢，又跟着找人找了一夜，于公于私都不能让人走了，也不让干活，就让坐在院子里等着吃饭，等着林初一醒过来。刘水田和2个儿子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上的饭桌，3人其实还挺尴尬的，毕竟人家一家子吃饭，他们3个外人在这儿算什么事儿啊？总有一种活不长要灭口的感觉。怎么样啊？伤口不深，都上了药了。其实他最在意的还是林初一嘴角和胸前的血迹，他看得出来这孩子是受了内伤。要不要请大夫呀？要不然咱们去镇上医馆看看吧。正好你水田叔家的牛车还在门口停着呢，还是等他醒过来再说吧。他方才发现林初一身上伤口愈合的速度快得有些不正常，这可不能让人看到。娘，您一宿没合眼，您去休息一下吧。初一这里有我看着呢。哎呦，我上哪儿能睡得着啊？其实不光是他，院子里还戳着一群睡不着觉的，吃完饭就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的沉默着，生怕发出点动静把林初一给惊醒了。说来也怪，以前不知道林初一的身份，怎么折腾也没感觉什么，这突然知道了，就发现家里瞬间不一样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累，是属于那种人乏了，精神却极度亢奋的状态，不睡，打死不睡。他们一定要在意时间，等着林初一醒过来，亲口问问他：你真是那神仙的徒弟？林初一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日落西山。厨房里晚饭刚做好，林初一就醒了，一睁眼对上马老太那张满是褶皱的老脸，吓得林初一一个鲤鱼打挺，还以为是石头人的同伙追过来了，好险没给来2下。奶，马老太也被吓得一激灵。初一呀，你醒了。奶，你趴我床边干什么？吓死我了。马老太寻思，也给他吓不轻呢。醒了好，醒了正好，你都睡了1天了，咱去吃饭啊。奶，你没事吧？林初一总觉得老太太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儿。哪能有啥事儿啊？走吧，去吃饭，都在饭桌上等着呢。马老太想去拉林初一的胳膊，手都伸出去了，又缩了回来，不自然地往身上擦了擦。走，吃饭去。林初一不自觉地拧眉，大概知道了什么原因。他一夜未归，估计是林翠儿他们3个跟家里摊牌了。奶，你不会回来后一直没有休息吧？何止是马老太没休息，林初一出了屋，就见院子里坐了一桌人，刘水田和2个儿子尴尬地坐在中间，他们仨是属于想回家休息回不去的那一类。林初一一出来，原本就沉默的院子里气氛更加莫名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去，期待中带了点小紧张，一双双眼睛打量着林初一，好像突然不认识一般。初一，你醒了，娘给你熬了鸡汤，先喝点儿，多喝点儿。听方兰说林初一受了内伤，马老太也不懂内伤是什么伤，反正要补，那就多吃点好的。谢谢奶。林初一接过碗，将2个鸡腿，一个给了林少泽，一个给了林家宝。
陈氏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盯着儿子碗里的鸡大腿儿。哎呀妈，这可是神仙徒弟亲自给夹的鸡腿呢，这可不是一般的腿呀。林初一喝了口汤，就见林少泽利索地把鸡腿又夹回了他的碗里，一双眼睛通红，眼里还噙着泪。姐，你吃，你多吃点儿。二姐，你吃，你受伤了，流了好多血，你补补。陈氏觉得自家儿子咋这么懂事呢？果然不愧是神仙徒弟的弟弟。林初一摸摸两个小家伙的脑袋，一脸风轻云淡地吐出了剑，震撼全场的事情。让你们担心了，没多大事，就是遇到了只妖怪，吃了点亏。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流水田父子手里的筷子吧嗒一声掉在了桌上，众人瞪眼看着林初一，桌上的气氛再次陷入了沉默。好半天还是马老太反应过来。啥？他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什么妖怪？老天爷哟！方兰也适时地抿着嘴，他实在不愿意开口问一遍。山里有妖怪啊！林家宝一嗓子喊出声，打破了僵硬的气氛。小家伙激动得无以复加。姐，那妖怪长啥样啊？有手有脚，跟人一样，就是脑子不大灵光。脑子不大灵光？马老太觉得他的脑子现在也不大灵光。初一呀，奶，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你到底在山里遇到了啥？真遇到妖怪啦？翠儿姐他们说你是神仙的徒弟，你真是那神仙的弟子，能呼风唤雨，能闪电打雷？哪有那么夸张？别听他们瞎说，我才刚学几年啊，哪里能呼风唤雨的？哎呀，初一，你真的认神仙做师傅啦？初一是神仙的徒弟，我儿子是神仙徒弟的弟弟，以后那本事该多了不得呀！以后我就是神仙徒弟的三婶，神仙徒弟弟弟的娘了。哎呀，不过三婶，这是要保密，不能到处乱说的，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了。说到后面，林初一的目光直接定格在林永茂身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希望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懂，不能懂也没关系，我可以亲自动手教你们。什么杀身之祸呀？初一啊，你这说的也严重了吧？大哥，这个世上你不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去了，这不是小事。初一也不是吓唬你，万一消息泄露出去，那些存着坏心思的人奈何不了初一，你觉得他们还奈何不了你吗？那不是有初一在吗？这个家里除了我奶和我娘、我弟弟，其他人心思干净的我管，那种一天到晚只会想着些乱七八糟给这个家拖后腿的，想要我管也行。7749道雷先轮一遍再说。一提到雷，林永茂就浑身打了个哆嗦。不管那天那道雷是林初一照的还是他老子照的，总之是劈到了他身上了。林永茂是一点都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大伯，你不会真以为那道雷是吓唬你的吧？那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我就能把爷爷招到你屋里去？我也没说会出去说，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出去乱说呢？保证不能乱说。马老太心里竟然隐隐期待着林永茂再作个死。上次那道雷啊，他可没瞧上啊。以前家里啥样，以后就啥样。谁要是敢出去乱说，别怪我老婆子收拾他。娘，初一，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不能说出去。对，娘，放心吧，我们指定不能说出去。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流水田父子三人听了半天，额头上的汗是越来越多。这都神仙的徒弟了，咋的还能有杀身之祸呀？我们也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想回家城吗？林初一看他们一眼，他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三个人了。今天早上在山谷外面见过，是昨天晚上帮着找他的人。他记得好像是借牛车的那家。林初一抿了抿唇，假装把手伸进了胸口掏了掏，从里面拽出一颗婴儿手臂粗的人参。在众人瞬间发亮的目光中，林初一将人参放到流水田的面前。谢谢刘爷爷昨天晚上愿意帮忙，这个是谢礼。不用，都是一个村的，再说也没帮上什么忙。给你就拿着吧。马老太掀了掀眼皮，强忍住捂心口的冲动，心里那叫一个疼啊。
水田叔，拿着吧。不用了，这太贵重了，真不用。水田爷爷，您就拿着吧。娘说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林少泽并没有觉得给一颗人参就有多心疼，他就是好奇他姐是怎么把那么大一颗人参拿出来的。真不用，哎呦，这太贵重了。你们要是想感谢，要不给点地里长的菜。师贤，给的少啦。刘大柱一看林初一的手又要往胸口伸，那就谢谢初一了。对嘛，给就拿着，这是个上道的呀。大柱家有孩子吗？有一个叫刘铁头，今年7岁。俺家的叫刘铁强，今年6岁半。人参是给刘爷爷补身子的，我给大柱叔和二柱叔的谢礼，你们可以2者选1。说着，林初一冲林永新呲了呲牙，给林永新笑得莫名其妙的。我小叔是秀才，你们若是愿意，可以让他亲自给铁头和铁强启蒙，做他们的联络人。你们也不用担心束修的问题，从今以后后山你们可以随便进，我保证没有野兽攻击你们。刘水田眼神一亮，哪个当父母的不想让孩子习文断字，以后好能有个前程。林永新冲他点头，表示自己可以应下。他瞅了眼林初一，脸上带着无奈的笑意。哼，这小侄女儿竟然抓他当壮丁。第2个选择，我家少泽和家宝需要个玩伴，你们若是舍得，可以让铁头和铁强跟着他们。不过能学到什么程度，那就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我们选第2个。明儿我就把家里那2个小兔崽子送来，就麻烦少泽和家宝了。虽然林少泽和林家宝现在还小，还什么都不会，可这也是铁头和铁强的机会。他们起步是一样的，至于能学到什么程度，哪怕一招半式的，也足以让他们的前途不寻常。道谢的方式有很多种，让人闭嘴保守秘密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但都没有这种直接拉人入伙的方法牢靠。况且从小培养的，以后用起来才更顺手。吃罢饭，刘水田父子终于能回家了。昨晚1宿没合眼，该休息的都回去歇着吧。众人散去，都回了自己屋。娘，我保证以后出门都提前告诉你一声，我保证以后有事该说的一定会跟你说。娘，你别生气嘛，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担心，不会做没把握的事的。一定要学那些本事吗？林初一愣了愣，没想到方兰会这么问。娘，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回来，一定要学的。方兰脸上带着忧愁，好一会儿才悠悠地叹了口气。好，娘知道了。姐，你要找什么东西啊？我帮着你一起找。小孩子别想那么多，容易长不高。才不会，四叔都说我最近长高了一大截儿。姐，我马上就能追上你了。方兰看着闹在一起的姐弟俩，无奈地摇头。再怎么样，也还是个孩子呀。夜深人静，马老太睡了没一会儿，又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悄摸地来到了床尾放着的大木箱前。这不是吗？林初一走之前给老太太2株百年朝上的人参，比刘水田父子的那颗还要大上一圈，跟之前那颗灵芝一样。马老太觉得放哪里都不安全，在箱子里垫了好几层，上了锁，又怕被老鼠啃了。想想上次那齐大夫说放久了会流失药性，马老太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镇上卖了。姐，原来娘是被爷爷逼着嫁给爹的。我们要不要去把他挖出来，给娘报仇啊？家老头子坏得很呢，非得逼人家闺女嫁到自己家，要不然我这会儿指不定在哪里吃香的喝辣的呢，至于饿了整整5年吗？但是娘要是没有嫁给爹，也不能有咱们吧？哎，行了，别瞎想了，给我好好练。以后要是那便宜爹回来了，敢欺负娘和奶，二话别说，上去就是一顿揍的。啊，这不好吧？那是咱爹呀。再说，爹为什么会欺负娘和奶？娘为了爹吃了那么多苦，奶还是爹的亲娘。爹要是欺负奶，那是不孝，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你懂什么啊？男的有本事就会变坏，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再说，男人大多都是3妻4妾，乡下人是娶不起。你看看那些大户人家，哪个不是3妻4妾，孩子一大堆的？你觉得娘能受得了？不行，姐，我听你的，我一定好好学。
争取能在便宜爹回来前学好本事，敢欺负娘揍他，敢给他生一堆弟弟妹妹揍不死他。能把一个孝子为天的古代小男子汉忽悠的敢在心里揍自己老子也是神了。不得不说，熊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好忽悠。第二日一早，初一呀，你怎的醒得这么早？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奶娘，我也起来了。你们俩怎么不多睡会儿？娘，姐说要带我们去山上练功。去山上？早起山中灵气浓郁，比较适合练功。以前是担心被家里人发现，现在既然都知道了，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哪里资源环境好去哪里。马老太一听，心里有些异动。初一呀，那功都是少泽他们能练的？有没有他们这个年纪能练的呀？奶，你等我安排好大郎哥他们，回来我教你一套适合的拳法。马老太眼睛一亮，顿时精神了。那中，奶先做饭，等你们一会儿回来吃。冬练3九，夏练3伏，走吧。一行人呼啦啦的上了山。远在大西北的边关处，此时军营主帐中，军医们忙得团团转，一盆盆鲜红的血水被端出了主营帐。将军怎么样了？回幕府将，将军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顾太医说，若是今天晚上没有起热，就不会有事。可那么重的伤，怎么可能会不起热？穆坚闻言再也待不住了，伸手掀开帐帘走了进去。顾太医，幕府将军，你怎么进来了？虽说军中无男女之分，可毕竟男女有别，幕府将军还是注意这些的好。这里有老夫看着，林将军受了伤，军中此刻正是震动的时候，你不该待在这里。顾太医无需多虑，将军为夺西凉城身受重伤，将士们都心系他的安危。既然知道了林将军已经脱离危险，我这就去练兵场稳定军心。请将士们放心，将军这里有老夫亲自看着，军中6位军医随护，不会出问题的。等到偌大的帐中只剩下顾太医一人，他叹了口气：5年了，撑过这次，你想要的就都有了。牛车一路行驶到镇上，林永新带着2个小的下了车，将林少泽和林家包2人送去了私塾后，自己也回了书院。刘大柱成了林家专用车夫，还是不要钱那种，不让拉都不行。马老太上次和林永新过来卖灵芝，让李掌柜记忆犹新，都算得上是半个熟人了。老太太这次是抓药啊，还是卖药材啊？还卖药材。这次啊，是你看呢，还是请你们东家来看？东家在里面看诊，还是我先看看吧。那你看吧。李掌柜一阵惊呼，一把抱起背篓就往后面跑，几步就没了踪影。马老太愣了一下，哎呦，我的人参呢？你不要就不要，咋的呀？还做起强盗来了？你这掌柜的咋回事啊？竟然抢我一个老太婆的东西！哎呦，老太太，对不起了您嘞，实在是人命关天，救命要紧啊！您放心，那2株人参咱家指定要，高价。哎呀，那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我一个老婆子带着个孩子。哎妈，这2株人参我要了。老太太，您也看到了，东家这里着急着救人，您2位啊，先在这坐着等会儿，等东家忙完了，再跟您细谈人参的事儿。林初一隔着老远打量着床上躺着的人，头发花白，双目紧闭，面上毫无血色，嘴唇乌青，气若游丝。这人应该是中了毒，又受了严重的内伤，难怪那个掌柜看到2株人参那么激动。人参能吊气，尤其是100年往上，那就是在吊命了。大堂忙，李掌柜安慰了一会儿马老太就出去了，估计是觉得一老一少的又都认识，林永新的名声总是不会错的，也没有对2人设防。林初一用神识扫了扫，确定周围没人，朝床边走去。初一呀，你干啥呀？那就是个生了病的，你别靠那么近，当心过了病气。林初一却是已经到了床前，他伸出手将一缕灵力注入了老者的体内，感应到老者的情况，林初一目光闪了闪，从怀里拿出了一味归元丹，给老者服了下去。你给他吃啥了？没什么。林初一收回目光，刚想离开，却发现床上的人有要醒过来的意思，
只见那老者喉咙动了动，应该是归元丹起了作用，眼皮抖了抖，缓缓睁开。然而林初一离得近，刚发现要醒，就眼疾手快地一掌下去。于是老头眼睛刚睁开一条缝，顿时脖子一歪，又昏睡了过去。马老太一口气卡在了喉咙处，瞪了瞪眼，想要说什么，外面却响起了脚步声。齐大夫已经将人参处理过了，开了药方让药童赶紧熬药，他则带着切好的人参先过来了，将人参片一半塞进了老者的口中。齐大夫叹了口气，再次试探性的伸手搭上老者的脉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能不能挺过来全看什么？齐大夫以为自己把错脉了，又重新将手附上了老者的脉搏，下巴上花白的胡子跟着脸上的肌肉颤了颤。齐大夫腾的一下站起身，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内伤突然快速好转，体内的毒素也被控制住了，这速度着实惊人了点儿。这可不是人参带来的效果。照着这个程度看，人应该清醒了才是，怎么突然昏迷得更沉了？马老太听着齐大夫情不自禁的念叨，心里突突的，不知道人是好是坏。但当齐大夫转头看向祖孙俩时，马老太脸上却是与林初一如出一辙的表情。啥事儿啊？他们啥都不知道啊。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齐大夫轻皱眉头，打量了一会儿老者逐渐恢复正常的唇色，忽然释然了，差点忘了这老家伙的孙子可不是普通人啊。这2颗人参铺子里全要了，你开个价吧。齐老以为老太太可能会趁火打劫，不过让他意外的是，马老太并没有。你看着给吧，就按平时的价钱给就成。老太太还惦记着林初一刚刚给人的那一下，心想着能不能给人打坏了呀，还是赶紧拿钱离开的好。齐大夫倒是高看了一眼马老太，他也没有推辞，给了个算是不低的价格。马老太怀里揣着300两银票出了济世堂，差点走出了外八字儿。不过他还是没忘记问林初一给老头喂东西那茬。初一呀，你跟奶说，你是不是认识那老头？你俩有仇啊？奶，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都不认识他。那你打他做嘛呀？哎呀，奶，我那是在救他。就那1颗丹药，你知道得多少银子不？那可是有价无市的东西，你1000两银子都不见得买得到。不打晕他，万一惹上麻烦，他再赖上了我们怎么办呀？哎呦，你咋的不早说？这买便宜了呀！早知道他就狮子大开口，要个500两了，吃亏了呀。奶，有些事情呢是没有得失的。那老者身上有功德，救他一命与我的修行也有好处。马老太一听说的也是，小孙女现在是神仙的徒弟，那神仙就得做好事儿啊。哎，真没想到咱2家能走到如此地步啊！大哥，你放心，我一直拿月兰当自己的亲闺女，她定亲，我能不去吗？是啊，哎，咱们这当叔的都是一样心情，就是啊，到底这门亲事不大光彩。哎呀，翠儿姐那丫头，我从小看到大，这门亲事配不配，我这个当爹的能不知道？你放心，明天就是娘不去，我也得去。林永健这才露出笑来，他的目的不在马老太，只要能通过林永茂跟方氏的关系处理好就行。一顿饭吃完，林永茂心中那杆秤又开始往大方偏了。日落西山，马老太做好饭菜时，林永新刚好也从镇上回来了。红烧肘子、蘑菇汤、酸辣白菜炒鸡蛋、红烧肉、清蒸鱼，一大家子大块朵颐，吃的那叫一个嘴角流油啊！就是越吃越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哎，我爹呢？不对啊，奶，大伯呢？马老太又去看刘氏，老大呢？咋的没回来？刘氏一脸茫然，主要是林永茂平时在家不咋搭理他，去哪儿了也从来不跟他说，所以他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在老宅那儿？周家村的大牛叔说他和永健哥一起回来的。此话一出，马老太瞬间黑了脸。啥？那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他又跟老宅那些人沾上了？我今天非得打断他的腿不可，大不了以后家里养着他。娘，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万一是去了别处呢？奶，你别生气，大伯没去老宅那里呢。你看到他了？他去哪儿了？刘氏暗自松了口气，没去老宅就好。林翠儿总觉得林初一的表情不太对。
初一，我爹去哪儿了？村子东南角的那片坟地，他去见爷爷了。刘氏的筷子还没握紧，他猛地抬头看向林初一，下意识地觉得他说的见爷爷不是看墓碑，也不是看坟堆的意思。是的，不但他听出来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出来了。马老太一口气提在了嗓子眼儿，硬生生卡住了。姐，大伯不会真能见到爷爷吧？运气好的话，他估计呀还能见到村子其他的亲戚们呢。其他亲戚们什么的，饭呢还在继续吃，但速度慢了许多，总觉得屋子里啊阴风阵阵的。就连林永平吃几口都会向周遭看看。林永新在心里深深的叹气，他晚上不敢自己睡了怎么办？另一边，林永茂推脱了林永健让去家里吃饭的好意，便径直往山脚下走，心里想着该怎么说服马老太明天去老宅那里，至少他不去啊，总得让他去吧。刚开始没觉得，走了一会儿，林永茂就发现今天回家的这条路似乎有点长啊，平时从村口走不到1刻钟就该到了，今天都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看不到自家屋前的那棵大树呢？用力揉揉眼睛，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他感觉眼前一片朦胧模糊。就这么又往前走了一盏茶的功夫，林永茂突然觉得这路很熟，好像并不是回家的路啊。就在这时，一阵寒风吹来，林永茂一个机灵，剩下那点子酒劲全醒了。瞬间回过神来，这哪里是什么山脚下呀，这是坟地呀！村东南的坟地，这里埋葬着世世代代的林家村人。此刻的林永茂正站在坟地中心，傻傻的发愣。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自己的酒啊还没醒。周围的坟堆新旧不一，有些坟前还残留着烧剩下的黄纸灰，应该是刚祭拜过。阴风一吹，顺着林永茂的头顶飘过，一声惨叫，震飞了乌鸦阵阵。林永茂哆嗦着转头就跑，坟堆太过密集了，他也不敢踩，只能顺着缝隙乱转。可不管往哪儿走啊，举目四望都是一座连着一座的坟堆，明明顺着一个方向跑，可就是跑不出去。林永茂急得气喘吁吁的，神经紧绷，心中惊骇又慌乱。天都快黑了，他还在中心位置晃悠呢。乌鸦凄厉的叫声不绝于耳，心惊胆战之余，林永茂一脚绊上了一块破烂的棺材板，直直就摔在了一座半新不旧的坟堆上，脑袋磕上了坟前竖着的墓碑，眼睛一黑昏了过去。没意识前，林永茂心里竟然还感觉到了庆幸，他想着自己一直没回去，家里应该有人出来找他的吧。然而并没有。林永茂再醒过来已经是月上柳梢头了，浑身酸软的爬起身，揉了揉疼痛不已的脑袋。林永茂一抬头，瞬间嘎的一声，一口气卡在了喉咙里，不上不下的，差点连眼睛都瞪出来了。悠悠的月光下，距离他不远的坟堆上，他死去多年的老爹林大山正呲着牙冲他乐呢。再往周围看去，每座坟堆上都站着或坐着有个人影儿，影影绰绰的，虽然看不清脸，但林永茂就是感觉到他们都在看他。石碑上老爷子见他醒过来，冲他招了招手，阴森森地叫道：你来了。林永茂目光发直地看着老爹，眼前一黑，又昏了过去。他这一昏，墓碑上的林大山突然一阵变化，再次看去，哪儿还有什么老爷子呀，就是只黄白毛皮的老黄鼠狼啊。那些影影绰绰的影子也没了，一只猫儿大小的黄皮子从坟堆后面窜出来，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塞进了林永茂的嘴里。这人竟然是那姑娘的家人，简直差劲。这么弱不禁风，吓一下就过去了，真是白下了一颗难得的丹药。要不咱们把他吓死算了，一了百了。他虽有恶性，但罪不至死，此恶非彼恶，你们要懂得分辨。老祖宗，我们晓得了。他没事了，去村子里吧，那头灵狼说要请我们吃东西，你们去吧，记住莫要伤人。老祖宗离开了，剩下的小黄皮子们瞬间闹腾开了。大白要请他们吃什么？当然是林家老宅的粮食。两支大部队在村口相遇，一灰一黄，悄咪咪地从院墙进了林家老宅。院墙边的大狼狗都已经习惯了，见黄皮子停下了身子盯着他看，自觉地缩到了墙角处，头靠着墙装死。带头的黄皮子扑腾开了厨房的门，四处瞅了瞅，顿时一阵的嫌弃。这家人真穷。是啊。好在他们不挑食，于是如同蝗虫过境般，短短一晚上，老宅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没了。地里刚长出来的菜，地窖里储存起来过冬的粮食，
林永健白天买的肉，前阵子被狼咬死，还没吃完，拿盐给腌上的鸡鸭，就连厨房门口那口大缸里的水一滴没剩。厨房里那唯一的半袋子白面，半袋子大米，领头的黄鼠狼觉得别浪费啊，就指挥几个黄皮子给搬走了。大白给开的门。我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爪子，带走2个麻袋。第二日一早，是林有茂家的那个臭丫头，天杀的林有茂啊！我真是小瞧了他了，我这就去找他，我非一把火烧了那家子黑心干烂肠子的。说着就捡起了墙边的斧头往外走，被2个儿媳妇儿拦着给夺了下来。周氏一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转身就一人给了一巴掌。拦！你们拦着我做啥呢？你有本事呀，就去烧了那家子落魄户呀！一个个窝里反的，好吃懒做的破烂货，我老林家真的是瞎了眼了，娶了你们这些没用的进门呢。哎，行了，看看你那个样子，你跟他们置什么气啊？我什么样子呀？啊，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了，这到头来说两句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你还为他们说话呢？你个老不死的！你说你是不是跟他们有一腿了？林大海没被家里发生的离奇事件吓到，反倒被周氏给气到了，气得他上去就是一脚，气得手都在哆嗦。你个恶妇，真是满嘴喷粪！周氏挨了一脚，愣了愣，突然就炸了。你个造瘟的呀，烂心肝的！我给你生儿育女，伺候你一辈子了，这临老了你还这么对我呢？你为了2个贱蹄子，你这么对我？周氏动作太快，一院子人都被他吓到了。你这个！林大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又气又怒。永福，去村里给我把族老李正找来，我要休了这恶妇！你敢？娘，你别闹了。林永福知道周氏的心里堆积了太多情绪需要宣泄，他看着从地窖回来后就一直阴沉着脸站在一边的林永健，张嘴顿觉得心累。林月兰一样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心里甚至有些不耐烦。蒋家的人一会儿就该过来了，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去镇上买些东西回来。家里空空的，连个招呼人的像样的菜都没有，这不是白白让人看清了吗？周氏发了一通邪火，看看离得远远的林永健，看看躲在屋里的2个孙子，再看看林月兰那一脸的嫌弃，突然就软软的跪坐在了地上。娘，你怎么了？娘，你没事吧？周氏目光呆滞地看着表情不一的一家的人，突然一阵心寒。争什么？怎么争啊？心都不在一块儿，有什么好争的？没事儿，算了吧。怎么能算了？肯定是邻村那贱丫头搞的鬼。小姑说过的，她能驱使狼群，怎么就那么巧？我刚要定亲，家里又遇了难，肯定是她，她就是嫉妒我。周氏闻言冷笑看着他，哼，不算了还能咋整啊？报官呐？那家里少了那么多东西，就这么算了？我是没办法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周氏一撂摊子，家里人就更麻爪了。这要怎么办呢？家里啥吃的都没了。报官，那可是玉珠说连县太爷都害怕的2房的永丰媳妇儿。当家的，这咋办呢？怎么办？能怎么办？要是还想跟那姓蒋的结亲，就去镇上把该买的买回来。另一边，林翠儿表示这个锅呀，他可不背。他这会儿正在厨房给林永茂烧热水呢。林永茂是今天早晨被林永平和林大郎抬回来的，没受什么伤，就是人冻了一夜，身上冰凉冰凉的。刘氏伺候着换衣服，翻来覆去的动作那么大，人都没醒。林初一一上山就发现今天啊，山里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儿。突然林初一耳朵动了动，只见一条黑灰色的野狼蓦地从林子里窜了出来。野狼身上带着斑斑的血迹，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攻击。初一，他受伤了。你们快下山回家吧。那你呢？大伯还没回来呢，我去看看，不用担心我。你们下山护好家里人。林初一给野狼喂了颗归元丹，一人一狼的快速的在山中穿梭。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啊，翻过一座山头，林初一鼻尖嗅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顿时心中一紧。山坳处呢，一片空地上，大白怒目圆睁，浑身紧绷，紧紧地盯着前方啊3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咆哮声。他咧开大嘴，露出尖利的獠牙，鲜血顺着他腹部的毛发一滴滴地落在了地上，极其的刺目，完全没了皮刃的温顺。
他的身后，狼群同样被激发了兽性，眼中赤红一片，喉咙中发出了阴冷的呜咽，弓着身子，一副随时准备攻击的姿态。狼群的中间，鲜血染红了那片空地，10几只野狼趴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不知死活。而那3个被黑衣包裹的人呢，就如同冰冷杀伐的机器，手握长剑，丝毫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去你大爷！林初一远远看到这一幕，顿时怒了，还交个毛线的手啊！赤青色的火焰脱手而出，直冲着其中一个黑衣人的脑袋。3个黑衣人正准备对狼群出手，突然感觉到一股杀气。黑衣人眼神一冷，就见那赤青色的火焰瞬间便蔓延至全身，一阵炽热袭来，黑衣人只觉得身处滚滚的岩浆，仿佛灵魂在被撕裂吞噬，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那声音凄厉刺耳，不似活人。火焰将人吞没，片刻功夫便化作了一堆灰烬。我家狼崽子招你们了！看到他的那一刻，大白气势瞬间一收，小眼神盯着林初一，那叫一个委屈啊！你咋才来呢？他一嚎，后面的狼群也跟着嚎，竟然是有种娃被揍后家长来给找场子的即视感，那声音委屈的呀！同伴瞬间化成了灰烬，另外2个黑衣人眼中闪过震惊和惊惧，猛然转过身，就见个女娃娃一脸杀意地站在他们的面前。2人戒备地看向林初一，不确定刚刚那一幕是不是他动的手脚。我问你们话呢，我家狼崽子招你们了？有灵泉遇温养，山里的野兽多多少少都有点灵性。这么多年，山里的狼群从来没主动下山祸害过人。后来有大白看着，平日里呢，狼群在山里看到人都会主动的避开，更何况这几个人看着就不像好人。2黑衣人对视一眼，眼中杀意一闪而逝，手中长剑一挥，刺向林初一，打算来个先下手为强。林初一眼睛一眯，不退反进，一巴掌就扇了过去。那一巴掌包裹着灵力，石头都能给拍碎的，更别说人了。黑衣人被扇得忽悠一下飞得老远，林初一一个矮身躲开了另一个人的剑。黑衣人只觉得身上一麻，有那么一瞬间身子突然不能动了，紧接着林初一的脚就狠狠地踹上了他的肚子，砰的一声响，黑衣人的身子飞起，重重地撞上山石。这个档口，另一个黑衣人已经站起身来准备跑，林初一稍稍的意外了一下，他那一巴掌并没有留手，那人竟然还能好好的站起来，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他身形一晃就到了那人的身后，那不饶人的模样颇有种某座山头的土匪气息。黑衣人感觉到危险，回头用手去挡，林初一抬手又是一巴掌，黑衣人想躲，却觉得身体一滞，竟然瞬间无法动弹了。林初一的巴掌狠狠地落在了那人的脸上，打烂了黑衣人脸上的面具。哼，我说怎么带着妖气呢？原来真不是人呐！话落，他夺过黑衣人手中的长剑，一剑刺入那人的心脏。另一人起身想逃，林初一手指一弹，一簇火焰从他手上跳脱，飞快地没入那人的身体。黑衣人惨叫一声，瞬间便化成了一地的灰烬。再看地上躺着的尸体，满脸兽类毛发，嘴里2颗獠牙，黑色的袖袍下，右手是人手，左手却是不明兽类的爪子。林初一都看傻了，什么东西？原谅他没见过这么古怪的物种，似人非人，说妖呢也算不上是妖啊。林初一也不再纠结，总归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尘归尘，土归土吧。指尖一弹，一簇赤青色的火焰落在了尸体之上，瞬间就将尸体烧成了灰烬。顺势查看了一下大白，林初一发现他身上的血不是他的，给塞了1颗归元丹，便不再管他去处理那些受伤严重的狼去了。狼群伤亡惨重，几十只狼的身上都带着大小不一的伤。林初一抿着唇，快速给那些还有气息的喂下灵泉水和归元丹，先保住他们的命再说。给狼群处理完伤口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压了压心里的戾气，林初一才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林初一得知那会儿一共有5个人，被狼群合伙弄死了2个。大白带着狼群边打边退，见狼群死伤太重，这才让先前的那只野狼回去找他。突然出现的不明物种让林初一陷入了沉思，上辈子遇到不少妖类，这种半人不妖的还是头一次见。林初一让狼群先找个地方养伤，他则跟着大白找了2具被狼群咬死的尸体，尸体的旁边还有几只没了气息的野狼。林初一叹了口气，将狼的尸体连同那2具不人不妖的怪物一起给烧了。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林中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一人一狼抬头看去，
就见那前方的林子中掀起了一阵气浪。混乱中，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身上背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踉踉跄跄地往这边跑。少年显得有些疲惫，头发凌乱，身上的带伤。小妹妹，这里危险，快跑啊！话音刚落，一群黑衣人便从林中追了出来。林初一皱了皱眉，他发现那些人身上的气息跟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傻站着干什么呢？快跑啊！那些人杀人不眨眼，快走啊！林初一扫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胸前挂着的铜钱剑上停了停。走去哪儿啊？把人往山外引吗？狼群应该还没走远，若是遇到了又是一场厮杀。林初一目光一冷，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先前那些人明显是冲着大白去的。这些人身上血腥味太重，手上应该没少沾染人命，绝对不能放他们出山。大白，不能放他们离开。林初一话音刚落，大白一声长啸，竟是先他一步朝黑衣人们扑了上去。林初一紧跟而上，路过少年时，在他错愕的目光中，林初一一把扯下了他脖子上的铜钱剑。哎我去！周易光顾着震惊去了，脚下一个没注意，狠狠地绊上了一块凸起的山石，连带着身上背着的就一起摔了出去。都来不及去管那人摔得严不严重，周易忙扭头去看林初一，他的铜钱剑呢？那可是他祖传的法器。林初一当然知道那是法器，将灵力注入其中，巴掌大的铜钱剑立马发出淡淡的光芒，口中默念咒语。他伸出手，在虚空中画出了一道繁杂的符文。随着符文成型，另一只手中的铜钱剑不断的震动，发出阵阵的嗡鸣。去，最后一笔完成，林初一手中的铜钱剑嘣的一声凭空升起，由一化十，瞬间变大数倍。穿过虚空的符文后，竟是每一把剑身上都刻上了繁复的符篆。敕令杀！10把闪着金光的铜钱剑带着破人的气势冲向了那群黑衣人，把灭杀咒融进铜钱剑里，高手啊！大白刚扑倒一个，就感觉到一股心悸的力量铺天盖地的而来，吓得一个闪身溜出去10来米远。铜钱剑啊，本就有驱邪化煞的力量，又是法器。里面的力量被林初一激发出来，灭10几个半人半妖的怪物简直是大材小用。轰的一声，10几个黑衣人被掀飞出去，每个人的心脏处都插着一把铜钱剑，在地上不断挣扎扭动着身体，嘴里发出阵阵不似人类的惨叫声，片刻便没了动静。林初一上前，一脚踩住之前被大白扑通的那个黑衣人。你们是什么东西？来这里做什么？问不出来的，这些家伙没舌头，说不了话。周易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地上爬了起来，找到一个黑衣人，将那把又变回手掌大的铜钱剑给拔了出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挂回自己脖子上。林初一看他一眼，伸手捏住了黑衣人的下巴，使劲往下一带，咔吧一声，黑衣人的下巴就被他给卸了下来，听得周易一阵头皮发麻。果然没舌头。林初一撇了撇嘴，随即一脚踩在那人的胸口，硬生生的将人给踩断了气。周易咽了咽口水，往后退了一步，就见林初一目光悠悠地看着他，那只体型跟只老虎般的黑狼也目光不善地往这边靠近。你也没舌头？哎呀，有，我当然有啊。林初一的意思是，有舌头你就给解释一下，你要是不说，那你的舌头就和地上躺着的那几个一样，别要了。明明看着就8、9岁的孩子，那一身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不会是什么返老归童的老怪物吧？在下周易，是鬼谷门大长老齐苍敏座下的首席大弟子。林初一瞥了他一眼，我管你是谁的大弟子呢，我就想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周易显然是看懂了，又冲林初一抱了抱拳。前辈，这些是血煞阁饲养出来的妖人。妖人？是啊，前辈，血煞阁私下里猎杀妖类和一些开了智的山精野怪，再用邪术炼化，将妖的血脉融入到人的体内，然后人就有了妖的力量。这些只是活下来的半成品，拥有妖的一部分特征，却没有妖的力量。哦，原来如此呢。走吧，该回去了。哎，前辈，不是，你难道就不好奇地问一问那些成品怎么样了？我今年8岁。林初一白了他一眼，吐出这句话后带着大白离开。周易瞪大眼睛，啥？才8岁？哎，你真是个小孩？不是年纪大本事就大的，弱鸡就是弱鸡，小的时候是小弱鸡，长大了就叫老弱鸡了。
空有法器不知道用，不是弱鸡就是傻逼。周易惊讶完，又仔细打量林初一。周易猜测，会不会是山里某个隐士高人的徒弟？哎，小丫头，方便告诉我一下你师父是谁吗？大白见状回头呲了呲牙，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周易心中一动，这还真是只灵兽啊！我师父是谁不重要，你再不救他就该没气了。我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的。小丫头，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能不能帮忙先把他安置一下？可以。于是林初一就将俩人带到了狼群聚集地。大白他们找到马蜂窝的那个山洞，周易看着四周紧紧地盯着他的狼群，嘴角一阵抽搐。小丫头，咱们怎么说都是同道中人，就没有人能住的地方？暂时没有，你们先待在这儿吧，只要不离开山洞范围，他们就不会攻击你的。我明天早上会过来，山洞里有草药的，你先给他止止血吧。扔下这句话，林初一就带着大白离开了。周易无语，简直想抬手抽自己俩嘴巴子。你他妈是没长腿出不了山吗？扫了一圈，虎视眈眈盯着他的狼群，又看了眼气息微弱的男人，叹了口气。唉，算了，谁叫我有所求呢？周易发现这里的狼都多少有些灵性，虽然比不上那只叫做大白的黑狼，但似乎多少能听得懂人言。另一边，林初一带着大白出了山，一路狂奔。下山时太阳已经落了。娘，我回来了。初一，你有没有受伤？娘，我没事，一点伤都没有的，就是衣服刮破了口子，还得你待会儿给我补一下呢。姐，二姐，你没事吧？初一呀，到底出啥事儿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是不是遇到妖怪了？老太太在山下住了大半辈子，也不知道山里有那么多妖怪。娘，你们别担心，是大白带着狼群跟人打架来着，我没动手。坐在门口舔舐毛发的大白不乐意地白了他一眼。那一巴掌都把人给扇飞了，那还叫没动手？尸体都是你给烧没的，哼！大白没受伤吧？大白呜呜两声，温顺地趴在了地上。听听，就这句听着还像是个人话。初一，那些狼是不是受伤了？我都给他们包扎好了。听到是狼打架，众人的一颗心才放回了肚子里。那伤得怎么样啊？用不用给请个大夫啥的？奶，哪个大夫敢给一群狼包扎伤口啊？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的。马老太让陈氏和刘氏去做饭，他则拉着林初一去了他的屋子。路过林永茂，林初一挑了挑眉：大伯，冷就多穿衣服呀，你抖什么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穿衣服。你这孩子吓你大伯做什么？初一呀，你告诉奶，真的是大白跟人打起来了？想也知道，真是那么简单，林初一不会让他们躲起来。初一，娘和你奶没你那么大的本事，你要是觉得有些事儿没有必要跟我们说，那就不要说，娘和你奶不问。林初一无奈，他娘这是以退为进呢。得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说以后他们娘俩就该生分了。娘奶，不是我不跟你们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其实我也没有弄清楚呢。我赶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在围杀狼群，死了不少呢。狼群里面有一半都受了伤的，那些人被我拦下后就逃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是怕他们下山才让你们躲起来的。会不会有啥危险呢？咱这住的离山这么近，要不然去镇上买处宅子吧。这行啊？不要，我自有办法。今天是突发事件，一会儿他就在家里布下阵法，空间还有个石头人呢。在灵泉池里泡了那么久，石头人最近身上多了些灵气，让他守在家门口，关键时刻总能派得上用场。敢不听话，分分钟让他变成一堆石头渣子。不过奶，买房子是好事呢，若是有适合的买下来也行。林初一又给马老太留下2颗人参，便出去布置了。明天要进山，晚上还要炼丹，先把家里的安全问题解决了，免得夜长梦多。众人就见林初一小小的身影在家里四处折腾，墙上角落里院中的石桌底下全是一串串莫名其妙的符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见林初一一脸严肃的表情，他们也不敢随便上前问。我在家里布了阵法，那些符文你们不要乱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他这么一说，众人心头一震。阵法？哎呀妈，这一听就高大上呀！咱家竟然都用上那么牛逼哄哄的东西了。夜里，林初一趁着方兰和林少泽熟睡之际进了空间。他现在需要大量的归元丹，瞥了眼从他进来后就趴在池子里装死的石头人，没做搭理，直接去了丹炉旁，将归元丹要用到的10几种药材准备齐全。林初一坐下身，凝神静气。炼丹的过程枯燥乏味，极其耗费心神。将需要的丹药全部炼制完，林初一往嘴里塞了一颗新鲜出炉的地灵丹，感受着体内逐渐充裕的灵气。他眯了眯眼，就地往后一躺，可累死他了。收拾好一切，林初一想要出空间时，发现灵泉池方向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看，应该说是盯着他手里装着丹药的袋子看。想要啊？石头人僵硬的点头。林初一笑了，也不是不可以。本来还想着怎么把石头人给忽悠出去帮他们看门，这下行了，有所求就好，有所求才会听话。于是林家院子里多了一块镇宅的大石头，圆滚滚的半人高，有4肢没有手脚，有脑袋却没有五官，远远看着就像是一个人抱着肚子蹲在树边一样。二姐，我怎么看着这么瘆人呢？会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初一呀，你在哪儿找的这块石头？山上，昨天看到的，给搬回来镇宅子。这东西它真能镇宅？天知他们一大早看到林初一扛着一块石头进门的时候有多惊悚啊！尽管知道林初一不一般，可看着一个软萌软萌的小丫头啊，扛着一块200多斤的石头打跟前儿悠哉悠哉的走过时，那是真辣眼睛啊！能，保证能。三叔，你见过长得跟人一样的石头？这块是70呢，要是放到镇上的铺子里，一摆出来，还不得被人抢疯了？林永平瞠目结舌，应该是吓疯了吧？这东西摆在家里，别说2个小的了，就是他看着都觉得瘆得慌啊，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啊。林初一吃完早饭就去山上了，到了狼群所在的山洞外，有打斗的声音，距离挺远。难道又是那些黑衣人？老子好歹也救了你一次，你他妈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我就问几个问题，用得着这么拼死拼活吗？男人显然有些魔怔了，身上的伤得不轻，眼里赤红一片，就是一味的进攻，咬着牙，一脸的狰狞。周易不敢下重手，怕将好不容易救下来的人再给弄死了，左闪右避，试图将人给骂醒。在2人周围啊，狼群兴致勃勃地扎堆蹲在一起，颇有种围观看热闹的架势。那男人之前本就受了伤，估计是把周易当成了敌人，这才拼命想弄死他。见一时半会儿啊伤不了对方，他有些急躁，举着黑刺卯足了劲儿，就想给周易来个狠的。林初一等了一会儿，四处找了找，捡起一块顺眼的石头，悄无声息地靠了过去，全力一招被周易躲开，脸色苍白，脚下一个踉跄，身形还未站稳，林初一一石头就上去了，砰的一声，缓缓倒地。哎，我去，累死爷了！他想杀你呢，你还留着他做什么？我想从他身上知道点事儿。他是从血煞阁里逃出来的。那你还真挺不容易的。靠近了看才知道啊，这人身上不是蛊就是毒，能背着人一路躲进大山，眼前这个少年的确有2下子。哎，有吃的吗？不得不说，林初一留下的草药还真挺好使的，才过了1夜人就能跑了。要不是有点手段啊，这会儿躺下的就该是他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周易郁闷，果然血煞阁出来的就没一个好人呢。林初一瞥了他一眼，见他是真起不来了，便去打了3只野鸡回来。清理过后，周易已经燃起了火堆，将野鸡架在火上烤。喂，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周易，昨天已经跟你介绍过了，我师出鬼谷门。你呢？我看你修为不错，你师傅应该老牛逼了吧？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前辈，有空我一定得去拜会一下。林初一却没有回他的话茬，他盯着周易仔细地看，眼神有些微妙。周易被他看得不自在。我脸上有东西？忽然他眼睛一亮。我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啊？
林初一却是收回了目光，冷不丁开口问道：意识的话，你在说什么呢？也是滑下来的。周易脸上蓦然一变，盯着林初一看了许久。我说怎么感觉你分外亲切，原来是老乡啊！哎，你也从地球来的？我跟你说，我以前叫杨过，长得那叫一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哎呀，可惜啊，红颜多薄命，欠的风流债太多，最后只能将命赔下。说完，他还深深地叹了口气。林初一跟看智障一样看着他，抿着唇不语。周易半天没听到他开口。啊，你不信啊？林初一直翻白眼儿。我看你像羊羔子呢。嘿嘿，开个玩笑嘛。你真的也是滑下来的？林初一点头。不过我一直跟着师傅在深山里修行，不怎么出事。难怪身手这么好。我8岁那年就是先天武者，以为自己够妖孽了。哎，没想到啊，没想到。带着前世的记忆拆穿，2岁那年被人抢去当徒弟，周易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来着。林初一想了想，先天武者就是炼气期。我弟弟今年7岁，也是炼气期。周易瞪着眼，缓缓地捂住心脏，显然被打击到了。我上一世叫顾七月，这一世叫林初一，是个普通山村里的孩子。我上一世也叫周易，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跟着个老道士学了点道术。高中离开孤儿院后啊，一直靠着给人算命看风水吃饭。高考过后，体检查出来癌症，没钱治，一直拖到大2。说到这儿，周易就没了声音，看着柴火烧的噼里啪啦作响，眼中一片沉静。若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死之前他都没能再见那老骗子一眼。林初一没打断他，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这一世啊，家里条件挺好，爹是朝廷命官，爷爷呢是退下来的3朝元老，就是娘死的早了点。当时那老头带我走的时候啊，说了让我16岁回家，不过半年前他莫名其妙失踪，我和鬼谷门的门主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找不到他。后来鬼谷3长老也相继失踪，门主派出的人发现3长老失踪时周围有血煞阁的人出没，就一直沿着血煞阁这条线索调查。那个男的本来是那些黑衣人的领头人，我跟了他们7天，发现他想要脱离那些黑衣人，就出手帮了他一把。谁知道中途被那些怪物发现了，他身上被人下了蛊毒，要不是我出手啊，早死了。你是说那些黑衣怪物在这座山里面转了很久？是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对了，你家那只叫大白的黑狼，你最好给看好了，要是落在那些人手里啊，还不如你杀了吃肉呢。周易之前说过，血煞阁的人在四处寻找妖物和开了智的山精野怪。这么说来，有那些人在，大白的确是危险的，不止他，狼群估计也会被盯上。至于那些人在山里找什么，他想应该是他空间里的那小半块灵泉玉，否则他真想不到山里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一帮有目的性的家伙们花那么长时间寻找的。话说开了后，两个人对彼此都没了警惕感。周易将2只野鸡吃完的功夫，那被林初一一石头砸晕的男人终于悠悠地醒了过来。你们是谁啊？快放开我！哟，你能说话呀？我还以为你跟那些不人不鬼的怪物一样没舌头呢。你在说什么？你们到底是谁啊？周易觉得自己是不是救了个傻子呀？他妈的，要么不吭一声跟他玩命，要么一开口就是那一句。几番下来，他也有了火气。我是你爹，不然怎么会冒着那么大危险救你？我杀了你！来，你杀我！你杀我呀！我要是缩一下脑袋，我给你磕个头，给你当孙子！男人气怒，咆哮着，使劲扭动着身体，跟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般。只是他一使劲，伤口就再次裂开，鲜血直往外冒。周易担心再将人给气死了得不偿失。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先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林初一又瞄上了被他丢在一旁的那块石头。不是，让他情绪稳定点儿，不是让他昏过去。林初一看他半晌，突然福至心灵，紧接着就从怀里摸出了一颗玉黄色的丹药。要不给他试试这个？林初一话音未落，周易就把丹药给拿了过去，也不问问是什么作用，直接就强行的给塞进了嘴里。
动作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你都不问问什么作用的吗？什么作用？林初一默然无语。嘿嘿，没事儿，反正不是我吃。周易猛地后退一步，都傻了。你给他吃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成驴了呢？灵验丹的另一个版本，没什么副作用。等它好完了，你该问什么就问什么，不妨碍的。这种丹药啊，比较鸡肋，能够消耗人的精力，却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也是药材刚好剩下那么几种，林初一才顺带给炼了出来。本来想着送给马老太，林永茂要是再犯浑，就给他喂一颗。好吧，周易彻底服了，至少他就整不出来这种古怪的东西。哎，上辈子死得早啊，修为不到家。普通人生老病死，乃是人生的自然定律。我挺好奇的，上一世你没踏进炼气期吗？毕竟很少有听说修者是死于癌症的。别提了，那老骗子教的都是些命理学和鬼画符，临走扔给我一本破书，说照着练就能天下无敌。我这一世拜了师才知道，那他妈就是一本入门级别的修炼功法。也不见得呢。林初一瞥了眼周易脖子上挂着的铜钱剑，那把本命剑呀，一般的修士应该练不出来。这也是老骗子送的，不知道怎么就跟着我过来了。原本只是一枚铜钱，随着我长大1年，铜钱就多1枚，至今为止已经15枚了。哎，对了，你上辈子怎么死的？雷劈的，渡劫失败了。周易心里不得劲儿，上一世看了那么多穿越小说，得癌症穿越的还真罕见。听听人家渡劫失败，多高大上啊！林初一不知道周易心里瞬间不着调起来了。上一世他不怎么出山，从记事起呢就一直跟着师傅修行。相比现在，他的过去其实没什么出彩的。两人谈话中，男人那如同被踩了尾巴的驴叫声终于逐渐小了下来，大口喘着粗气。虽然浑身无力，但不妨碍他看着林初一两人的目光充满了不善。周易不知道什么时候捡了颗小石头握在了手里，在男人面前一晃，得意地笑了笑。哼，小爷我最喜欢嘴硬的，你不说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刚刚那颗药丸是小惩罚，我手里这颗可不一样了啊，吃下去绝对能让你欲生欲死。林初一实在是看不下周易脸上那种欠揍的表情，也难怪人家拼了命想弄死他。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座山里面做什么的？我叫丁岩，我只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好好回答，我们不会为难你。你是血煞阁的人？是。你们在山里找什么？上面下的命令，让我们在山里找一个带着强大力量的东西。什么东西呀？林初一目光闪了闪，果然不出他所料。不知道，我对那个没兴趣，我只想借着这次机会逃离血煞阁。你应该知道自己身上什么情况，若不是我3番2次出手救你，你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缓解你身上的蛊毒。你们血煞阁最近有没有对鬼谷门的人出手？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是那些人的领头吗？你会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总归我们救了你，难道你的一条命还不值血煞阁的一个秘密吗？我真的不知道。血煞阁分为2个势力，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在明面上的势力是个杀手组织，组织里的人有一半不是正常人。至于血煞阁暗中的势力，说到这儿，丁岩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恨意，缓缓地吐出4个字：触不可及。没人知道血煞阁暗中的势力盘踞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对你口中的鬼谷门动手，但他们近1年确实在搜集各个神秘门派的资料。周易眸中闪过一抹寒光，他已经能够确定他师父和2长老被血煞阁的人暗算了，大有可能他们此刻就在血煞阁的老巢。要给你那个什么门主送个信吗？唉，都是些没用的，找不到血煞阁暗中的势力，就算知道他们在那儿也无济于事啊。看样子你跟血煞阁的人有仇呢，但我没兴趣知道你的事情。我想知道这山里面还有多少你们的人。我带来的人都被你们杀了，如果没有其他人进山，应该没有了。丁岩受了伤，又跟周易动了半天手，此刻有些虚弱，脸色苍白，衬托着胳膊上黑色的符文，更加让人不适。
没有问到有用的东西，周易有些丧气。林初一给了周易一颗归元丹，让他自己看着办。他救的人要怎么样，他自己决定。周易悠悠地瞪了人看了半天，最后还是将人给放了。走吧走吧，你身上的蛊毒被我压制住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江湖再见。丁岩手里握着的那颗归元丹，看了两人一眼，虚弱地站起身。多谢，你们很厉害，但还不足以跟血煞阁硬碰硬，他们都是些疯子，我劝你们遇到了还是躲得越远越好。丢下这句，丁岩不再逗留，一步一跛地离开了两人的视线。切，说的都是些废话。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先回京城吧。下山前，林初一去看了一下狼群的状态，那几只伤势严重的已经能站起来走动了。他把大白留了下来，让他如果发现了什么状况，就回去告知他一声。马老太正在门口练太极拳，见林初一带了个半大的小子回来。初一，你这是从哪儿捡回来的小乞丐？嘿，奶，我叫周易，是初一的朋友。初一的朋友，还直接叫奶？奶，他在山里迷路了，在咱们家待一晚上，明天一早就离开。这还得待一晚？马奶奶，你练的这一套拳法柔中带刚，厉害啊，看着跟世外高人一样。其实周易早看出来了，马老太练的是太极拳，不过林初一教的太极拳还是有点东西的，就是老太太年纪有些大了，应该是也没练多久，身上没什么灵气，有些动作还不到位，纯属养生了。家里除了大房林有茂和刘氏，个个比马老太厉害。马老太练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夸她，顿时乐了。哎呦，几个小的折腾出来的，练得玩的，一把年纪喽，强身健体呀。谁说您老了？马奶奶看着可年轻着呢，我见过不少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她们可都没您那股精气神呢。哎呦，周小子呀，厨房烧了热水，你去洗洗，晚上奶给你做红烧蹄膀，做糖醋排骨，看这小身子骨，可怜的哟，还没有咱家大郎壮实呢。傍晚，林永新和两个小的回来，发现家里多了个陌生人，还挺稀奇。他们家多久没来过人了？不过都不是会聊天的。林永新冲周易抱了抱拳，打了声招呼就进了屋。林少则冲人点点头，也进屋了。倒是林家宝话比较多，周易又是个自来熟的，没一会儿啊，一大一小就混熟了。林家宝带着周易在房子周围一阵的乱逛，除了林初一交代的事情没说出去，就连大白能捉兔子都显摆了一把。围观了一圈，周易还是对林初一布下的阵法比较感兴趣，屋里屋外瞎转悠。周易兴致勃勃地试图寻找阵眼，最后他的目光放在了院子中间的那块造型怪异的石头上。好浓郁的灵气啊，这块石头不一般呢。哎，有啥不一般的，就长得奇怪了些，家里孩子们觉得稀奇，就给运回来了。别在那儿乱转了，你再转也转不出个花来，快洗手吃饭吧。哎，好嘞，奶。饭菜上桌，周易已经跟家里几个孩子打成一片了，毕竟比人多活了一辈子，哪方面的话都能张口就来，也就是没有酒，不然高低得和他们喝一个。林初一没有跟家里人介绍周易的身份，周易便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是多个吃饭的人，虽然不认识，可周易性子开朗，又一副自来熟的模样，一顿饭吃的倒是和和气气的。晚上，马老太安排周易睡在了林永新那屋。第二天一早，周易是跟着林永新三人离开的。血煞阁的妖人给了林初一启示，既然血煞阁可以养妖人，那他是不是可以养妖怪呢？他走的绝对是正道。兽类是如何修炼的？记得有本手札上记载过，兽类修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拜月，第二种寻药炼丹，就是修内丹。林初一是不会让狼群去集体拜月的，那个场面太滑稽了，原谅他不能想象啊。他是没有灵药，但他有地灵丹呀，那可比灵药的效果好上数十倍不止。林初一当即决定大量种植地灵丹需要的药材，说干就干。趁着天还早，林初一又去了趟山谷，空间里的药田又开辟出了一块。林初一将那些以前看不上的草药苗都给移植了进去，望着一大片灌溉好的草药，林初一心情愉悦。
跟大白商量了一下，林初一先给狼群喂下了灵验丹，然后从中挑选资质最好的供应地灵丹，等时候到了再喂一颗洗髓丹，剩下的能到什么程度就看他们自己了。大白剩下的那半颗洗髓丹，前些日子已经让他吞下去了。事实证明，洗髓丹的效果很强，但受到的痛苦也极大。大白是自小跟在林初一身边，每天喝着灵泉水，才能撑过那洗髓丹带来的痛苦。山里有黄皮子盯着，这几日也没再发现有外人出没。林初一去了镇上一趟，定制了一些巴掌大的小瓷瓶，专门用来装丹药。为免麻烦，他特意避开了大房开的瓷器铺子。所以当林永健知道林初一花了10两银子从他的隔壁的瓷器铺定制了一堆瓶子时，气得将正在吃饭的锅都给摔了。一个赔钱货，竟然一次花了家里那么多银子。大伯，你说二奶奶她知道吗？说是订了100多个上等品质的瓷瓶，3天后送去林家村山脚下，到了就提林永新的名字。林永健阴沉着脸，既然说了送去山脚下，那自然是知道的。二奶奶家怎么会突然这么有钱了？林月兰撇了撇嘴，满嘴的酸味儿。林初一不知道自己从瓷器铺出来被林月兰看到了，估计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往心里去。就是不买你们家东西怎么了？就是有钱，就是不给你们赚。你怎么又来啦？周易喘匀了气，头发凌乱，眼圈乌青，也不知道多久没睡了，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得很。发生什么事了？马老太纳闷，这走了几天的人咋又回来了？正好家里做了饭，我再烧个汤，中午就凑合着先吃点儿，晚上再给你做好吃的啊。马老太对周易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小子嘴甜会哄人，能看得出来啊，不是寻常家的孩子，却是没有富贵人家的那身架子。先别吃饭了，出大事了。马老太一瞧立马不高兴了，刚刚还在心里夸来着，咋的慌头慌脑的，出嘛事儿了？往东100多里地外有个活死人村，那里有2只老鬼要成煞了。他这话一出，院子里的人都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一脸困惑地看着他。啥？什么活死人村呐？什么老鬼呀？你确定？我骗你干什么呀？我追着那个叫丁岩的去的。丁岩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上次救的那个男人。说重点，跟我来。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回京城了吗？怎么又遇到丁岩啦？就是打算回京的，我从镇上买了匹马，结果在马市啊就碰到丁岩了。虽然他乔装过，但他身上那种气息太独特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好浓郁的血煞气呀，这也太邪性了。小哥哥，你在找什么呢？这他妈是遇到鬼了呀！小哥哥，你要去哪儿啊？老子去哪儿跟你有毛关系啊？给我让开！这不是鬼吗？怎么道家的符箓对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嘿嘿，没用的，我是受人供奉的神灵，你伤害不了我的。我去，这什么玩意儿？我说了，我是神灵，区区人类，你是伤不到我的。哥哥，陪我们玩吧。陪你们玩啊？我玩你大爷！3道黄符齐齐甩出，周易转身就跑。他刚跑了几步，顿觉周身气息一变，数不清的鬼影在他身边穿梭，凄厉地嚎叫着：“救救我们！我们忏悔，我们错了，快救救我们！”雾气里不知道藏了多少阴魂，斩杀一个，另一个立马就会扑上来。周易心中隐隐有些急切，慢慢后退之际，他突然撞到了一个人。谁？下意识回头看去，分神间，周易只觉得左胳膊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随即从他身侧刺来一柄黑漆漆的短刺，咬住周易胳膊的阴魂发出一声撕裂般的惨叫，随即化成了一股阴气，融入浓郁的血雾里。丁岩不是消失了，他比周易来得早，直接就奔着浓雾来了。看到周易，丁岩也很是诧异。小心点，这雾的中心有一间小庙，里面供奉着2个小娃娃，很是阴邪。那2个鬼东西到底什么来历啊？道家正统的符箓竟然都对他们没有作用。鬼魂越聚越多，村里也就那么几十户，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阴魂，而且这些鬼魂似乎是凝而不散，斩杀了没多大一会儿又会重新凝聚起来，
这让两人渐渐有些吃力。哎，我说，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好端端的来喂鬼吗？他话音刚落，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丁岩手臂上的黑色符文闪耀了一下，似乎是在吸收周围的阴气。周以为自己看错了，猛然扭过头去。恰在此时，一股劲风袭来，他后背狠狠地挨了一下，还没看到丁岩的影子，身体便腾空而起，朝前飞去。去找那天那个小姑娘，这里有2个鬼童要成煞了，要是让他们出去，这方圆百里都会跟着遭殃。周易落地后眼前一黑，差点吐出一口老血，可见丁岩那飞起一脚的力度之大，姿势之潇洒。周易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身，没被鬼弄死啊，差点被丁岩一脚给踹走了。鬼童子吗？浓雾里面真的是鬼吗？不开阴眼也能看得到？哥们儿天生阴阳眼，上辈子是，这辈子也是。林初一默然，他有天地灵火护身，自然是不怕去个鬼村走一趟。你这一来一回耽误了这么久呢，丁爷能撑到我们去吗？不知道啊，但那家伙1天1夜没吃东西都没饿着，还有他那身古怪的符文，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邪修的一类，能够吸收鬼物身上的阴气。娘奶三叔三婶，你们干嘛呢？偷听被发现，众人面上一阵讪讪。初一呀，你们聊什么呢？饭菜都好了，要不吃完再聊。娘奶，饭就不吃了，我得离开几天去救人。一定要去吗？去哪儿啊？那不行，你都没有离过家，还得去几天，有没有危险呢？奶，事情该听的你们应该都听到了。修行之人这件事情，我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就一定得走一趟的。我也是修行之人，带上我。我比家宝厉害，我去。去什么去呀？都老实的给我在家待着。娘，你放心，我是有把握才会去的。事情已经出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村子里的东西真要是出来了，总有一天会祸害到我们这里，那到时候想要铲除他们就不容易了。娘，你们放心，3天后我一定会回来的。好，娘让你去，说好了3天，要是3天后你没有回来，娘就带着你弟弟去找你。好。这咋的？有事想不管还不成了？果然鱼跟熊掌不能兼得。以后别乱叫那4个字的词了。哦，饭都好了，吃完再去吧。对，吃饭，吃完饭再去。咱们路上快点，不差这一口。周易心中呐喊，能不能先让他吃口热乎的呀？一顿饭匆匆吃完，在方兰和马老太揪心的目光中，林初一和周易坐上了刘二住的牛车。林初一跟方兰要了将军府的玉佩，要赶路得有马，哪里有好马？当然是衙门。马匹狂奔，紧赶慢赶，到了村子外面，天还是黑了。林初一在前方开路，有行尸阻拦就一巴掌拍飞。在后方的鬼物追来前，2人终是险险地出了村子，又往前跑了一段路，这才敢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就见追赶他们的鬼物和村民突然停住了，似乎是村口有什么禁制，让他们不能离开村子。周易召回了铜钱剑，将丁岩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被刚刚惊险的一幕吓的。林初一也累得不轻。哇，你胳膊上的阴毒再不处理，那条胳膊就不能要了。需要帮忙吗？没事儿，我自己能行。死不了了，就是这几日不能调动真气。你能活到现在还挺不容易的，心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被鬼咬了一口都不放在心上。我那是急着救人，再说之前不疼不痒的，我都快给忘了。2人各自休息了一会儿，这才有精力去查看被周易跟扔死狗一样扔在一边的丁岩。这家伙被那么多鬼围攻都没死，真乃神人啊！林初一搭上了丁岩的脉，将一丝灵气探进了他的体内，内伤不重，吃了归元丹后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一身的阴气太过浓郁，跟村子里的鬼也差不多。林初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撑到现在的，
想起周易先前所说，他将目光放到了丁岩裸露在外的胳膊上。这是鬼纹？什么鬼纹啊？我曾看过一本破损的手札，上面记载着与阴界交流的文字，那种文字跟他手臂上的很相似。你说的是舔纹吧？丁岩身上的鬼纹应该不是随便纹上去的，林初一也不大懂。周易用手指戳了戳丁岩腰间插着的黑刺，上面突然闪过丝丝黑气，隐约中有个鬼头冒了出来，又快速的缩了回去。这应该是千年阴魂木所做的鬼器啊！这家伙该不会是黑无常吧？你师父告诉你黑白无常长这样？周易也就这么一说，丁岩要是黑无常，还能被一群鬼给弄成这样？我跟着老骗子才多久啊？很多东西都是我这辈子摸索出来的。还是等他醒了再说吧，他胳膊上的鬼纹正在吸收他体内的阴气呢，应该要不了天亮人就能醒了。往嘴里扔了颗地灵丹，林初一找了个地方靠着。今晚消耗不小，先休息一会儿，谁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儿。你醒啦？看到林初一，丁岩意外了一下。谢谢，你们又救了我一次。喝点水吧。你让周易去找我，应该不是临时起意。说说看吧，你找我来的目的，还有你来这里的目的。丁岩沉默了，心中有疑，不知道该不该将事情说出来。我希望你犹豫的原因，是因为怕把我们卷进这件事而愧疚。好歹我们救了你，有些话还是说清楚的好。你要是不说，我可有的是办法毁了这里。道家正统你知道吗？祖师爷王文清你知道吗？老牛逼了，我告诉你。还有上次那个一吃你就叫，怎么的？你还想再来一颗？林初一嘴角抽了又抽，什么一吃你就叫？怎么什么东西到了周易那儿都带了一股满满的二货气息呢？我体内有个鬼骨，需要不停地吸收鬼物的阴煞之气。你是邪修？丁岩深吸了一口气，随即缓缓摇头。我是从棺材里出生的人。至于家在什么地方，丁岩早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5岁时，一个身穿黑袍、看不清容貌的男人进了他们的村子，一夜之间，全村的人都丧了命，包括他的亲人。黑袍男人缓缓向他逼近，丁岩挣扎不过，最终被带走。他的噩梦也由此开始，他就像是个实验品，被黑袍男人无数次的折磨，以完成他种种阴邪变态的想法。刚开始是在他身上种蛊，各种各样的蛊，但后来因为受不住他身上的阴气慢慢死去。黑袍男人气怒之下，差点将丁岩掐死。他被鞭子抽得满身是伤，扔进了血池之内。黑袍男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要用他的血来养鬼。丁岩整日被泡在血池之内，被阴魂上身，魂魄不稳，每日浑浑噩噩。后来等到丁岩大一些，黑袍人大笑着说他想到了一个伟大的主意，随即拿出了一把寒气逼人的匕首，在丁岩胳膊上刻下了那些古怪的符文，一刀一刀深入骨头。丁岩再次恢复意识后，体内已经被种下了鬼蛊。丁岩又被扔进了血池，也是打那时起，他发现自己可以吸收周围的阴气。随着我吸收的阴气越多，鬼蛊也越来越成熟。这些年来，我一边为血煞阁卖命，一边暗中寻找克制鬼蛊的办法。可能是那个人觉得我身中鬼蛊无处可逃，近1年多的时间，他不再派人随时监视我，这才让我找到了机会逃走。其实说是逃走，丁岩确实知道，鬼蛊存在他体内一天，他就还在那个人的掌控中。既然鬼蛊是随着你不断吸收阴气成长，那你不吸收那些阴邪的力量不就行了？我试过。丁岩苦笑了一声，眼神黯淡一片。我今年不过19，便是你们看到的这副鬼样子。没有阴气，鬼蛊就会蚕食你的寿命。丁岩点了点头，周易心中默然。那你来这鬼村做什么？是想将村子里的阴气全吸收了，让体内的阴蛊出生，然后跟他拼个你死我活？这把鬼修用过的鬼器，我无意间得到的，这里面有只很强的阴魂，我发现它能压制我体内的鬼蛊，也能吞噬我体内的阴气。我想用它把我体内的鬼蛊吞噬掉，只是里面的阴魂受了伤，现在还不足以跟鬼蛊抗衡。我试过，吞噬鬼物能让它慢慢恢复，道行越高，它恢复的就越快。我去，
吞噬鬼骨是要引那只鬼上你身吧？你就不怕它占了你的身体？鬼骨一旦种下，只有从我身上破体而出这一个可能，只是早一时晚一时的事情。我现在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有这一个，我还有仇未报，我不想死，什么办法我都想试试。成功了，我捡回一条命；哪怕失败了，我也毁了那个人的计划。好，有气魄，我帮你。能给血煞阁添堵的事儿，他还是乐意做的，但他短时间内不能动用修为，要帮忙还得靠林初一啊。林初一倒是没有什么想法，见周易看他，沉默着点了点头。丁岩目光闪了闪，不管周易和林初一帮他的目的是什么，这可能是他至今为止唯一感受到过的暖意了。多谢，若是我撑过这次，待我报了仇，我这条命就是你们的；若是我没撑过，你们就一把火烧了我的尸体。如果有可能，就连我的魂魄也一起灭了吧。就算死，他也不想给那个人一丝掌握他的机会。周易和林初一对视一眼，俩人皆是心头一震。此时此刻才感受到丁岩以往遭受到的那种求生无门、求死无能的无力感。既然决定了帮，三人短暂的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商量接下来的事情。这座村子的深处藏着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要成煞的应该就是它了。这村子的后面有个小庙，庙里供奉着2个小娃娃，被我收了一个，另一个逃掉了。我在血雾里找到了那座小庙，恍惚中看到一团血红色影子从地面钻出来，紧接着后背被一股暴躁的力量撞击了一下，人就昏了过去。昏了这么久都没被饿死，你是铁打的吧？我体质特殊，待在有阴气的地方，可以一直不吃不喝。周易瞪大眼睛，真他妈妖孽！这是鬼修的修炼法门，跟你修道一样，修士闭关突破的时候是辟谷的状态。这个村子的由来你知道吗？不知道，血煞阁发现这座村子时，这里已经成了鬼村。我们休息一下吧，把该准备的准备好，趁着正午阳气最足的时候进村。虽然正是正午时分，但整个村子还是鬼气森森的。经过祠堂时，看着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周易看林初一的眼神都不对劲儿了。昨天晚上光顾着跑，听到后面那么大的动静，还以为是林初一跟那些鬼东西动上手了。原来这丫头是把人家房子给毁了，难怪那些鬼孩子玩了命的想弄死他们，这也太暴力了。你们有没有发现阴气越来越重了？这是血煞之气，看来那东西已经成了气候，这里的血煞气息浓郁的都要化成实质的了。姐姐，陪我们玩吧。林初一甩了甩手里的桃木枝，突然高高跃起，抽在虚空之上。一声野兽般的惨叫声中，一个5、6岁大的女孩虚影扭曲着往后飞去，刚想隐匿进浓雾中，林初一闪身而上，举起桃木枝又狠狠地给了一下。女孩又是一声惨叫，浑身直冒阴气。这他妈就是个鬼窟啊！喂，初一，林初一，你还顶得住吗？林初一从刚才就离开了俩人的视线，半天没听到动静。周易有些担心，我没事，你们2个撑住了，我去把庙里的东西给灭了。灵火开路，他很轻易的就找到了那座小庙，二话不说直接放火烧，天地灵火能焚烧一切。林初一眯着眼死死盯着小庙，火焰升腾中，一团血红色的影子尖笑着窜了出来，朝着林初一撞去。林初一闪身躲开，一枝条抽下没抽到，血红色的影子落在了地上，身上包裹着一层血煞之气，眼中冒着幽幽的光，怨恨、不甘、杀戮。这东西就跟丁岩所说的一样，要成煞了。林初一目光闪了闪，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真要成了煞，当真是个祸害。敕令，天兵上行，灭魂！鬼婴仰面倒地，金色的符文印在他的身上，血煞之气不断翻滚，声音痛苦凄惨。来，姐姐陪你们玩。手中的桃木枝毫不留情地抽在了那些鬼婴的身上，打的那些鬼婴一阵的吱吱乱叫，鬼哭狼嚎。这当口，丁岩和周易解决了那些村民的鬼魂，也赶了过来。浓雾一散，那些鬼物的战斗力似乎都下降了不少。鬼娃娃的声音从凄厉到凄惨，眼神从怨毒到惊惧，想逃无门。
周围没被灭掉的几个鬼婴也不攻击人了，连连后退，挤在一起瑟瑟发抖。一旁的丁岩和周易都看不下去了，太凶残了。你们都是小孩子，相煎何太急呀？这货是魔鬼吗？林初一可不管鬼婴们害不害怕，手中的桃木枝包裹着灵力接着抽，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又一下，抽的鬼娃娃惨叫连连，身上直冒黑气，魂魄越来越淡，眼看着就要魂飞魄散了。能把他给我吗？再打就要魂飞魄散了。林初一猛地一转头，眼睛黑亮黑亮的。丁岩咽了咽口水，你要不愿意就算了，我不要了。林初一盯着他看了半晌，面无表情的停了手。别怪我没提醒你，当心适得其反。丁岩抿唇没有吱声，但他麻利的将鬼婴收进了黑刺的动作，再告诉林初一他想拼一把。事情解决，村子里还剩下一些被抽去了魂魄的村民，这些人早已经死了。这村子阴气太重，不处理恐怕假以时日还能再养一批僵尸出来。处理的结果就是周易和丁岩将尸体聚到一起，林初一一把火连同村子一起给烧了。一切解决已经是黄昏时分，丁岩和周易对林初一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识。周易身上的阴毒没有全部拔出，他想再等等，等毒全清了再上路去往京城。他询问丁岩接下来准备去哪儿，要不要跟他们先回去。没想到的是，丁岩居然答应了。没有来时的紧迫感，回去的路上速度就慢了许多。天黑之前走哪儿算哪儿。拐回原来的路，又是2个多时辰的骑行，三人终于是在晌午时分进了县城。一共是110两，记得还啊，熟人就不给你算利息了。三人在衙门门口分开后，周易带着丁岩去找客栈，林初一徒步往家里走，没有牛车，但他脚程快，路上没什么人，跑起来嗖嗖的。然而当他一脚踏进院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却是林永茂鬼哭狼嚎的求饶声。我打死你个外心肠的，我打死你这个逆子，打死了也一了百了，反正要你也没有啥用，就当我白生白养了。娘，别打，我真没撒谎，我说的是真的呀，娘，咱家里真有鬼。我错了，娘。林永茂脸色苍白，自从那日从坟圈子里边抬出来，人一直躲在屋里。血煞阁的事情后，林初一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讲良心话呀，挺凄惨的，胡子拉碴，形容枯槁，眼圈青黑，身子单薄，都快赶上大里村那些村民了。马老太的身子骨啊是越发的硬朗了，打林永茂就跟打不下蛋的老母鸡似的。初一回来啦！陈氏带着2小的在边上嗑瓜子看热闹，打眼一瞅林初一回来了，顿时一阵惊喜。姐，你回来了！二姐，你可算是回来了。哎呦，初一呀，你总算回来了，可想死奶喽！奶娘，我回来了，没受伤。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想吃什么，娘给你做。用不着你，咱初一喜欢吃糖醋排骨，奶也做呀。奶再做道红烧鱼、烧只鸡。看着围在身边的家人，林初一心里那点郁气总算是散了。奶，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大伯又惹你生气了？马老太这才又想起了这件事来，随即脸上一沉，不善地瞥了林永茂一眼，吓得林永茂一哆嗦。他娘的气势是越来越强了。马老太也不吱声，就这么阴沉沉地看着他。说起来好像也没怎么惹，让他自己说。林永茂又是哆嗦，看看马老太，又看看林初一，一脸遭了难的模样。初一啊，这次真没犯错，咱家有鬼，真有鬼，就是他，我看到了，他能走还会说话。初一啊，我真没说谎啊。林永茂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都快哭了。家里怎么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他说的是真的呀。林初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向蹲着的石头人，虽然还是毫无生气，但林初一却从那双黑洞洞的眼眶里看到了一抹诡异的心虚。他嘴角机不可见地抽了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次说起来啊，马老太还真是错怪林永茂了。怎么回事呢？石头人身上的灵泉玉碎片被林初一拿下来后，身上的灵气就日益的消散了，颇有种回归本源的征兆。
灵泉池的水能维持他身上的灵气，所以他就一直喜欢泡在灵泉池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林初一炼制出来的地灵丹，他竟然也可以吸收，而且和灵泉水不同，吸收地灵丹储存的灵气不会消散。于是林初一就打起了他的主意，家里需要有厉害的镇着。石头人虽然没了以前的力量，但可以随意变换大小，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儿，就算阵法破了，他突然跳出来，一掌5-6米高，吓不死人也能压死一片。且他的一身石头属性，刀砍不破，剑刺不穿的，有他挡在前面，总能撑到他赶回来。想法是好的，但怕家里人接受不了，家里住了只石头怪，林初一就只能说是块风景石，镇宅用的。反正石头人有耐心，往那儿一蹲就是上百年，没有特殊原因，绝对不带动一下的。可就在前2天晚上，也就是林初一离开的那一天，听说他走了，林有茂终于敢踏出房间出来透透气儿。这么巧，就让他给碰到了，3魂7魄吓都给吓跑了。石头人则表示这事儿真不赖他一直听林初一的，安分守己的当块镇宅石。那天林初一一走，家里人的情绪都不太对劲儿，尤其是2个小的，心里想着不带他们去，还不是嫌弃他们弱吗？于是2个小家伙在院子里就练上了。刚开始是2人对打，后来练着练着就描成石头人了，也没咋地，毕竟石头人不是普通的石块。林家宝想学着林初一将石头人给搬起来，岂料一使劲儿，只憋出个屁来。可越是搬不动，2个小家伙越是冲着石头人使劲儿。林少泽灵气包裹着脚尖，一脚下去，石头人只晃了几晃，连块渣儿都没掉。然而也就是晃了这几下，一颗圆滚滚的丹药不知道从哪儿掉到了地上，顺着就滚到了房门口。石头人那叫一个急呀，他能听懂人话，知道林初一走就是得3天，想要起来去捡，又记得林初一说敢乱跑吓到人就把他变成一堆废尸。审了又忍，终于挨到了晚上，人都回屋睡觉了。寒风中，石头人又等了半天，这才伸出手脚站起来，一点一点往门口挪。丹药卡在泥缝里了，石头人蹲地上抠半天，不敢发出动静，又怕给捏碎了，控制着力度抠了好半天，好不容易抠出来了，慢悠悠地站起身，一转头，只见月光下林有茂脸色苍白，满脸惊恐地瞪着他。林有茂是半夜起来上茅房，发现院里那块醒目的大石头不见了，正疑惑呢，就见房门口里站起来一个人，有手有脚，四肢粗壮，脑袋偏大，还异常的眼熟。仔细一瞧啊，可不就是家里那块镇宅石吗？石头人黑洞洞的眼眶与林有茂对视良久，将家里所有的人的名字都给过了一遍，然后冰冷僵硬的唤了一声：狗娘养的林永茂。听到这个声音，林永茂一双眼睛瞪了又瞪，终于白眼一翻昏了过去。石头人小心翼翼地将地灵丹塞进了眼眶里，在原地迟钝地呆站了半天，放轻脚步，竟然又找了个角度蹲回去了。林永茂醒来后烧了1天1夜，嘴里迷迷糊糊地喊着家里有鬼。不过他之前有过一次被林初一送进坟地的经历，据说还看到了林家死去的诸位列祖列宗，家里人还以为他这会儿是后遗症来了。听到他说家里有鬼呀，也没往心里去。没想到林永茂清醒过来后，直接就跌跌撞撞的去了马老太屋里，往地上一跪，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往自己脸上扇啊！我错了，娘，我不是个东西，我知道错了，你打我吧，娘！给马老太吓得还以为林永茂突然鬼上身了呢，干瞪着眼，一时间也不知道咋办。林永茂却是直接磕起了头来，磕得嘣嘣作响。娘，儿子知道错了，您让初一放过我吧，娘。咱家真有鬼啊，就是他往家里看着我的。马老太一听这话不高兴了，什么叫让初一放过你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别人得怎么议论他小孙女儿？本来林初一走了，老太太心里就单单乎乎的，正好林永茂就撞上来了，于是马老太追着林永茂就是一顿狠砸呀。打着打着，老太太突然觉得，这儿子没事打着消消气儿也还挺有用的，于是就有了林初一一进门看到的那一幕。林初一摸了摸鼻子，这就很尴尬了呀，无关鬼不鬼的，马老太就是有气儿没处撒，拿林永茂当出气筒呢。毕竟林永平那么老实的一人，无缘无故的拉出来打一顿，有点说不过去啊。不过没做过的事儿，林初一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大伯，其实我要盯着你有很多方法的，没必要在家里放鬼啊。我亲眼看到他起来了，有手有脚，像个人一样，还能说话。就是鬼，我不会看错的。他能说话，我没听错。他说话了，他真说话了。哦，那是妖，不是鬼。此话一出，林有茂的声音戛然而止，换马老太等人齐齐瞪着眼。他叫石憨，我收服的第一个妖怪。我把他带回来，是想我不在的时候，他能负责你们的安全。于是，在众人惊悚的目光中，石头人伸展开了手脚，竟然真的就咔吧咔吧地站起来了。被一群人盯着，晃了晃脑袋，用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道：“不叫石憨。”哎呦，我娘耶！你瞎叫唤个啥呀？只见刘氏白眼一翻，直接就晕了过去。林翠儿将他娘送回屋里，床上躺下。林大郎顶着石头人的视线，贴着墙一点一点的往院子里挪，然后一把提溜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昏过去的林永旺也给送进了屋里，望着躺得整整齐齐的爹娘，一双孝顺的儿女只来得及拽过被子给盖上，就迫不及待地出去瞧稀奇了。即便如此，也只敢离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看。他们都害怕，就更别说马老太。方兰是硬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的，她是林初一的娘，女儿要走的路不同寻常，这只是小场面，小场面。奶，你们别害怕，他虽然是妖怪，但其实也就是个石头，除了能走能动能说话，也没什么稀奇的。马老太说不出话来，只能瞪眼瞅他。一块石头能走能蹦，还能开口说人话，这还不够稀奇的，还让他放宽心，那得多大的心呢？林初一救助似的看向了自家娘，方兰表示：“闺女，让娘缓缓，娘也想晕呐。”还是林家宝先回的魂儿，都顾不上去关心一下吓毛愣了的陈氏，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悚，从惊悚到激动，小眼神那叫一个亮啊！对吧呀，咱家有妖怪了！他们家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在林家宝的心里啊，这才是修炼的人该经历的事儿，这才是修仙人该过的日子呀。养猫养狗啊都弱爆了，他把石憨牵出去溜一圈，大白都得往后靠了。林少泽也没多怕，人家的信念一直很直观啊。他姐姐是神仙的徒弟，收个妖怪怎么了？怎么了？林初一好不容易把马老太安抚好，那边陈氏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没法子不害怕呀。平平淡淡的活了30多年，家里的侄女突然就被神仙收了当弟子，好不容易接受了，也适应了。他的娘哟，家里突然又出现了个妖怪，还不声不响的跟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陈世梅昏过去，都属于心大的了。石憨其实就是块得了造化的石头，他平时就待在院子里，你们放心，他只吸收天地灵气，别的吃不了的。你们放心，他不吃人。话是这么说，马老太一想到被石头盯了这么长时间，头皮就直发麻。林家宝和林少泽两人对视一眼，蹭啊蹭的就蹭到了石头人的旁边，小心翼翼的上手摸，一片冰凉，没有一点温度。石头人低头啊瞅着两个熊孩子，他的地灵丹就是他们给晃悠掉的。将军，雪太大了，不能再往前走了，你重伤刚愈，不宜如此天气赶路。林永峰一身铠甲，重伤才愈，他脸色苍白，却是眼神坚毅，直望前方，仿佛那处正有一抹他日思夜想的身影。5年了，他不是也一直在等他，同他念着他那般。将军，前方有村子，先歇一歇吧，将士们都赶了几天路了，您的身体也受不了的。传令下去，前方扎营，休息一夜再走。是。天知道他接到从京城而来的圣旨时有多激动。封官进爵，他终于能领着妻儿老小进京，跪到方老将军和方老夫人面前，正大光明的喊声岳父岳母了。再走10日，他就能见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人，告诉他我回来了，你没有看错人。林初一没事干，就带着2个小的上了山，打算去山里转一圈，看能不能碰到2只野鸡啥的。远远的就见山洞外的空地上，狼群和黄鼠狼排成了几排，大白蹲坐在最前面，颇有点授课的意思。3人好奇，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啊？谁知3人一靠近，就见一片寂静中，
狼群和黄皮子们齐齐地扭过头，用力弯着眼睛，呲着牙，咧着嘴，冲他们诡异一笑。太过突然，林少泽和林家宝脸色一变，娘也一声就躲到了林初一身后去了。林初也是微微后退半步，一脸的一言难尽啊。半晌，他冲狼群前方笑得最为诡异的大白招了招手，待凑近了，照屁股就是一脚。你带着他们做什么呢？姐，大白说啥了？他们干嘛呢？咋都笑成这样了，也太瘆人了。林初一嘴角抽了又抽，看着那些中二气息十足的狼群和黄皮子们，一阵无语。据说这是大白研究出来的新战术。大白发现跟野兽打架那得狠，气势要足，越呲牙咧嘴越凶越好。但如果面对的是人类，那就得笑，最好啊能笑出声，笑得嘎嘎的那种，先吓得对方手脚发软，这个时候再出其不意地扑上去，一口咬住对方的致命处，战斗基本就结束了。不过大白嫌弃地表示，这些蠢货学了一天，只能露出个僵硬的笑容，还笑不出人声呢。瘦了还能笑出人声，咋笑啊？大白白了他一眼，仰头长笑。突然声音一转，扭头看向三人，一眯眼一咧嘴，喉咙里发出怪异的声音。大白一嚎，狼群也跟着嚎，纷纷模仿。黄皮子的声音比较细，吱吱了几声，突然就变了调。三人都看傻了，林家宝伸手拽了拽林初一的袖子，都快哭了。姐，我想回家。走。三人一走，交错纷乱的怪叫声倏地一停，狼群和黄皮子们疑惑歪头。咋的，不笑吗？大白回头冲着狼群叫两声，赶紧追上去。好久没在家待了，今天晚上跟大黄睡，晚上也叫他娘，这可都是他费心巴拉琢磨出来的。还有家里那块石头，明早也带出来训练训练。其实这样说起来啊，大白那是越来越聪明了。这方法虽然损了点，但胜在有用啊。就连林初一都受不了了，你就寻思吧，普通人看到那不得吓死啊。可怜林永新和林永平刚回家，家里那块石头打他们眼前就走过去了，恍恍惚惚地听家里人给解释了一番前阵子发生的事儿啊，还没从家里的石头能说人话的阴影走出来，晚上又听了一宿大白的鬼笑声，吓得一晚上都没敢合眼，就更别说林永茂了。经过坟地那事儿，他现在一颗小心脏啊可脆弱了，总觉得他爹时不时就会回家一趟看看他。第二天一早，除了林初一娘仨，所有人呢出门时都顶着一双黑眼圈。马老太手里拿着扁担，满屋子的追大白。不过大白速度快，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临出门一狼一狗一回头，冲家里人一咧嘴，露出个欠欠的笑。给老太太烦的是又好气啊又好笑，这可咋整啊？家里养了只妖怪，连狗都不正常了。林永新和林永平兄弟俩蹲在厨房边上，神魂出游。他们离开有就短短几天的时间，怎么家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瞅着拿着把破笤帚在院子里扫树叶的石头人，林永新越看越觉得这日子过得天方夜谭，也不知道明年下场以他如今的心态还能不能好好的答这些题了，心里咋这么没底呢？回到家后，林初一看到门口拴着2匹马，周易正围着马老太一个劲儿的献殷勤，丁岩一张死人脸站在一边，几天没见，看着更不像是好人了。这么多天没消息，林初一还以为俩人已经离开镇子了。周易给马老太哄得捂嘴直乐，拉着周易的胳膊好一顿热络。为啥呢？人周易给马老太送礼物了，说是提前准备的拜年礼，一只祖母绿的镯子，包金边的，20多两银子，镇上玉器阁买的。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啥礼物啊？这不是见怪吗？这么说着，直接把镯子往手腕上一套。大冬天的也不嫌凉。你们怎么来了？你身上的阴毒不是已经解了吗？怎么还没回京呢？初一回来了呀，你快带着小义子进屋，奶去做饭呢。马老太摸着手腕上的镯子，那叫一个高兴啊！方兰意味深长地看了周一眼，不自觉抿了抿嘴。哎，咱接了个大活，事成之后1人500两银子，干不干？你入血煞阁当杀手了？怎么可能啊！我是干什么的？当然是我的老本行啊！拿命看风水。
林初一眨了眨眼，这他也不会啊，叫上他干什么？捉鬼，隔壁县里有位姓姜的老爷被邪物缠上了，暗地里找高人帮忙，事成之后2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林初一眼神凉凉地看向周易，周易摸了摸鼻子，有些心虚。我不是还欠你310两？事成之后你拿1000两，怎么样？干不干？林初一依旧悠悠地看着他。1200行了吧？你好歹给我留点啊！我一路上京城，总得有盘缠吧？你不是钱财乃身外之物吗？今时不同往日啊，由俭入奢容易，从奢入俭难。你就说干不干吧？林初一摸了摸下巴，思忖着他娘和马老太让他出门的可能性。这当口，大白突然从一旁窜了出来，嗷嗷一嗓子，激动的差点都口吐人言了。干！哎呀妈，终于能大显身手了！给周易吓了一跳，还以为大白要咬他呢。林初一默然摸了摸大白的脑袋，以示安抚。可以，我跟你们走一趟。闲着也是闲着，带大白出去见见世面，还能挣笔银子回来，挺好。见他答应下来，丁岩冲他微一颔首，这里不方便，多的话还是从路上再说。饭桌上，方兰一眼又一眼地看林初一，欲言又止。周易捧着碗，围着石头人转，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饭菜，一边仔细打量，是不是他的错觉？这块石头身上的灵气似乎比上次看到时又浓郁了些。丁岩吃饭的速度很快，也没有第一次来人家家里做客的自觉，吃完了就自己去厨房里的锅里盛，一连3碗白米饭下去，看到马老太那叫一个欣慰啊！他老婆子做的饭得多好吃啊！看给这孩子忙活的。娘，你别看了，我的确要离家一趟，快则1-2天，慢则3-4天回来。啥？又得出门？这又干啥去呀？又得2-3天？反应过来，老太太看向周易的目光就有些不善了。他当这孩子是特地来看他老婆的呢，又是送礼又是夸的，原来是搁这儿等着他呢，竟然又要拐他的小孙女。这次呢是给人家里驱邪，给钱的，一趟1200两银子呢。林初一此话一出，马老太不吱声了，一桌子人都不吃饭了。娘哎，1200两银子那得多少钱啊？危险吗？比上次如何？一张嘴就是1200两，肯定不是啥简单事儿。那富贵人家干得多是缺德事，估计是遭报应了。初一呀，咱可不能为了银子犯糊涂呀。放心吧奶，我先去看看，能接我就接，只要什么缺德事，我掉头就回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都要过年了，娘，去不了多久的，我把大白带去。要不你把小憨子也带上？我带他去干什么？不够吓人的。众人默然无语，原来你知道吓人啊，还以为你不知道呢。无视林少泽和林家宝眼巴巴的目光，林初一这次没让方兰给带东西，他去吴县令家借马，不出半日就能到。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当吴县令看到一脸笑眯眯的望着自己，说又要借马的3人，脸上差点没绷住。这个去府城的话，一路天寒地冻，不如我让下人准备马车暖炉，2位坐着马车去。吴县令做着最后的挣扎，这俩孩子见天的惦记他的马。林初一表示，又不是娇气的富家小姐，坐什么马车呀？他要骑马，1000里马。吴县令扯出个大大的笑容，心里泪流满面的让师爷牵马去了。快走快走，赶紧走啊，省得他看着闹心。其实不光是吴县令心里难受，那2匹马内心也是拒绝的。这仨人他们不干好事儿啊！别以为他们不知道啊，上次去的那个地方邪得很，给他们吓的，要不是被拴在树上，早就自个儿顺着道跑回来了。那土匪山上大概有多少个土匪啊？好像有不少人。你不会是要打那些土匪的主意吧？林初一淡淡的点头。你是想要那座玉佛？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啊！大战土匪窝，去不去？去，当然去啊！这么有意思的事儿，说什么也得掺和一脚啊！玉佛留给你，我就去那间屋里随便挑2样，算我一个。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儿，3人驾马回了县衙。土匪山的事儿，吴县令那里应该有备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吴县令没想到3人这次回来的这么快，很是意外了一下。不过在听到周易问起玉林山的土匪窝时，给周县令激动坏了，还以为周易是借了2次马，心中过意不去。
要帮他回京城带话了。那些山匪啊，已经在玉林山盘踞10几年了，朝廷一直没有派兵下来剿匪。如今风调雨顺，百姓们收成尚算可以。即便如此，下官上任3、4年以来，也遇到了好几起土匪进村抢粮杀人的案子。我翻过上几任县令留下的旧案，这几年已经有大大小小10几处较为偏僻的村子被屠村，路太远又不好走，衙门赶到的时候就只来得及收个尸，连那些土匪的样子都不曾看到。玉林山是座荒山，地形也比较奇特，下官刚上任那会儿也派人去调查过。之前抓到那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那些土匪的3当家，不过那人的嘴巴很严，用了2次重刑也不肯透露一点口风。下官怕他死在牢里，就派人一路送去了府城，到现在上面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周小公子回京后，若是能将此事提起一二，下官在此替所有周边的百姓们感谢您。那些土匪大概有多少人啊？3年前的记录大概有4、500人，皆配有兵器。如今3年过去，估计人数又多了不少。啊，我知道了。怎么样，咱们3个干得过不？能，必须能啊！玉林山离这里多远啊？往西北处大概100多里。吴县令有些怀疑地看着俩人，这画风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谈话到最后，周易也没说回京城后会不会带信儿。临走时，吴县令到底没忍住，问了一句：“周小公子，您看，您是不是给带句话呀？”放心，包在我们身上了。吴县令松了口气的同时，总觉得那种奇怪的感觉越来越深，右眼皮跳了跳，最近是不是要出点事儿啊？林初一3人走在大街上。你让你家大白干什么去了？我让他回去骂人了。啥？骂人？你说的是你家后山的那些狼吗？作战地点在山里，是时候把家里那群狼给拉出来溜溜了。以大白的速度回家一趟，来回要不了多少时间。狼群如今的速度也绝对会比马要快，但是狼群都凑一起，走在路上太过惹眼。别的不说，80多只狼齐齐下山，村里的村民都得疯几个，未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还是等到晚上再行动的好。时间还早，3人呢找了一家客栈，准备先休息一下。去玉林山必须得要经过县里，晚上的行动啊，还得想办法让守门的官兵放行。这种事儿最好是去找一下吴县令。林初一不想跑腿儿，事情就落在了周易身上。丁岩回屋继续研究他的那柄黑刺去了。这件事过后，他准备找个地方闭关，与里面的东西沟通一下。周易郁闷地再次前往县衙，路上寻思着去玉林山100多里路，是不是要再借一下吴大人那2匹汗血宝马呀？毕竟那些是狼，应该是不愿意驮着他和丁岩的吧。巧的是，周易在县衙门口遇到了带着人正准备出去巡街的王捕头。好久不见，王捕头，你还认识我不？周小公子。王捕头那可太认识他了，无论是周易和林初一的身份，还是3人那日大打出手的一幕，简直印象深刻呀。听到周易是有事要让他帮忙，王捕头还觉得是挺荣幸的。周小公子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晚上属下亲自带人去守着门。天一黑，王捕头带着几个手下早就在城门处等着了。周小公子，林小姐。周易和林初一的身份都不大一般，这都已经过了1更天了，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不知道能让这2位不休息亲自来迎的到底会是何方神圣。然而城门一开，看到城门外的景象，王捕头和几个手下们瞬间就风中凌乱了。不仅他们凌乱了，就连周易和丁岩都傻了。我去吧。林初一也是满脸黑线，只见城门外大白带头威风凛凛的站在了最前面，呲着牙咧着嘴，小眼神那叫一个得意啊。身后是眼神肃穆的狼群，整整齐齐的排成几排，跟只要被检阅的军队似的。狼群周围挤着一群黄鼠狼，个个都足有猫儿般大，目测呢能有个100来只，身子直立，见到门开了，竟还挤眉弄眼的冲门内的人作揖。哎，你看我们像人还是像动物啊？一片静默中，王捕头突然一声惊叫：“哎，别喊，别喊，都是自己家养的。”
没事没事啊！可别把人都喊出来啊！这场面再吓死几个，那不造孽吗？王捕头好险一口气没喘上来，要不是周易扶着，都得一屁股坐到地上。都认识？这些狼是你们自己家养的？还有那些大黄狼子，还瞅着他乐呢，真他娘的见鬼了！不怪王捕头如此，他都算胆子大的了。身后几个手下早就贴墙站着去了。我的娘啊！这是狼群和大黄狼子搬家，刚好凑一起去了吗？可是，说实在的，要是狼群野性爆发，冲上来攻击人，王捕头几人也不会吓成这样。关键这些野兽啊，它不攻击人，就光冲着你笑呀，这也太瘆人了。等到狼群和黄皮子们呼啦啦全进了县城啊，王捕头等人都没有回过神来，看着狼群和黄皮子们从面前过去，和和气气的，还有转过脑袋冲他们客气一笑的，王捕头都快哭了。周小公子，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别害怕，这就是自家养在后山的家畜，从小跟人一起生活，有灵性不奇怪。这不嘛，白天得了你们县令的话，我们这是去替天行道，趁夜荡平了玉林山上的土匪窝。王捕头觉得自己啊白活这么多年了，今晚的事情带给他的冲击太大，脑子里嗡嗡的。哎呀，真没什么可害怕的。不行你就一会儿给我们开了门，回去洗洗就睡吧，就当这是一场梦，睡觉醒来就忘了。是吗？王捕头脑子晕晕的，却还能想到让几个手下去前面开路，见到有人就赶紧让离开，免得呀被吓到。虽然没有百姓被吓到，却是又吓到了西城门的10几个守城兵，但有王捕头跟着，那些人很快就镇定下来，放行了。也就是这个时候，身后传来哒哒的马蹄声，是大白带着吴县令家的2匹汗血宝马追上来了。如今林初一与大白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所以刚刚走在半路，他就让大白回去县衙后院偷马，呸，借马去了。头儿，你看，那不是县令家的汗血宝马吗？王捕头愣愣的转头，眼睁睁的看着周易和丁岩翻身上马，林初一也坐到了大白的背上。3人冲着王捕头一点头，就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离开了。等人没了影子，那小官兵又猛猛地问了一句：“头儿，你说这算是盗窃吗？”王捕头站在城门处愣了又愣，一阵寒风吹过，突然反应了过来：“他们说要去干什么？去剿匪啊！剿匪？娘啊，天老爷呀！那2个小祖宗要去剿匪，要去玉林山上剿匪啊！”念头一过，王捕头顿时惊出了一身的白毛汗。那可是玉林山呢，山上土匪凶悍，个个杀人不见血，10几年来官府都奈何不得。这要是出了事儿，你快回衙门去见县令大人，就说周小公子和方老将军家的外孙女带着一群狼上山剿匪去了，让大人赶紧派人过来。是，属下这就去。100多里路，路上呢没有过多的耽误。大部队到达玉林山山脚下时，用时1个时辰都没到。等着狼群稍作休息后，便直接进了山。分头行动，在山上汇合。3更刚过，正在熟睡的土匪们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山里忽然多了一群外狼和100-10来只原本不属于这座山里的黄大仙儿。土匪虽然人多，但耐不住咱们这边本事大呀。战斗只用了1盏茶的功夫，咱们这边没费1兵1卒，大获全胜了。林初一冲着周易和丁岩招手，趁现在去里面看看吧。东西我拿到了，库房在里面呢，上了锁的那间就是。让小爷瞧瞧有什么好东西没有。地上躺了一地的人，人都在这儿了。哦，大白嘚瑟了跑了过来，小眼睛亮晶晶的，一副你快来夸我的模样。林初一一笑，突然歪了歪脑袋，有人来了，都散了。大白冲着狼群叫了2声，引到了黑暗中。站住！幕间一身银白色的软甲，带着10几名士兵匆匆而来，神情冷漠地扫了眼躺在一地的土匪，凌厉的目光落到林初一身上。不用他吩咐，10几个士兵纷纷地冲进了食屋中，仔细检查了一遍。这里没人，这里也没有。回幕府将军，人应该都在这儿了。去告诉将军，人已经被我们解决了。是。林初一却是眼睛一眯，哟呵，竟然还有不要脸的来抢功劳的。林初一的宗旨是，我可以不抢你的，但你惦记我的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是什么人？山洞里面还有谁？你不要怕，我们都是官兵。这位是我们幕府将军。孩子，你是不是被土匪掠来的？你的家人呢？
林初一还是不说话。我问你，里面的是什么人？你们是哪里的官兵？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我再问一遍，里面是什么人？林初一悠悠地看着他摸剑的手，又抬头看看他那双染了杀意的眼睛，抿了抿唇，静默了2秒，目光一冷。里面有你大爷呢！随即身子一闪，一脚狠狠踏在他的胸口处，砰的一声巨响，木尖直直落地，溅起了一地的灰尘。事发太过突然，快得离谱。那10几个士兵反应过来，木尖已经弓着身子在地上呻吟了。你们都看到了，是他想杀我才动手的。10几名士兵齐齐后退了一步，各自拔出了刀，惊愕地看着林初一。见鬼了吧，这是他们连夜赶路太累了吗？他是土匪的后代，留在世上只会害人，给我杀了他！林初一冷笑了一声，这就是所谓的官兵？确定不是哪个山头的悍匪吗？抢功不说啊，什么话都不问就直接想杀人灭口。周易和丁岩黑着一张脸出来了，显然是听到了木坚的话。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不知道，说是来抢功劳的，还想杀我们灭口来着。周易与林初一对视了一眼，你要不先下手为强？不过就在这时，山路上又有了动静，听脚步声来了不少人。周易叹了口气，看样子是来不及了。不过3人倒也不怎么害怕，都不是什么擅长。真打起来啊，林初一可不会惯着这些人。修者不对普通人动手，那也得分什么人。就像刚刚那女的，要不是有人在，这会儿都该凉透了。第一批士兵露脸，周易意外了一下，是正规军啊！这半夜3更荒山野岭的，居然来了军队？难道是朝廷派来剿匪的？就这么巧，早不来晚不来，他们盯上土匪窝后，人就来了。林初一也是这么想的，但当他看到打头出现的那个身穿铠甲、一脸严峻的男人时，稍稍的愣了一下。这人挺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士兵瞬间包围在了这里。林永峰扫了眼地上的土匪，又看了看昏死过去的木坚。怎么回事啊？王捕头不知道从哪儿挤了出来，看着完好无损的3人大喜过望。祖宗哎，可算是找着你们了！你怎么来了？还把军队招来了。说起这个，王捕头差点都哭了。他跟在3人后面一路策马狂奔，心里祈祷着自家县令的动作能快点，可千万别来不及呀。哪知快到玉林山时遇到了一支军队，看到那1000多的正规军，王捕头心里一喜，还以为是朝廷派来剿匪的。先是交代了一声自己是玉清县衙门里的捕头，再得知队伍是西北战场回来的林家军，王捕头激动的直接就跪到了地上。将军，请将军救命啊！将军，前方的玉林山上有一帮盘踞了10多年的土匪，个个杀人如麻。2个时辰前，有3个人带着一群狼上了山，说是去剿匪。将军啊，人命关天，还请您速速派人。再走100多里就能到家了。林永峰虽然心焦，却还是下令林家军调转了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往玉林山上去。不管人现在如何了，他是一位将军，如果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那就得管这事儿。木坚本想趁着这个机会在林永峰面前刷刷存在感，于是便自告奋勇请示了林永峰，带人先行一步去查看。谁知一路顺畅，却折在了林初一手上。林永峰也挺意外的，本以为王捕头说的3人会是3个成年男子，没想到其中还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半大少年。他扫了一圈，没有看到王捕头所说的狼群，也没多往心里去。到底发生了何事？那10几个士兵听到林永峰问话，齐齐的去看林初一，那表情啊，一言难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口。将军，我说穆副将军是被那个女娃娃打成这样的，你能相信吗？来人，将穆副将带下山去，让顾太医给看看。是。周小公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看不到吗？那些土匪全被我们干趴下了。王捕头表情有些微妙，想想那些诡异的狼和大黄狼子，他竟然没觉得他们灭了一个土匪窝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过那个穆副将军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自己人还打进来了？穆副将军啊，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女土匪呢。我们3个拼了命才将这些土匪给干趴下，他倒好，直接来捡现成的，还想对孩子下杀手，臭不要脸的。沉默中，林永峰目光冷冽地扫向了那10几个先前与木坚一起来的士兵。那些士兵有些心虚，
事实如何，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直不吱声，就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说。幕府将军应该是想差了，将他们当成了土匪的同伙，这就是变相承认了呗。哼，也没给我们解释的机会啊！这种人竟然能当上副将，军营是没人了吗？幕府将军性格是冲动了些，他也是以防万一，将人当成了……说到这儿，那士兵自己都说不下去了。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打他一顿不过分吧？是本将军治理不严，几位出手防卫是应该的。这件事情本将军会上报，二位出手为民除害乃是正义之举，届时朝廷褒奖下来，该几位的必然跑不掉。年初一年龄太小，林有风下意识地将他给摘掉了。不用那么麻烦，你也说了是为民除害，功劳不功劳的就算了，真要算就算在玉清县吴大人头上吗？我们还有事儿，这就先下山了，剩下的就麻烦这位将军了。年初一回神，又看林永峰一眼，总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啊。啊，你走不走？王捕头决定留下来，等着吴县令过来。半路，林初一让周毅和丁岩先走一步。按照王捕头的说法，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在路上遇到吴县令的人。天已经微亮，黄皮子和狼群太过扎眼，就这么进县城啊，估计会引起轰动。在外面等着，晚上又有些不现实，还是收进空间吧。出了县城再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想点子回林家村。果然，周毅与丁岩没走多久就遇到了吴县令。看到俩人平安无事，吴县令一颗心啊，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一晚上过去，吴县令急得嘴都起了泡。祖宗啊，他当个官容易吗？他怎么竟让他碰到这种事儿啊？不过在听到周毅说土匪全被灭了之后，吴县令又惊愕了。全被灭了？就你们3个人？不怪他错愕，他没亲眼看过3人的本事，也没有看到浩浩荡荡的狼群和黄皮子群。听到后面有军队介入，吴县令释然了，还以为是周毅提前得到了军队的消息，没告诉他是要给他一个惊喜。你自己派人上玉林山瞧瞧，我们还有事儿，就不奉陪了。另一边，林初一已经先一步进了县城，大白的速度可比那2匹马快多了。一人一狼，没在县里多做停留，所以吃了点东西就出了县城。哎呦，初一回来啦，可总算是回来喽。回来了，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放心吧娘，没受伤。要不我再给你转一圈？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林初一突然摸出了2张银票，给方兰和马老太一人分了1张。娘，拿去花。马老太看着手里面额1000两的银票，手又哆嗦了。这咋给了这么多呀？不是说1200两吗？主家大方，给的银子多。方兰头一次收到闺女给的银钱，还挺新鲜。娘给你攒着，以后留作嫁妆。林初一无语，嫁妆那得攒到天荒地老去。你四叔带着少泽他们去山上去了，你先去休息一会儿，想吃什么娘给做好了，分在锅上，睡醒了再吃。对，奶给你熬鸡汤，好好补补。晚上做红烧肘子、糖醋排骨，咱想吃啥吃啥。林初一其实本来啊是想和2人说说土匪山上的事儿。娘，你的夫君，奶，你的儿子，他貌似从战场上回来了，还当上了将军、大将军，手下掌管着千军万马，还有个幕府家呢。你们高兴不？但想来他娘应该不会太高兴，所以还是算了。既然人都已经到了玉林山，那早晚会回家，还是让他娘自己瞧瞧吧。林初一觉得是时候该给他娘配一把趁手的武器了。好在下山时他偷挪了一些长枪长剑进空间，决定等会儿回去就送他娘一把。临近傍晚时分，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进了林家村。林家军人太多，怕突兀的出现会吓到家里人。林永峰吩咐人就地安营扎寨，他带了2个副手，一步朝着山脚下的4间老房子走去。印象中的家还是这个模样，让林永峰欣慰的同时又有些心酸。停在门口的大树下，林永峰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心里百感交集。哥，刚刚那人好像有点眼熟，挺奇怪的。来了不进屋，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二叔，二叔回来了。奶，二婶，初一，少泽，二叔回来了。林大郎一声吼，将家里所有人都给喊了出来。
老太太站在门口怔怔的出神，以为自己在做梦。看着那气势凛然的男子，她差点没敢认。娘，儿子回来了！马老太一声大喊，眼泪瞬间就跟着落了下来。儿啊，我的儿啊！就上个山的功夫，咋就有个爹了呢？我刚刚打爹跟前走了，竟然还没认出来，会不会影响在爹心中的形象啊？你躲什么啊？继马老太哭之后，方兰眼圈也红了。我回来了，兰儿，我能带你回家了。方兰瞬间捂住了眼睛，眼泪从她的指缝间悄悄滑落。林初一搓了搓胳膊，问身边的林少泽：“你是不是感觉身上长毛啦？”姐，你咋知道？娘，儿子回来了。马老太哭着笑，笑着哭。别跪着，快起来，进屋，都进屋。林永新和林永平激动地上前扶人，皆是眼圈微红的。二哥，多么感人催情的场面，闻者感叹，见者落泪。可惜林永峰冷不丁的就看到了站在方兰身边那双儿女，好像哪里不对劲儿。那孩子挺眼熟啊。见他看过来，林初一冲他微微点头，打了个招呼：“姐，你也好。”他想起来了，玉林山上的土匪窝，爹，这是他闺女，亲闺女。林少泽有样学样，也打了个招呼：“爹，你好。”前半段进行的挺好，怎么后半段突然就怪怪的？这是初一和少泽，你走那会儿啊，才那小一点呢，几年没见，都认不出来了吧？马老太张罗着做饭，杀鸡宰鸭，欢声笑语，院子里好不热闹。林永峰想和自家媳妇儿单独待待，可两个副将在，一家子人也都盯着他瞧，没找着机会，于是直接就奔着两个孩子去了。林初一板着个小脸儿，警惕地后退一步：“你想抱抱我吗？”血亲重逢，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一晃而过。林初一表示：“你敢把手伸过来试试？”林永峰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干笑了两声：“不，他不想。”男女7岁不同喜，初一乖，你长大了，爹抱不了你了。林初一看他一眼，一脸算你识趣的模样。你没有这个想法最好了，毕竟从未见过。对于林初一来说，林永峰此刻就是一个有点关系的陌生人，指不定哪天他娘不要他了，转头他就能将人给打残。可怜的林永峰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走了5年，闺女就不是自己的闺女了。不过林初一表示，娘还是我娘，爹嘛看表现。在闺女那里受了打击，林永峰心中凄凄然的转头，一把抱起了林少泽。我儿少泽，想爹了不？林少泽小脸上满是纠结，想不想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走的时候我才多大呀？要不是娘告诉我还有个爹，我都以为你没了呢。我要是说想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忽悠你？且林少泽觉得自家姐姐好像不太喜欢他爹，姐肯定是对的，他不喜欢爹，那这爹肯定有点问题。林永峰觉得父慈子孝的这种场面应该是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了。说起父慈子孝，他终于是想起了自己的亲爹林大山。在得知父亲没了之后，林永峰的心又是一酸，到底是自己的父亲，人再不好，没了还是挺唏嘘的。安慰的是爹不在了，娘或许能过得舒心点。林初一见他那样，忍了忍没忍住：“你要是想见他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下的。”林永峰一揖，心里那点伤春悲秋的瞬间荡然无存。一旁的林永新嘴角抽了抽，一把拉过林初一：“初一啊，有点事儿私塾想问你，我们去外面说。”熊孩子，你爹刚回来，别给吓没了，得慢慢来。林永峰觉得他闺女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没问。昨天大半夜他跑土匪山去做什么呢？两个副手不忍心看自家的将军四处碰壁，跟林永峰打了个招呼下山去了。要说家里唯一正常的，可能就是林永茂了。不过打屋里出来后，被路过的林初一斜了一眼，没敢往林永峰身边靠。倒是林永峰看到他，彻底上前与之攀谈了起来，以为自家大哥还是那种混不吝、胳膊肘往外拐的性格，苦口婆心的劝了他好一顿。哪知没多大一会儿，林永茂就回屋去了。妈爷，那小丫头又斜眼瞅他了。一直到了上了饭桌，林永峰看看自家精神奕奕和家里的小辈儿们打成一片的老娘，
看看气色比他走时还要好的妻子，又看看桌角处唯唯诺诺的大哥，突然就觉得自己挺多余的。这古怪的画风，他好像一时半会儿融入不了，怎么办？然后他就对上了自家闺女似笑非笑的眼神，心里没由来的咯噔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会有这种心理。林初一一筷子抢走马老太要夹给林永峰的鸡腿，放进了林少泽碗里。马老太愣了一下，爹，木姨娘呢？众人停下了筷子，满脸问号的看着林初一，又看看林永峰。什么木姨娘？哪个木姨娘？木姨娘是谁？姨娘？那不是小妾吗？哎妈，有小妾了！林少泽的脸色立马就变了，难怪他姐不喜欢他爹，原来真的是有原因的。林永峰忽然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他其实也挺茫然的。什么木姨娘？初一呀，你爹才刚回来，这怎么还蹦出个木姨娘啊？就是我爹的副驾，女的，姓穆，长得还行。昨个遇到的，他想杀我来着，被我顺手给打残了。打残了？你是有多顺手啊？想杀你？方兰目光一凛，直直地看向林永峰。他就说闺女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要送他剑，原来还有这事儿。林永峰被自家妻子看得头皮直发麻。哎呀，那是误会，穆坚是将他们当土匪了。说起来，这事儿他还没来得及细问，既然涉及到了他闺女，那就不能轻易的接过了。穆坚？所以是真的有这么个人呢？马老太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什么副不副将的，他跟方兰想到一块儿去了。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对他们家初一下手啊！神呐！哼，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副将能对一个小孩子下手。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提拔他当副将，你脑子是被狗舔了吗？大黄默默地看林永峰一眼，不舔，脏。初一，一会儿吃了饭，将你那把剑给娘。好的呢，娘。饭桌上气氛不明，林家宝一个出溜下了凳子。我吃饱了，先出去了。陈氏动作迅速地将碗里的鸡汤喝完，拽着正往嘴里塞饼子的林永平也下了桌。我也吃饱了，娘，大哥二哥，你们慢用。四叔，我有个字不认识，你给我讲一下吧。林永新微笑点头，赶快走。刚刚还满满的一桌子，瞬间就剩下了一脸阴沉的马老太以及林初一家4口。京城穆家你可还记得？方兰也放下筷子，微点了点头。穆家世代皆是忠良，前些年一场征战，穆家军全军覆没，如今穆家就剩穆坚这么一个后人。当初我还是个副将的时候，他就在军营待着，不过朝廷只给了他一个副将的身份，手下并没有多少人。原来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才有的感情。林永峰觉得自家这俩孩子呀，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没那回事儿，爹只爱你娘一个人，现在没有妾室，以后也不会有。哼，男人有了本事就变坏，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这是谁教你的歪理？爹发誓，只有你们娘一人，此生绝不纳妾，若违此事，天打雷劈。这样总行了吧？林永峰那叫一个郁闷，当初娶媳妇儿都没这么费劲的。这俩孩子真是亲生的吗？那就先这样吧。只要不惹他娘生气，不给他生一堆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一切都有的商量。老太太若有所思地瞅了自家二儿子一眼。天打雷劈呀！别怪娘不提醒你，既然已经发了誓，那可得守住了。万一哪天不小心犯了错，就算老天爷饶了你，你闺女啊，估计也能给你补上。一顿饭热闹的开始，凄凉的结束。林永茂在院中观察了一会儿，见林初一不在，这才赶上前。永峰啊，大哥。林永茂本来是想跟他唠唠嗑，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不过刚开了个头，就从厨房里传出马老太的一声重咳。林永茂一个机灵，瞬间止住了话头。怎么了？没事儿，没什么事儿。大哥，家里到底怎么了？难道真出了事儿？怎么感觉家里所有人都怪怪的？林永茂心中的血泪流成了一条河，却只拍了拍林永峰的肩膀，附上一句忠告：二弟，在家里说话要注意这些，咱爹他时不时的就会回来看看。大哥，你在说什么？放心，你会明白的。
说完这句话，林永茂便回了屋，背影万分的凄凉。等一切收拾完，新的问题又来了。俗话说男女7岁不同席，更别说是同炕了。本来娘仨睡得好好的，爹突然回来了，咋办呀？家里也没有多余的屋子呀。不是说军队在山脚安营扎寨了吗？没扎你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他要是回去睡营帐，将士们该怎么看他？咱家穷，你看不出来吗？我不是让人半年就带回来100两银子吗？怎么没盖新房了？100两？100两，娘每次拿到的只有10两。话说，爹你当上将去，家里可是一个人都不知道呢。看样子你最近是不能在家住了，趁着将士们还没睡，请吧。马老太一直在院子里竖着耳朵听，听到100两便10两，想明白怎么回事后，悄声地走到院门前，将院子的大门也给打开了。得了，大儿子在家当别人家的孝子，二儿子在外当别人家的糊涂蛋，真是齐活了。林永峰心中一凛，军营里有人搞鬼，隐瞒了他在军中的事情，还拦下了他托人带回来的信和银子。什么人如此大胆？又是什么人有这个本事插手他的事情？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我会尽快调查清楚，给你们娘仨一个交代。林初一站在门旁不语，和林少泽一起去看方兰。只要他娘一声令下，他俩就立马将他爹给请出去。我相信你。林永峰到底还是睡在了家里，是和林永新一起睡的。林永新觉得是时候该找个媳妇儿了，不然谁都想跟他睡一下。今天马老太没有练太极拳，林永新和孩子们也没上山。吃完早饭，林永峰领着家里的人去祭拜林大山去了。林永茂没跟着去，躲在屋子里说什么都不出来。马老太呢也没跟着来，用老太太的话说，受了这么多年苦，好不容易将人熬走了。你娘我不去刨他坟，那都是看在夫妻一场，你还让我去祭拜他。林家军正在营帐旁的空地上练兵，林家人路过时，士兵们齐齐喊了声将军，那声音气势如虹。林永峰却只是淡淡的颔首，示意他们继续。家里人这才真正的意识到林永峰当官了，还是挺大的官。林初一跟在方兰身后，看着那1000人的军队花架子一般的耍刀弄枪，暗自摇头，真弱。一行人往家走，经过村里的时候，有人3、3两两的过来打招呼。然而对于村里的人的热情，林永峰只是面无表情的点头。他不是林永茂，更不是那种以德报怨的圣人。因为林家老宅他们家人被人孤立的时候，因为他爹和大哥胳膊肘往外拐，他娘去老宅那里闹的时候，那时这些人嘴脸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冷嘲热讽他不搭理，现在一样不愿意搭理。呸，不就是当了个官吗？看那一家子的嘴脸呢，我看光是沾不到喽，可还得防着他们报复咱们呢。林月兰站在他旁边，看着越发引人注目的林翠儿，手指头都快被他给绞断了。就在刚刚林永峰走过时，他上前喊了声二叔，结果林永峰连个眼角风都没给他。明明他也是林永峰的侄女，都是一家人，他竟然不买他的账，凭什么林翠儿那个贱丫头就能借这么大的光啊？一想到如今看他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蒋家人，林月兰就气得抓狂。若是他们家与二房的关系没那么差，如今的蒋小武就是哭倒在他脚下，他都不会多看一眼。归根结底啊，都错在他奶身上。要是他奶以前眼皮子没那么浅，他现在就是将军的侄女，巴结他的人比比皆是，还用得着去看别人的眼色吗？越想越气，林月兰一个没忍住，冲周氏吼了一句：还不是都怪你！将一切看在眼里，林初一觉得就这事而言，林永峰干得还不错。木坚从玉林山上下来后就一直在昏迷，等到人醒过来，得知林永峰回了林家村，挣扎着就想起身追上去，得知林永峰去祭拜老爷子了。木坚在军帐里等了半晌，终于将人给等回来了。将军，木坚长发微乱，脸色苍白，那楚楚可怜的模样，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对于木坚的问题，昨天晚上林永峰才被家里人针对过，本来平时就不怎么搭理木坚，这会儿更是显出了一张冷脸。既然无事，便归队吧。自己受了重伤，醒过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见他，没想到林永峰会是这种态度。木坚脸色又是一白，
终于恢复了几分理智，抬眸去看林永峰身边的林家人。当他看到方兰那张脸和一身宛如幽莲般清冷高贵的气质时，顿时又变了脸色。怎么回事？一个村妇怎么会有如此姿色呢？难怪将军时时刻刻念着她。这位就是嫂子吧？果然容貌不一般，难怪这些年将军时时想着你，就连受伤昏迷的时候念着的也都是嫂子的名字呢。此话一出，众人看林永峰的眼神都带上了同情。哦，原来你受伤的时候都是这位在照顾呀，这得是什么情分啊？林永峰脸色黑了黑，他昏迷分明都是顾太医在旁照看，至于昏迷时念着谁的名字，跟他有什么关系？就在林永峰不知道怎么解释时，方兰微微一笑：军中无医女，多谢这位穆副将出手相助。说来你父亲穆坤与家兄还有几分渊源。穆间一愣，想过方兰会生气，会装作不在意，但没想到会从方兰口中听到这种话，一开口就将他的身份踩到了泥里，与他爹有渊源。怎么，嫂子在这种乡野的地方还认识我爹呢？这位是镇国将军府方老将军之女方大小姐，她认识你父亲并不奇怪。许久不见了，方丫头。顾太医。方兰挺意外，您怎么？不怪他惊讶，这位顾太医可是他娘方老夫人母族那边的人。老夫依你娘的意思，伴在林将军身侧。我这一把老骨头，除了会点医术，也不剩什么了。方兰听了这话，瞬间红了眼眶，心中微涩。错了，是他错了。京城那边来信，他从未回过一封，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京城那边任何的消息了。他一直以为母亲是对他失望了，没想到娘这是换了个方式，默默守着他们。林永峰也挺感慨，虽然方老夫人是为了自己的闺女，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接受了自己这个女婿呢？在他还不是将军，甚至还不是个副将时，就接受了他。这2日安排好家中事务，我们就启程去京城。2个人温情似水，丝毫没人发现穆间的身子摇摇欲坠，那张脸上也不知道是嫉妒还是震惊，都没个好颜色了。见2人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旁人，林永新冲顾太医做了个请的手势。家中简陋，这位老先生若是不嫌弃，请移步家中坐坐吧。老头子，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什么简陋不简陋的，只是暂时的容身之所而已。住的。对，回家坐坐。见人要走，等了半晌没见到有人搭理自己的穆间，终于反应过来，抬脚想要跟上去，却蓦地对上了一双似笑非笑的眸子。啊，真巧呢，咱们又见面了。是你？看到那张熟悉的小脸儿，穆间心口就是一阵血气翻涌，先是被方兰刺激了一下，又被林初一给刺激到了，这会儿竟是抽出腰间的长剑，不管不顾的就朝林初一刺了过去，速度之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紧接着穆间整个人又飞到了半空，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角度，咔吧一声，不知道断了几根肋骨。落地后，穆间一口鲜血喷出，看呆了一众林家军以及林初一的亲爹林永峰。刚刚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眼睛花了吗？穆副将要杀将军的闺女，然后被将军的闺女一招给打残了。这回是真惨了。妄图对将军的亲闺女2次下杀手，罪加一等又一等。不过我知道这是个误会，军法处置就不用了。去京城的路挺远，我们路上呢，再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吧。说完，林初一一扭头，牛逼哄哄的走了。一众林家军瞪着眼，霸气，太他妈霸气了。林永峰被林初一那句将军的亲闺女给镇住了，哎妈，心里怎么就这么得劲儿呢？顾太医挺纠结，他是去做客呢，还是留下来医治穆间呢？但想想对方家的外孙女动手，估计回京以后也活不长，就这么吊着吧。把人抬进去，我那药箱里有瓶红色的药丸，给他吃一粒。是。方兰回了家才想起来没发挥好，被闺女抢戏了。不过顾太医在，方兰转头就忘了这茬。这下轮到林永峰怨念森森了，他媳妇儿光顾着打听娘家事儿，竟然一点吃醋的感觉都没有，这是不在意他吗？是吧？顾太医从袖中拿出一封信，正是方兰唯一让人带去西北的那一封。
当时情况特殊，正是攻城之际，我怕扰乱了将军的心神，也没将信交给他。后来林永峰重伤，休养了1个月，他都将这事儿给忘了。路上倒是想起来了，不过看木间一直在林永峰身边转悠，顾太医想着反正人都回去了，就没了拿出来的念头。林永峰伸手去接，却被方兰先一步抓在了手里。既然回来了，不看也罢。林永峰顿时又是一脸的怨念，但媳妇儿给他写信了，林永峰还是很高兴的。他一直以为当初方兰嫁给他是不情愿的，但他稀罕方兰，愿意为他去拼。现在想想，方兰其实也没那么不情愿。林永峰握了握方兰的手，微微一笑，看着他那一脸蠢样，林初一大度道：今晚我跟奶睡，少子，你去跟小叔一起睡去。林永峰一听，嘴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果然是亲闺女啊，爹的贴心小棉袄。林永新表示他一定找个媳妇儿。将军，齐国公府的老国公也来了。屋里的人闻言顿时面面相觑，这里距离京城快马加鞭也要半个月的路程，齐国公府的老爷子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找到这儿来了？下官林永峰见过老国公。哎呀，都别客气，老头子今天不是来找你的。能看出他很是疲惫，唇色苍白，却是一副温和的模样。不是来找我的？林永峰看了顾太医一眼，见对方一脸病殃殃的，难道是来寻医的吗？齐大夫一眼看到了人群里站着的林初一，眼睛一亮。就是这个女娃娃。那老者啊也是眼睛一亮，他也认出来了，当初迷迷糊糊的就是这个小姑娘站在他的旁边，见他要醒，又抬手将他给打晕了。林初一抿了抿唇，暗暗无语，都过这么久了，竟然还能找上门来。是的，当初那颗归元丹只是治好了这老头的内伤，对于毒素只有压制效果，解不了毒。当时他手里并没有解毒的丹药，但看到那个齐老头又是扎针的又是探脉的，这么久过去，那毒还没解呢。齐大夫表示啊，毒是挺好解的，可每次啊以为余毒清掉了，没过几天依旧会有毒素越积越多，毒性很特殊，容易反复，且一次啊比一次厉害。这么折腾下去，老国公的身体也受不住，要不是试了多次无果，他们也不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找来这里。小姑娘，你可还记得我呀？我解不了你的毒，你们另找别人去吧。小姑娘，那天当真是你出的手？林初一看了他一眼，并没承认，也没否认，他指了指一旁的顾太医，甩锅。我不是大夫，他是，你们可以让他看看呢。顾太医，你也在这儿啊？周老国公别来无恙啊。顾太医乃是宫中3大太医之首，几年前突然从太医院离开，朝中都以为他告老还乡了，没想到会在这儿啊遇到。不过当他看到林永峰身边的方兰后，突然就明了了。京城一直在传方家大小姐失踪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来啊是嫁给了乡下的一介草民。推算一下这位林将军入军营的日子，周老国公瞬间就对林永峰多了几分欣赏。这后生啊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有方家一份的保驾护航，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凭着自己的一股拼劲儿。老国公可是身体不适？是有些特殊的状况，有些复杂，还请顾太医给诊诊脉啊。就有劳顾老太医了。林初一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利落的一扭头往山上去了。不过林初一刚走到山下，还没来得及上山，就又回去了。周易和丁岩来了，一起来呢还有吴县令。吴县令是听了林家军来到林家村才匆匆赶来的，在听说林永峰便是方兰的夫君，是林初一的亲爹时，吴县令眼珠子就快瞪出来了。一行人到了家门口，听说齐国公府的老国公爷也在这儿，吴县令惊讶地看了周易一眼。周易愣了愣，齐国公的老国公爷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那不是我爷爷吗？周易那叫一个激动啊！爷爷！喊出口，屋里屋外的人都愣住了。一片静默中，被他抛在一边的汗血宝马默默地张嘴摇起了地上的缰绳，自己往大柳树上绕了一圈，然后看向吴县令身边的赵师爷：“快来个人把我拴上！”这就是吴县令前来的另一件事儿，他是来送马的。这2匹马他是不能要了，拴在马棚里，时不时就咧嘴笑一笑，高兴了还能自己去后院溜达溜达。
太吓人了。你是小义子啊？原来是周公公呢，是见了。去你的！祖父，我都这么大了，您能不能别这么叫我小名了？你真是小义子啊？没错，一定是。这张脸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孩子呀，你出来了，怎么不回家呀？周易无语，听着怎么像是他刚刑满释放，没脸回家一样。但见周老爷子眼圈红了，周易有些愧疚。本来是打算回京的，路上发生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遇到危险了？没。对了，祖父，你怎么会在这儿？眼见着祖孙俩相认，林永峰瞟了门口的林初一眼，看看，这才是至亲相见该有的场面。顾太医却和齐大夫对视一眼，齐齐用手捋了捋胡须，目光微闪。周老国公这位孙子记性挺好啊。齐国公府就这一根独苗苗，2岁那年被鬼谷门的大长老强行抢走当徒弟去了。这2岁的娃呀，过了10几年，竟然还记得家里人长什么样。林初一忽视掉老爹带着深意的眼神，回头招呼了一声，让丁岩进屋里来，别在院门口戳着了。丁岩摇了摇头，他是来跟林初一告别的。这2天他体内的阴气在隐隐翻腾，鬼谷似乎有提前苏醒的迹象。他想找个地方闭关，放手与体内的鬼谷搏一搏，输赢反正也就是一条命的事儿。有多少把握？一半一半吧。林初一抿了抿唇，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瓷瓶，递了过去。这里面有3颗归元丹，跟上次跟你的那种一样的。想了想，他又拿出了2颗地灵丹，补充灵气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带着吧，万一用上了呢？丁岩没有拒绝，将2个瓶子收起，道了声谢谢。你决定好要去哪里闭关了吗？还没有决定，应该会是比较凶险的地方，最起码要能躲得过血煞阁的眼睛。鬼谷一旦牵动，那个男人一定会有所察觉。想要扼杀鬼谷，最起码要找一处连那个男人都有所顾忌的地方。丁岩心中其实有个方向，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从那里回来。我可能要去京城了，希望你还能有来找我的一天呢。丁岩颔首，冲林初一抱了抱拳，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林初一目光闪了闪，很强的鬼气。但愿那柄黑刺里的鬼物没有要夺舍的打算。我家底儿都给他了，你就别担心了。我爷爷中了毒，你帮他看看能不能解。我手上没有解毒的丹药的，你问我也没用。需要什么药材我去找。嘿，不错嘛，真是你爷爷的大孙子呢。别扯淡了，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呀？林初一走到老国公身边，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将手搭在了老爷子的脉搏上。他体内有毒种，属于蛊毒的一种，普通的药材是能解，但是毒种在就会继续产生毒素。对，是这样。解了毒之后，没过几天毒素就会再生。顾太医也点了点头。两人惊讶于林初一小年纪竟然懂医术，且看样子还颇有造诣。见顾太医和齐大夫点头认可，林永峰愣了，他闺女还懂医术？他闺女才多大呀？但转头看看马老太和家里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意外的，就连他媳妇儿都是一脸理所当然的模样。林永峰胸口一闷，他回来这么久，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这些事儿，所以家里还有多少事是他不知道的？周易的目光却是蓦地一冷。祖父，你是不是遇到了血煞阁的人啊？一群黑衣人，脸上戴着面具，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血煞阁啊？老国公是收到了周易离开鬼谷门的消息，才出来寻孙子的。10几年前，2岁的周易突然被带走，齐国公府掀起了轩然大波，派人一路寻找。老国公甚至去皇宫借了御林军，但鬼谷门向来神秘，哪是普通人说找就能找到的？这一找就是10多年。前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了周易离开鬼谷门的消息，说是惹上了麻烦，可能会有危险。听到儿子有危险，周易的亲爹急了，可他是朝中重臣，朝廷那边走不开，于是在家养闲的老国公坐不住了，一路千里迢迢的就去了消息传出的地方，却没想到被人一路追杀。周易后槽牙咬得咯咯作响，林初一摸了摸下巴，上下打量了一下周易。你家就一个吗？不会是姨娘想上位，想要弄死你和周老爷子吧？周易一愣，
看向自家祖父。周老爷子咳了咳，瞥了林永峰一眼，有些不自在的道：你母亲去世后，你爹身边一直只有一位姨娘，你也只有一个庶出的妹妹，今年12岁。林永峰默默地移开了目光，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心中却是对林初一竖起了大拇指。闺女啊，这可是齐国公，你是什么话都敢说啊？林初一却只是哦了一声，就好像刚刚的话题不是他提起的一样。如果那些只是普通的杀手，那就不用太过在意。但如果真的是血煞阁的人，我劝你最近别那么招摇了。周易显然也想到了这点，脸色有些阴晴不定。林初一却是冲齐大夫一伸手：把你给他解毒的药材给我一份。那药方我都试着改良过多次了，可依旧会反复。药材他倒是带来了，可是真的要让一个7、8岁的小姑娘给老国公解毒？怎么解啊？药材都是他们准备的，没用啊。给他吧。既然一儿相信这位小姑娘，老头子我也相信她。齐大夫这才将带来的药材给了林初一。林初一接过封存好的药材看了看，丢下一句：等着。人就不慌不忙地出了屋子。齐大夫伸长脖子去看，收回目光后与顾太医对视一眼。熬药吗？不该吧，小丫头去的地方好像不是厨房呀。林初一当然不是去厨房熬药了，他是找个没人的地方进空间炼丹了。不是药方没用，是药材里的药性不够。等待的过程中，周易坐在了周老爷子的身边，低着头想事情。不要担心，做到祖父这个位置，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不要因为这个乱了心神。先回京，回了家再做打算。祖孙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其他人呢却只顾着往门口观望。其中要数齐大夫最甚，迫切的想知道林初一到底能不能解了老国公身上的毒，还有当初他是怎么治疗老国公的伤势的。马老太见自己没啥事儿，也插不上什么话，想着天色不早，留人吃个饭吧，就带着2个儿媳妇去了厨房忙活。方兰想去帮忙，被马老太留了下来。这种场合你还是陪着一起吧。吴县令和赵师爷尴尬地站在角落里，想上前见个礼，却发现这会儿谁都没有要搭理人的意思。吴县令觉得自己今天来的好像不太是时候。林永峰心中也很焦急啊，闺女到年才9岁，那可是3朝元老啊，活了好好的，不能今天就交代在他闺女手里了吧。半个多时辰的等待，在屋里的人各怀心思，各种心不在焉中，林初一终于回来了。一共5颗，100两银子，谢谢。先记账，回京后给你。打从知道林永峰是林初一的亲爹起，周易就知道他一定会去京城。周易打开瓶子，一股极其浓郁药香瞬间弥漫在屋内。齐大夫和顾太医心下一惊，齐齐站起身，一颗深褐色的丹药出现在周易的掌心，珠圆玉润，品相极好，似乎还透着某种莫名的光晕。这是哪些药材制成的？顾太医望着周易手中的圆滚滚的丹药，眉头微蹙，沉思了片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蓦地瞪大了眼睛。这是丹药？顾太医激动地往前一步，死死盯着周易手中的那枚丹药。是丹药，的确是丹药。心中波涛汹涌，久久不能平静。炼丹之术不是没有记载，历代帝王都想要长生不老，一批批装神弄鬼的道士招进宫，享受着最高的待遇和崇敬。但炼出的那些所谓的丹药，其实都是一些大补的药丸。别说长生不老药，就是真正的丹药，都没人能炼得出来过。没想到今天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山村之中见识到了，还出自一个7、8岁的幼童之手。难怪呀，难怪有如此功效，原来是丹药。见俩人有要伸手的念头，周易眼疾手快地将丹药塞进了周老爷子的嘴里，然后一把将瓶子塞到了挎包，速度之快，生怕2个老头扑上来抢夺。周老爷子也挺意外的，丹药猝不及防的入口，瞬间化成了一股暖流，顺着咽喉而下，慢慢游走在4肢百骸。不过片刻的功夫，老爷子的苍白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唇色也恢复了正常，那种心口被压迫的感觉一扫而空，浑身上下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舒畅。齐大夫和顾太医一人一只手把着周老爷子的脉搏，亲自感受着老爷子身体的变化，皆是一脸的惊叹。太神奇了，
果然是传说中的神药，简直是神迹啊！顾太医转头看向了林初一，目光炙热。这小丫头不得了啊！林初一被盯得直皱眉。是丹药，不是仙药，对症下药而已，没那么神奇的。非也，炼丹之术早已成了传说，这是你的造诣，我等望尘莫及呀！林初一果断地出了屋子，再不走，估计两个老头就该问他丹药是怎么炼成的了。齐大夫的确很好奇，但看人家孩子表现出的拒绝太过明显，又有林永峰在，到底没拉下脸。顾太医却觉得没事儿，来日方长，只是告诫林永峰这事儿得瞒住了，不能向外泄露半分。若是让别国知道有这么个会炼丹的人存在，年龄还这么般小，东林怕是保不住他。林永峰这才从闺女带来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沉沉的点头。周易在旁听的直撇嘴，你们都想多了，那凶残的小丫头狠起来连鬼都害怕，谁敢打她的主意啊？10万大军一起上，估计都不够她祸害的。吴县令这会儿啊，终于是得空跟老国公见了礼，然后将2匹血汗宝马往这一扔，匆匆离开。毒已解，周老国公与林永峰闲谈了一会儿西北的事情，然后便借着准备回京城的由头，也准备带着周易与齐大夫离开了。马老太见人要走，赶忙出来招呼：“饭都做好了，不然吃了再走。”周老国公客气的拒绝，事情很多，容不得他们留在这儿。林永峰邀请他们一起赶路，也被祖孙俩给拒绝了。我们祖孙俩身上的麻烦太多，还是京城见吧。届时我与义儿在京城为你一家接风洗尘。自己什么情况自己知道，周易也不想太麻烦林初一。林初一给了他几颗归元丹，让他们一路小心。周老爷子走时留下了一块玉佩，直言是给林初一的。老国公放下话，去京城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随时去齐国公府求助，齐国公府的人绝不说二话。等人都走光了，林永峰坐在桌前与林初一对视，气氛不明，两人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一触即发。我不在的这5年里，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是你闺女初一，她现在是神仙的徒弟。娘啊，你在瞎说什么？什么神仙徒弟啊？林永新和一帮小的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就是后山山神的徒弟。对于师傅这个问题，林初一也没给他们讲清楚，所以家里人一直以为林初一的师傅就是后山的山神。林永峰扫了一圈，见没人搭理自己，是不是真出事了？家里养了妖怪。什么？林永峰脑仁更疼了。娘，大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林初一咬了一口馒头，冲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大白招了招手：“来，给我爹笑一个。”林永峰一扭头，一只成年老虎般大小的黑狼一下就窜到了他面前。这个人挺眼熟啊，不是土匪山上的那个将军吗？怎么，原来是自己人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狼，林永峰的心都提起来了。家里竟然有狼，这是家里养的？是不是大了点啊？家里日子这么好吗？想法呀千帆过境，一人一狼对视良久。就在林永峰渐渐松了口气时，就见大白突然一仰头，一声嘹亮的狼嚎吓了林永峰一跳，还以为大白认生是要扑他，没想到大白音调一转，突然一咧嘴冲他笑了起来。大白一带头，一旁的大黄也跟着张开了嘴。门口被吴县令抛下的2匹血汗一听到这个声音，立马跟打了个鸡血似的，打了个响鼻，脖子高高扬起，上下唇动了动，咧开嘴，露出2排齐整整的牙齿。林永峰的心跳差点就停了，他就走了5年多，怎么回来后家就不是原来那个家了？老太太怕儿子刚回来再被吓出个好歹，用眼神死死地压制住石头人，石憨子这才没跟着一起狂欢。林初一用实力告诉林永峰，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别聊其他的。你是个古人，难道不懂食不言寝不语吗？林永峰被吓着了，饭都没吃几口，方兰安慰了好半天才给顺匀了气。马老太感叹，这还将军呢，承受能力还不如他一老太太。晚上等到林永峰缓过神来，一家人又讨论起了去京城的事情。年呀是没法在家过了，谁去谁留都成了问题。林永新开春要下场，解释在府城举行，他要留下来考试，就不能随着一起去京城。
林永平老实人一个，觉得京城那边什么都没安排好，就这么去啊，有些不踏实。所以三房决定留下来陪林永新解释，考完再一起去京城。林家宝虽然想跟着，但他没离开过陈氏，陈氏也舍不得让他去。林永茂倒是想去，被林初一眼睛一扫，立马弱弱地表示他也留下来等着林永新解释过后再去。马老太这次也不跟着去，谁劝都没用，美名其曰啊是要留下来看看他们三兄弟。林永平和林永新他倒是不担心，主要是林永茂，免得没人拘着时又犯浑。不过方兰和林永峰却是知晓老太太这是还没做好面对方家人的准备。虽然当初那事儿不怪他，但夫妻连金有些事儿啊是说不得的。林永峰也不勉强，如此也好，他先把京城那边给安排好了，再接老娘他们过去。林初一特地找了林翠儿，问他要不要跟着一起去。不过林翠儿想了半天，给出的答案还是等下次。第二天一早，林初一抱了一堆贴了标签的瓶子放到床上，一一告诉马老太里面都是些什么丹药，都有什么作用，并嘱咐丹药不要外露，家里人吃就好，不要好心，不然啊可能会招来危险。林初一决定将大白和石头人带走，狼群和黄皮子们先待在后山，等他在京城找到容身之所，再将大部队迁移过去。这么安排也是有考虑的，后山是狼群和黄皮子的地盘，有他们在，马老太他们真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就算是阵法破了，只要人躲进大山，有老黄皮子在，就没人能伤到他们。该收拾的就收拾了，早早的吃完早饭，林永峰决定即刻启程。一家人站在家门口眼巴巴的瞅，马老太远远的看到了队伍中的林初一，冲他挥手，心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一样。随着军队动身，老太太的脚步也跟着往前迈了迈，随即赶忙转身，拿手去捂住已经湿润的眼睛，生怕再看一眼就会忍不住追上去，跟着一起走。到了村口，刘家父子已经早早的等在那儿了，满满一牛车的鸡鸭鱼肉啊，还有一些成袋的干粮，虽然不贵重，可都是些心意啊，路上远能带就带一点。刘老爷子递过去的一个包袱，里面是家里做的粘豆包和糕点。知道你不能缺啥，都是点心意。路上远，都是自己家做的，也不值几个钱。谢谢刘爷爷。不谢不谢，不当啥。大柱叔和二柱叔能赶马车吗？能赶，我在县里做工时给大户人家当过几天车夫。我也能赶，就是不太熟练。嘿嘿。我爹有圣旨在身呢，我们得先走一步。我四叔开春要下场，那平时不往村里来的，平日里麻烦大柱叔和二柱叔多帮村一些了。等我四叔解释结束了，我在京城等着你们。哎，放心吧，俩孩子在山上，我们平日也会多走动着点儿。林初一肯给两个孩子这场造化，他们已经够感谢了。真说起来，他们也没做啥，却平白得了那么多好处。且听林初一这话呀，这是要一直带着他们呢。老爷子心下激动，看来他们也要准备一下。这林家村待不久了。城门口，吴县令和魏知府早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不管玉林山上的事儿，吴县令有没有出力，有林永峰掺和一下，功劳是没跑了。去京城路途遥远，又是天寒地冻，吴县令很是贴心的给准备了马车。趁着还没走，他让人将拉车的2匹马给换成了2匹汗血宝马。2匹汗血宝马拉车呀，就说得多奢侈吧。按理说呀，汗血宝马血统高贵，灵性足，野性也足，没有一匹千里马是愿意被束缚的。但人家就是很愿意啊，乐得直咧嘴。吴县令现在是一看到这2匹马呀就脑仁疼，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行人继续赶路，队伍的行程还是被拖慢了。队伍里还有个重伤的幕府将军呢，不能骑马，郭太医也不给治，单独一个马车拉着的。竟然对将军的闺女动手，伤还能不能好不知道，恐怕就算好了呀，迎接幕副将的还会有更大的狂风暴雨。要问穆坚恨吗？当然恨，恨不得一把掐死林初一。但他身边除了林家军，自己的人就只有那么10几个。但穆坚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在他想方设法的弄死林初一的时候，殊不知林初一也暗搓搓的盯上了他。队伍第一次在野外扎营，林初一吃饱喝足，又带着大白四处溜达。半个时辰后他回来了，
大白没回来，一只狼也没有人特地的留意他去了哪儿。结果大半夜的，就听木间的帐营中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叫着叫着，突然就没了声。林永峰一惊，还以为有刺客，然而他刚准备起身，身边的林少泽就拽住了他的衣服。爹，他应该是做噩梦了，你去不合适，会惹娘不高兴的。你可长点心吧，娘本来就对你不太上心。林永峰搂着亲儿子，默默无语，两行泪呀。儿子，原来你也看出来了。隔壁帐篷的方兰也醒了。你就使坏吧，再把人给直接吓死。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简单吃了点东西，军队收拾收拾继续赶路。可怜的木间，据说早上是被人从帐篷里给抬上马车的。林永峰也不想去问，倒是顾太医去瞧了一下，给把了脉，说人就是受了点惊吓，跟那一身伤相比啊，算不得什么。媳妇儿孩子都在身边，林永峰也不着急，怕方兰和2个孩子身体受不住。天气稍微有点不好，林永峰就让人停下来扎营。就这么走走停停，又赶了7、8天的路。大白照旧会在晚上去木间的帐篷里待一会儿，啥事都不干，就冲人各种笑。这么多天，将士们白日里看大白久了都习惯了，可木间看不到啊。每天夜里睡着睡着就是一声惨叫。刚开始还有人去看看，时间一长啊，就连那10几个穆家军都不耐烦了。10几个人开始轮班，听到叫声出去2个象征性的看看就算了。后来觉得木间行动不便，露宿时得抬下马车，一大早还得往上抬。穆家军一合计，不然夜里啊就待在马车上休息吧，被子铺得厚一些，反正都一样。木间也咬牙答应了。穆家军每天轮流给木间进行心理疏导，告诉他那就是将军夫人家养的一只狼，就只是一只狼而已，用得着每天都吓成那样吗？木间心里叫苦，狼不可怕，可怕的是那只狼每天半夜都瞅着他笑啊，那一举一动跟人一模一样啊。不过时间一长，见的次数多了，有了心理准备，就没那么怕了。木间满心怨恨，觉得那只狼一定是方兰指使，让每天晚上去吓他呢，为的呢就是要所有人都看他的笑话。还有那个顾太医竟然拒绝给他医治，蛇鼠一窝的东西。真以为木间没人了，他就没有后台吗？木间咬牙，一切等着回京后再说。他就不信方家真能只手遮天。可让木间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终于习惯能够对大白的突然出现熟视无睹的时候，嘿，林初一换人了。一个月朗星期的夜晚，所有人都熟睡在档口，守夜的将士刚有点睡意，就听木间所在的马车里突然传出一声不似人类的惨叫，伴随着哗啦哐当一声，吓得几人瞬间清醒，往马车的方向看了看，随即打了个哈欠，将目光移向了别处。马车附近的帐篷里出现2个满脸不耐烦的穆家军，刚安生2天又开始了。只见马车一阵晃动，然后眼睁睁地看到木间大喊着从马车里滚了出来，披头散发，衣冠不整，跟个女鬼似的。鬼，有鬼，有鬼啊！木间都快疯了，一觉睡醒口渴了。就在他心情烦躁，想要挣扎着坐起身的时候，打旁边传来个僵硬的声音：你醒了。你是谁？什么人？话问出口，车厢里却沉默了很久，久到木间都以为自己是不是睡得太久出现了幻觉。就在他刚要松口气的时候，马车的窗帘被慢慢的掀了起来，月光倾洒之下，石头那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木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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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间的心脏一紧，瞪大眼睛，一口气没喘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他，憋了半天竟然没吓晕过去。一声惊叫，使出了全力，直接滚下了马车。但极不幸运的是，头先着的地，砰的一下，只来得及发出那一声尖叫，落地后眼睛一黑，到底还是昏了过去。穆家军的2人都无语了。然而等到他们掀开车帘去看时，里面哪有什么鬼不鬼的，连个多余的物件都没有。当然没有了，此时的石头人早已经回了林初一的帐篷。别忘了，人家不仅能说话，还能随意的变换大小。林初一将石憨子收进了空间，默默给他点个赞，干得漂亮。木间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第2天醒过来后，人都有些精神分裂了，直嚷嚷着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一个劲儿的要见林永峰。方兰给俩孩子热了点吃的，凉凉的瞥了林永峰一眼，
意思很明显，你可以去一下试试。林永峰当然不会去了，不过方兰娘仨的态度让他有些心堵，总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般。林永峰没去见穆坚，林初一去了。我要见将军。剑种，你来做什么？林初一瞥了他一眼，一巴掌就甩上去了，一点都没惯着他。剑种，你敢打我？不行吗？打你还得看日子呢。小贱种，我要杀了你！穆坚挣扎着就要坐起身，手狠狠地朝着林初一挠去，可惜扑了个空。气怒交加，又是重伤之下，一口老血蓦地喷出了老远。哎，你可忍着点，本来就没人愿意搭理你了，你再碰到失血过多而死，到时候说你重伤不治，别人也不知道，你这个死得不得其所呢。穆坚一听，喉咙一甜，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浑身颤抖，眼睛都快喷火了。要不我给你翻个桶接着冻一下，晚上让我娘给你做血豆腐吃，我娘手艺可好了。贱人，贱种，你跟你娘都是贱种呢，脸皮真他妈厚呢。哎，你那么喜欢给人当小三呢，你爹知道吗？你祖宗知道吗？我劝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爹就算是个蚂蚱，那也永远蹦跶不到你这根杂草上呢。刚走到马车边的林永峰听得嘴角一阵抽搐。闺女，我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他是听说林初一来穆坚这儿才匆匆过来的。林永峰怕穆坚狗急跳墙，对林初一不利，没想到闺女一直占着上风呢，还骂着，果然他就不该来。可既然来了，该听的也听到了，他就不允许他人侮辱他的妻女。贱人！林永峰一把扯开了车帘，脸色阴沉地看着面目狰狞的穆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将军，将军救我！初一你先回去。我要是不呢？不回去就算了，你下来，我有话问他。林初一从马车里跳下来，望着林永峰的目光全是嫌弃。你倒是翻脸呀！你翻脸，我就能光明正大的收拾你了。亲爹不知道自己幸运的逃过一劫，他目光沉沉的看着马车里的穆坚。这些年我派人送回去的信件被拦，银钱被调包，是不是你做的？哼，这还用问吗？他想给你做小妾呢，你难道真看不明白？你是哪只眼睛瞎掉了？用不用我给你看看呀？不是的，将军，没有那回事。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来？给嫂子送信的都是你的亲信，我哪有那个权利？嫂子，好大一个妹妹呢。闺女你让爹说两句行不？就说两句。是不是现在都不重要了，但你2次意欲杀我女儿，还辱骂我的妻子，我林家军里可容不下你。将军，不知者无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是穆家唯一的后人，你既然接手了穆家军，你就不能不管我的。我去，谁他妈给你那么大的脸啊？买你的猪还买你的圈不成啊？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意欲杀初一，所有的林家军都可以作证，入京后按军法处置。说罢，林永峰放下了车帘，抬脚往回走。大年30这天下了雪，明年会不会是个好年不知道，但这年总是要凑合着过一下的。林永峰让人寻了处小村子落脚，不过窘迫的是林爹兜里没银子，还是林初一大方了一回，200两拿去，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林家军看着林初一的眼光直放光，哎妈，将军的闺女比将军大方呀，一给就是200两银子呀。正月16这天，一行终于到达了京城。恭迎林将军打胜仗归来。林永峰要进宫，让人带方兰娘仨去他的京城的府邸。朱红色的正门大开，门匾上将军府3个大字气势磅礴，正3品。林初一表示很满意。见过将军夫人，见过大少爷，见过大小姐。方兰微微点头，虽然一身衣服并不奢华，可他身上坦然的气质让几个下人都吃了一惊。那浑然天成的高贵似乎就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接下来的流程就简单了，赐名，能被赐名就代表这几个人被主家认可了，可以继续留下来。
郑国将军府，老爷夫人，到了，林家军进京了，四小姐回来了。回来了，我儿回来了。回来就好。那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他。你还敢说？要不是你个老糊涂。唉，算了，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用，总归是回来了。娘，您别这样，小妹回来是好事呢，您还是好好想想，该给您外孙和外孙女准备些什么见面礼吧。我跟二弟妹可是都早就准备好了呢。那丫头倔呀，也不知道俩孩子随没随她那个倔脾气。唉，希望她别怨我这些年心狠才好啊。怎会呢？小妹什么性子，您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些事，她会理解的。方老爷子不愿聊这些，想着林永峰这会儿在进宫，回来天都该黑了。今天应该是见不到人了，管家去下帖子，明天来，明天一早就来。老夫人觉得是不是太急了些？这刚到京城，人都还没休息好呢，那将军府连个能使唤的下人都没有，还不如回来休息。总归兰儿以前的院落一直让人打理着，干干净净的，人来了就能住下。方兰在收到郑国将军府下的帖子后，就一直魂不守舍的，一想到明天就能与多年未见的家人相聚，他的心就跳个不停，盼相见。真到了这个时候又生了气。林永峰从宫里回来后得知了这事儿，也只是劝方兰放宽心，既然方家那边着急见面，定然是念得紧，若是怪就不会急急的下帖子，而是等着他们上门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威猛大将军的妻子竟然是郑国将军府丢失的四小姐，谁说方家没有继承人了？这不现成的吗？林初一刚踏进府里就皱起了眉头。世代从军的人家，叔叔该是有一股浩然正气才是。方家世代皆是良将，按理说这府里就算没有军魂守护，气息也不至于这么污浊的。难道方家这一代的苗歪楼啦？出了什么花天酒地的混账玩意儿？兰儿，母亲，女儿不孝，女儿回来了。我的兰儿啊，你受苦了。不苦，母亲，女儿不苦，是女儿错了，是我错了。娘，地上凉，别让小妹跪着了，先进屋，爹和郑国都等着呢。啊，快起来，地上凉，咱们进屋说，进屋说。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把林初一和林少泽都看呆了，两人齐齐转头去看浑身不自在的林永峰，想象着当日父子父女相见的场面，然后自动代入了一下。哎呦我去吧，浑身发麻有没有？我是林初一，外祖母你好。我是林少泽，外祖母你好。还没吃饭呢吧？祖母给准备了点糕点，咱先吃点垫垫，已经让厨房去准备了，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啊。老夫人笑呵呵的一手搀着一个进屋了。老爷子看到方兰那张脸后，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却硬是将目光放到了走在最后面的林永峰身上。回来了，回来了就好。老夫当年果然没有看错你呀。爹，女儿回来了。岳父，我将兰儿给您带回来了。都起来，别跪着，地上凉。这是初一和少泽吧？都长这么大了。外祖父你好。外祖父你好。好，都好。我瞧着小妹还是没变呢，看着竟比以前更有灵气了。是啊，小妹随娘在家就招人稀罕。大哥，你的腿怎么了？几年没见，方振国沧桑了许多，眉宇间还有淡淡的颓废之感。没事儿，从马上摔下来受了点伤，不要担心。受了点伤？
二哥呢？还有二嫂和佑儿，怎么没见到他们？提起方振远，老夫人眼中闪过一丝黯然。振远替你大哥去了边疆，你二嫂她，佑儿这几日不舒服，你二嫂陪着她呢。二哥去了边疆？方振远自小走的是经商路，他去了边疆，那……大哥，你的腿伤了有多久了？久没有请太医过来看看？家里出事了，对不对？父亲母亲到底出什么事了？方兰看着方老爷子身上的散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老爷子年过半百，一生戎马，如今的精气神儿却还不如家里的马老太。屋子一时间沉默了下来，似乎谁都不愿意提这些事儿。你跟妹夫刚回来，就先别提这些事儿了。娘将你以前的院子收拾好了，你们就先住下来吧。林府那边让你大嫂拨些人去收拾，该添置的添置，等归置好了再回去。是呀，有的是时间聊那些事儿呢。爹和娘一早等你们，都还没吃上一口饭呢。厨房那边还是娘亲自吩咐的，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菜，咱旁的呀先别提了，咱们一家子好好治一治。徐氏冲一边端着托盘的小丫头招手，从托盘里拿起一对镶着白玉边的金玉手镯和一套紫荆木做成的毛笔，分别给了林初一和林少泽。大舅母这次第一次见着你们，以后缺什么就来跟舅母说，舅母都给你们添置了。林初一手上套着一对白玉金镯，漂亮还值钱，嘴角微扬，转头看了他娘一眼，将小手伸进了胸口，然后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掏出了一颗婴儿手臂那么粗的人参递了过去。礼尚往来，给徐氏吓了一跳，看着林初一的小身板。话说这么大颗人参到底是怎么从胸前掏出来的？见他没动作，林初一绷着张脸又往外掏了一颗。这是我弟弟的，我帮他一起给了。徐氏都不知道该说啥了。长者赐，舅母怎么能收你们的东西呢？林初一怀疑地看着这位大舅母，你确定不能收吗？接着又瞟了他娘一眼，抿了抿唇，竟然又给塞回去了。方兰也不知道该说些啥，被这熊孩子一打岔呀，刚刚那股子不安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是方振国给自家媳妇儿解的围，他送的是2把玄铁打造的匕首，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林初一眼睛一亮，很明显这礼物送到他心坎上了。林少泽也咧着嘴乐，谢谢大舅舅。方老夫人给的是一对长命锁，寓意长命百岁，还给林初一单独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轮到方老爷子的时候，老爷子有些窘迫地摸了摸鼻子。本来老爷子挑的也是武器，但考虑到孩子还小，又被方老夫人指着鼻子骂了一通，就给换成了一套御赐的文房四宝和一把收藏了多年的古琴。不过老爷子觉得俩孩子随了方家人的血性，对兵器之类的比较感兴趣，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换了。不过无妨，想要就跟他说一声，家里有个专门的武器库，等孩子大了可以随意进去挑。谢谢外祖父。林少泽怀里抱着一套文房四宝，小脸上满是兴奋，心里想的却是等他四叔来了就送给他四叔，家里就那一个读书的料。总的来说有礼物收，又不用自己往外掏，林初一心情还是极好的，连带着看着他爹都顺眼了几分。我方家世代为将，战场上多少次生死一线，家中女眷的那份日日揪心，我可太明白了。唉，事已至此，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希望你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想，家中还有妻子老小在等着你回来。祖母不用担心的，爹要是在战场上出了意外，我娘就又成你闺女了。你把她接回了府，想怎么疼就怎么疼。凭2个将军府的实力，难道还养不起我娘吗？届时我都该长大了，娘要是觉得京城待着不舒服，我和姐姐就带着娘和外祖父外祖母归隐山野，怎么开心怎么过。好好好，祖母知道了。被强行出意外的林爹就挺突然的，自家孩子连他死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都想好了。方兰也无奈地笑了笑，丝毫没感觉到自家夫君心里的悲伤早已经逆流成河了。母亲，我去看看佑儿跟二嫂吧。佑儿她怎么样了？顾太医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
明日还是请他来府里给大哥和幼儿看看。说起这个，方老爷子几人面上一顿，又都不说话了。爹，到底怎么了？幼儿病得很严重吗？这些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天儿不早了，让下人去准备饭菜吧，别饿着孩子。等吃完了饭，你要去看就去吧。其实方兰心里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大哥成亲近16载，他走那会儿大嫂就一直没怀上孩子，这么多年过去，难道还没有孩子？怎么没听大哥大嫂提起过？但想到这么问的话有些太过突兀了，还是私下找机会问一问他娘的好。对了，三哥呢？振兴在兵器库当值，职位比较重要，一般不回来。不过我昨天让人去通知他了，知道你们回来，他今天应该能回家。温管家前来禀报，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移步饭厅了。走吧，去吃饭，一切等吃过饭再说。镇国将军府的大厨那可是皇上赐的，手艺老好了。结果就是林初一吃欢了，林少泽吃撑了，筷子一放下，方兰就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方承佑。自从你跟你爹走后，家里就起了变故。唉，幼儿也出了事儿，你在乡下虽苦了点儿，但好歹也能保住条命啊。母亲，你也别怪我当初不管你，方家揽的权太大，我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将你放在乡下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永丰这孩子不错，苦一点儿也比回京后丢了命强啊。是皇上吗？方老爷子摇头。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就在这时，一种尖细古怪不似人声的叫声从前方的院落里传出，震得众人心中一颤。跟着就是一个焦急的声音：幼儿，幼儿快回来！幼儿，幼儿听话，娘陪你，你不能出去啊！众人对视一眼，脚步下意识快了些。就在一行人快要到院门口之时，一个身影突然从院子里窜了出来，头发凌乱，像只动物般四脚落地，尖叫着冲着最前面的方振国就去了。林永丰一惊，赶忙将人往一边推去，险险地躲开了。等那东西落地，这才看清，居然是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身形枯瘦，面容狰狞，弓着身子，四肢着地，呲着牙，像头野兽般警惕着看着众人。林初一都惊了，这就是他传说中的大表哥吗？多少有点不像人呢。幼儿，二嫂，这是幼儿，怎么可能？不是说幼儿病了吗？小妹。见到方兰，姚氏只眼睛发红的唤了一声，此刻却顾不得寒暄。幼儿乖，来，到娘这儿来。姚氏的呼唤刺激到了方承佑，他漆黑的眼睛猛地睁大，竟然是冲着方老爷子吼了一声：救救我！方老爷子也是心疼，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祖父救你，告诉祖父谁欺负你了。来，幼儿乖，来祖父这儿。方承佑却是后退一步，一张嘴发出一阵尖利的声音，跟超声波似的。众人只感觉脑子一闷，脸上一白，赶紧用手捂住耳朵。谁也没想到的是，趁这功夫，方承佑四肢趴地，竟是速度极快的冲最小的林少泽扑了过去。救救我！救救我！林少泽吃撑了，一直在打着嗝，见人张牙舞爪的冲他扑过来，吓得嗝也不打了，竟然直挺挺的就愣在那儿了。方承佑的动作太快，等方老爷子和林永丰反应过来，人都已经到了林少泽面前。幼儿住手！少泽，快躲！开字还没有喊出口，老夫人睁大眼睛，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只见关键时刻，林初一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了林少泽的面前，一把薅住了方承佑的领子，顺手就给丢了出去。方承佑就跟个抛物线一样，又重新落回了方才的位置，有些懵，估计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他。林初一眼睛直放光，就说嘛，京城比清水镇有意思多了。初一啊！方兰突然就想起来自家闺女的身份，有心想提醒一下别下重手，
却见林初一已经跟个炮弹似的冲出去了，气势全开啊！方承佑一眼就察觉到了他不好惹，竟然一转头，四肢着地的就想往院子里跑。少泽，抄家伙！林少泽一愣，一把抽出方振国送的那把匕首，就跟在了林初一身后。姚氏的心都提了起来，怕自家儿子受伤，又怕两个孩子被方承佑所伤。林初一快速的在手心里面画了一道符文，随即单手结印，一巴掌呼在了方承佑那张消瘦的脸上。一声惨叫响起，却是从方承佑的身体里发出的。林初一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拍在了方承佑的额头、后心、双肩，最后一掌狠狠地印在了心口处。方承佑惨叫一声，一口黑血喷出。林初一双手结印，两手间符文闪现，给我滚出去！林初一一声大喝，符文带着金光穿透了方承佑的身体，一只浑身白毛像猪一样的怪物从他的体内被逼出来了。林少泽瞅准机会，一把匕首扔出，没扎到，那怪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一头撞在了墙壁上，没了踪影。林少泽都傻了，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东西？林初一却是一把拔出地上的匕首，转身就跑。姐，等等我！一直到俩人跑不见踪影，院门口站着的人都没有回过神儿。别说方家的众人，就连方兰都看傻了。他还是第一次见闺女施展法术。林永峰一脸懵逼，他刚刚看到了啥？还是趴在地上的方承佑虚弱的唤了声娘，才将众人给拉回了现实。哎呦，你叫娘了，我的儿啊，你终于认得娘了。来人，保护好我家外孙女！老爷子身上好像突然就有了力气，竟然也追着林初一姐弟俩去了。林永峰让方兰和老夫人他们先进屋，自己也赶紧追了过去。这边林初一一路追着那股淡淡的妖邪之气到了后院，在一处院落外停了下来。此处是个佛堂，林初一手里握着匕首，抬头去看那座佛像。是我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出来？屋子里没有丝毫动静，雕像还是那副众生皆苦的慈悲模样。不出来！林初一眯了眯眼，一簇赤青色的火焰迸发而出，瞬间没入了雕像。只听得一声惨叫，伴随着一股焦糊的气息，一只屁股上着火的白色怪物从雕像里钻了出来，落在地上不断的翻滚，试图熄灭身上的火焰。林初一也总算是看清了那东西的模样，原来是只白老鼠。林初一手里的短剑包裹着灵力，脱手而出，直直扎向了白鼠的脑袋。一声痛苦的尖叫过后，地上只剩下一截不断扭动的尾巴。林初一走上前去，手上包裹着灵气，将那截尾巴给捡了起来，一阵打量。姐，刚才那是猪成精了吗？是不是太小了点儿？是只有点修为的鼠精，将军府的伙食好，吃得胖了一点。感情那鼠精祸害我孙子，是因为府里伙食好。初一呀，那真的是妖精，是府里的老鼠成了精。林初一将尾巴塞进了胸口的衣服里。是老鼠成了精，不过是不是方家的老鼠就不知道了。那姐，你怎么不收了他？他在府里祸害人，你怎么还让他给跑了？没事，除非他们不想要回那截尾巴了，不然一定会回来找我的。至于为什么不灭了他，林初一发现那白鼠的气息虽然污浊，但有几分功德在身，应该是还没有害过人。还有妖鼠附在方承佑身上时，嘴里一直喊着救救我。他觉得还是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做决断。方老爷子一听那老鼠还会去找林初一，有些担心。初一呀，祖父谢谢你能出手，但这事儿……那老鼠是我故意放走的，你别担心，我能应付的。就是这里可能要重新修缮一下了。无事，一间屋子而已，让下人去收拾就行。那我去看看传说中的大表哥。什么传说中的大表哥啊？林永峰终于追了过来，不过迟了点儿。老爷子和林少泽至少看到了那白鼠一眼，他连根毛都没看到。方老爷子让人进来处理后续。下人们看到佛堂里惨不忍睹的一幕，看向林初一的眼神那叫一个耐人寻味呀。还有，老爷子，你脸上那抹骄傲是怎么回事啊？是想说砸得好吗？回去的一路上，林爹都在打量着自家俩孩子，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儿是他不知道的。等等，
记得娘好像说过，初一被神仙收了当徒弟。他当时还是觉得天方夜谭来着。所以这事儿是真的。还有大哥，当时说了什么来着？家里养了妖怪。家里养了妖怪。林永峰在心中将家里所有不对劲儿的地方都给过了一遍。他们家的狼，不是，他们家为什么会养狼呢？先不管为什么，那只狼它不对劲儿啊，能听懂人话，聪明过头，还会笑，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狼妖？对，一定是了。所以林永峰做梦都不会想到，家里还有只能跑能蹦的石头怪。方老爷子要比林永峰淡定得多，活了大半辈子，奇奇怪怪的事情也见过不少。四人回到玉松院，方承佑还在昏迷着。娘，怎么样啊？抓着没有？任谁都想不到，方兰半天一直想的是家里又要添只妖怪了，还想着能安排到哪里。大白看门，千里马拉车，石头人镇宅，这抓只猪回去翻地吗？没有，让他跑了。初一呀，你有没有办法救救幼儿啊？林初一点了点头，手搭在方承佑的手腕，将一丝灵力探进他的体内。片刻后，林初一将手收回，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了一粒红色的丹药，塞进了方承佑嘴里。那东西附在他体内太久了，但好在没有想要害他的意思。丹药入口，方承佑面上覆盖的浊气丝丝缕缕的蒸发，眼眶的青黑色淡了些。人虽然还是消瘦枯槁，但总算是正常了。多给他吃点带阳性的东西，去体内的阴寒。他身体亏空太厉害了，这段时间应该时常会饿。不过别担心，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过段时间就能好的。哎，好，我知道了。姚氏心下感激，一边应着林初一的话，一边抹眼泪。林初一看他一眼，默默地将之前那2颗人参又给掏了出来。给他熬汤喝吧，记着别补过头了。姚氏小心接过，泪水止不住的往下落。初一，舅母谢谢你，你这是救了舅母一家的命啊！说着，竟然激动的就要给林初一跪下。方兰见状，赶紧一把拦住了姚氏。二嫂，都是一家人，你这不是折杀初一吗？小妹，你不懂，我每日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消瘦，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我怕呀，可我恨不得代替他。哪怕我死了，只要幼儿能平平安安长大，我怎么样都行。我懂，没事了，二嫂，都过去了，幼儿会越来越好的。他还小，还需要你照顾呢，你可得好好的。是呀，二弟妹，幼儿需要娘呢，他没事儿了，咱们该高兴才是。初一说了，要好好调养，他需要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可得好好的呀。林初一不太习惯这种煽情的场面，他看向方振国：“你腿需不需要我给治治啊？”初一啊，舅舅这是伤，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束手无措。初一，你给你舅舅看看吧。初一呀，你给你舅舅看看吧，不能治也没什么，这是他的命。林初一颔首靠近2步，绷着小脸儿，目光一寸一寸的在方振国身上搜索，似乎要锁定什么。方振国看着林初一，刚想问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就见林初一目光一滞，突然出手，一掌印在他的心口处。方振国脸色蓦地白，一口鲜血喷出，林初一早已经躲到了一边。屋里众人心中一惊，不知道为什么林初一会突然对方振国动手，却知道他应该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果然，林初一已经蹲到了地上，歪着头去看方振国吐出来的东西。众人心下好奇也凑了过去，只见那血液里密密麻麻蠕动着白色的虫子，看得人头皮发麻。天哪，这些东西竟然一直在父亲身体里待着呢，这应该是蛊虫，巫蛊的一种。林初一手指一弹，一簇火焰落到了那些虫子的上面，顷刻烧成了灰烬。这一手又把众人给震撼得无以复加。这哪是普通的女娃，这是个神娃啊！也不知道方家哪一代的祖宗保佑，竟然出了这么个有本事的后代。这是咱老林家的娃，姓林的。年初一往方振国嘴里塞了一颗归元丹道：“你站起来试试。”
丹药入口即化，方振国只觉得一股暖意蔓延至全身，连带着那双多年没有知觉的腿也有了温度。听了林初一的话，他心里砰砰直跳，在一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撑着轮椅慢慢地站了起来。你走几步试试。林初一一直很淡定，这种淡定感染了在场的人，也包括方振国。他松开了撑着轮椅的手，咬着牙，慢慢地向前挪了2步，有些绵软无力，应该是多年没有行动的原因，但的的确确是能够走了。夫君，徐氏眼泪顺势落下。10年了，他看着方振国从意气风发变得沉默，变得颓废，怕家里人担心，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10年了，他的夫君，他的天，终于又重新站起来了。初一啊，祖母谢谢你，祖母谢谢你啊。谢就不必了，不习惯。他还是对这些年方家府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方兰显然看懂了闺女的心思。母亲，事到如今，你们就说说吧，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我和父亲10多年前被人追杀，那些都是什么人呢？林将军的夫人是郑国将军府的4小姐，这件事情已经传出去了，藏着掖着，那些人该对付我们还是对付我们的，不如将事情摊开了说，我们也好有个防备，知道应该防着谁呢。初一说得对，既然你们已经来了京城，那该知道的早晚得知道。20多年前，咱们方家就掌管着朝廷近1半的兵权，剩下的那些分布在各个关口，可以说当时的方家就是朝廷的一枚定海神针，动一下就会带起朝堂震荡。方家人忠君报国，皇上也舍得放权，且只对方家放权。东临各关口大乱时，方家人征战沙场，一打就是多年，那时也没有人眼红方家的权力，可一旦局势稳定，就有那种心思不古的。方老爷子也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回了京城后第一时间就上交虎符，但是皇上不收啊，朝廷满打满算就2个能打的，另外那个都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来自帝王的信任、荣耀与风险并存，四面八方的试探拉拢，劲敌的暗暗较劲儿，更有他国探子和刺客想方设法的刺杀。祖上走过的路，方老爷子也没有放在眼里。可就在方家3子，也就是方振兴能够扛起一方大旗后，那些暗中的人再也坐不住了，各种各样子的明着猜忌、暗中陷害，被皇上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下去。没办法，方家手里的兵权太让人眼红了，就连镇守西北的穆家人都有了微词，但皇上就是不买他们的账。朕是皇帝，你们是皇帝吗？朕就是信任方家，就是要放权，不满意都给朕憋着，一天天在朝堂跟朕嗷嗷叫唤，你们倒是上阵杀敌去啊！你们不行还眼红别人，怎么是嫌朕这江山太稳，你们不高兴是吗？方家被人忌惮，并不是从方老爷子这一代开始的，可旁人的顾忌于方家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君王的态度。只要最上面那位信任方家，那方家所忠的、所背负的都值得。于是这种暗中的较量就一直继续着，直到当年3岁的大皇子横空出世，陈太傅多次拉拢方家无果，穆家军就开始将这种较量明目张胆地搬到了明台上。宫宴上的一场混乱，当年太傅家的嫡女，也就是如今的陈贵妃，被雪藏了整整4年，任提亲之人踏破门槛，陈太傅却只对外说陈大小姐身体不适，送到乡下静养。当时京城还起过一阵流言蜚语，说是陈家小姐与人无美苟合私奔了。然而几年过去，就在所有人都淡忘了此事后，皇后所出2皇子的百日宴上，传言与人私奔的陈大小姐带着3岁的大皇子高调归来，给了皇后娘娘一个巨大的惊喜。皇上自己都一脸懵，当时被刺客重伤，昏迷了一夜，按理说有人守着才是啊，怎么几年过去，突然就多了个大儿子出来？可事情过去了许久，当时如何，一时半会儿也无从去查。但就是这么巧，那场百日宴上，鬼谷门的绝天机在。皇上本来还在为能请来一个绝世高人而自鸣得意，结果人家好心给补了一卦，嘿，巧了，那真是你亲儿子。皇上当时是什么表情已经记不清了，
但当时的陈小姐那可是满面的楚楚可怜，茫然无措啊。先是莫名其妙的失去了清白，后为了不让家族蒙羞，这些年一直躲在庄子里，还日日遭受旁人的非议。突然有一天，心疼女儿的父亲去探望，发现自家外孙长了一张酷似皇上的脸，有了怀疑，也为了不让皇家血脉流落在外，忠君卫国的陈太傅立马安排母女俩进宫，让皇上看一眼。这很说得过去吧？于是大皇子上了皇家玉蝶，陈大小姐入宫成了四妃之一。皇后跟吃了只苍蝇似的，恨不得一把掐死陈家的人，却又不得不笑着去恭喜皇上喜得大儿子。好在绝天机也给当时的二皇子算了一卦，紫气东来，帝王之命，才让皇后娘娘的脸色稍微好看点。虽然有绝天机的卦象在，但傻子都看得出来太傅府的野心。陈贵妃母凭子贵，逐渐在后宫站稳脚跟，有大皇子在前，陈太傅在朝堂上的党羽越来越多，穆家军跟方家叫板的底气也越来越大，终于战死沙场了。林永峰会接手穆家军不是巧合，纵然有他的拼命在里面，但方老爷子暗中给了他行了不少方便。老爷子回京后第一时间就进宫将这事儿告知了皇上，俩人密谈了一夜，结果就是徐徐图纸，将方振兴调回京城，分散陈家的注意力。边疆稳定得很，方家长子伤了腿，那便由方家老二方振远接手。西北边关处先由林永峰慢慢成长，积累战功，也是观望他的能力。只要他身上有了足够的军功，且有统领三军的本事，那么穆家就是他的跳脚板。也只有这样，陈家才不会生疑。林永峰只是个乡下的村夫，可以说毫无背景，这样的人可比穆家要好掌控得多。不过怕是陈家做梦都想不到，林永峰竟然会是镇国将军府的姑爷。这会儿得了消息，估计都不知道掀了多少桌子。听了老爷子的解释，林永峰这才知道，原来他一直身处在一张巨大的棋盘里。方兰算了算时间，好像也是那个时候京城和他断了联系。他有些担心，二哥一个人在边疆，会不会？不会，北池与东林早已经谈和，近几年不会再起战争。既然如此，怎么不干脆把兵权还给皇上呢？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方家早已经身处漩涡之中，揽不揽兵权都是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况且皇上如今手里没有可用的人，他是不会将兵权拿回去的。且经过镇国和幼儿的事儿，我们总得要为咱们方家想想。若是将兵权交上去，后续大大小小的麻烦可能就会更多。唉，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事儿，好在你没往京城回信，不然……当初那陈建杰接近你就带着目的，陈家一直是狼子野心啊。突然提起这事儿，方兰看了林永峰一眼，有些不自在。不过心里那股尘封多年没有发酵过的情愫，也终于在今天烟消云散。林永峰并没有多大的不满，总归是他自己提出要去拼个前程回来的。虽然老爷子瞒着他下了这么大一盘棋，但结果是他想要的结果。可酸，当然是酸的。原来自家媳妇儿当年喜欢的人叫陈建杰，改天他一定要去会一会，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照这么说的话，大舅舅的腿可能就是陈家那边动的手脚了。外祖父可听说过血煞阁吗？血煞阁，那是个江湖上的杀手组织，很神秘。你是想说你舅舅的腿可能是陈家买通血煞阁下的手？很有可能。他昏迷之前有没有别的症状？幼儿是3岁那年出的事，我记得他昏迷前一天曾指着肚子跟我说疼，当时以为是吃坏了肚子，请了大夫来府里，但没看出什么。后来再问，他又说不疼了，我也就没太当回事。那他昏迷醒过之后有没有说过什么呢？一直在说救救我，尤其是父亲母亲在的时候，还总喜欢趴在地上用鼻子去嗅东西。只在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可这些年他吃的越来越多，模样却是越来越消瘦了。能不瘦吗？那老鼠都快胖成球了，一日3餐都该有量的，
喂猪也不能这么喂啊。看来那胖老鼠是察觉到了方承佑身上的异常，间接救了他一命。初一呀，那只老鼠精为何会藏在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吧？那妖怪不怕菩萨吗？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相传鼠族一脉曾经出了一只牛逼哄哄的金鼻白毛鼠，偷吃如来佛的香花宝珠成了精，后被人称为半截观音呢。通俗的讲呢，就是那只老鼠精的本体一直待在观音像里面，受了方家的香火。我猜测应该是他保了方承佑大表哥的一命，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还得是抓住了问个清楚。方老夫人和2个儿媳妇的脸色顿时就一言难尽了起来，感情这些年他们拜的一直是只老鼠精。姚氏将先前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林少泽的是一把折扇，林初一的还是一对镯子。林初一也没客气，直接就收下了。晚饭的时候，方振兴回来了。没媳妇儿的人准备礼物也不会多走心，简单粗暴上银票，1人1万两，是粗俗了点，可耐不住俩孩子喜欢呀。林初一还好，钱财乃是身外之物，有就往家一顿扒了，没有也不多放心上。林少泽的小眼睛都放光了，小心翼翼地揣着胸口，贴身放好，整个吃饭的过程都用手护着。晚上回院子休息，一路上更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俨然一副马老太上身的模样。第二日一早，林少泽早早就来敲门了。小孩有些精神不振，顶着2个黑眼圈，直打哈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嘿嘿，娘，1万两呢，我睡不着。方兰无奈，让丫鬟端来了热水，洗漱过后，就带着2个孩子去了方老夫人的院子。母亲，外祖母早，大舅母早。外祖母早，大舅母早。我正与母亲说呢，你们今天可能会晚起，你们这就过来了。昨儿都没休息好，怎能起得这么早啊？是啊，回家了，该歇息就歇息着，有什么事儿等休息好了再说。母亲放心，自然是休息好了的。初一和少泽啊，起得可比我早。方老夫人招手，让林初一和林少泽到面前来，抬手摸了摸林初一嫩嫩白的小脸儿。你大舅母让你去锦衣阁给你们定做衣服去了。这儿啊，到底是京城，虽然咱自家不在乎穿着，但出门了还是得讲究点儿。你们父亲如今也是朝堂上有头有脸的大官，该给他的体面还是得给。谢谢大舅母。谢谢大舅母。你们这俩孩子怎能还跟大舅母客气呢？早饭是在老夫人院子里吃的，林永峰上早朝去了，方振兴回了兵器司当值。方老爷子有特权，属于那种可去可不去的。吃罢饭，林初一就跟着方兰说了自己想出府逛逛的想法。方兰有些迟疑，却也没有拒绝。逛逛就回来，不要惹事。但是真遇到事也不要怕，只要咱们站里不把人给弄死了，万事都有家里兜着。给方老夫人和徐氏听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这姑娘家还能这么养啊？话说不把人给弄死了是什么个意思啊？对于自家娘和大嫂一言难尽的眼神，方兰不予解释。来日方长，你们总有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林少则表示想跟着一起去，他也想出去逛逛。不过林初一没惯着他，拍了拍林少则的脑袋，让吃完赶紧回房补觉去。老夫人让温管家去安排，派些侍卫丫鬟跟着，也被林初一推拒了。带人做什么？哪有他自己行动方便啊？到了齐国公府大门前的时候，林初一手上提了一堆京城的各色小吃，从怀里将周老爷子给的那块玉佩给掏了出来。我要见周一，让他出来一下，就说林初一找他。哎，你不是去镇国将军府了吗？我祖父本来还打算让人去下帖子，没想到你就来了。走，进府坐坐，我带你逛逛国公府。不逛了，你跟我来，我有事找你呢。去，告诉祖父，让他别准备了，我们出府转转。什么事儿啊？还让你特意跑一趟？去搞事情。这丫头前天才到的京城吧？去哪儿搞事情啊？谁得罪你了？大夫府和大王子府怎么走啊？太傅府、皇子府，我去，
那可是京城一大巨头啊！你干嘛？你要光天化日之下打上门去？我潜进去，叫人打残了就出来。大白天的翻什么墙啊？保险起见，还是等晚上再说。等晚上咱们偷溜进去，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林初一摸了摸，好像挺有道理的。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去哪儿啊？跟我走，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周易将林初一给带到了京城最大的一家酒楼广聚轩。要想搞事情，得先把京城给摸熟了，不然万一翻错墙打错人，那不是扯淡吗？这家酒楼味道还不错，有点咱家乡的味道。早饭才吃多久啊？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来的那会儿我才刚起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吃饭呢。所以你带我来这里是专门吃饭的呀？别急呀，耐心等会儿。你不是要找太傅府？这里可是陈家开的酒楼。陈家开的酒楼吗？你怎么没间包间呢？齐家府那么穷的吗？你懂什么呀？你不得认清人再动手？这个地理位置多好。那个是谁呀？那个又是谁呢？周易摸着下巴打量了半晌。我可能认识他们的爹。身后传来一声喷笑，两人回头看去，是个同样衣着不凡的翩翩少年郎。失礼了，失礼了，抱歉。二位可介意拼个桌吗？拼个毛！你谁呀？在下顾辞，不知这位可是齐国公府的大少爷周易周公子。周易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人，心中犯嘀咕：他回京也不过7天，就已经这么有名气了吗？你是顾尚书家的？我与二皇子是挚友，算起来我与周公子也算是半个朋友。方才上楼的那位是云王世子楚元泽，身边那位姑娘是楚世子的未婚妻，户部左侍郎家的嫡女。不知这位小姑娘是？丞相府有2个嫡女，嫡长女董怀玉进宫封了后尉，嫡次女入了齐国公府，成了周易的娘，所以当今的皇后娘娘其实是周易的姨母。回京后，周易就被他老子按在了椅子上，给他强行分析了一波京城的局势图，所以周易知道顾家是皇上的人，是他姨母所出，二皇子一派的。脑子里分析清楚这些后，周易少了几分戒备。这位是新晋威猛将军之女林初一，镇国将军府的外孙女。顾慈眼睛蓦地瞪大，镇国将军府的外孙女儿，就是方家那个4小姐的女儿。震惊过后，他看着周易，又看了看林初一，不明白这2个年龄相差甚远的人怎么会聚到一起，而且好像都对陈太傅有兴趣。哎，你知道太傅府陈家住哪儿不？顾慈有些迟疑，知道是知道，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要去干嘛？别告诉我是去串门子，我不相信。知道就带我们去，不知道就赶紧走。顾慈心中犹豫不定，他怕惹麻烦，但要说不知道，估计以后再见面就只能是点头之交了。我知道，我带你们去。顾慈不会知道，在他答应带路的时候，就已经上了这俩祸害的贼船，还是想跳河跑都得被扒拉回去的那种。周易不让带下人，也不让坐马车，陈府与大皇子府离得比较远，等带着俩人摸到地方，顾慈差点都走吐了。你这身体素质不行啊，得多锻炼锻炼。顾慈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智障吗？有马车不坐，非得用脚走啊？但看看旁边面不红气不喘的林初一，顾慈硬是将心里的那句吐槽给压了下去。大皇子府太大，林初一和周易转了半天才踩好点儿，回来的时候顾慈竟然还没走。你怎么还在这儿啊？顾慈其实是刚缓过来，腿有些软，短时间内一步都不想走。陈太傅的二子陈建杰方才从大皇子府的偏门出来，我猜他是来商量西北边关的事。西北归来的林将军成了镇国将军府的女婿，估计陈家这会儿血都要吐了好几升了。顾慈本来是想给俩人讲一下陈建杰在朝堂里的官职，可他突然就发现林初一的眼睛亮了，就见小丫头目光炯炯地盯着顾慈所指的方向，然后朝着周易一伸手。麻袋。周易愣了愣，手下意识地往袖中一摸，还真就拽出个麻袋。顾慈都看呆了，这是什么原理啊？
还没等他从周易是怎么将那么大的麻袋从袖口里拿出来的疑惑中反应过来，林初一就一把扯过麻袋，一咧嘴，阴恻恻地追陈建杰去了。谢了啊，兄弟，改天请你吃饭。这边陈建杰是黑着脸从大皇子府里出来的，镇国将军府的消息一传出来，他立马就去了大皇子那儿。他早说过，指望穆家那个女人根本无用，那么大的一块肥肉就这么白白的送到了别人手里。对于这个外甥，陈建杰是一点都不看好，没脑子。他目光微沉，脑海蓦地浮现出一个宛若幽怜女子的面容，又是一阵心烦意乱。当初若是娶了方家的小姐，也许事情就会简单得多。陈建杰特意避开了人，满目阴沉地往前走，丝毫没察觉到有不明气息靠近。所以当麻袋从头上套下，眼前一片黑不隆咚时，他整个人都是懵的。晴空朗朗，竟然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对陈家人动手。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谁派你们来的？回应他的是林初一毫无保留的一脚。陈建杰一声闷哼，直接飞出去老远。正好周易从后面追上来，见人朝他们这边来了，一个起跳又是飞起一脚，姿势之潇洒，力度和角度都掌握得刚刚好。周易觉得这一脚绝对是能给10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可是朝廷兵，你们……没等他话说完，林初一一脚跺了上去，咔嚓一声，麻袋里一声惨叫，紧接着就没了声音。林初一撇了撇嘴，还朝廷命官，这也太不禁打了一些吧。周易跟过来，用脚踢了踢，见没了动静，把人从麻袋里倒了出来。陈建杰已经昏死了过去，林初一掰开他的嘴，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塞了进去。周易乐了，人怎么办？直接扔在这儿？当然不能扔这啦，太冷了，别冻死了，造孽呢。林初一轻声说着，又抬起了脚，若无其事地踩在陈建杰的脚腕上。紧赶慢赶过来的顾慈只听到这一声清脆的骨骼断裂声，蓦地就止住了脚，可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见者有份啊！你跟陈杰有没有仇？过来踩2下，出出气。顾慈简直想甩自己2巴掌，他这该死的好奇心。寒风瑟瑟，冷风嗖嗖，陈家正门处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驶过，带起了灰尘阵阵。等到灰尘消散后，地上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个粗布麻袋，鼓鼓囊囊的。起初守门的下人还没在意，以为是哪个府上的采买，马车颠簸不小心掉下来的。可等了半晌也没人回来取。周围3、3、2、2聚过来一群百姓，本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念头，不管麻袋里是什么，万一就给他们了呢？人越聚越多，守门侍卫皱眉，终于忍不住上前驱赶。走走走，太傅府门前不得停留。其中一个还走过去踢了踢麻袋，没踢动，然后习惯性的抽出腰间的佩刀，一刀扎了下去。一声凄厉的惨叫从麻袋里传出，吓了众人一跳。这下可好，有热闹看。周围群众这会儿是赶都赶不走了。那几个侍卫听到惨叫声，却是瞬间白了脸。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好像是家里二老爷的声音。拿刀的侍卫手都哆嗦了，赶紧将刀插进了刀鞘，手忙脚乱的去解麻袋，背后惊出了一层冷汗。要是让二老爷知道他用刀刺了他一下，那后果他不敢想。在百姓好奇的目光中，在侍卫不安的眼神中，麻袋缓缓打开，陈建杰那张惨不忍睹的脸露了出来，衣衫凌乱，脸色苍白，鼻青脸肿，下巴和身上都带着大片的血迹，人无意识地呻吟着，额头上满是冷汗。二老爷，那侍卫脸色近乎透明，手都在哆嗦。快去请大夫！把人抬进去，先把人抬府里去。陈府门口一阵手忙脚乱，两个侍卫刚把人扶起，陈建杰又是一声惨叫，紧闭的眸子突然睁开，撅着一只脚，目眦欲裂的死死瞪着面前的侍卫。那侍卫被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还以为陈建杰知道了刚刚是他动的刀。而就在侍卫瑟瑟发抖想求饶时，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陈建杰突然伸长了脖子，歪着头高亢的大叫道：嘎嘎嘎嘎！跟着一甩头，顾影！别说周围的百姓，就连躲在暗处心惊胆战看着这一切的顾慈都傻了。陈大人的脑子被打坏了。陈建杰一顿鹅叫，
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叫懵了。还是府里有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才急急忙忙地将重伤的陈建杰给抬进了府。陈家大门缓缓关闭，不过站在门外依旧能听到门里陈建杰嘎，姑舅这儿，甚至听到这声音都能想象到他一甩头的滑稽动作。百姓们面面相觑，一阵诡异的气息弥漫。你妈好想笑了，怎么办？顾慈脸都不是好色了，他也想笑，可有点心虚，还有种莫名的刺激感。刚刚那辆马车可是他让人准备的，想到这儿，顾慈心就是一阵发紧。不行，他得去处理后续，他还得进宫一趟，告诉二皇子一声，以后遇到这两人得离得远远的，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呢。顾慈回府的一路上人都是飘的，这要是让他爹知道他干什么了，会被打断腿的吧？绝对会的吧。周易和林初一可不管顾慈回去后能不能被打断腿，反正陈建杰最近几个月大抵是下不来床了。顾慈走后，林初一见时间不早了，也准备回镇国将军府，典已经裁好，各回各家，晚上再集合。两人分开后，林初一绕了路，从偏门进的镇国将军府，让下人去跟方老夫人和他娘报备了一下，然后直接回了院子。然而林初一一脚踏进了院门，突然就眯起了眼睛，将院里的丫鬟都给打发了出去。他直径推开了自己屋的门，一股若有若无的浑浊之气萦绕在房间内。林初一看向床边放着的木衣柜，目光微闪，自己出来吧，别让我动手。柜子里发出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随即柜门打开了一条缝。林初一瞥他一眼，又拿出个杯子，往里面放了些灵泉水。感受到那股浓郁的灵气，白鼠的眼睛亮了亮。出来吧，你道行不够，我想灭了你也就是抬抬手的事情。白鼠转着贼溜溜的小眼睛，满眼戒备的在地上停了一会儿，见林初一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才犹豫着窜上了桌子。林初一扯了扯嘴角，眼中闪过一丝揶揄，尾巴没了，耳朵再大些，看着跟猪也没什么差别啊。白鼠嘴巴往杯子里一杵，那杯灵泉水瞬间就一滴不剩，杯子空了。他这才一抬头，恨恨地盯着林初一。我从未害人，你为何要出手伤我？没害人？哼，你在那孩子身上待了这么多年呢，就没照过镜子吗？你看他还有个人样吗？哼，那也是我救了他一命，若不是我，他9年前就该死了。林初一小手一伸，那截断掉的鼠尾瞬间出现在他手里，尾巴感应到了身体所在，剧烈的扭动着。白鼠一看到自己的尾巴，黑豆眼一瞪，白毛一竖，直接就冲着林初一扑了过去。林初一不慌不忙地抬起手，一巴掌就给扇飞了老远，落到地上滚了一圈。白鼠急了，还我尾巴！林初一却没搭理他，他伸出了一根手指，一簇火焰升起，作势就要把尾巴放上去烤。住手！你要做什么？把事情交代清楚，我把尾巴还你，不然你就学那九尾狐，再修一条出来。白鼠可是知道那火的厉害，眼看自己那条尾巴就要沾上火焰，一着急又窜上了桌子。我说，你别烧！那可是他100年的道行。我是皇宫里那位小童子的引路仙，9年前方家小辈进宫，我一眼就看出他命不久矣，是那小童子让我出手救他一命的。白鼠所说的小童子是当今皇后娘娘所生的6皇子，这孩子跟人不太一样，天生灵识强大，身上带着莫大的机缘。6皇子一出世，四面八方的精怪就感应到了，纷纷聚拢而来。可皇宫是龙气盘绕之地，道行不够、心思不正的精怪根本不敢靠近，所以当初的6皇子身边只有12位引路仙。机缘一词，玄之又玄。6皇子身上的不同，想积攒功德、提升修为的精怪能感应到，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也同样感应得到。那些躲在暗处伺机而动的妖怪，我等对付起来并不吃力。可10多年前，京城突然来了一位鬼修，他身上有极重的杀戮之气，很厉害，好像是什么血煞阁的人。血煞阁的人？听说那些人一直在猎杀有修为的精怪，
如今皇城四周的妖类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啊？妖怪横行的。那这跟镇国将军府又有什么关系呢？哼，那个人想让这家人断子绝孙。他为什么要让镇国将军断子绝孙呢？白鼠顿了顿，估计脑子有点不够使了。小童子就是这么说的。你的意思是，那个鬼修不仅针对六皇子，还针对镇国将军府呢？那按你所说，那个六皇子是皇后所生，他为什么不将这件事情告诉皇上呢？告诉皇上也没用啊！再说，那个愚蠢的人类，他不相信。这个先不说了，说一下那个鬼修，他来京城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呢？不是告诉你了，他想拿走小童子身上的机缘吗？白鼠一脸人妖没有共同语言的无奈感，身子往前挪了挪，脚爪子指了指杯子，意思很明显，给我满上。继续说，谁给你那么大的脸，还敢跟我要东西了？那个鬼修很厉害，当年为了对付他，我们死伤惨重，12位引路仙只剩下了3个。他想杀了六皇子。你所说的那个六皇子身上的机缘到底是什么呢？是画。六皇子跟普通人不太一样，自小灵觉强大，拥有双瞳孔，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现象，也致使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尤其是那双眼睛，让他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怪物。平日里除了皇上和皇后，没人敢靠近他，也没人愿意靠近他。3岁时起，六皇子就时常能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梦里灵气充裕，飞鸟走兽皆与现实世界不同。可那时的他还小，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人会听他的表达。再大一些的时候，六皇子敏锐地察觉到了周围人对他的惧怕，所有人都躲着他，但好在还有12个妖怪陪着，他就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写画画，将梦里的东西都给画下来。负责照顾他起居的宫女收拾屋子时看到画的内容，与人闲聊时，他无意之中将那些话给透露了出去。没多久，那个血煞阁鬼修就寻到了宫中。那场无声的战斗没有惊动宫里的任何人，胜了，守着六皇子的12位引路仙却死伤惨重。林初一还是对六皇子画的那些东西挺感兴趣的，灵气充裕，鸟兽奇异，他猜测应该是处秘境，或者是某个大能曾经的洞天福地。那些画还在吗？白鼠摇头。没了？白鼠继续摇头。不知道啊，我自从来了这里还没回去过。真幸运，那所谓的引路仙还剩2个，否则真靠这只蠢老鼠，如今那六皇子的坟头草估计都能养活1村的牛了。那个鬼修当时死了吗？当时重伤逃走了。那你这么多年不回去，就不怕那个鬼修养好伤又回来呀？什么？白鼠一声尖叫，猛地睁大了眼睛。林初一叹了口气，将尾巴扔给了他，摆摆手。啊，赶紧走，回去看看那个六皇子还在吗？白鼠2只爪子抱住了尾巴，看了林初一眼，急匆匆地下了桌子，落到了地上，瞬间没了影子。林初一起身打开门，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中有了计较。解决了大皇子府的事儿，他是不是得进宫一趟？真要是什么秘境，怎么着他也得去凑个热闹不是？正打算出府时，刚好有丫鬟来传话，老夫人让他去前院吃饭。林初一惦记着大皇子府的事儿，本来是想出府后随便吃点，可既然都来叫了，那还是去吃点吧。他正好问问六皇子的事儿。姐，京城热闹不？还行。林少泽的心都要碎了。那你为什么不带上我啊？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弟弟啊。外祖父，你知道六皇子吗？自然认识。你今天见到六皇子了？他还活着吗？方老爷子心中蓦地一紧，在心里揣测林初一的话。老爷子觉得林初一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问这种问题，难道是在示意他六皇子要出事了？活着呀，好好的，就是那孩子与旁人有些异样，性子孤僻了点儿。林初一哦了一声，不说话了。这给方老爷子好奇的，这到底怎么了？
整个吃饭的过程，老爷子都是在用眼睛一眼一眼的去瞅林初一。大户人家吃饭讲究食不言，寝不语，咱家没那个规矩。你说呀，你倒是继续说呀。林初一直接无视，筷子都舞出花来了，等着出府呢。直到一顿饭吃完，他都没有再提起六皇子的事儿。方老爷子忍了又忍，没忍住，放下筷子，刚想开口问，林初一一扭头对方兰道：“娘，我回院子了，闭关，晚上不用叫我了。”方兰愣了一下，却还是点头应了一声：“哎，娘知道了。”得了自家娘亲的话，林初一冲桌上的人一点头，走了。外祖父，您刚刚想说啥？方老爷子张了张嘴叹气，他想说有个会闭关的外孙女儿，简直能憋死个人。可我总觉得姐不是要闭关。此时的大皇子府显得有几分黑沉，书房里传来杯子落地后四分五裂的声音，守门的侍卫缩着脖子，大气都不敢出。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就是这么万无一失的废物！楚离一想到陈建杰白日里对他说的那些话，满身的戾气压都压不住。舅舅又怎样？说到底还不是个臣子，竟然也敢那般与我说教，哼，真是活该被人伤成那样，面子里子丢了一地。哑巴了？本皇子在问你话，不想说舌头就别要了吧。请大皇子责罚。责罚？责罚？你只会这一句吗？本皇子问你，那林永峰怎么就成了方家的女婿？方家的四小姐又是怎么回事？大皇子息怒，是属下办事不力。事已至此，大皇子说如何惩罚，那就如何惩罚，奴家绝不二话。说着，人就站了起来。放肆！谁让你起来了？就放肆了。那大皇子觉得该如何处置奴家呢？说话间，人已经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楚离身子一僵，目光慢慢呆滞，呼吸逐渐粗重，随即一把将人抱起，转身往书房的软榻走去。穆坚脸上满是得意，男人还不都是下半身思考的蠢货。楚离手急不可耐地伸向了穆坚腰间的衣带，然而还不等他有下一步动作，身子突然一软，瞪大眼睛，缓缓向后倒去。谁？我。林初一稚嫩的声音从天而降，穆坚只来得及扭过头，紧接着胸口一股剧痛传来，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穆坚会出现在这儿，在林初一的意料之外，却有在情理之中，毕竟穆家可是大皇子一脉的人。周易推开门走了进来，显然门口的人已经被他解决了。找着了？找到了，是一块令牌。这家伙果然和血煞阁有关系。按时间推算的话，最先和血煞阁有关系的应该是陈家人。林初一在来的路上与周易说了六皇子的事儿，他猜测京城应该还有血煞阁的人。这女的身上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啊？林初一嗯了一声，蹲下身子，给俩人嘴里塞了丹药，然后一人身上补了一下，确定人在明天早上前都不会醒来。先干正事，人不重要。跟我来。门口守门的早已经被放倒，俩人一路绕过了府里的侍卫，暗搓搓地奔向了皇子府的库房去了。就是这儿了。俩人下到库房，借着微弱的月光看清屋里的情况后，着实被震撼了一把。我去，这大皇子府的库房都快抵得上国库了吧？林初一扫了一圈，说抵得上国库有些夸张了，但屋里堆满的金银玉器属实晃人眼。高大的珊瑚摆件、玉器首饰、瓷器花瓶、山水字画，最让林初一心动的是墙边那成箱的黄金白银。好家伙，足足20多箱呢！你先拿。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比林初一早来了几年，眼界高了很多，直接就奔着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去了，挑了好几件塞进了储物袋。你怎么不拿金子呢？那多俗啊！我这些可都是万金难求的东西，去黑市上转手一卖，妥妥的够我吃喝玩乐300多年。你快点儿，时间一长，书房那俩人该被人发现了。林初一应了一声，往屋子中间走了2步，小手一挥，方才还琳琅满目、宝贝堆得跟小山一样的屋子瞬间就空了，连一块布料都没留下。周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去吧，雁过拔毛，这太狠了吧！见他一脸的懵逼，林初一咧咧咧嘴，空间，给周易羡慕的。不行，你一会儿出去再分我点，最起码5箱金子。楚代不大，他这是吃了没空间的亏啊！出息，赶紧走，把书房那2人给带上。带他们做什么？当然有用啦！大皇子府内巡逻的还在巡逻，守门的还在守门，丝毫没发现自家的主子和府里的所有家底都不翼而飞了。我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小手，卷走了你家所有的财产。第二天一早，城门口发生了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城门上挂着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被人扒得精光，女的身着礼衣，肚兜外露。守城的士兵都惊呆了，他们绝对没偷懒，一直睁着眼睛呢。可一晚上过去，他们10几个人一点动静都没发现，根本没看到有人来过城门处。今早一开城门，呵，一左一右挂着2个人，跟副对联似的，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挂上去的。士兵赶紧让人拿了梯子将人给弄下来，探探鼻息，还好没死，人还有气儿。但是吧，平日里大皇子的马车经过，都是随车的侍卫亮的牌子，他们这些小人物根本见不到大皇子，就更想不到当今大皇子能被挂到城门上了。所以这2个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呸呢！你看他袒胸露肚的，一定是这个小贱蹄子偷情，被男人给逮个正着，被人给挂上去的。这种人就该进猪笼，淹死了一了百了。那男的长得人模狗样的，竟然也干这种事儿，真下作！呸！男人都是些下流胚子，家里的吃着还想着外面的，简直是伤风败俗！堂堂天子脚下，竟然有这种道德败坏之人！吃瓜群众越聚越多，人群里顾慈和几个公子哥齐齐往里挤。他们几个是去城外的赛马场，刚好碰上了。哎，你们看那男的是不是有点眼熟啊？眼熟？我可不敢认识这种人才。顾慈笑了笑，眼睛不经意间从人群扫过，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凝固了。周易和林初一老神在在的凑着热闹，见他看过去还打了个招呼。顾慈愣了愣，猛地扭头去看地上躺着的人，瞪大了眼睛，一句话脱口而出：我操，大皇子！我操，真是大皇子！我操，就是大皇子！话说，我操是什么意思啊？顾慈默然无语，方才一出口他就知道闯祸了。另外2个也反应了过来，可惜迟了。周围一片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他们4个看去。静默中，林初一本正经的声音传出老远：原来皇家的人这么开放，都玩到城门上去了呢，简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都不要个逼脸了，京中这么多良家姑娘、良家子弟，这是皇家开头，要把人都带坏的节奏。他还趁空给顾慈竖了竖大拇指，神队友。顾慈嘴角抽了抽，突然就想起了这俩人昨天去大皇子府踩点来着，还是他给带的路。再看看地上躺着的人，顾慈心中哆嗦，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哎，那2个谁啊？你认识啊？顾慈一听，赶紧拽着3人就要离开。哎，走，赶紧走，离这俩人远远的。然而等顾慈想拉着人走，已经来不及了，百姓们一下子就炸了锅了。后面的纷纷往前挤，想要瞻仰一下大皇子的绝世容颜。哎妈，皇子，大皇子啊！守城兵可是认识顾慈4人的，听到他们说是大皇子，脸都吓白了。祖宗哎，您倒是早点说，小声点说呀！场面一度很混乱，守城兵呵斥着往上挤，挤不进去又不敢伤人，百姓太多了。好在已经有人去报了官，京兆府尹蒋大人亲自带队，来了近1000多的官兵，才将场面给镇压下来。蒋大人让人找来了马车，吩咐几个官兵快点将人抬上马车。听到守城兵来报说大皇子被挂在了城门上去了，蒋大人还猛了会儿，紧赶慢赶带人过来，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完了，人太多，这事儿压是铁定压不下去了。蒋大人扫了眼周围越聚越多的百姓，无意中发现自家处在人堆里的傻儿子头都大了，赶紧用眼神示意让离开，别待在这儿招麻烦了。顾慈几人也准备走来着，可就是在这转身之际，那被侍卫抬着的2人突然就醒了过来。4人脚步一顿，就见大皇子突然睁大了眼睛，直直地瞪着抬着他上半身的官兵。
顾慈远远的看到这一幕，完了！果然，就见大皇子突然一个鲤鱼打挺，挣脱了2个侍卫的手，紧接着就趴地上了。汪！这一番动作下来，不止百姓沉默了，就连拦着百姓的官兵都沉默了。这是什么骚操作？更令他们大开眼界的还在后面，就见木坚有样学样的落了地，眼睛一瞪，那侍卫都傻了，一脸的错愕。也就是在官兵们懵逼的功夫，大皇子过来了。木坚张着手臂，以金鸡独立的姿势站着，大皇子四肢着地，以狗刨的姿势蹲着。2个人就这么用2种语言对峙着，谁也不服谁，吵着吵着竟然直接就打了起来。俗话说鸡飞狗跳，可算是让众人开了眼。人群里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大喊了一声，终于是打破了这种诡异的气氛。蒋大人回过神来，脸色又青又红。都愣着做什么？快将人分开，带走，快带走！顾慈都快石化了。等他再往人群看去的时候，周易和连初一早已经不在了，背后汗涔涔。蒋同文3人看了一场大戏，正津津有味，赛马场也不去了，一路走一路兴冲冲地聊着。徐学进转头看到顾慈那张僵硬的脸，很是不解。哎，你这是怎么了？顾慈，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别问了。我能告诉你们，自命不凡、高高在上了20多年的大皇子，今天被2个刚回京没多久的给扳倒了吗？其中还有一个今年9岁，呵呵，威猛将军家的大小姐，这京城怕是要乱呢。然而当顾慈回到家，听他爹说起大皇子府库房被盗，还被人一把火连烧了4间院子的时候，差点一激动将手里的茶壶给甩出去。顾大人看着少有失态的儿子，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官场如战场，陈家和大皇子这回是踢到铁板了。顾慈看着他爹平时严肃的脸上这会儿压都压不住的笑意，差点脑子一热，将一切和盘托出。爹，我知道，我都知道，你儿子我还亲自参与了。皇宫御书房，皇上黑着脸，一盏上好的白玉茶杯摔出，杯子应声而碎，里面还温热的茶水溅了陈贵妃一身。皇上息怒，李儿是被人陷害的呀，是有人要害她呀，皇上，你一定要为她做主啊！皇上冷哼一声，面上冷峻，心里却开了花似的。朕当然知道她是被人陷害的，朕就是憋得难受，不摔个杯子缓和一下，就怕朕自己会忍不住笑出声。自古就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容忍自己被人算计的，大皇子那可是皇上心里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坎。听听楚离这个名字，就知道皇上有多不待见他，更何况这个不待见的儿子还时时刻刻的想要干掉他，自己上位。陈贵妃被禁足了，罚抄3个月的女德。好歹灵儿是他的骨血，他竟然这般冷血无情。娘娘消气，这宫里到处都是眼线，有些话咱们心里想想就好了，可不能往外说呀。眼线？我现在还有什么不能给人知道的？女戒，他竟然让我抄女戒。为什么抄女戒？因为德不配位，这还不够那些贱人看笑话的吗？皇上不也下令彻查了吗？也把大皇子接进宫来了。太傅府那边派出了太医院的胡太医，皇上还是念着陈家的。郑国公府前厅饭桌上，林永峰、方老爷子和方正国3人端着饭碗，又开始了默不作声瞅娃的模式。瞅的次数多了，连带着其他人也跟着一眼一眼的去瞅。这是怎么了？初一身上有什么他们看不见的吗？我听说陈家出事了。是陈家2子陈建杰，昨天突然被人打断了一条腿，这会儿还在床上躺着。大皇子也出了事儿。大皇子府库房被盗，屋子被烧，大皇子被人扒光衣服，连夜挂到了城门上。据说一同被挂上去的还有穆家那个遗女穆坚。初一呀，这事儿你觉得如何？挺邪乎的。装，你继续装。别跟我们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陈家平安无事了那么多年，昨天你一出门，陈家老2就断了一条腿。你闭了1晚上关，大皇子府就遭了殃，他就被人挂城门上去了。你说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打死我们都不相信。怎么，这事跟初一有关系？初一呀，你看到了？恐怕不仅仅是看到了，看到就看到了，怎么的？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还能强行把人带走审问不成？初一啊，这事你参与了？我打的人，烧的房子，盗的库房，衣服是周易扒的，人也是他挂上去的。娘，你放心吧，咱占理。方兰捂了捂心脏，他放心个屁呀！方老爷子和林永峰三人对视一眼，一脸的我就知道。周易是谁呀？是齐国公府刚回京的那个大少爷。难怪那么大本事，能跟外孙女一起顶风作案。初一呀，你是姑娘家，以后晚上不要出门。娘，这是重点吗？重点是那个大皇子，他被人扒了衣服呀。姐，你是姑娘家，以后这种事儿还是少做的好。真的要做，你把我带上呗，我也能扒衣服。一圈人都放下了筷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林初一。这事儿自己家知道就行，可不能泄露出去。林初一对那些目光视若无睹，吃得差不多了，突然问起方兰和林永峰什么时候回家。方兰也觉得是时候该回去了。方老夫人和老爷子却急了，这才住了多久啊？待得好好的回去做什么呀？外祖父和外祖母要是闲着，可以去林府住段时间。老爷子和老夫人对视一眼，哎，也行啊，在这住着不挺好吗？再住几日吧，等我让人置办的那些东西好了再回去啊。总归是要打理的，来日方长，离得也不远，这以后啊，走动的时间多着呢。走之前，林初一去玉松院看了方承佑，人已经醒了。林初一给留了一些灵泉水，让好好调养。大部队回到了林府，林永峰去了前院的练武场，方兰让下人归置东西，林少泽跟着林初一回了院子。姐，你在那儿跟驴拉磨似的，转悠啥呢？是这屋子哪里见得不合心意吗？林初一默默地瞪了他一眼，出了屋，顺着院子又转悠了一会儿，最终选定了一个比较满意、比较显眼的位置，小手一挥，一座2米高的紫玉珊瑚赫然出现在院子里，流光溢彩，绚丽异常。姐，你也给我一个呗，我屋里也光秃秃的。想了想，林初一去了隔壁的偏房，小手再次一挥，本来空荡荡的屋子瞬间就堆满了金银首饰、珍珠玉器，亮晶晶的差点晃瞎了林少泽水汪汪的大眼睛。妈耶，发财了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呐？进去吧，随便挑。方兰将方老夫人给林初一准备的一大箱子的首饰抬过来的时候，着实被院子里那2米高的紫玉珊瑚给震撼了一下。年少泽正抱着2个玉器摆件，不知道选哪个。真喜欢就都拿去吧。谢谢姐。方兰看着满屋的金银玉器，满脸的一言难尽。林初一将钥匙给了他。娘，别客气，这里的东西随便用，反正不是自家的，用完拉倒。要不我挪一半去你院子？就在你这儿吧，你院子里安全，放我那儿啊，娘不安心呐。于是偏房就成了大白的专属房间。谁也没想到，作为一只狼，他竟然会喜欢亮晶晶的珠宝。要不是明确的知道这货是狼，林初一都怕他头上长角。天色逐渐黑下来，去方兰的院子吃过饭后，林初一就回屋关紧了房门。院中一身黑衣的周易做贼似的落到了门口，一转头对上石头人那黑黢黢的眼眶子，心跳差点都停了。我去，你大晚上的不去吸收日月精华，你跑门口蹲着做什么？石头人盯着他半晌，呆板的一转身，真就去蹲院子里吸收日月精华去了。白日他就发现了院子那株珊瑚贼漂亮，他稀罕。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来我这做什么？长夜漫漫，无心睡眠，要不去宫里转转？去宫里做什么？你不是说六皇子身上有事儿吗？我今天查了一下，当年京里啊，确实来了个神秘人。不是说宫里快举行宫宴了吗？到时候再去呗，也没几天了。你就不想知道大皇子现在怎么样了？林初一挑了挑眉，能怎么样啊？他当时也没把他怎么样，
顶多冻了一个晚上。丹药的药效过去之后，得在床上躺上一段时间。不过林初一还是被周易说动了，突然想起来宫里还有一个木监，那就去看看呗，那女的身上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然而进了宫，两人就懵逼了。皇宫那么大，周易一共也就来过2次，根本不知道大皇子住哪儿啊。林初一往嘴里扔了颗地灵丹，俩人对视一眼，决定分头行动。周易用了张隐气符，隐藏了气息。宫里的高手还是不少的，不过天下事就是这么凑巧，也不知道是周易太过幸运，还是顾慈太过倒霉。一行人又一次相遇的那一刻，看着周易那张不着调的脸，顾慈差点都毛了。顾慈4人是被皇上叫进宫来问话的，毕竟当时这4个都在现场。4人上午看了场戏，下午就进了宫。皇上当着几个元老大臣的面召见了一次，中规中矩地询问了当时的情景。引路的公公亲自送4人出宫，谁知在路上遇到了等候多时的二皇子楚隐臣。二皇子与顾慈4人的年龄相仿，平时关系就不错。去了二皇子的住处，徐学进3人活灵活现地将当时的场景给描述了一遍，给二皇子听的那叫一个感慨平日不能随便出宫，没能亲眼瞧上他大哥的表演。哪知这话刚一说完，周易就跟幽灵似的出现在几人面前。别来无恙啊，各位！给几人吓得还以为是刺客。周易表弟，你怎么会在宫里啊？这位是齐国公府的大公子周易，自己人，不是刺客。自己人？顾慈无语。不，这个时间还在宫里，这人绝对没安好心。你要相信我，他绝对是来搞事情的。有点事儿。哎，你们知道大皇子住哪儿吗？给他一顿找啊，挨个宫殿找过来的。不知道。你找大皇子做什么？顾慈，你认识周易表弟？你可别问了，离远点就好，不然容易被带沟里，还是爬都爬不上来的那种。别这么紧张，我这次来是真有事儿。你离我远一点。顾慈护着二皇子往后退，那一脸不情愿的模样，给其他人几个都看懵了。怎么，这2人之间是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关系吗？上午城门口，周公子也在现场围观。哦，原来表弟也在场，都这么闲吗？当时还有一个小丫头，是周公子那位庶出的妹妹吗？啊，你说初一啊，她是威猛将军府林将军家的大小姐。他人呢？跟我一起来的，找大皇子去了。顾慈愣了愣，眼睛慢慢瞪大，随即一把拽住了楚隐臣的衣袖，来回晃了晃。快派人去把那丫头给找回来！二皇子被晃得一脸懵逼，蒋同文3人也是纳闷，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顾慈急得直跺脚，用得着呀。估计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几人看看周易，又看看顾慈，想说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呀？打什么哑谜呢？而就在这时，宫殿外突然就混乱了起来。走水了！景和宫走水了！救火呀！快救火呀！快来救火呀！大皇子还在里面。屋里二皇子几人面面相觑。我刚刚听到，是不是大皇子住的地方走水了？哦，我好像也听到了。走水了？几人后知后觉，齐脚步匆匆地出了屋。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周公子是不是知道什么？顾慈满头的黑线。现在反应过来还有什么用啊？恭喜你们成功上贼船了。周易没搭理他们，抬头往混乱的方向看去。没多大一会儿，那处的上空已经是火光冲天，滚滚黑烟中，林初一飞身而来，一个翻身落在几人面前。啊，你怎么还把宫殿给烧了呀？你想多了，火不是我点的。去晚了，没看到精彩的。不是你点的，还有人惦记着他呢。是木间，我去的时候2个人好像是谈话谈崩掉了，那个大皇子暴怒，被姓穆的顺手给废掉了，逃跑的时候点着了宫殿。还是他将人从火堆里给扒了出来，救了他一命。那姓穆的人呢？林初一伸出一直握着的拳头，嘿嘿一笑。放心，怎么可能让他跑了呢？就冲着这个来的，还能放他离开？周易咧嘴，拿出一张黄符，将林初一手里的东西给收了进去。这4个你都见过了，这是二皇子，我姨母家的。
楚隐臣与蒋同文齐齐后退了一步，脸上的表情跟吃了苍蝇一样，深深的表示不，我们不想认识你们。大皇子还没有正妃吧？你可以放心了，除非他愿意被人戴绿帽子呢，不然以后都不会再跟你争皇位了。本皇子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说来也活该是大皇子倒霉，估计他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穆坚的体内还有另一个不知来历的魂魄，还是不会惯着他的那种。来自于陈家的大力培养，楚离自小就带着不可一世、居高临下的属性，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德，各种舆论劈头盖脸的砸下。大皇子清醒过后，想起自己丢了那么大的脸，羞愤交加之下，眼睛一黑，差点没挺过去。穆坚本来是要被处死的，但人家可是能和大皇子一起挂在城门上的女人，死之前那不得通知一下大皇子吗？看到穆坚的那一刻，怒火中烧的大皇子差点一把将人活活掐死，好在还有那么点理智在，冷静下来后便与之好生商量。说是商量，其实也就是惯用的威逼利诱。如果穆坚能主动认下，说是受了林永丰的迷惑，这才胆大包天，联合镇国将军府一起给他下圈套，让他名声受损。他不仅可以饶他一命，并且还能将他纳入府里当个侧妃，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穆坚一听，要让他背锅，他又不傻，认下还有好啊？我呸！哼，男人。于是又是一番蛊惑人心的操作，完事后顺手就将人给废了。太聪明，想要放火烧宫，趁乱逃出去。可惜好巧不巧的，林初一到了。穆坚如今就是个傀儡，林初一2巴掌过去，他体内的东西便忽悠一下出来了。见只是个红衣厉鬼，林初一顿时有些失望。穆坚自然是留在了火海里。大皇子被扒拉出来的时候，半拉脸都给快烧熟了。要不是疼醒嗷了一嗓子，林初一都不带能想起来他的。景仁宫一阵接着一阵痛苦的惨叫传遍了整个宫殿。陈贵妃跪在地上，已经哭得没有力气。两位太医的眉头越皱越紧，目光落到了大皇子用被子盖住的下半身，定了定神，又缓缓上移到他已经面目全非的左半边脸。两人对视一眼，心中叹气。皇上背着双手站在床边，目光沉沉，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皇后娘娘也在，看着床上嚎哭乱叫的人，神色淡淡，无悲无喜。门口处，楚隐臣和没能走掉的顾慈4人齐齐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想想已经逃出宫去的周易和林初一，几人就恨得牙根痒痒。真是人在屋中坐，祸从天上来，关他们什么事儿？他俩搞事情就不能暗搓搓的搞吗？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幸亏没人发现那俩人在二皇子的宫殿里出现过，要不然他们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莫名其妙就上了贼船，啥事儿没参与，还得帮着藏着掖着，憋屈啊！禁卫军封锁了皇宫，这会儿就是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别说出宫了。顾慈心中默默流泪，这俩人才来京城多久啊？宫里的皇子就已经折损一个了，他当初就不该上去打招呼，悔不当初啊，简直！而另一边，林初一和周易俩人已经御剑出了宫。林初一的屋里，周易拿出先前叠起来的黄纸，展开往地上一扔，一阵青烟过后，屋里出现了一个一身红衣、身影虚幻的女人，不应该说是女鬼，心存怨气，成了怨灵，一直游荡在乱葬岗内，时间一长就成了气候。刚好穆坚当时濒临死亡，刘玉香便占了他的身子。两人津津有味地听完女鬼的遭遇，周易还是决定弄死他。这种人生前是祸害，死后还是个祸害，遇到了不出手灭了他，那简直是在造孽。灭魂符，想不想试试？周易冷哼一声，女鬼扑过来的时候，他快速地展开了手里一直捏着的那张符纸，一阵符文闪烁。女鬼魂飞魄散后，周易也离开了。第二天在林永丰下朝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大皇子被废，以后都与皇位无缘时，方兰竟然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那种心里忽上忽下的感觉总算是落实了。林少则扭头去瞅他姐，林初一一脸淡然，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装，你可劲儿装！别问，问就是不知道呢。林永丰与方兰对视一眼，脑仁突突的疼。对于大皇子一事，皇上也算是上了心。大理寺和京兆府齐齐出动，
于是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大皇子被废的事儿慢慢的就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这段时间以来，能吃瓜的一次比一次大，百姓们差点都吃撑了。而这件事儿的始作俑者之一，此刻正蹲在林家练武场，一脸嫌弃的看着林家军们耍花枪式的演练。姐，去吧。不去，没意思。在家待着不也没意思吗？姐，求你了，去吧。缺银子就去库房拿，1千两银子而已，用得着亲自跑一趟吗？自从周易派了人来下帖子，问明日要不要一起去城外的赛马场，这孩子就惦记上了。一帮弱鸡闲来无事的玩乐，那能有什么意思呀？姐，去吧。来京城这些天了，我都还没有出去玩过呢。大白的脑袋从一侧伸过来，一样的眼巴巴的。你们出去能把我带上吗？就这一次。林少则立马高兴了，咧着嘴一下就蹦跶了起来，和大白一门心思的往马厩跑，先去找2匹千里马培养感情去了。帖子是周易让人来下的，遵照着这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优良传统，帖子上邀请的人是林家少爷林少泽。石进啊，你跟着一起去吧。正常出行那就得有人跟着，林少泽还没有随身的小厮，石进跟着照看着些也好。林初一这边丫鬟云香啊，改名了，人家现在啊叫大松，取自松树坚贞不屈，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顽强生长的精神。咱们院子里啊有点不一样，你可得一直顽强下去。大松神情恍惚地跟着上了马车，除了目光呆滞了点，脸色苍白了点，其他的呀倒还算正常。马车缓缓前行，车两旁跟着几个林家军，2匹千里马打了个响鼻，齐齐呲了呲牙，坐好了您嘞。几名林家军咬着后槽牙加快速度，心中却是欲哭无泪。马车内，大白和林少泽各自占领了一个窗口，眼睛发亮，表情同步的往外瞅。出去玩了，终于要出去玩了！遛狼了，遛狼了，终于要出去遛狼了！丫鬟大松呆呆地望着大白出神，这是狼吧？狼竟然也知道凑热闹，好稀奇啊！他竟然还会笑。周易早早的就等到了城门口，远远看到林家的马车过来，还伸手打了个招呼。出城后，2家的马车齐行。城郊的赛马场就是那种正经少爷小姐们消磨时间的去处，吟诗作对就去茶楼酒馆，出来玩那必须得来赛马场啊！能玩的东西很多，投壶射靶，花样赛马。未想到来这里还是徐学进先给周易下的帖子。徐学进的姑姑嫁进了镇国将军府，姚成宇的4姑姑也嫁进了镇国将军府。顾慈又一次看到周易和林初一，下巴都要惊掉了。蒋同文今日没来，京兆府尹是他爹。大皇子的案子最近正在风口浪尖上，有些不合适出来嘚瑟。顾慈很想抓着徐学进和姚成宇的肩膀晃一晃，听听俩人脑子里是不是进了水啊？你们把这2个人叫出来做什么呀？是嫌这2天过得太清闲吗？几日未见，周我请客，一起去广聚轩搓一段。我家中还有点事儿，你们玩，我就先回去了。可以转身对上林初一悠悠的目光，他立马就止住了脚步。林初一正在掰林少泽藏在身上的板砖，一掰一小块，一掰一小块，都给3人给看傻了。完了还一本正经的问自家弟弟：“从哪捡的？手感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家里捡的了。爹说了，在这些大家公子面前不能亮剑，就随身带了块板砖过来，不然打起来的时候没趁手的东西怎么办呢？顾慈深吸了口气，干笑了2声。也不是很急，既然周少爷请客，那顾某就却之不恭了。随行带板砖，这俩货一看就是奔着搞事情来的呀。他现在回去会不会把这3人给招家里去啊？不过顾慈想多了，马和狼都来了，那时半会儿的能回得去吗？2匹千里马还算是深沉的，毕竟自觉高马一等，压根看不上别的马。大白就欢腾多了，刚睡醒一头就从马车上窜了下来，那巨大的体型，乌黑锃亮的毛发，凌厉的眼神一扫，霸气侧漏啊！周围人都被吓住了，还以为下来一头黑熊呢。
顾慈三人齐齐的后退了2步，差点一屁股坐地上。仔细瞧了瞧，还好，原来是只狼。这狼体型是不是大了些？大白的出现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围观。大白下来后就蹲在林少泽身边，打了个哈欠，那副温顺的模样倒是让周围人对他的惧意淡了点，慢慢的围了过来。嚯，那是狼吗？太霸气了！来之前，林初一嘱咐大白全程跟着林少泽，还有不端着，不许笑。所以大白一本正经的样子还是很唬人的。这是谁家的狼啊？我出银子，多少银子都成，本少爷买了。林初一没搭理那个小胖子，对顾慈三人道：自家养的，听到出来赛马，非得跟出来呢。顾慈三人眉头一跳，感情还是他自己要出来玩的。你们别害怕，大白可乖了。大白点点脑袋，对，你们别怕，我可乖了。本少爷要买这只狼，1000两银子。林初一没吱声，大白先行白了那小胖子一眼。1000两，大发要饭的呢。我可是睡在金库里的狼，这狼很有灵性啊，还能听得懂人话。我说你们听到了没有？1000两，这只狼本少爷要了。大白不会说话，林少泽帮着开队了。哼，1000两就想买我们家大白，你做梦！林少泽话一出，一圈的少爷小姐们齐齐抽了抽嘴角，很想问一句：一只黑狼，它为什么叫大白呢？我爹是王爷，我大哥是世子，你敢不卖？拼爹是吧？我爹是威猛大将军，我舅舅是镇国大将军，我外公是镇国老将军，我外祖母是1品诰命夫人，我姐姐是林初一。林少泽一顿介绍，给周围人介绍服气了。原来这2个是威猛大将军家的，难怪底气这么硬啊！小胖子不吱声了。家弟顽劣，也是真喜欢这只狼。如果林小公子愿意割爱，什么条件都可以提。我不愿意割爱。不行，大哥，我就要那只狼。东阳，别闹了。这样吧，咱们来比一场，输了这位小公子就把狼让出来，如何？林初一循声望去，正是那日在广聚轩遇到的那个油头粉面的男子，好像听顾慈说过是什么云王世子楚元泽。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狼是林小公子的，恐怕没有理由拿出来当赌注吧。本世子当然不是那种占便宜的人。这样吧，本世子出10万两，10万两一只狼，很公平吧？我觉得很公平啊。一只狼而已，10万两，楚世子也太大方了。是啊，畜生而已，10万两有些不值了吧？周围人跟着一阵起哄。大白阴恻恻的回头看了眼林少泽抓着他毛发的手，别拉我，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活。听到周围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儿的声音，顾慈眉头皱得更深了。徐学进也不满地哼了一声，刚想要说什么，却被周易给拉住了。3人突然就反应过来，是啊，多余担心了。皇宫说去就去，这小丫头那就不是个简单人呢。我们比了。楚元泽一听，冲一旁的女子得意地笑了笑。不过有个条件。条件？什么条件啊？说与本世子听听。林初一想说，输了你和你未婚妻就跟着大白身后爬一圈，但是周易先他一步开口了。要玩，不如就玩大一点，怎么样？楚元泽看了周易一眼，微微皱眉，身边的狗腿子立马上前，在他耳边解释了一下周易的身份。那依周公子而言，如何才算是大？哼，这样吧，要是我们输了，狼和马都归你们；你们输了，我们也不要你出10万两，只要从今往后，这位世子不管在哪儿遇到了大白，都必须抱拳喊一声祖宗。放肆，让本世子称一只狼为祖宗，你这是在蔑视皇室，好大的胆子！玩不起就别装逼，装逼遭雷劈啊！你大胆！姑娘，请收回你恶心巴拉的目光吧，你未婚夫不愿意比呢。其实私下里的玩乐而已，也算不上是蔑视皇族吧。
再说，也未必能输啊。顾慈猛地看向两人，心中警铃大作。我去，影响都蔓延得这么快了吗？周围的少爷小姐们不说话了，想看热闹，可这种蔑视皇室的罪名，他们可不敢背。周毅一脸嘲讽的模样，和周围人一副你是不是玩不起的表情，刺激到了楚元泽。好，本世子应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了我也要叫一声祖宗。我去，你可是空口套白狼啊，你还要加条件。不过转念一想，他们家的马应该是不会输的，随即大方的点头，一脸我真拿你没办法的样子。好吧，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楚元泽那叫一个气，好歹他也是皇族血脉，平时走哪儿不是顺风顺水的呀？没想到今天在这两个不知所谓的小儿身上栽了。楚元泽不知道的是，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大跟头啊还在后面呢。赛马场本来就是比赛的场地，听到他答应下来，周围的二世祖们又开始跟着起哄了。楚世子的马是皇上亲赐的，血统最正的汗血宝马，都没什么可比性了。输是不会输的吧？至今为止，楚世子的闪电还没输过。这几人刚来京城不知道，一会儿该有好戏看了。石进将马拉过来的时候，一脸爱莫能助地看了那云王世子一眼，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更何况还有一群跟着挖坑的。林初一拍了拍千里马的脸，一会儿不用跟他们客气，怎么高兴怎么来。千里马打了个响鼻，眨眨黑亮的眸子，包在我身上。马是石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马车上现解下来的。众人刚开始是惊讶林府竟然用千里马拉车，可随即就笑了。本来以为好歹是大将军家的少爷小姐，最起码也该牵一匹战马来吧，用拉马车的马来比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另外一匹千里马远远地望着，满眼的羡慕。兄弟，你可要加油啊，今天回去吃什么可就看你了。虽然是两伙人的比赛，不过周围都是些不差钱的主儿，有不少人跟着凑热闹的，1000两1000两的往外甩，玩的就是个刺激。林初一坐在高头大马上，扭头看了顾慈一眼，意味深长的一笑。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这场你最好别跟着。顾慈都没带犹豫的，一拉马缰就回去了。正主都亲自警告了，不跑是傻子。他一离开，徐学进和姚成宇也下了马。本以为就赛个马，光天化日之下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可回过头来看看周易和那只黑狼面上的贼笑，突然觉得他们还是格局小了。切，文臣还是差了一些呀。可不是，书生自古多文弱，我等还是多多体谅这些吧。楚元泽姿态高傲的坐在纯黑色汗血宝马之上，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林初一。林家的，你给本少爷跑第一呀！狼不要了，本少爷赏你2000两，白赏。可别让那只狼落到那个讨厌的人手里。围棋的场地外站了不少人，赛鼓敲响，马上的人齐齐一拉缰绳，驾！十几匹颜色血统不同的马，嘶鸣一声，便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马蹄声声中，骑在马上的楚元泽遥遥领先。驾！林初一人小，在一众人里都快显没了。不过他身下骑着的千里马，那可是吃过灵岩丹、开过智的。平日里灵泉水喝着，林初一还专门在药田四周种了马草以供喂食，那速度就别提了，嗖嗖的。眨眼间从一众马中杀了出去，紧紧追在了楚元泽的马后。千里马不着急地追上去，林初一就更不急了。我天，追上去了！真行啊，简直不敢相信，拉马车的马竟然能跑这么快。假的吧？这匹汗血宝马并不纯，竟然能跟上楚世子的马，是不是与马上的人有关啊？毕竟一个16、17，一个才8、9岁，体重就是不一样啊。议论声越来越多，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别管谁赢了，他们都乐得听人喊祖宗。驾！楚元泽听到身旁马蹄声逼近，稍稍讶异了一下，面色微沉，狠狠地扬着马鞭。驾！相比于他，林初一就轻松许多了，全程就稳稳地坐着，连缰绳都没拉过。身后那些二世祖们都惊呆了，回过神后面目狰狞，拼了命地甩马鞭。撤！
拉马车的马都能跑这么快，他们的马差哪儿了？眼看着林初一距离楚元泽越来越近，赛场也跑了半截了。周易一声吼：“加油，快超过去！”追上去，追上去，快追上去！追上去，本少爷给5000两，白给不要了。身旁的楚义捂了捂脸，无奈：“加油，超过去！快追过去啊！”我方士气大涨，顾此忍了忍，没忍住，也加入了啦啦队行列。先别管加油是个什么意思吧，反正顺嘴喊了再说。加油，追上去，超过他！实在是一直掉马尾太难受了。渐渐的，周围一片嘘声，一声接着一声呐喊：“加油，追上去，追上去！”他们也想看看林家那匹马能不能赢了楚世子那匹纯种的汗血宝马。在一片热情高涨中，林初一成功的追上了楚元泽。驾！楚元泽终于是有些慌了，想到输的后果，眸容沉沉。奔跑中，他的衣袖不经意的一挥，一根针朝着一旁的林初一飞射而去。林初一不动声色的小手一抓，银针便被他夹在了两指间。玩不起！冷笑一声，倒是没有回手再将银针射回去。终点越来越近，林初一伸手拍了拍千里马的肚子，千里马得了指示，速度又加快了些，前蹄逐渐的超了过去。见银针并没有对林初一造成什么影响，楚元则眯了眯眼，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对着马屁股就要扎上去。可就在这时，他的余光突然发现身旁的那匹千里马正边跑边扭头望着他。那马的眼神太过人性化，让楚元则一愣，惊讶地与之对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差点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就见奔跑中那匹正与楚元则对视的千里马突然将头转了回去，脖子高高扬起。楚元则愣了一下，手里缰绳差点没握住。而就在这个时候，千里马又将头给扭了过来，慢了2步，对着楚元则的那张脸就来了一口。呸！楚元则都被喷懵了，紧接着千里马就张开了大嘴，上下唇抖了抖，露出2排牙齿，舌头还伸出来甩了2下。楚元则心脏猛地停了一下，瞪大了眼睛，浑身一哆嗦，一个咕噜就从马上给掉了下来。惨叫声响起，林初一放心了，人活着就好。不过汗血宝马狂奔中，那都快赶上个小汽车了，这一摔估计不骨折也得摔几根肋骨。全场一片寂静，嘴巴张的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了，脸上的表情差点管理失控。千里马鬼畜的笑声中，后面跟上来的二世祖们急急地一拉缰绳，吓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马声嘶鸣中，还有几个收拾不稳，直接就从马上飞扑下去的。我的娘哎，那是个什么东西啊？那马怎么了？成精也不带这样的吧？众人咽了咽口水，望着那一路笑一路加快速度，欢快地冲向终点的马，齐齐脚下一软。然而还没等他们从马笑中回神，身边紧跟着又响起了一阵怪异的笑声。大白笑得那叫一个猖狂啊！赢了，我多了一个族谱的子孙后代啊！顾慈三人本来正实话着呢，冷不丁的听到身旁传来一阵怪笑，下意识就退了老远。那小胖子楚东阳更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不要了，他不要狼了，娘哎，也太吓人了。那边千里马已经到了终点，抬头挺胸，傲娇迈着小碎步，哒哒哒的往回走。只是一走一路过，身边的人都齐齐退得老远，还有几个是白着脸爬着离开的。大白连盾都没打，奔着趴在地上呻吟的楚元泽就去了，弯着眼咧着嘴，眼神贱嗖嗖的，绕着楚元泽一圈一圈的转悠。周易几人也跟了过去，一同跟过去的还有楚元泽带出来的随身小厮。至于其他人，要不是腿软跑不动，早跑了，还敢往跟前凑啊？得亏是人多，才没有集体昏过去。世子，那小厮远远地喊了一声，被大白眼神一扫，立马抖着腿不敢动了。哼，哎，愿赌服输啊！以后见了面记得叫祖宗。今天就算了，看你这模样，估计也叫不出口。大白适时地冲他笑了一声，吓得楚元泽浑身一颤，也不知道是疼还是吓得满脸苍白，的确是说不出话来了。
几位小祖宗，小的给你们磕头了。我家世子受伤了，这次就算了吧，下次一定登门赔罪。姚成宇拉了拉周易的袖子，示意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周易也深知这个理，人估计是重伤了，再闹下去，要是闹到皇上那儿不好收场。可大白不这么认为啊，继续在楚元泽身边转悠。呸，这臭不要脸的，还想养他来着。大白阴恻恻地盯着楚元泽，小厮都起了一身冷汗。这狼有问题，不会是想吃他家世子吧？林初一咳了一声，将手里那根银针递到了小厮的手里，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家祖宗想要10万两。银子还是给了的，被大白那咬牙切齿的眼神看得发毛。趴在地上的楚元泽缓了缓，提起全身的力气吼了一声：给！吼完人就昏了过去。林初一笑眯眯地接过银票，霸气地一挥手：走吧，黄芷轩，大白请客。等到林初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赛马场内剩下的人这才齐齐地松了口气，跌坐在地上。千金小姐们手脚发软地窝在自家丫鬟的怀里，主仆俩对着哭声一片。世子你怎么样？楚义去哄自家弟弟，小胖子受了惊，7、8岁的孩子趴在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起赛马的那些二世祖多多少少都受了些伤，不是闪了腰就是扭到了手腕，但这都不算啥，最重的还是来自于他们心里的创伤。二世祖们目光呆滞地望着天空，心中流着血泪，怕是短时间内都不敢来赛马场了。话说，到底是谁提议跟那丫头赛马来着？是楚世子。对了，好像那家伙比我们伤的还重啊。是吗？那我们就放心了。总结，祸害与京城二世祖们的第一次会面以全军覆没告终。给2匹千里马喂了1顿灵泉水，林初一砸了100两，包了3楼的一个贵宾间，大手一挥，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给我上一本。给掌柜的都听懵了，上一本是几个意思呀？用不着1本，凑满1桌就成。掌柜的偷偷瞅了眼从他进来后就一直盯着他瞧的大黑狼，心里毛乎乎的，应了2声就赶紧下去了。顾慈3人这会儿还没从大白和千里马的惊吓中回过神来。徐学进盯着蹲在桌边上等菜的大白一阵打量，都给大白瞅得不好意思了，抬头矜持地冲他笑了笑。徐学进抹了把脸，可不敢再瞧了。你家这狼是怎么喂的？其实他想问是不是狼成精了来着，可怕问出来的结果不是他所能承受的，所以还是别问了吧。小时候吃素，大了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什么都吃，大概都是哪些范围啊？跟人一样。石进觉得还是林家军的心理素质好啊，虽然在府里被马给折腾的苦不堪言，但至少胆子是练出来了。瞧瞧这3个大少爷，还没有府里的将士没有胆识。再看看一旁站得笔直的小丫鬟大松，每天面对这么只狼，那胆子是得有多大呀？实在是这段时间刺激过头，他脑子都已经快不够用了。石进这一开口，顾慈3人都闭了嘴，各自在心里琢磨着，跟人一样的是个什么意思呀？是吃的东西跟人一样呢，还是吃的东西跟人一样呢？周易瞥了他们3个一眼，心里叹气。才这点程度就接受不了了，以后要是遇到个神神鬼鬼的可怎么办？不然就有点想念丁岩了。那家伙虽然整天一副死人脸，但绝对算得上是个好队友啊。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过2日宫宴，你准备好了没有？又不是我过生，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昨天进宫去看了六皇子。他怎么样了？没见到，他宫殿的门关着，宫女太监不让人进去。你就不会从屋顶进去啊？顾慈突然咳了一声，打断2人的对话。喂，我们3个还在呢，别把我们不当人啊！你们商量这种事，就不能找个没人听得到的角落慢慢商量？你怎么了？你弟弟是不是有些不高兴？我高兴啊，我很高兴。你高兴？你能不能别露出那副阴恻恻的模样？果然，这一家子就没几个正常的。林初一借着上茅房的功夫顿了，倒不是不想给钱，而是他无意间发现这座酒楼竟然另有乾坤，
修为越高，精神力越强。借着小二上菜的功夫，林初一偶然间察觉到这座酒楼实际上还有4楼，于是用上茅房做掩护，他从后院直接上了酒楼的屋顶，轻轻揭开了一片瓦砾。林初一收敛起浑身的气息，悄悄探头往下看去。长老啊，您看这事儿，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想清楚，最后一个要求提完，本尊与你可就两清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恳请长老出手。好，这事儿本尊应下了。2日后的宫殿上，希望你能说话算话，届时助我一臂之力。是，长老放心，我说到做到。老者恭敬的目光中，黑袍人微微颔首，随即走到屏风后的桌前，转动了桌上的花瓶，书下被抽离，另一面竟然是通往另一处的暗格。屋内是有机关，看来2人应该不止一次在此会面。房里只剩下一脸阴沉的老头，林初一大概猜出了他的身份。2日后是谁过寿来着？太后？这回一定是个永生难忘的寿宴了。他将瓦砾重新放回原处，绕了一圈，重新上了3楼。哎，你都住机器的人了，还上大号啊？想上就上，你管得着吗你？我就随便问问，别上火，别上火啊！顾慈3人都吃得差不多了，静静地坐着听2人说话。虽然很多东西听不懂，但不妨碍他们能看出来，林初一比周易还要神秘些。一顿饭吃的宾主皆欢，大白尤其满意，撑得4脚踏平，趴在地上想他娘。吃饱喝足后，一行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将军府内，石进一板一眼地跟林永峰禀报今天发生的事情，听得林永峰一阵头大。明天不想上朝了怎么办？能不能称病请个假啊？一样头痛的还有齐国公周秦志，刚捅了那么大的马蜂窝，好说歹说消停了没2日，这下可好，整个京城的富家子弟让他儿子挨个得罪了遍。第2日上早朝，林永峰果然是被弹劾了，罪名有藐视皇室、纵女行凶，还有家里养了邪物。一同被弹劾的还有齐国公府的周秦志、户部尚书顾大人、兵部尚书姚大人、内阁大学士徐大人。1个月不曾露面的镇国老将军，今日罕见的上了早朝，指着那些弹劾自家女婿的大臣，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放你娘的屁！藐视皇威，纵女行凶！我外孙女硬逼着你们家孩子比赛了。你们家孩子多大？我家孩子才几岁？是我家孩子要比的？还狼会笑，马能吐口水，我呸！你把你家马拉来给我看看，他是怎么笑的？一天天的正事不干，就他娘的会欺负武官家的孩子。方老爷子这一顿骂，瞬间让人想起了当年方家4小姐被退婚，他打上陈家门的那一段辉煌历史。齐齐瞪眼，告状的声音都少了许多。武官向来脾气暴躁，逼急眼了你是真敢打人啊，还是不用负责的那种。岳父出马，1个顶俩。林永峰心中暗爽，让你弹劾我，让你暗算我闺女，还蔑视皇威，你咋不说我造反呢？姚大人和徐大人根本就没有搭理那些人的心思。顾尚书表示，我家孩子就在旁边凑了个热闹，没下到是因为天生胆子大，我儿子又没参与。你们家孩子胆子小，你弹劾我做什么？齐国公则是深感羞愧。唉，养不教，父之过，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没做好，还请各位海涵。一会儿下了朝，我就修书一封送去鬼谷门，一定将各位的话传到。朝堂上更安静了，就连云王都收敛了几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传达个屁呀！你是故意的吧？皇上脑仁突突的疼，他也是现在才知道，楚家多了个老祖宗，是一只叫做大白的狼。皇上都气笑了，多孝顺一孩子呀，认只狼当祖宗。这事儿往大了说，确实是藐视皇室；往小了说，就是一群孩子之间的玩闹。归根结底啊，还是怪楚元泽一时贪心，嘚瑟过头，将皇室的威严给搭了进去。还有周易，皇上觉得一会儿下了朝，他还得去皇后那里一趟，让皇后把那孩子给招宫里来好好训训。这孩子本事大了，是什么事都敢惹，什么话都敢说。扫了眼舌战群雄，风采不减当年的方老爷子，皇上更头疼了，终于开口：
都是些孩子间的玩闹，就莫要拿到朝堂来说了。这事儿就不能深究啊，深究起来牵扯可就太多了。估计当时在场的都有一半要下大狱的。对于这事儿的结尾，皇上给林永丰下了命令：日后宫宴，让你家小女将那只狼给带到宫里，给朕瞧瞧。他倒是要看看那只狼有什么不同的。皇上，您确定要臣把那只狼给带进宫啊？怎么，不行？臣遵旨。不过话说在前头啊，您可别后悔啊。下了朝后，林永丰就将此事告知了方兰娘仨。听说能进宫，大白兴奋得跟傻子似的，在府里来回乱窜。嗷呜嗷哇哇哇哇呜！林初一瞥他一眼，默然无语。什么好事儿吗？当今皇上要见一只狼，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既然是楚家的祖宗，那肯定得跟其他祖宗一样深埋地底啊。不过林初一并没有打击他的兴奋劲儿，嘴角轻扬，随着方兰进库房挑东西去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宫宴上吃瓜看戏了。哦，中间大白还特地洗了个澡，让大松用梳子给他顺了顺毛。周易半夜来过一趟，他被自家老爹给关府里了，出门全靠翻墙。林初一跟他说了广聚轩4楼的事情，让他多注意些六皇子。宫宴当天肯定有事发生，只要六皇子全程安全，那个血煞阁的什么长老就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文武百官携家眷50左右陆续进宫，官员们陪着皇上在外朝品茶，皇后陪着官员家眷们在后宫扎堆，各府的少爷小姐可以去御花园晃悠。然而入了后宫，大白去处就有些不好办了。林少泽被林永丰强行带走去了外朝，按理说呢，林初一还小，也该随方兰去凤仪宫待着了。可他们身边跟着只狼呢，这要是带去皇后娘那儿，再把人吓出个好歹，谁担得起啊？大白表示很郁闷。我都这么听话了，还能怎么办？进笼子是不会进笼子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那要不然我自己四处转转。林初一当然不可能让自己出去乱转了，这是皇宫，谁知道这货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商量的结果就是他带着大白去御花园。林初一四处扫了扫，周易没在，看样子应该是还在外朝，在皇上那儿。百无聊赖的，林初一找了处小凉亭坐着等。大白蔫蔫的趴在地上，很是无趣。上马车前，林初一就一本正经的嘱咐道：今天你就是只正常的狼，别到处瞎嘚瑟。大白很冤，你看我浑身上下是有哪里不正常的？我可太正常了。林初一也不是那种能赏花的人，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到底是坐不住了。不等了，我去前面看看。大白眼睛一亮，立马满血复活。那还等什么？走啊！我自己去，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不行，我也得去，休想扔下我。你体型大，遮眼。最好的办法就是大白跟着大松继续待在这儿望风，顺便啊等等周易，他自己一个人进去转转。大白最终没能拗过林初一，眼巴巴的看着人走了，那叫一个心酸呢。竟然真走了，你可别后悔。大松呆站在一边，看着大白蹦跶着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歪了歪头。真稀奇，你看他还会骂人呢。林初一顺着之前的记忆一路找去了皇子居住的宫殿，心里想着都是皇子，住的应该离不了多远才是。就这么一处宫殿挨着一处宫殿的找过去，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竟然就机缘巧合的找到了大皇子的新住处。屋里十分安静，之前见过的那个鬼面男人此刻正盘膝而坐，很阴险，但又有几分异样的力量在里面。他突然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靠近，蓦地转头看去，就见不远处的屋顶上一条手臂粗的黑色大蛇蜷着身子，正冷冷地注视着他。林初一挑了挑眉，却没有多警惕，轻轻将瓦片放了回去，然后冲对方招了招手，示意跟他走。见他离开，黑蛇抖了抖尾巴，没做犹豫，果然跟了上去。一处无人的偏殿，姑娘能否在四周布下结界，以隔绝在下的气息？林初一点头，双手节节掐了个手诀，在四周布了个小型的结界。有事你就说吧，是不是你家六皇子出了什么事呀？这蛇身上带着淡淡的功德之意，
与当初的大白鼠有些类似。林初一猜测，这位应该也是那六皇子的引路仙之一。我是小童子的第2位引路仙，常三。此番前来是向姑娘求助。我等下山以来，虽然没有为百姓做过善事，可也没有做过恶，还请姑娘出手，救救我家童子，也救救我们。那只白鼠将你们的来历告诉我了，所以当年与六皇子争夺机缘的鬼修，就是刚刚大皇子屋里的那个鬼面男人吗？黑蛇应了一声。灰姑从宫外回来提起姑娘后，在下就一直想与姑娘见一面，可当年一战，我与胡六修为大损，直到如今都没有完全恢复。小童子不能出宫，我们也不能离得太远。上次姑娘匆匆进宫，我等还未寻来，姑娘就已经离开了。不能出宫？为什么不能出宫呢？那个黑衣鬼面人一直潜伏在宫外。他身边有只毒蝎子，道行很高，十分厉害。当年一战，光我和胡家的人马就死了6位，也只堪堪将他重伤而已。而且我等怀疑，那只蝎子精一直藏在宫里，未曾离开过。藏在宫里吗？都说后宫是藏污纳垢之地，不知道会不会躲在那儿。你也说了，那人不好对付，帮你们可以，但我有什么好处呢？莫非姑娘也想要小童子的机缘？这可不是我要，机缘这东西呢，虚无缥缈，谁也说不准是什么东西。你们在他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可曾弄清楚所谓的机缘是什么呢？未曾，只是修炼的时间较之前短了许多。修炼的时间会缩短，第一是因为这里是皇宫，距离人间皇帝最近的地方，妖怪待在有大气运的人身边，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很正常。第二，也是因为你们成了六皇子的引路仙，10多年前一场大战不但保护了六皇子，还护住了整个皇宫。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若是那皇帝当时出了事情，东陵就会迎来一场动荡，这是你们的功德。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们与整个皇宫都有了一点联系。这样吧，我帮你们将此事解决，你们带我找到六皇子梦中的那个地方，我就凑个热闹，该你们的还是你们的。可以。黑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毕竟机缘这东西，该是你的谁也躲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强求不来。今日的宫宴会在启明殿举行，到时候六皇子也会前往。小童子在，那个鬼修也一定会到场，届时请姑娘先行拖住他，我与胡六趁机去寻那只毒蝎子，我会让灰姑与姑娘随行。如果这期间我们赶不回来，就只能是你们合力对付那个鬼修。不用，大白鼠你们带上就好，什么灰姑傻姑的我用不到。那人身边的兽灵有些门道，你们找到蝎子后，若是短时间内无法将之杀死，就尽量的拖住，给我们争取时间。我明白了。提到鬼修身边的兽灵，黑蛇的眼中出现了一抹别样的神色。他方才察觉到了，那些兽灵中有2只原本在他们12野仙之列的，死后却成了敌人手里的傀儡。与黑蛇达成共识，林初一便解开结界，回了后宫，一路晃晃悠悠的往御花园方向走。林初一追过来的时候，周易逼问了半天无果，正嘬着嘴转着圈的想办法呢。汉子，给我把他另一只脚也踩断了。哎，咔吧，随着鬼面人一声杀猪般的喊叫，另一只脚也粉碎性的骨折了。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说，我师父是不是你们抓去的？你为何要对他动手？也不知道鬼面人听进去了没有，刚嚎了半天，突然又不吭声了，紧紧地咬着牙，像条毒蛇般阴冷地盯着周易。妈的，你倒是说呀！那血煞阁是你爹不成？让你这么护着？这回踩哪儿？林初一就是这个时候到的。你家那狼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就是可惜了一颗内丹了。没事就好，内丹以后还能遇到。这人啊，嘴太硬，不然你给他喂颗丹药。林初一自然知道周易说的是什么，不过那种丹药只会消耗人的精力，
对于这种不把命当回事儿的邪修，根本没多大的用处。让我来猜猜你嘴硬的原因。邪修一门应该有独特的方法以魂魄之身修行，所以你是想激怒我们，好让我们动手杀了你吧？我不会说的，要么你们杀了我，要么就看看是你们的手段多，还是我的命硬。哎呀，我这暴脾气，给你脸了是不是？想死是吗？老子这就弄死你，大不了老子不问了。我就不信了，我血煞阁以后就没有人落到我手里。是吗？就不知道你师父通天阵还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说的就像现在知道了就能把人救回来一样呢。我可没什么师父被困在血煞阁呢，你的命硬不硬跟我没关系。不过你要实在不想说，那我就只能用搜魂的方法抽取你的命魂，强行查看你的记忆了。鬼面人猛地抬头，林初一悠悠一笑，哼，别怀疑，你要相信我有这个本事。真以为变成鬼你就能跑啦？你放心，等我搜索完你的记忆了，就会直接打开地府大门，让你过上永享低保的日子。低保的最低保证，绝对不会魂飞魄散。哼，搜魂会损伤修为，你怕是没这个能耐吧？好好的讲，看来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我来看看你的命到底有多硬。好心提醒你一下，我这火能焚烧世上一切有形的东西，包括灵魂。说罢，林初一小手一甩，火焰直扑鬼面人的下半身，从腿开始迅速扩散，仿佛瞬间没入熔浆熔岩之中，身体和灵魂一同被灼烧。鬼面人惨叫连连，终于松口。我都说。哎，不，别说啊，千万别说，你命硬着呢，死不了的。我说，饶了我吧，我说。林初一一直控制着天地灵火的温度，不然这会儿烧起来的地方都该化成灰烬了。知道通天印去哪儿了？我知道，在血煞阁。林初一挥手，灵火突然熄灭，看向周易，问吧。周易背后一阵发寒，再看鬼面人下半身都烧焦了。我去，这也太凶残了，这才10岁不到啊，长大了还不得进化成灭绝师太啊！说，我师父现在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抓他？还有，血煞阁的老巢在哪儿？我不知道，不是我抓的他。关于血煞阁老巢的事儿，据鬼面人交代，血煞阁并没有具体的据点，明面上的势力是个杀手组织，分布在各国各地。这点丁岩先前说过，暗处的势力共有7处，一样分散在各地，平时互不干涉，也不会见面，只有血煞阁的阁主召见时，他们才会难得的聚齐。鬼面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阁老，名叫赵图。这些年来，血煞阁一直在网罗天下能人异士，无论是术士还是妖类，只要有点修为，开了点灵智的，被血煞阁发现后，就会出现在血符之上，届时就会有血煞阁的人专门负责猎杀。鬼谷门不止周易的师傅齐苍敏，那些有些本事的全部记录在册，就连周易都光荣地登了榜。至于抓那些有修为的人做什么，按照赵图的说法，血煞阁的那位神秘的阁主想要复活一只上古大妖，这期间需要源源不断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有想法的老疯子带着7个臭味相投的大疯子，想要复活一只顶级厉害的妖怪为他们所用，再打造一支妖怪军团，从而实现统领世界的梦想。周宇都听呆了，现实中竟然真的有这种人，这是要逼着他拯救世界的感觉啊！林初一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默然无语。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赵图的下场就有了着落。周易觉得还是弄死吧，魂飞魄散那种，也就是一把火的事儿。万一中间出了什么纰漏，再让他给跑了，假以时日又会是一个大麻烦。任赵图如何挣扎嘶吼，最后还是成了点点灰烬。这过程很快，林初一是讲道理的，既然该交代的都交代了，那就得尽量减少人的痛苦，一次性到位。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走一趟西风，
不管有没有用，他是我师父，既然知道了他的消息，就不能空等着。你呢？有什么打算？林初一当然是去研究六皇子身上的机缘，不过今天就算了，宫里应该会有很多事儿麻烦。也诚如他所想，此刻的宫里都已经乱了套了。皇上下令，都给我老实在宫里待着，等着周易和林家丫头回来再说。整个皇宫的人一宿没有合眼，殊不知他们要等的两个祖宗这会儿已经各回各府洗洗睡了。周易和林初一跑了，把个知事儿只知一半的六皇子给扔那儿了。于是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都落在了楚玉贤的身上，听着他将所知道的包括10多年前的事都给叙述了一遍。楚玉贤第一次被这么多人近距离的行注目礼，有些小紧张。好在皇上挥退了无关人员，只留下了皇后娘娘和几位信得过的大臣，以及与周易两人有过接触的顾慈几人。这件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他也不是很清楚，就只知道周易和林初一出手化解了他和整个皇宫的危难，具体的长三儿还没告诉他。即便如此，皇上和皇后娘娘听的也是心里一阵唏嘘，未曾想到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孩子已经自己经历了那么多。10多年前，那时候这孩子才多大呀？皇后这会儿真的是泪目了，心中酸涩疼惜。玉贤啊，你之前真不认识林家丫头啊？回父皇，儿臣的确今日才得知林大小姐。不过他没说的是，他不认识，可能常三和灰姑能认识。六皇子觉得常三他们的事儿关系重大，父皇不问，他还是暂时不说的好。你大皇兄楚离的事儿，你可知道？方老爷子一听到这话，眼神一阵飘忽。林永峰往一旁挪了挪，假装没听到。皇上可一直注意着他俩呢，见状心中哼了一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难怪大皇子出了事儿的那阵子，这老东西连朝都不上了。提起这个话题，顾此几人和二皇子也齐齐的低了头，心虚啊。他们好像也知道，本来还想质问事情经过的皇上立马哑了声，这还问什么问啊？他寄予厚望的二子都合着伙的瞒他，咋的？他是不配知道是吗？哼了一声，余光一瞥，发现就连齐国公的脸色都有些不对劲儿，感觉除了他都知道了是吧？他一个95之尊，偏偏什么事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气恼归气恼，他还真就不能多追究。这皇上当的是憋屈，自己儿子被人废了，参与的还是重臣家的孩子，这是什么事儿啊？周爱卿、林爱卿，一小子和林丫头去了那么久，你们猜猜看，他们何时能回来啊？回皇上，臣不知啊。皇上，臣也不知，要不您派人去找找。皇上心里一堵，总觉得这俩人在有恃无恐地挤兑他。一直到文武百官带着家眷们浑浑噩噩地走出皇宫，已经是3天以后了。齐国公周秦志还奇怪家里的老爷子怎么没想办法去宫里打探消息，结果洗漱一番，就见自家儿子进来了。齐国公都惊呆了，他们在宫里等了3天的人，竟然在家待着呢。你一直在家？是啊，我不在家该在哪儿啊？从赵图那儿得知的消息已经传去鬼谷门了，鬼谷门那边让他稍安勿躁，说是他们一直在调查血煞阁最近有变动，他师父齐苍敏可能没在西凤国地狱，所以周易决定再等等。西凤国那么大，没有鬼谷门的帮忙，他一个人也无从查找。林家丫头呢？当然回林府了，总不能住咱们家吧？另一边，林永峰见到林初一时，也是一脸如出一辙的见鬼表情。你不是去追那个血煞阁的妖人去了吗？咋在家呢？你说鬼灭人？追到啦，他没跑掉，已经弄死了。人死了？那你怎么不回皇宫啊？我又不是公主，我回皇宫做什么？林永峰一时间竟无言以对。闺女你厉害呀，让皇上空等了3天，你自个儿回家休息了。初一还是孩子，皇上竟是不会与他计较的。说起救命之恩，林初一看了亲爹一眼，从袖中掏出了一摞厚厚的纸张递过去。这是什么？我算是救了皇上一命吧。你把这摞纸带在身上，等到皇上提起封赏的时候，就照着上面念给他听。啥？林永峰顿时瞪大了眼睛，低头随意地翻了翻那摞纸，都是些药材的名字，怕不认识，有的还给画了图。林初一很是大方地交代林爹，其他的就不用了，咱们修行之人用不上那些黄白之物。
封赏那肯定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林永丰都能想象得到。皇上论功行赏时，众目睽睽之下，他从怀里掏出一摞纸，照着上面的药材名字挨个念的诡异的场景。还修行之人用不上黄白之物？林永丰捂脸，闺女啊，皇上好像知道大皇子的事儿是你和周家那小子干的了，你猜他能不能想到大皇子的库房在咱们家呀？皇上传令，陈家满门秋后问斩。下了早朝后，皇上在御书房召见了众位大臣和几位元老。正式谈完，果然又重新提到了周易和林初一，说到救驾有功，俩人按功行赏时，所有人皆一致的没有意见。于是当林永丰不动声色地掏出那一摞半尺厚的纸时，皇上沉默了，几位元老也沉默了。林将军，你还要脸吗？林爹在心里默默摇头，不要，闺女说了要药材。封赏的话，其实皇上也就那么随口一说，你看看人家齐国公，人家说了不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作为臣子应当应分的。若不是作为一国之君，得时时刻刻的端着，皇上真想拉过林永丰甩他几巴掌。你脸咋就这么大呢？真以为朕不知道大皇子库房里的东西去了哪儿吗？人家齐国公都没要，你竟然还好意思跟朕提要求？这是有备而来，早早的准备好，就等着朕提起来是吧？不过碍于面子，皇上最后还是咬牙应下了，前提是用这些药材捣鼓出来的东西得拿出一份送到宫里。林永丰应下了，回去后将此事告知了林初一。林初一也没太当回事儿，如果真能凑齐那些药材，到时候给皇上几颗归元丹也不是不可以。林家练武场，林初一双手背后，老神在在的在一众林家军前方站定，看着1000多人跟在林少泽屁股后面一板一眼的练招式，极其满意。就是扫眼望去，包括2位副将在内的所有人脸上皆挂着大大小小的伤，个个鼻青脸肿。即便如此，众人依旧咬牙切齿的坚持苦练。林初一心中点头，哎，对，就是这个调调。以前那些欢拳绣腿的多没意思呀，面对敌人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石进抽空抹了把脸，动作不停，偷偷的与赵华安对视一眼，俩人心中叫苦不迭。自从知道府里多了个妖怪，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大半个月以来，没人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瞅瞅他们脸上这伤，能看到的都是轻的。想当初林家军们跟随林永丰在战场上一路所向披靡，想秃头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自家府里被自家小姐养的一块石头给虐成了渣。养的一块石头你听听，这像话吗？皇宫的御书房内，皇上分看着桌案上一摞药材名，脸皮狠狠地抖了抖。之前听林永丰大致念了一下，没听到灵芝人参、冬虫夏草那些常见的名贵药材，还以为都是些不当回事儿的东西。没想到找出来之后，据顾太医初步估计，差不多出去了小半个国库。皇上能不心疼吗？大概能有个70、80种药材了，怕人不认识，还给注解了药材的特性和草本图。顾太医和长贵在国库里转悠了一天，眼睛都快瞅瞎了。即便如此，还是有10多种没有凑齐。皇上在心里劝慰自己，就是一些药材而已，又不是什么天才地宝，也不是什么不传世的宝贝。一个孩子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呀？应该就是想鼓弄点东西出来。那丫头有本事，万一鼓弄出来的东西他也能用得上呢。皇上，这几样都是很难得的药材，据说是北池国千年千里迢迢送过来的贡品。皇上心尖一颤，还不好找的话就要5份，他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如此的深明大义呀？那依你看，这些药材都有什么作用？皇上，臣也不知道这些药材单独分开都有各自的作用，甚至有些药性还相互冲突。臣也看不明白这些药材是何药法。关键我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你以为人家跟咱们似的熬汤药喝吗？人家用来炼丹的。但是臣不能跟您说实话呀。他最近还想厚着脸皮再去林府蹭一颗丹药回来呢。皇上，林家那丫头不简单，自她手里出来的东西想必也不会简单。依她这一次，以后东林得到的好处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兜兜转转又过了2日，药材最终还是送去了林府。与药材一起来的还有一纸册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威猛大将军之女林初一，性格温婉，才智过人，甚得朕与皇后喜爱，册封为东林郡主，封号安林，钦此。天大的殊荣啊！可惜圣旨一下，林永峰和方兰就齐齐地抽了抽嘴角。才智过人就算了，性格温婉，皇上您怕是眼瞎吧？没看到他的启明殿上肩扛大刀的那一幕吧？方老爷子却是沉着脸，咬牙暗骂，竟然用这种方法将他外孙女往皇室的船上拽，真他娘的是只老狐狸。宣旨太监念完圣旨，就盯着院中的紫玉珊瑚陷入了沉思。这珊瑚好生眼熟啊！林永峰忙将人往院子外面带，快快快，赶紧走吧你！再多看两眼，今天啊，怕是走不了喽。那株珊瑚如今可是石憨子的心头好啊，每天早晚都得让大松给擦一遍。你可别对他动不该动的心思，不然就是皇上都救不了你。林初一对册封什么的没有多大的所谓，突然顶了个郡主的头衔，还是有封号有封地的，也没啥太大的愉悦之意。林家军的进度如今正在慢慢调整，这也是件循序渐进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林初一觉得他等不了了。这段时间以来，他又试过好几次突破金丹，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瓶颈依然在，稳如泰山。他有种很强烈的预感，也许这次的机缘之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晚上的时候，周瑜过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六皇子和三只兽。鬼谷门那边一直没有消息，林初一懒得进宫，与六皇子商讨机缘的事儿就落到了周易身上。可怜的六皇子，好好的一个内向的小少年，这会儿竟然也能趁夜翻人家小姑娘的院子了。虽然在六皇子心里，林初一跟那种男女7岁不同席的小姑娘还挂不上边儿。周易从乾坤袋里拿出一摞画摊在了桌上，全是六皇子小时候画的，画风从稚嫩到熟练，从模糊到清晰，画风很简洁，但有很多都画得很不清楚。应该是处秘境，就是不知道是大能的洞天福地还是上古的秘境，这应该就是那处秘境的所在之处。不过到底过去了多久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要怎么找，该往哪儿去找，找到了如何打开，都是个问题啊。这么说来，玉贤你该不会是某个高人转世吧？神仙下凡历练来了？林初一白他一眼，神仙转世能来这种乌烟瘴气的小世界？但周易说的对，能找到地方才是真理。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请神。林初一和周易没有听懂，胡六和常三眼中满是哀叹。近些年在他的梦里一直会出现一个人，准确来说不是人，而是一道意识。每次他入梦就能感觉到有道目光冷冷地盯着他看，能感觉到那眼神并没有恶意，但却莫名地让他觉得愧疚，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他没有完成一样。但任凭他怎么去找，都找不到那道目光的具体所在。而且明明感觉到梦境里经历了很多，但每次醒过来能记得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一个画面一闪而逝的画面。就像他画的这些画，比如那条圆乎乎的鱼，有些画画的模糊，其实并不全是因为他的年龄小，而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的样子记全，重新画下来。到如今楚玉贤15岁半，能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他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不是他的记忆性越来越好，而是梦里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东西让他记住的东西多了起来。所以你觉得你梦里一直盯着你的那个东西就是那处秘境的主人吗？不确定，但总归与那处秘境有关的。你想把他招来，问问秘境所在？怎么着？你平时能感应到他的存在？楚玉贤不语，常三与胡六对视一眼。每逢15月圆之夜，他的身上就会出现异常。异常？什么异常？他的另一双瞳孔会发光，身上的气息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是梦境里的那个东西？不知道，我们无法入他的梦境，他醒过来以后也不记得当晚发生了什么。其实楚玉贤身上有道无形的禁制，之所以他一个类似出马仙的存在却活得如此平平无奇，就是因为他身上的那道屏障看不见也感应不到，可每当有别的力量想要上他的身，就会被强行撞出去。引路仙们上不了童子的身，也就无法借给他道行。楚玉贤比较特殊，
胡六查探过他的灵海，可以同时容纳他们12位引路仙。若是没有那道屏障，当年他们12位引路仙一起出手，哪怕当时的楚玉贤还小，对付区区一个鬼面人也不在话下。周易听得一阵唏嘘。我见你想清楚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12位引路仙都没有办法上你的身，那东西却能在每月15占用你的身体。你用请神的办法将他请过来，万一问完问题后他不肯走，或者直接就占了你的身体，到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将他送走啊。毕竟是自己请来的，要是被占了身体，就算告到阎王爷面前都不管用。我听常三说了，要不是你们肯出手，我可能过不了这次的劫难。还有宫里的人，父皇母后以及文武大臣们，我是东林的皇子，有能力护着他们是应该的。况且这件事儿本就是因我而起，背负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以后的危险可能会更多。就冲你这句话，以后你要是造反的话，我站你这边。不用了，那个他不造反。周易白了林初一眼，这小丫头一天天的净想着搞点事情出来。别听他瞎说，你要是下定决心请那东西出来，我们给你护法，真来点什么，咱们也未必就拿他没办法。再说这几率一半一半，万一来的真是楚玉贤梦里的那个东西，可能就不是冲着占他身体来的。正月已经过去，要等到这个月的15还差7日。请神其实这是目前来说找到秘境最快的办法。周易和楚玉贤回去了，趁着时间充裕，将该准备的先准备好。哟，会说话了呢。可不是嘛。来，过来咬我一口。你确定？大白笑容一顿，有些不明白林初一是个什么意思，但动作比脑子快了一步，下意识就张开嘴扑了过去。狼牙闪着寒光，大白的速度那叫一个利落，然而刚到了林初一面前就挨了一巴掌。看着正在地上扑腾的二货狼，林初一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儿，合着吸收那么点道行全用嗓子上面去了，其他方面是一点没沾上啊。我要睡觉了，你别在我面前晃悠。大白哼唧了一声，知道他练了一夜丹，很是识相的乖乖出去了。可憋了一肚子的话，这会儿终于能开口了，他不得找个人唠唠呀。林府今天老热闹了，林家军照常被石头人虐翻在地，满地哀嚎的时候，大白黑影一闪，石汉子，我来找你聊天来了。吼吼吼吼！眼看着一直在面前晃悠的狼，突然就能口吐人言了。林家军惊恐之余，不得不面对继家里的石头成精后，府中的狼也跟着成精的事实。刺激来得太快，一阵接着一阵。好在有石头人的杀伤力在前，林家军们没至于再次下滩。主要狼不虐他们，就只坐在跟前与你唠嗑，你不听都不行啊。2月15，永安宫内殿门紧闭，宫女太监皆被驱赶。偌大的宫殿内，只有林初一、周易等人静静地待着。楚玉贤盘膝坐在了大殿中间，周围摆着12面3尺高的铜镜，上方是一盏7星灯。楚玉贤心里其实也没底，不知道这种办法管不管用。这些年查了那么多古籍，他感觉就这么一个靠谱的。不过等了半天，镜子里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他有些不确定了。胡六提醒，每次有异常都是在他睡着之后。楚玉贤心中明了，盘膝而坐，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是真睡不着啊。时间一点点过去，眼看亥时已经过去大半，楚玉贤依旧没有要睡的意思。林初一打了个哈欠，跟个幽灵般的到了他的身后。楚玉贤刚察觉到不对劲儿，一转头，一块板砖带着风声呼啸着朝着他的脑瓜子砸了下来。来不及惊叫一声，楚玉贤只觉得眼前一黑，脑袋顺势就垂了下去。无视一人三兽惊愕的目光，林初一给了他们一个安抚性的眼神。放心放心，我下手你们放心。大殿之中又静了下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大白伸了个懒腰，百无聊赖的用爪子扒了一下灰姑。你家童子怎么还没动静？自从能说人话之后，这货就开始话痨了模式，喜欢叨唠，还喜欢往石憨子面前凑。可就石头人那迟钝的反应和说话的速度，每次都能把狼给急死。大白早就想进宫跟灰姑嘚瑟一下了。至于胡六和常三，都比他有本事，他倒是很识趣的不往上凑。灰姑嫌弃的用爪子理了理被大白拍过的毛发。
别动爪动蹄的，现在距离子时还早着呢。等待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差点都等睡着了。被铜镜包围的楚玉贤终于是有了反应，原本低垂的脑袋缓缓地抬起，双目紧闭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林初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儿，楚玉贤的眸子多出的那双瞳孔散发着幽幽的金光，整个人的气息都变了。周易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金色的瞳孔，难不成来的真是神？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楚玉贤身上的气息虽然强大，但是却带着混沌和晦暗不明，很难说那是种什么感觉。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林初一眼神深处透着一抹疑虑，这个气息让他有种淡淡的熟悉感，很是莫名。没有任何动作，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没动，周易也没动。一片静默中，胡六先行窜到了楚玉贤的身边。你到底是谁？胡六目光凌厉，这功夫常三和灰姑也到了他身边，三只兽站在楚玉贤身旁，俨然一副守护者的模样。林初一和周易悄悄地从两个方向靠近，准备随时出手。就在这时，楚玉贤微弱的声音传出，人竟然醒了过来。你是谁？你怎么还不来？去哪儿？我要去哪儿才能找到你啊？楚玉贤脸色苍白。我等了好久，没人来，怎么还不来啊？到底在哪里啊？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怎么还不来？我等了好久。楚玉贤面露痛苦之色，似乎有些支撑不住了。你到底是谁嘛？去哪里？你说个地方啊，我们去，我们马上去。胡六和常三也暗暗着急，但一直按捺着，生怕冲动之下就会伤害到楚玉贤。周易手里捏着张黄符，早就等在了一旁，以防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楚玉贤的表情越来越痛苦。你画。就在这时，林初一也闪身到了楚玉贤身边。他看到楚玉贤手指缝间已经开始往下渗血，看到林初一的一刻，原本僵硬迟缓的声音突然就顿住了。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林初一不经意地与之对视，心口却是猛地一震，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陌生的画面，太快，他没有抓住。终于回来了，似松了口气般说完这句话，身上那股混沌的气息突然就消失了。而这时，身旁的楚玉贤再次开口，语气中满是隐忍。我看见有一座山，就像我之前画的那般，烟雾缭绕。山中有个幽谷，有一间茅草屋，屋前是大片的果树，还有药田。屋子旁边，房子旁边是石块堆砌的。话未说完，楚玉贤突然一声惨叫，两只手用力地捂住眼睛。玉贤，怎么样？楚玉贤脸色苍白如纸，大口地喘着粗气。没事了，只是画面又断了。我只记得屋子旁边有个石头堆成的池子。但是知道的再多，没有问出具体的地点，也是无济于事啊。却不知林初一的心中早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山谷什么的先不论，茅草屋、果林、药田、池子，那不正是他的空间吗？怎么回事？跟他的空间有关？别人的机缘竟然与自己有关系，林初一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说，那处秘境跟他也有关系。空间是几年前随着他来到这里的，两个不同世界的东西怎么会突然交织在一起呢？且为什么东林的六皇子能看到他空间里的东西？楚玉贤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也没觉得楚玉贤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呀。林初一抿着唇，神游物外。你在那儿干嘛呢？没事，他怎么样了？不管是因为什么，秘境他都是必须得掺和一脚的，更别说现在知道那处地方可能还与他有关，那就更得去了。也许等找到了地方，一切的谜团就能迎刃而解。但天下那么大，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的去找也不现实。林初一瞅了两人一眼，
大方的扔了一瓶归元丹过去，脑门上一阵接着一阵的刺痛，让楚玉贤有些迷糊。丹药入口即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温润的药性游走在四肢百骸，脑门上的刺痛感逐渐消失，眼中的不适感也缓和了许多。除了那山谷里的景象，你还记住了什么？有没有比较特殊性的地方呢？山，我记住了整片山的样子，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找。父皇的御书房里有舆图，用排除的办法，先将不可能的地方给排除掉，也许可行。这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东邻国境内大山太多了，且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谁也不知道当初的秘境到如今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周易没有接话，这的确是个办法，但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处秘境它未必就处在东邻。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楚玉贤找来了纸笔，将脑海里多出来的那点画面给画了出来。林初一拿过那张山谷中的茅草屋的画，看着上面熟悉的景象，目光闪了闪。虽然画的粗糙了点儿，但的确就是他空间里的样子。另一幅是黑墨勾勒下连绵起伏的山峦。看到画中山的一瞬间，林初一心中微定，因为从画中来看，山体的形态很是与众不同，群山包围与所谓的山谷形成了奇特的一幕，就像个漏斗一般。如此奇怪的特征已经足够他们少走不少弯路，也许如今的名字就叫漏斗山也不一定呢。三人四兽在大殿里商量了半天，林初一敲板决定夜探御书房。舆图可不是谁都能看的，白天去也不一定就能看到。既然如此，左右也睡不着，不如今晚先去潜进去，能看一点是一点再说。然而等到几人一路躲进了禁卫军的眼线，脚步匆匆的到了御书房的时候，却发现楚玉贤皇帝老子人家还没下班呢。三人对视了一眼，周易有些踌躇，里面那位好歹是个帝王，他们大晚上的无照进宫已然是罪过，还让人家儿子大半夜不睡觉，撺掇人亲儿子溜进了御书房偷看舆图。这要是被抓到了，真问起来，他们实话实说，会不会被定个忽悠皇室的罪名？林初一可没有他那么多内心独白，直接上前推开了御书房的大门。屋里有人，门口却没有禁卫军守着，这还不够明显的吗？从启明殿那次的事情开始，皇上就一直注意着楚玉贤那边的事情。今日永安宫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整个大殿里的宫女太监们都被支开了，侍卫也被赶到了殿外。皇上可能不知道周易和林初一来了宫里，也不知道永安宫到底在整什么幺蛾子。结合楚玉贤频繁的与周易走动来看，怕是最近要有事情发生。果然，守在永安宫外的庞毅还没回来，御书房门口就来了7个不速之客。皇上本来正端着茶抿茶，满脸的深沉，一副朕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的模样。但看到打头的人以及跟在他身边的一脸贱嗖嗖的黑狼之后，突然一声咳嗽，若不是嘴里的茶水咽下去的快，都得失态的喷出来。大太监长贵站在一旁，看到一支奇特的队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闯了进来，心中一惊，尤其是看到落在最后面那条黑蛇竟然还用尾巴把门给带上了。即便前阵子刚经历过鬼面人的事儿，他这会儿也有点膝盖发软。天老爷哟，这大晚上的来了群啥呀？儿臣见过父皇。臣女见过皇上。说完也不等人让免礼，就站直了身子，随即用脚踢了踢笑得满脸嘚瑟的大白。大白正瞅自己的大孙贼乐呵呢。小象，我都得行礼呢，你嘚瑟个啥呀？臣郎大白见过皇上。皇上嘴角和眼角一起抽了抽，脸都不是好色了。这只狼上次不是还不会说话吗？然而最让皇上绷不住的还在后面。大白一跪，后面那3只兽寻思着，要不他们也跪一下？上面坐着的是人类的天子，也是小童子的爹，他们是不是得入乡随俗？于是3兽越过了楚玉贤，冲着皇上就去了。你们大胆！后退，快后退！灰姑被突然跳出来的人吓了一跳，脚步急急一顿，差点都炸毛了。你个太监，吓死姑奶奶了！长贵的脸色瞬间一变，尖着嗓子叫了一声，一转头就躲到皇上的椅子后面去了。见亲爹的脸色白了青，青了白。父皇别怕，这是儿臣的引路仙，是自小护着儿臣长大的。这是灰姑，性子虽然活跃了些，但她不会伤人的。
皇上表示他就是想安安稳稳的当个皇帝，他一点都不想知道自家的儿子养了3只能说话的兽，咋就这么难呢？安抚了一下皇上的情绪，楚玉贤觉得是时候该和亲爹谈谈寻找秘境的事儿了。周易冲3只兽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稍微离远一点。果然他们一离开，皇上的脸色就渐渐地缓了过来。趁着他们谈话的时候，林初一带着大白悠悠地出现在了御书房后墙之上，那副算不上多清晰的舆图前。见林初一掀开了盖着舆图的黄布，长贵面上着急，心中更是直呼大胆。那可是舆图啊，自古就只有皇上和未来的储君才能看。长贵急得直跺脚，想要上前呵斥，但又怕得紧。他自然是认识林初一的，当时这小姑娘在启明殿中大显神威，事后让宫里一众人干等了好几天，还以为追歹人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可倒好，人家回家睡觉去了。皇上也不追究，后来还给封了安林郡主。这小丫头行啊，都没来宫里谢恩，真是胆大包天，完全不把皇上放眼里。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连皇上都不放眼里的人，又怎么能将他一个奴才的话放眼里呢？所以皇上啊，奴才阻止了，但他不听，您可别怪奴才呀。这边楚玉贤和周易将他们要寻找秘境的事情全盘托出，皇上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将今天晚上受到的惊吓往下压了压，倒是没有怪3人的放肆，还很好脾气的让长贵将舆图给取了下来。你们自己看吧，觉得哪里像，朕就让人将那处的详细图纸拿过来。多谢父皇。身为皇子，楚玉贤自然知道舆图意味着什么，能让他们随便看，这得是多大的荣宠啊！有本事的孩子没几个，与其处处防着，不如与他们摊开了。他尽量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行行方便，也希望关键时刻他们能出手护着东林，就像上次启明殿的事情一样。楚玉贤画了几张漏斗山的图样，3人四兽对照画一点一点的在舆图上找，屏气凝神，生怕错一错眼就看差了。到最后，皇上和长贵也齐齐上阵。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子，长贵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大叫：找到了，奴才找到了，这里一定是这里。长贵那老公鸭嗓一吼，林初一3人跟突然打了鸡血似的，纷纷将脑袋凑了过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就见舆图左下角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小灰色的区域，勾勒了一个黑色的倒三角。细细看去，的确就是个漏斗的形状，有绿豆粒那么大，也真难为长贵眼睛好使。楚玉贤对照着山图来来回回的看了几遍，眸光越来越亮。应该就是在这里啊。此处应该是平城，距离京城少说也有个1800里。说罢，摆手示意长贵去找那处地方的详细图志。朕记得此处好像是个空城，如果你们要找的地方真在这里，怕是有些不好办呐。空城？若真是平城，朕劝你们还是不要前往的好。那个地方偏南方，气候燥热，在朕还未登基的时候，那里曾经爆发过一场瘟疫，整个城里的人全都感染了一种热病，得病的人身上会发热腐烂，就像放进锅中煮开了一样。刚开始府尹没有当回事儿，等到事情不可控制的时候，才想到往上报，但已经来不及了。整个平城的人无一幸免，全都死在了那场瘟疫之中。平城的地图在桌上摊开，看到上面那漏斗式的山图时，林初一3人知道那便是他们要找的地方了。平城不大，一城3县，是最靠近南燕国的土地。当年一场瘟疫，平城里的百姓一个都没跑出来。据说曾经有一帮亡命之徒进入过平城，想要占地为王，发展自己的势力，结果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平城就此空了下来，一直到现在。平城如今的现状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了。不过林初一听完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其事地对皇上道：我听说你给我封了块地呢，能不能把地方换一换？我要这里的。皇上一愣，没想到林初一会提出这种要求。要知道他赐下的封地，单是1年的税收都能够林府上下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丫头，你是认真的吗？很认真，但前提是以后就算他在平城挖出金矿，那都是他的，跟皇室无关。既然秘境很有可能在平城境内，
那还有什么是把那块地攥进自己的手里慢慢攻略更为安心的？看着他那张认真的小脸，皇上心中却是警铃大作，宁愿用一块富饶的封地换一处空城。皇上心思琢磨着，虽然平城扔在那儿也是扔着，但他怎么就觉得会吃亏呢？吃不吃亏的，最后到底还是换了。皇上被盯得抹不开面子，大手一挥：“给你，你可别后悔啊！”林初一很是满意皇帝的大方，一高兴就送了瓶归元丹出去，这给皇上震惊的。丹药，这可是丹药啊！踌躇玉贤和周易的表情，这应该还是真东西。哎妈！皇上目光炙热地看着林初一，有些后悔。换什么换？直接送就是了。一座空城而已，这小丫头是炼丹师啊，凌驾于世上所有神医的存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皇上好不容易稳住震颤的心，得知3个孩子铁了心的非要去平城跑一趟，沉吟许久，实在拿他们没办法，便让大太监长贵去安排，将一切关于平城的密卷全部找出来，然后吩咐禁卫军统领庞毅去调集人手，2日之后让他亲自跟着3人走一趟。启程的时间是皇上定下的，林初一没吱声，但到底会不会听未知。等到一行人离开御书房，皇上才一脸疲倦地伸了个懒腰。你以为他会去睡觉吗？不，丹药啊，传说中的丹药啊！打开瓶子，他将瓶口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那种彻夜不眠的疲惫感瞬间荡然无存。庞毅知道自己被派出去与周易、林初一等人一起前往平城，虽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老激动了。虽然身份和年龄有差距，且安林郡主还是个不到10岁的女娃娃，但那也丝毫不妨碍庞毅崇拜强者的心，尽心尽力地准备一整天，随行的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精兵。庞毅都能想到此次出行所遇到的事儿，定然叫他再次大开眼界，热血沸腾。结果当一切准备就绪，竟等第2日出发的时候，却得知林初一3人连夜跑了，一人一匹汗血宝马，除了3只兽什么都没带。这个庞毅打击的苦着个脸，整个人都阴郁了。这是嫌他们太弱，怕他们随行碍手碍脚的？梦于修者而言都是具有预示性的，所以修炼的人一般很少会做梦。自打林初一修炼以来，前世和这一世做梦的次数加起来，一只手都能数过来。最近一次还是夜魔弄出来的，被他给打破了。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灵气缠绕的山谷，林初一心生疑惑，这是日思夜想做了个梦，还是莫名其妙的进入秘境了？你终于回来了。林初一只觉得身体快速下沉，猛地就坐了起来。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庆祝一声喊，其他人也相继醒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就睡了个觉的功夫，怎么就挪地方了？这就是那个秘境？怎么跟玉贤话中的不太一样？是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楚玉贤这会儿已经恢复了神智，不知道是不是刚刚被那玩意儿占用了身体的缘故，脸色有些苍白。这里就是秘境，我睡了多久了？这位是？他叫丁岩，我和初一之前认识的朋友。哎，他说是你把我们带这里来的，你还有印象没？周易3言2语就把楚玉贤睡着后发生的事情给讲了一遍。丁岩在一旁补充，我觉得不对劲，刚想叫醒你们的时候就发现动不了了，然后就看到他站了起来，笑得一脸诡异。我不记得，就感觉睡了一觉，醒过来后浑身都不对劲儿。这里就是你话中的地方了，不过应该是经历了几千年或者更久远的时间，灵气枯竭，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走吧，都醒了就别在外面待着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林初一点头，山谷里面有什么，怕是连楚玉贤都没有他知道的清楚，就是不知道这里与他的空间到底有什么渊源。踏进谷内的一刻，林初一心里涌出了一种熟悉感。前方远远地出现一间茅草屋，几人加快了脚步。大白看了那房子一眼，又转头看了林初一一眼，王脸上一片疑惑，这房子怎么有点眼熟啊？林初一冲他微微摇头，示意不要乱说话。楚玉贤眼中又泛起了那种淡淡的金光，四处扫视了一番，
目光也放在了那间茅草屋上，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情绪涌上心头，欣喜、迷茫和等待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悲戚。随着距离茅草屋越来越近，楚玉贤瞳孔的金光忽地消失了。你没事吧？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逐渐从心口抽离，楚玉贤脸色苍白地摇摇头，可往前走了没2步，突然一声惨叫。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玉贤？眼睛疼，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的眼睛里慢慢剥离。疼，好疼！楚玉贤接连不断的哀嚎，若不是有周易在旁扶着，估计得疼在地上打滚。林初一有些抓马，他将手搭在了楚玉贤的后背，输了一些灵力过去，希望能帮助他缓解疼痛。丁岩也过来帮忙，和周易一人一边扶着他，另一只手去掰楚玉贤的胳膊。忍一忍，将手拿开，总得知道怎么回事才能对症下药。忍一下，玉贤，把手拿开。楚玉贤2只手刚一放下，猛地一声惨叫，就见双眼之中2道金光射出，径直朝茅草屋而去。林初一见状，单手掐诀，一个结界落下，却只阻止了一下2道金光前行的速度。楚玉贤已经停止了哀嚎，大口喘着粗气，有些迷茫地看着前方。3人发现楚玉贤的那双瞳孔竟然恢复了正常。众人顺着茅草屋的方向看去，此刻2道金光化成了朦胧的2团。给他吃归元丹。林初一身影一闪，朝着那2团追去。丹药入口即化，楚玉贤苍白的脸色明显好了许多。你感觉怎么样？眼睛疼不疼了？他摇了摇头，疼痛过去，除了身上有些没力气，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没事就别磨叽了，咱们走，去把那玩意儿给追回来。林初一一个闪身，眨眼已经追出去7、8步，大白紧跟在后，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大河向东流啊！呼呼呼呼！疯了，这狼不能要啊！眼看茅草屋就在前面，2团金光蓦地停了下来，似乎在等人一般，忽悠了一下就没入了茅草屋的后墙中。林初一蓦地一停，这会儿的功夫，周易和丁岩也追了过来。楚玉贤落在最后，气喘吁吁：“怎么不追了？这屋子外面有结界呢。”你怎么知道这屋子有结界啊？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周易看了他一眼，不信邪地上前一步：“都让开，让我先来！”大白带着风声重重地撞上了那扇木门，与此同时，门上猛地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大白嗷了一声就飞了出去。还真有，你家这狼是不是能说话以后脑子就不好使了？多少有点儿，你以后会习惯的。林初一没搭理他们，往前2步打量着木门。与空间里不同的是，这间屋子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门已经破旧陈腐。他伸手轻轻去推门，并没有结界阻挡，可那种静止却与空间里的那扇门一样岿然不动。周易用铜尖剑戳了戳，被弹开了。哎，是不是要一样从后墙穿进去啊？好办法，你去试一试。周易干笑2声，不吱声了。不然我试试吧。他猜测这个门或许只有他能打开。可是楚玉贤的手才刚伸过去，还没摸上门，那道结界就又出现了，吓得他赶紧又把手给缩了回来。真打脸。丁岩也试了试，同样为结界拦在了面前，且估计是因为他身上的邪气重的原因，还差点受了伤。越是这样，几人就越是想打破那层结界。不然我们几个联手，强行把结界破了。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结界是遇强则强吗？如果没有高于布置结界的人的修为，咱们一起用全力的话，其结果估计直接就能死在这儿了。那要怎么办啊？好不容易找到了秘境所在，不会就无功而返了吧？我再试试，不行的话，这趟真的要无功而返了。怎么试啊？林初一并没有解释，慢慢的走至门前，闭上了眼睛，意识探进空间。空间内神魂状态的林初一也站到了茅草屋的门前，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2个林初一同时抬起手去推面前的门，空间里的2块灵泉石碎片突然发出了碧绿色的光芒，光芒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空间外的林初一身上也在发着光，小手轻轻地附上了木门，只听咔嚓一声轻响，结界竟然真的破裂了。
林初一猛地睁开眼睛，手上稍作用力，神魂与身体一起推开了茅草屋的门。门一打开，屋内猛地透出一股强大的灵气，冲刷洗涤过众人的身体后，快速向周围散去，萦绕在房子周围。就在众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的时候，3片散发着翠绿色光芒的玉石碎片从屋中飞出，瞬间没入了林初一的身体。空间外的林初一呆滞地站着，空间内的林初一一样傻乎乎地站着。那扇从穿越过来后就一直关上的门，今日终于打开了。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物件和布置，药材、丹方、法器全部映入眼帘。同样映入眼帘的还有一个他以前不曾见过的东西。就见屋内简陋的木桌上放着一柄长剑，剑的旁边摆放着一颗硕大的蛋，其上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光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来不及去细瞧空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瞥了眼灵泉池上方多出来的3块灵泉玉碎片，神魂就离开了空间。周易此刻正抓着林初一的肩膀来回晃动，这小丫头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发呆，不会是力量用过头出了什么问题吧？林初一一把打开楚玉贤要给他喂归元丹的手，眼中金光一片。他抬头看向茅草屋内，除了灰尘厚厚座椅板凳什么都没有。你没什么事吧？刚才那一瞬间林初一身上都发光了，大家还以为这是发了什么大招。林初一摇头，感受着周围浓郁的灵气，突然察觉到体内原先的那道屏障有松动的痕迹，顿时心中一喜，我好像要突破了呢。我也是，我们也察觉到了。以前损失的那些修为好像全都回来了。青竹与大白两脸蒙圈，说清楚，你们都感觉到啥了？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感觉出来啊？周遭灵气浓郁，正是突破的好时机。不过林初一并没有选择在此刻突破，秘境的事情到此差不多就算完了。他也看出来了，对于楚玉贤来说，所谓的机缘应该就是引路仙的修为重回巅峰，而他恢复丹瞳之后便能与引路仙共通力量了。这件事情从开始到如今也不知道于他来说是得还是失，因为身上的机缘，他被血煞阁的赵图给盯上，苦战之下12位引路仙只剩下3位。不过他生来体质就特殊，就算没有机缘在身，血煞阁的人估计也不会放过他。正是因为这特殊的体质，秘境才会把他当作载体，附在他身上的同时也护着他不被其他东西夺舍。所以这场机缘于他来说还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这件事的最后，可能林初一才是最受益的那一个。所以等弄清楚一切，他会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整个平城除去那10万大山其实并不算大，旱魃的影响还不到赤地千里的程度。之前我就猜测平城内有另外一种力量与旱魃制衡，看来就是那些阴兵了。真是旱魃？的确是旱魃，不过这只旱魃应该是被人炼制出来的，还没有完全炼制成。看到他身上像枷锁一样的印记没有？这是有人封住他的力量了，让他来饲养阴兵呢。这只旱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旱魃，估计炼制的人没想到旱魃的力量会如此强悍。没有灵智尚且如此，要是生了灵智，怕是也不会老老实实的为他所用，所以便封住了旱魃，又在此处设下了另一个局，让那些阴兵慢慢吸收旱魃的力量，假以时日，等到那些阴兵成了阴煞，便是一支不可撼动的力量。这种丧尽天良之事，要说跟血煞阁一点关系都没有，打死林初一都是不相信的。那旱魃真是丁岩黑刺里那只鬼的媳妇儿？应该的确是的。你没事吧？受伤没啊？受伤倒是没有，不过我得进山一趟，我们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对付那些阴兵。林初一还是决定去山里突破，可能要几天才能出来呢。现在城内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林初一让楚玉贤和周易先不要进城，等他突破之后再一起想办法解决了那些阴兵。林初一就带着大白进山了，去的还是那处找着秘境的山谷。突破金丹要比筑基复杂困难得多，危险性也极大。但见天空中乌云越来越厚，伴随着交错的闪电一闪而过，黑云中隐隐有雷音响起。林初一小小的身影，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淡淡的金光。39丹劫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看，应该一共30道。
咔嚓，拇指粗的天雷狠狠地劈在了他的身上。天地灵火形成的结界暗淡了几分，紧接着又是一道天雷落下，咔嚓一声，似是有无数根针齐齐没入了身体。林初一脸色一白，疼，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第二道天雷劈完，第三道天雷也随之降下，天地灵火熄灭。林初一咬牙盘膝而坐，想都没想的在周身布下了数十道结界。天空中便又传来一阵沉闷的雷鸣，只听得一声撼动天地的雷鸣响彻天地，数十道紫色雷电齐齐落下，咔嚓嚓。初一脸都绿了，赶忙调动体内的灵力加固周身的结界。不过10道天雷的威力绝对不是几道结界就能抵挡住的，都没费多大的劲儿，结界就直接被劈碎了。被10多道雷一起劈中是什么感觉？林初一的意识都快模糊了，身上闪烁着道道的雷光，周围10里地全都遭了殃。空中的乌云越积越厚，似乎在酝酿着暴风雨。林初一不敢耽搁，即便知道没用，也再一次在周身布下了数十道结界，能抵挡一点是一点。29道还差1道，也是他最为忌惮的那一道。此刻的林初一衣服破烂，头发焦黑，眼神暗淡，狼狈至极。山中风更大了些，空中黑云不断翻滚，雷音越来越大。林初一的心都提起来了，看样子这是要给他来个狠的呀。当他看着那道碗口粗的紫雷带着天道之气朝着他落下时，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这才是金丹期，这是他该渡的劫啊！林初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来了。就在他觉得这次估计真的要玩完的时候，一道金色的光芒瞬息之间便到了他的面前。林初一只听见2声沉闷的巨响，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让他直接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远在府城处的2人2兽外带3匹马齐齐瞪着眼睛，看着那碗口大的天雷落下，一声巨响过后，山中再没了动静。那是金丹期该渡的劫？灰姑都吓傻了。我这辈子加起来都没渡过这么大的劫，这得是造了多大的孽呀！你们在这里待着，我过去看看。他没渡过雷劫，也不知道筑基入金丹期的雷劫是什么样的，但整整劈了30道，这他妈谁能遭住啊？别再出什么事儿。楚玉贤在身后伸了伸手，想说他也跟着一起去看看，可惜周易此刻已经飞远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头浑身掉渣渣，错过天就手，哈哈！你天改比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空中密布的雷云慢慢散去，等到一切恢复平静，大白和石头人对视一眼，就往方才雷电落下的方向跑。此时的山坡处，林初一呈大字形躺在地上，浑身漆黑，冒着白烟。大白爬上陡坡，远远地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林初一，心中一惊：初一，主子！等到了近前，大白用爪子碰了碰林初一的手，又扒了一下他的脸，见人还是依旧没有任何动静，顿时悲从中来：初一，主子，你可别丢下我！主子！石头人慢了他一步，到了跟前，看到这一幕，有些迷茫。哎，你干啥呢？你个破石头，主人白给你喂丹药了，人没了，你都不难受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啊，是石头，我全身上下都是石头。今天起，我要跟你恩断义绝。这个恩断义绝是个啥意思呢？周易到时看到的就是林初一家的爱郎正在教石头人嚎丧，不知道林初一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感想，反正他是哭笑不得。你俩干啥呢？人还喘着气呢，看不到吗？这就嚎上了。周易上前将昏迷中的林初一扶起来，探了探他的脉搏，虽然微弱了一些，但却在慢慢恢复，身体内的灵力也在重新凝聚，这劫算是过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颗归灵丹，塞进了林初一嘴里，又看向正等着出奇迹的大白和石头人。有地灵丹吗？就是那种补充灵气的。大白看向石头人，石头人怔了怔，倒是没有舍不得，一伸手就将自己的脑袋给掰了下来，晃了晃，一颗珠圆玉润的丹药从他的眼眶子里滑落，看得周易嘴角直抽。迈入金丹期，其实地灵丹的效果已经对林初一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稍稍的恢复点力量还是成的。一阵轻咳，林初一嘴里直冒白烟，眼睛也缓缓地睁开了。初一，你醒了！意识逐渐回归，林初一只觉得浑身都疼，身体被天雷淬炼了一遍，力量需要慢慢恢复。你可终于醒了，再不醒啊，你家这俩玩意儿就该刨个坑把你埋了。我这不是担心过头了吗？你一个大活人，竟然还跟狼计较！你可真行呢，30道雷劫硬生生的扛过去了，最后那一道1000年大妖也撑不过去吧？可能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是艺术吧。雷劫不一样也能理解，等你踏入真人境界的时候就知道了。算了，我现在这个境界就挺好，我可没有你那么妖孽的天赋，距离真人还早着呢。林初一不置可否，他撑着站起身，看到已经将脑袋装好，眼巴巴看着他的石头人时，突然目光一闪，似是想起了什么，四处望了望，最后目光放到那堆已经破碎的蛋壳上面，微微一愣。怎么了？林初一小脸上漆黑一片，看着那堆已经没有一丝灵气的蛋壳，他的心情有些复杂，没想到竟然被一只蛋给救了。关键时刻，要不是这颗蛋突然出现，替他扛下了大部分天雷，估计这次真得身死道消，魂飞魄散了。莫名其妙出现的蛋里面到底有什么？现在蛋壳碎了，那里面的东西呢？难道被雷给劈死了？就见那堆蛋壳突然动了一下，似乎正有什么从里面往外钻。林初一心中一喜，用手扒了扒厚重的蛋壳，一双金色的眼睛先行露了出来。金色的眼睛？不会是从秘境带出来吧？林初一轻轻嗯了一声，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将压在那东西身上的蛋壳给扒了开。一只眼带金光、浑身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生物出现在众人眼前。看到那东西的一刻，林初一沉默了。周易眨了眨眼，石头人歪着脑袋，大白瞪大了眼睛。哎呀妈，那么大一个蛋就孵出来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嘿哈哈哈哈！大白觉得稳了，他的地位稳了。你是什么东西啊？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这就是只乌龟啊！林初一默然无语，他当然知道这是龟。他想问的是，他为什么会是个龟？那么大的一颗蛋，结果从里面爬出来一只巴掌大的小王八，这心里咋就不那么得劲儿呢？小王八啊，不，小乌龟。抬起头与他对视，脖子伸得老长，金色的小眼睛眨了眨。林初一还是认出来了，这货绝对就是附在楚玉贤身上，每月15都得出来晃悠一下的那玩意儿。林初一将乌龟给拿了起来，放在面前仔细打量。乌龟壳是那种玲珑剔透的绿，龟壳上面的纹路很奇怪，像是某种图腾，很神秘的感觉。一眼望去没什么，但盯得看久了，会有种面对一座大山的错觉。其他的就跟普通乌龟没什么区别了。不过这玩意儿之前明明待在蛋里，怎么又附到了楚玉贤身上？难道是神魂出窍？见林初一一直与之乌龟深情脉脉的对视，大白不乐意了，一副正式打发小三儿的模样。小王八，你打哪儿冒出来的？为什么要缠着初一啊？怎么说话呢？没素质！都知道是跟着他的了，叫王八，说出去多灭威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鬼，人家是能扛下10多道天雷的神鬼。大白不可置信地看向林初一，满脸凄凄然。那副你竟然为了他凶我的表情太过真实，把那个被抛弃的怨妇演绎得淋漓尽致，给林初一恶心的只想挠手心儿。见他目光不对劲儿，大白一个机灵，立马严肃了起来，憋屈地瞥了乌龟一眼，哼了一声，还真就有素质了起来。鳖，汝从何处而来？这还拽上我燕丸了。哎，我说回京后啊，赶紧给大白送国子监去，可别耽误了考状元。就在这时，小乌龟突然眼睛一瞪，周身气场一变，声音威严：吾乃上古神兽玄武。周易的笑声一指，两人一兽外加一石头，齐齐地看向了说话的龟。神兽玄武是个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是玄武？玄武就长这样？哎，话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只乌龟该与之前玉贤身上的那玩意儿有关吧？别人不知道林初一的真实身份，他可是知道的。这丫头就不是这里的人呢。林初一抿唇不语，他还错愕于玄武这个名字，将乌龟翻过来调过去的仔细打量了好几遍。林初一得出结论，
这家伙应该是被劈出幻觉来了。具体情况我也还没弄清楚，但的确与楚玉贤身上的那东西有关系。你还记得秘籍中的山谷吗？楚玉贤看到的那座茅草屋，正是我空间里的那一间呢。在此之前，空间里的那间屋子的门也一直打不开，推开秘境里的门之后，那扇门也跟着开了。这个蛋呀，当时就在桌上摆着呢。空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了个山谷，就和秘境里的一模一样。竟然还有这种事儿，会说话就成。小乌龟，你为什么要缠着东林的六皇子啊？又是怎么到了初一的空间里？你跟初一什么关系啊？我乃上古神兽玄武。然后呢？然后我就睡着了。睡着了？现在这不是醒了吗？说说看，你睡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记着什么就说什么。我乃上古神兽玄武。这不会是被雷劈傻了吧？林初一无奈叹了口气，将乌龟往大白的脑袋上一扔。唉，我先进空间换身衣服吧，你们也别待在这儿了。每月15占有你身体的就是他呢，你多出来的那双瞳孔也是因为他。在楚玉贤的迷惑中，林初一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给讲了一遍。他其实并不想在其他人面前暴露空间的事儿，但楚玉贤和引路仙们在这件事里算得上是一个受害者。但无论是有幸还是无意，这事儿都有乌龟的因果在里面，而这只乌龟好像又跟他有关系。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他也是一头雾水。他如今的疑惑不比楚玉贤少，可就好巧不巧的，乌龟失了忆，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听听，一只乌龟失了忆，这还像话吗？乌龟就是我多出来的那双瞳孔，秘境是你的空间，他还和你一起渡了雷劫，那个山谷是你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你看他的眼睛，他的确就是你之前多出的那双瞳孔。至于他为什么会找上你，你可以自己问，不过他脑子好像被雷劈坏了，以前的事情都不知道了。楚玉贤看了乌龟一眼，又看了看林初一，你都说的失忆了，还让我问啊？他在你身上待了10几年呢，你过去给他瞅瞅，看看他记不记得你。灰姑和胡六一直没有说话，有些楚玉贤不懂的东西，比如说空间，他们懂，也听懂了林初一的意思。对于同伴战死的事情，他们怪的一直都是血煞阁。这位乌龟，你可还认得我吗？不曾认识。你仔细看看我，真不认识啊？真不认识。唉，汉子，你带他在山谷里转转吧，走慢点，让他仔细感应一下有没有熟悉的气息。哈哈，有奖励，石汉子干活都有劲儿了。按照林初一的吩咐，在谷里转悠了一圈，结果等回来的时候，龟睡着了，睡得倍儿香，不用问就知道这事一点都没想起来。扒了醒后问了2句没结果，林初一直接将乌龟送进了空间。秘境的山谷现在在空间里，既然外面没有熟悉感，里面总有了吧？结果一进空间，巴掌大的乌龟就直接爬进了灵泉池。翠绿色的龟壳与池子上方的灵泉玉相辅相成，林初一竟然有种这池子本来就是用来养龟的错觉。你以前在这里待过？乌龟眯着眼在水里游了一圈，非常巴适。听到林初一的话，缓缓爬上了灵泉池壁。不知道啊，是挺熟悉的，好像以前就是这么游的。谁问你怎么游的？我问你是不是以前在这池子里待过？他怎么净遇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不是失了法力就是失了忆，怎么他就不配一只正常点的？盯着那又回到池子里畅游的绿龟，林初一给取了个充满期望的名字，在雷劫中破的壳就叫滚滚吧，任天雷滚滚，我自岿然不动，多好的象征性。失忆就失忆吧，能帮他挡雷就行。林初一决定以后渡劫就把乌龟绑头顶上，能者多劳。天色已晚，谷里升起了篝火，林初一和楚玉贤3人自火堆旁坐下，身边围了一堆的兽。你们在城里闹出动静之后，平城上空的气息就变了。平常的事情的确做不得，今天休息1个晚上，将状态养得最好，
我们明天中午进城。怎么解决啊？你才刚突破，根基还不稳定，真准备以一己之力和那些阴兵硬扛啊？再说了，城里还有只旱魃呢，真跟那些东西硬拼起来，估计占不了多大便宜。谁要跟那只旱魃硬拼了？他相公不是在吗？人家夫妻俩的事情，外人啊自然不好多问了。你就使坏吧，他还能把旱魃给感动醒不成？那些阴兵也不是好对付的，数量太多，还有那些百姓凝聚出来的阴暗面情绪，待久了会被影响心智。特殊情况就得用特殊方法。林初一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个青黄色的酒葫芦，小手朝着葫芦底部轻轻一拍，葫芦上立马就亮起了道道的符文。好东西啊，这是法宝吧？我师父留下的东西，是他随身的法宝。飞升后便给他留了下来。我打算把那些阴兵都收进葫芦里，剔除他们身上的煞气，留作他用。你说清楚，留作他用是给谁用的？怎么用？2、3万的阴兵怎么收啊？前面的收掉了，后面的跟着一拥而上，不消片刻就得被阴魂给撕成碎片。林初一目光移到坐在一旁发呆的石头人身上，人顶不住，这不是有顶得住的吗？也不是必须全收，能收则收，收不了的话就去镇，镇不住的就灭了。总之，这一次一定要把平城的事情给解决掉。听听，人本事大了，口气都变大了，收不了就镇，镇不住就灭。老丁身边那只鬼真能对付得了旱魃？当然对付不了了，关键是舍不得啊。不过我方不是还有刚刚添置的成员吗？只要旱魃一失手，他就能给收葫芦里去，各种封印都给他用上，再慢慢的想办法解决。别问招式阴不阴损吧，好用就行。商定了对策，林初一就回空间里恢复灵力去了。林初一脸色苍白，脚下一软，都不敢多喘口气儿，手快速的往葫芦口一抹，先下了一道封印。没时间去管周围的情况，只来得及看了眼众人的位置，便心念一动，急急将人带进了空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空中亮起一片白光，雷电顺势落下，一道接着一道，带着雷霆之势狠狠劈在了地面浮现出的诡异文字之上，劈碎了那些字，也劈灭了那些徒留的阴兵。大雨随即倾盆而下，其中带着丝丝的雷意，仿佛要把这些年没下的雨补上一般。4人再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3天之后了。雨停了，风也止了，阴霾散去，平城上空终于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灰暗。林初一站在城墙之上，往大山的方向看去，心里是止不住的乐呵。最多3年，山里就有用不完的药材了。最主要的是，整个城都是他的，他就是一城之主啊。虽然现在还一个人都没有，但总会有的，不是？这场雨一下，县里和各村子里空了几十年的房子，估计得塌一半。你猜要把整个平城重建需要多少钱？那个东林不富裕，国库里也没多少银子，每年还要往下发军饷，发百姓的救济钱，你可不能打主意啊！我是那种对国库下手的人吗？是。别以为他不知道，他大哥楚离的皇子府绝对是这丫头盗的。除了他有空间，还有谁能一下子搬空一整个库房？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是时候该回京了。算起来，这次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出空间前，林初一已经将卫青的事情给解决了。其实不用他们多说，旱魃身上的不对劲儿，他自己也看得出来。我们知道你和妻子伉俪情深，可你也看到了，你媳妇儿身上被人下了封印，封印不除，放她出来那就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大杀器。万一一个没看住跑出去，届时其他修行者再出手，可就没有我们这么讲情面了。就算没有修行者敢招惹他，一旦他身上杀戮之气太重，死在他手上的人到达一个顶点，天道必然不会再让他留存于世。到时候你俩连下辈子投胎再续前缘的机会都没有。好说歹说，才让卫青打消了放他媳妇出来的念头。林初一在葫芦上下了10几道禁制，为了能让里面的东西老实点，天罚都用上了。里面如今电闪雷鸣的，给他看到还不得疯啊！林初一告诉卫青，葫芦只是驱除邪祟戾气的法器，或许能让他妻子恢复神智也说不定。而且下封印的人不会放过他，他现在待在里面比待在外面更安全。丁岩也承诺会帮忙寻找害他妻子之人，也会尽量帮忙找到解开封印的方法。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卫青总算是放心，回到了黑刺里去了。初一，娘，初一，娘，是我回来了，你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娘看看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没有啊？那当然没有，你闺女我本事大着呢，上哪能受苦啊？初一，初一呀，奶在这儿呢，我孙女儿，我小孙女儿回来了。奶，看到他娘哭，林初一也只是跟着鼻子发酸，但看到马老太差点摔倒，不顾形象的朝他跑来的一幕，他的眼泪立马就不受控制了。奶，你慢点。回来啦，可算回来了，3年多呀，平城老早就建好了，大家都等着你搬家呢。你这丫头咋的才回来呀？奶看看，哎呦，咋瘦成这样了？你师傅不给你饭吃啊？咱以后不去遭那罪了，就待在家里，让那什么血煞阁自己蹦跶去，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呢，凭啥都压咱们身上啊？奶，我没事的，就是长个子了，都3年多了呢。我要是还跟以前一样，那你就该觉得我有毛病了。你也知道3年多了，咋的也不知道往家里传个信儿，我跟你娘多担心呐。师傅管得严，不让跟外界联系呢。林初一直接甩锅，一点都不带犹豫的。啥外界？咱们能有他外呀？姐，我都不敢认你了。比我高了啊，出息了，姐给你带礼物了，惦记着你呢。林永峰好不容易得空喊了声闺女，马老太和方兰就一左一右的护着人进城了。走走走，咱回家，今儿个买的呀都是你喜欢吃的，奶给全做了，赶明儿啊咱再去镇上买。平城是完全照着林初一给的图纸建的，与其说是座城，其实更像是个宗门。平城府衙在中心，四周是丹楼、武器阁、演武场和学堂，一城3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真住满了，人数也是非常可观的。他要将平城打造成一个妖怪和人类共存的地方，人和妖一起成长，不问俗事，过自己的日子。几人在院中的石桌前坐下，林初一先问起了他不在这3年里平城发生的事儿。平城建成这个已经看到了，林翠儿说起了旺大师联合各门派对血煞阁出手的事儿。从咱们东林开始的，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已经到南岩了。林初一很是意外，没想到出家人也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周大哥和丁大哥他们说去历练了，这3年多一直没回来过。这个林初一知道，也准备这2天去禁地走一趟。对于清剿血煞阁一事，林永新最有发言权，他可是亲自参与过的人。南岩有明德寺镇设，血煞阁扎根的没那么深，南岩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但想必也快结束了。其实清剿并不困难，难的是血煞阁的老巢在西凤，那些人逃回去，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林初一细细了解了一下，放弃了去支援的打算。各门派的人能这么积极，让他微有些不平的心平衡了点。那些修者肯出手，至少说明不是他们自己在战斗。血煞阁的老巢到底有多少人？还有那日在凤凰山上突然出现的几道黑影，都不是善茬。林初一决定明天一早就去禁地，先把周易他们弄出来再说。若按照旺大师和明德寺的方丈所言，他们应该不会出事。初一啊，你这几年都去了什么地方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啊？是啊，初一，你也给我们说说，你这3年都干什么了呗？林初一也没打算瞒着，家里人需要开阔眼界，得让他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免得学了点本事就觉得顶天了。修行不是件容易事儿，要经历的磨难不会少，比如挨雷劈。等着院里院外的欢呼雀跃声响了些，马老太才吆喝道：赶紧的，收拾收拾，马上能吃饭了。知道了，奶，这就来。嘿，我们回来了！听到声音，闲着的人和兽欢呼雀跃，应和着跟了一路。平日里空荡荡的城，今天好像多了1倍的人一样。本龙回来了，尔等凡人还不速速出来接驾？哈哈哈哈！哎呀妈，龙啊，太带劲了，贼刺激啊！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可终于回来了！林少泽和林家宝也使劲摆着手，顾此几人更是兴奋的脸通红，恨不得自己也上去站着。大白往下看了一眼，哪能让青竹自己嘚瑟，仰头一声吼，随后一个纵身就跳了下去。石头人跟着下来了，轰的一声落在了空地上。哎，我也回来了，嘿嘿。再然后是灰姑、常三、胡六、虎头怪、周易和楚玉贤看到自家亲爹也跟着下去了，落地后还摆了一个造型，抱着胳膊，一脸深沉地站在众兽之中。汉拔和卫青此刻很神奇的夫妻同心，想一块儿去了。琪琪一挥手，漫天失火和鬼火飘荡，周围瞬间阴气森森。别问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也不知道。看着这震撼拉风的一幕，在场的不管是不是自己人，全都大气不敢喘。青竹摆姿势去了，林初一腾空而起，满脸的黑线。丁岩站在他身边，一张阴沉的脸使劲地抽了抽，冲他道：以后城里要是缺银子，就让这帮缺心眼的上台吧。这哪是缺心眼儿啊，这他妈是一群沙雕吧！这几年该长修为的长修为，该长肉的长肉，年纪是一点都没往上涨啊！是没过生辰，所以觉得那3年不算数了吗？画面定格了10几秒，不知道哪个有眼力劲儿的一激动，竟然去屋里拿了2挂鞭炮出来点上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起，终于打破了这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娘奶，我们赶上了没有啊？赶上了，赶上了！明儿个正好30，奶和你娘做饭了，都是你爱吃的。爹，祖父。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3年未见，你又长高了不少啊。初一见过皇上。皇上的目光依旧停在了已经缩小了的青竹身上，连儿子到了边上都没注意到。他看到龙了？这世上居然真的有龙这种传说中的东西？皇上不用怕，那是蛟龙，还不算是真正的龙呢。初一丫头啊，你长大了。那是那是我家青竹，以前是条小青蛇，渡了一次雷劫后化成了蛟，皇上应该没有见过的。皇上寻思着蛟龙也是龙啊，原来以前是条蛇吗？平城的主心骨回来了，城中的热闹又上了一个度。今年可算是真正的大团圆了，晚饭依旧是在马老太的院子里，男女分开坐，摆了10来桌，妖怪们也单独开了一桌，都是城中的核心成员，能吃的吃，不能吃的坐着看。像石头人和卫青夫妻俩就是干看一类的。几位大少爷饭都顾不上吃，追着打听他们这几年都经历了什么。楚玉贤的经历显然是最让人羡慕的，在吃吃喝喝中增长了修为，听得皇上皇后一阵欣慰。哎，没白胖啊，胖的划算。轮到周易的时候，他一指丁岩，示意他先说：我进了一个和平城有关的秘境，大伙儿都在，必须得杀光你们才能出来。话说的简单明了，杀光了才能出来。他这会儿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们猜猜他在里面都干了啥？见马老太看过来，丁岩又特意提了一句：奶，你不是我杀的，是卫青媳妇儿动的手。奶知道那些是假的，你就是杀了也没事儿，奶都知道。你这孩子要是下得去手，也不能在里面待了3年多，回来就好，没受伤就好。对了，那啥呀，衣服奶给你做好了，你不在，奶闲着没事儿啊，就多做了几身，明儿大年30正好换新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小喽。丁岩突然低下头，狠狠地扒拉了一口饭，用咀嚼饭菜来掩饰声音中的哽咽。我知道了，谢谢奶。血煞阁这块心病总算是去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实在魏苍决心放弃本体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输了。他要是没弄出来血祭这个办法，林初一他们可能还没有那么快找到他。一场战斗就这么落下帷幕，过程反复了些，好在结果是大获全胜。所有人的心里都很敞亮，最大的威胁没了。以后要是想努力，就去禁地里刷刷副本，想安逸就在平城里待着，组织一下全城比试，弄点稀奇东西出来装装逼什么的，日子不要太美好啊。至于飞升上界，不急也不能急，路得一步一步走，就是用飞的也得有个过程。总结一下这次的经历啊，算是有惊无险，回去总算是能好好歇歇了。我出银子，
回去让马奶奶再给烤几只羊，庆祝一下天下太平。马奶奶得说，你嘴馋就嘴馋，还扯什么天下太平不太平呢？别说，还真像奶能说出来的话呢。算算离开又挺久的了，奶和娘又该惦记了吧？这次回去就好好陪陪他们。德库尔他们一家就坐着轻出去兜兜风，观光一下大好河山。可惜的是，林初一这次想差了。马老太一点都没惦记小孙女，人家这会儿正操心着大孙女呢。平城郡主府马老太的院子里，老太太坐在最上方的位置上，愕然瞅着下方站着笔直的袁浩，一副我刚刚没听清，要不你再说一遍的表情。林家其他人也是如此。你再说一遍，你要娶谁？袁浩手心都出了汗，这一幕他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没想到真到了这个时候，面对着林家人，压迫感会这么大。马老太还寻思着血煞阁的事情都处理了，这帮人怎么都还没走啊？冷不丁听到有人要娶他孙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重新说，你要娶谁？马奶奶，林伯母，袁浩斗胆，想请你们割爱，将翠儿嫁于我。啊，不是小孙女啊！马老太心中一松，随即又耷了下眼皮。大孙女她也只有一个呀。林初一行回来的时候，事情已经商定了，俩人在2月16那一日正式定亲。对付血煞阁的时候不算，各门派和修士还是头一次这么聚在一起喝酒闲聊。经过这么一次，平城也彻底成了他们间的枢纽。一顿定亲宴从白日吃到晚上，宾主皆欢。天黑下来的那一刻，城中上空亮起了烟花，砰的一声，五颜六色。城中所有人抬起了头，眼中惊叹，平城果然是连烟花都跟别处不一样。城墙之上，人和妖魔鬼怪坐满了一排，林翠儿挨着袁浩，白宁靠着吴望大师，卫青凑到汉魃的身边，另一边是一排单身狗和单身妖。众人齐齐仰头，满面笑容地望着那绚烂绽放的烟火，声音虽大，可心中却是有说不清的平静。林少则双手合十，许愿今年一定要进步一大截。南一双抬头望了望他，也笑着双手合十，闭上了眸子。林初一胳膊一麻，感觉被强行喂了一把那啥，好想给这俩人踹去怎么办？他的另一边，周易咧嘴，深吸了口气。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影子出现在他身边，逐渐凝实，竟然是木铃铛。周易愣了愣，铃铛已经自他身旁坐了下来，动作很是自然。明明是久别重逢，却好像分开并没有多长时间。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周易心中一动，大手抓过木铃铛的小手，两人相视一笑，抬头望天，烟花升起，光芒之下，妖怪窜动，嬉闹不已。望着城中一幕幕的热闹，所有人眸光晃动，带着细碎的笑意。